第361集，全体苍龙臣服。看到成哥的人类身躯，原本准备欢呼的群龙全都愣住了，就像是嗓子被掐住了一样。这是九纹苍龙？如果不是几位准帝陪着，他们恐怕第一时间都出手了。苍吉也挺无奈的，一路上呢，这个苍龙一族的未来之星都是人类形态，他委婉的提醒了几句，告诉他用苍龙形态更强更帅气，但奈何成哥不听他的呀，他本就是人类，审美和龙族不一样，所以苍吉和苍穹都只能听之任之，他开心就好，没办法，他太宝贵了。现在到了这里，面对这么多龙族是第一次亮相，再这样就说不过去了呀。乖孙儿啊，你先变回来一下行不？老苍龙那头痛中又带着商量的语气，就像是老爷爷哄顽皮的孩子一样。成哥差点当场喷血了，那鸡皮疙瘩掉了一地呀！您老还真要当我爷呀？啊，乖孙儿，这是什么萌萌哒的称呼呀？顿时就将自己的逼格降低了好几层啊，和他威武霸气的人设完全不符合呀！必须改个称呼，你可以叫我帅成，叫我乖孙儿，我绝不换回来。这是原则问题，成哥绝不让步。他倒是想让苍杰喊成哥，但想想那难度有点大，人家都活了几百亿年的老前辈嘞。老苍龙对他的宠溺也是高到了离谱的程度，闻言苦笑不断，连连让步。好，帅成啊，你变回来呗。一旁的易空和萧聪等人都无语了呀，这还是当年那位神出鬼没，让无数外族忌惮恐惧，被誉为龙族第一刺客，苍龙族人头记录保持着的苍吉老前辈吗？别看他现在乐呵呵的，平时其他几位准帝在他面前大气都不敢乱喘一下呀。结果现在的好了，真变成了慈祥老爷爷了。你说，得到帅成这个称呼，成哥心满意足了，当场变回了苍龙真身。当那极具压迫力的龙身出现在众人眼前时，全场一片寂静，旋即便是如山崩海啸般的欢呼声。哎呦我操！哎，九纹啊，真的是九纹啊！天才呀！我苍龙一族终于出现了一位举世无双的绝世天才呀！血脉在龙王层次就圆满，这是何等的妖孽呀！我族又要崛起了！场中最激动的莫过于那数百头苍龙了，他们中有不少甚至当场喜极而泣。我等这一天等了太久，至高的苍龙大帝呀，您老人家看着了吗？您终于继承者了，老爹有眼。哎妈，嗓子疼，哭了。赐予我做重生啊！根本都不用苍吉和苍穹多说什么，所有苍龙渐渐全都飞到江城的面前，而后齐齐俯下龙首，这是表达臣服之意的礼节。而一旁翼龙黑龙也在几位准帝的率领下分别俯首，整个过程顺利的令人难以置信。事实上，在听说黑龙有3位准帝，翼龙有2位准帝之后，萧坤、纪云、吴缺等人这一路上是提心吊胆的。这2族的准帝和先王比苍龙族本身还要多呢，而总数就差得更多了。苍龙族很难诞生，一共就300多位，翼龙黑龙呢却分别都有上万之多，臣属比主族还要强盛。这时呢，一个外来的天才忽然空降，没有任何根基和人脉，却又极受2位前辈的喜爱，成了族内最受瞩目的存在。那之后会发生什么呀？见惯了世家宗门皇朝兴衰的他们，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诸如不服、挑衅、争权、阴谋、站队、反叛等一系列戏码。然而现在呢，他们才发现自己还是低估了九纹苍龙的意义啊！在见面的第一天，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苍龙、翼龙、黑龙3族上下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支持、拥护，俨然把江掌门当成了迟早会成为新一任苍龙大帝的太子来对待，这让成哥都觉得不可思议，暗想着自己这个叉是不是装得太过头了呀？原本只是想搞个合理的身份进入妖界，再庇护一下身边的人族就行了，压根儿没打算搞风搞雨，干出什么大事来呀！你看你现在倒好。瞧瞧在场所有龙族那狂热的目光，那分明是指望自己带领苍龙一族走向强盛。龙族分别居住在妖界的3谷之中。明星见面会结束之后呢，成哥被接进了苍龙谷的深处。这苍龙谷和金龙谷一样，本身就是一个小世界，里面无论仙源之气的浓度还是规则之力的气息，都是妖界顶尖水准。越往里走越是不可思议。一路上其他龙族簇拥相随，浩浩荡荡，大家看他的目光那叫一个火热炽烈。一些母龙甚至春心萌动，桃花泛滥，在他们的眼中，九纹苍龙无论体型还是长相，那都是最符合他们审美的那个，简直帅出了天际。
不过在接近苍龙谷中心区域时，翼龙和黑龙都停了下来，除了300苍龙，就只有翼空等5位准帝还能继续前行了。这是阶位和地位的差距。再往前就是苍龙族的祖地，相当于皇宫地带了。成哥本打算带着萧坤、纪云等人一起进去的，但他们却主动摆手了。我们就不进去了，有一股天然的力量排斥，极为恐怖。我们一旦踏入，很可能会被镇压呀。这毕竟是苍龙祖地，不可能没点手段的。成哥只能先安顿他们。在祖地外围，苍吉亲自划定了一圈足有上亿里的地盘作为他们的住处。江掌门变回人形，打开玄机图，将里面的门人都放了出来。这一出现，元真、元胜等人就惊讶的四处张望。过了好多年呢，哎，我们这在哪儿呢？这里一定是上仙界了，仙气和规则之力简直比从前高了10倍不止。哎呀，要是能一直在这儿修炼，无论是飞仙门的14万人，还是萧坤、纪云等人带来的后辈，全都异常兴奋。不过紧接着，他们就看到了苍吉、翼空等龙族，顿时吓得是瑟瑟发抖，不敢再吭声了，只能将求助的目光投向了姜老祖。这也就是苍吉和翼空等人收敛气息了，否则准帝的龙威一放出来，这10几万人会瞬间被碾为齑粉。不过带了这么多人过来，也出乎了龙族的意料，他们原本以为最多几百门人呢。老苍龙在短暂的惊讶之后，哈哈一笑：“帅成啊，你这门人真不少啊！啊，看来你在人类世界那边颇有一番成就嘛。”这话也就恭维一下，真仙、玄仙什么的，在他们眼中只怕就是蝼蚁。成哥点点头，主动解释了：“他们都是我的后辈，刚从中仙界上来，与那些太古仙门魔门都没有什么关系。听说是中仙界来的，不是上仙界对决过的敌人。”龙族高层们彻底放心了下来。本集第362集，血脉异象。翼龙和黑龙一族的首领莫央立即拍着胸脯，保证今后会约束好族内的群龙，绝不骚扰欺辱这些人类修士。老祖，这是哪里呀？这么多庞然大物面前，飞仙门众长老还是有些不安的啊。这是妖界的龙族范围，飞仙门在仙界魔界那边备受打压，所以呢，我将你们迁到了这里，你们放心吧，这里很安全。原来如此，老祖真是神通广大呀。众长老眼见他在这里似乎也很吃得开，不由得又是一阵高山仰止。老祖真有牌面啊，上仙界的龙族都这么给他面子。你们今后呢，就在这好好修炼，我会尽快让你们和历代祖师见面的。提到历代祖师，众长老更是又喜悦又期待。随后陈哥又花了些功德值，在这凭空造出了另一座飞仙门。看到那熟悉的山门、宫殿、亭台楼阁、流泉飞步，别说飞仙门这些人类，就连龙族高层都差点把眼珠子瞪出来了。帅成啊，你这是何等手段呢？老苍龙惊呼了。众龙族飞到附近，亲自触摸感知后，越发觉得不可思议。是真的，不是障眼法，凭空造物，神迹呀！原本他们尊重成哥，只是因为久闻血脉，现在才发现他似乎比自己所想的还要神奇呀！这更坚定了他们的拥护之心。又小小的装了一个小叉，成哥这才心满意足，与群龙一道踏入了祖地区域。一踏入这里，他就感觉到自己体内的血脉变得活跃起来，而那龙身的每一寸骨骼也在一阵阵的欢呼，龙脊上的9条纹路更是熠熠生辉，仿佛要破空而去。一圈圈银色和淡蓝相间的光晕向着四周荡漾开来，内中包含了苍龙血脉的无穷奥妙。一旁苍吉、苍穹等准帝互望了一眼，齐齐点头，内心有着压抑不住的欣喜。而翼空等5位准帝以及300头苍龙则是如痴如醉，沐浴在那光晕之中，细细的体悟。那光晕不光在祖地荡漾，很快传向了远处。没多久，整个苍龙谷都出现了淡淡的银蓝光晕。被那光晕触及之后，无论是黑龙、翼龙，还是那些下位的风龙、离龙，都不约而同地进入了修炼状态。这异象足足持续了3天3夜才消失。成哥再次苏醒时，他发现自己的骨骼强度提升了至少1倍之多。这是怎么回事呢？他只能将询问的目光投向苍吉，就发现这老苍龙满眼都是震惊和惊喜。祖地乃是仙界初开，天地造化形成的天然秘境，我苍龙始祖就诞生于此。每位苍龙后裔初次踏入这里，都会与祖地产生共鸣，提升骨骼层次，还能引起血脉异象。此异象揭示了我族血脉深层奥妙，沐浴其中大有好处。
他顿了顿，这才用不可思议的语气接着说了：我们初次踏入这里时，血脉异象不过3-5里，半个时辰亦是极限。而你的血脉异象竟然覆盖了整个祖地，持续了足足3天3夜。哎呀，这是何等恐怖的天赋呀！莫央眼内透着浓重的感激和崇拜之色。因为您的异象，我族不少天才这次都突破境界了。一空也感激地说：就连我的境界都有些松动了，好像距离准帝中期不远了。其他几位准帝同样也是喜不自胜。原本他们只是尊重和看好陈哥，现在无形中又多了一份沉甸甸的感激。而那300多头苍龙，有不少龙尊和龙王才刚苏醒，又立即再次进入了修炼状态。他们中有些脊背上缓缓衍生出了一道全新的颜色还很淡的紫纹，这是血脉层次即将突破的征兆。苍极见状畅快大笑，那笑声中带着浓重的自豪。帅成啊，你果然是上天派来拯救我族的。来这里第1天，你就提升了全族的实力。哎呀，龙帝之资呀！苍龙谷的中心有一座龙窟，原本是没有龙能进来居住的。现在成哥这俨然是下一任龙帝的身份，自然是当仁不让了。不过这龙窟他也不太看得上，当着苍极、一空等人的面，他就那么明目张胆的造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这祖龙窟的意义极为重大呀！以往苍龙一族的后辈来此，那都是小心翼翼，生恐磕着碰着。现在成哥呢？对此呢，众位龙族高层只能睁只眼闭只眼，假装没看到了。没办法，成哥对他们太重要了呀。这时呢，有苍龙飞快来报，说是另外2大龙族前来道贺，已经在苍龙谷外等着了。都有谁来了呀？金龙、烛龙、火龙这3族各派了1位准帝和几位龙王过来。苍极点头，还算是给面子捧场。那青龙那边呢？青龙大帝第7子玄光来了。七皇子，他还只是个龙尊吧？青龙大帝和另外2位龙帝不太一样，他有不少子嗣，龙生9子各不相同，青龙大帝的子嗣更是多达30多位。这七皇子是天赋较低那个，修炼至今呢还只是龙尊，不过毕竟是青龙一族的皇子，身份倒是够了。那应龙和云龙那2族呢？各派了1位仙王。什么？苍极顿时不舒服了。他青龙大帝每次下龙子诞下龙子，我们都会派准帝亲自前去道贺。如今我族久闻天才回归，他们怎能如此敷衍？一空也纷纷说：是啊，他这摆明是没把我们放在眼里。莫央叹了口气，算了，当年金龙那边敖阳回归时，他们也只派了1个龙王前去道贺，这次好歹来了2，还加了个皇子呢。毕竟在青龙族那边，我们这2族早就不配相提并论了。也没有办法呀，历经上古时期的连番大战之后，3大龙族都凋零大半。巅峰时期3大龙族都有龙帝坐镇，麾下准帝近100位。而今苍龙这边就苍极、苍穹2位准帝撑门面，金龙那边稍微好一点，加上敖阳有4位了。这青龙那边，青龙大帝还健在，麾下光是青龙族的准帝就还有8位。这么一对比实力，3方根本都不在一个层面上。这100亿年来，青龙族那边自诩为龙族正统，认为是他们在带飞另外2个拖油瓶，守护着龙族的荣光。这种心态下呢，能拿正眼瞧另外2族那就怪了。行吧，我们这就去见他们。苍极也只是随口发发牢骚，实际上早就习惯了。我就不去了啊。成哥这忙着呢，他现在更想的是早点和自己那群弟子搭上线，至于见一见其他龙族，有那个必要吗？一群龙而已嘛，又不是美女，何必巴巴跑去亮相呢？何况刚才他也听出来了，那青龙族似乎不太看得起这边，所以就更没兴趣了。本集第363集终于重逢了。苍极一听陈哥说不去了他和一空、莫央等高层都愣了。为啥不去呢？没什么好去的，你们替我见见就行了呗。这样怎么行呢？苍极只能苦口婆心的劝说这位小祖宗了。帅成啊，他们就是为你来的，给你道贺呢。帅成啊，你就给他们一个面子呗。是啊，你今天是主角嘛，你要是不出面，那这道贺就没有意义了嘛。
他们还是希望陈哥出去亮个相，露一露那旧闻，好好震撼一下另外2大族群。毕竟这些年苍龙一族实在是落寞太久了，也需要用这大喜事提提士气了。龙族可是很喜欢排场的。不了，咱喜欢低调，闷声发大财嘛。你们就把我当成一个秘密武器就好了，保持神秘感。让别人看不出底细，那多好啊！群龙无力吐槽。你回归的消息都很快传遍了整个妖界万族了，还秘密武器呢？想低调，那实力不允许呀。帅成啊，你说你不出去见一见，未免太不把莱克放在眼里。尤其他们还带了贺礼。贺礼？那既然他们如此有诚意，那我还是见一见吧，对吧？有必要。你这太真实了吧！群龙再次无力吐槽。他们算是看出来了，要是没好处，是无法让这位苍龙一族的明日之星多动一动的。苍吉忽然觉得这后辈的教育问题必须要重视一下了。在一众高层的陪同下，保持着苍龙真身的成哥来到了苍龙谷的会客大殿。随后呢，他就看到了墨尘、单太、魏淼3位老熟人。夹杂在那些动不动就体型庞大的龙族后面，3人显得很渺小。然而他来这里就是为了他们，又岂会找不到呢？许久不见，望着他们熟悉的容颜，他的内心也难得的激动起来，差点当场变回人形，来一场重逢相认的感人戏码。不过想想近在眼前了，也不用急于一时的，而且贺礼没收呢。他这一现身，现场又是一片沸腾。原本金龙和青龙那边是不太相信真有9纹苍龙的，现在亲眼一见，感知着那浓重的血脉威压，那不信也不行啊。在场无论是金龙、烛龙、火龙还是其他的下位龙族，全都被镇住了，随后便是一阵哗然呢。竟然真的是9纹的不到龙帝，他是怎么做到圆满的呀？这简直是神迹啊！看来苍龙一族真的要崛起了，这天赋简直比3位龙帝还要可怕呀！铺天盖地的震惊声中，成哥得到了不少震惊值，但这时突然冒出一声冷哼，就听那青龙七皇子玄光不屑地说：“他还没成帝呢，能不能活到那天都不好说，还比3位龙帝更可怕，真是不怕风大扇了舌头啊！”因为他这2句话，全场热烈的气氛突然冷了。确实呀，现在拿成哥和龙帝比为时过早了，但这话说的太难听了，竟然咒他早死。这要是换成别人呢，苍吉早就一爪子拍下去了。然而他是龙帝之子，只能当作没听到了。成哥斜了那玄光一眼，只不过是4角青龙的龙尊，勇气可嘉呀。这种龙族纨绔已经很难让他心里产生什么波动了，而且很快就到了他最期待的送礼环节。金龙族贺9纹苍龙回归，贺礼黄金1000万两。成哥差点从龙座上跌了下来呀！啥？没听错吧？黄金1000万两？这要是放在俗世，那绝对是天文数字级别的惊人财富。可问题是，这是修炼界呀，黄金有啥用呢？别说仙界的仙人了呀，就是下界修士到了灵台层次，也看不上俗世的金银珠宝了呀，因为那对他们没什么意义呀。就连分魂境的修士，平时也是用灵石交易的。好，哎呀，敖乾老兄真是太客气了呀！苍吉眼见他没动，连忙主动上前，替他将这堆积如山的1000万两黄金接了过来。成哥还以为他只是客气客气，结果就听到一旁其他龙族也跟他羡慕赞叹了。哎呦，金龙一族真是慷慨呀！是啊，竟然送了1000万两。上次青龙大帝第37子出世，金龙那边就只送了100万两呢。哎呦，这次可真是大出血了！9纹苍龙问世，值啊！看来金龙族那边非常重视这次回归啊。听到他们谈论，成哥怀疑人生了都。这礼物看起来很贵重啊，难道自己看走眼了？他连忙调出高级洞察照了照，系统显示黄金1000万两，价值0.0000000001功德。真的是普通的黄金吗？成哥直接懵逼了。所以它贵重在哪儿呢？能辅助修炼吗？仙人要黄金干啥呢？是自己一直以来的认知出错了吗？火龙族贺9纹苍龙回归，礼火灵珠一斗。听到这火灵珠，成哥提起了精神，难道是什么神奇的天才地宝吗？他连忙探出脑袋看了一眼，结果呢又他妈无语了。这火灵珠就是一种寻常的宝珠，不带什么仙灵之气，唯一的效果呢就是比较温暖，能当成烤火器用。这对仙人有什么意义吗？旁边群龙又是一阵夸赞羡慕。哎呦啊，火龙一族竟然送了足足1斗啊！这可是他们的至宝啊！对啊，以往都是暗壳送的。咋说呢？9纹苍龙意义不同，贺礼当然是尤其丰厚啊。
成哥怀疑自己是不是从仙界被打回了世俗界了。他并不知道龙族确实有搜集这种闪闪亮亮金银珠宝的爱好。对他们来说呀，修炼资源和黄白之物那意义是不一样的，前者是必需品，而后者则是奢侈品、艺术品。要他们送这些艺术品，其实才是真的要了他们的心头肉，而且还送这么多，诚意可谓非常足了呀。何况金银这种在下界很寻常的矿藏，因为太低级了，在仙界还真的就没有。物以稀为贵嘛。如今龙族这些金银宝珠，大部分都是以前飞升的龙族带上来的。接下来呢，烛龙以及其他诸如离龙啊、盘龙、囚龙、蛟龙等龙族也各自送上了自己的礼物，无一例外，不是珍珠翡翠，就是宝石、玉石、金银器皿，那珠光宝气的，差点晃下了成哥那24K 钛合金狗眼。他总算明白什么叫做被埋在珠宝堆里了呀。旁边龙族那个羡慕嫉妒呀，望着这些金银珠宝，一个个眼睛都是发红发绿的，纷纷表示这次礼物的规格之高，价值之重，前所未有。果然呢，久闻苍龙有牌面啊。成哥则表示，我谢谢你们全家呀，谢谢你们18辈祖宗啊，真亏了自己百忙中抽出空来，期待着收一大笔好礼，结果就这，你们加起来不到1点功德呀。本期第364集，这也算好礼。青龙族贺礼1000两白银，应龙族贺礼1000两白银，云龙族贺礼1000两白银。随着3声唱诺，原本还赞叹无比的广场渐渐安静了。虽然龙族很看重金银之物，但价值总归是有高有低呀。1000两白银相对于金龙族那边1000万两黄金，那差的不是一星半点的。随便一头下位龙族的收藏，都是这个的上百倍以上了。许多龙族悄悄传音，窃窃私语。果然呐，青龙一族还是这么抠门。没办法，他们根本不屑和苍龙、金龙并列了。一直以来不都这样吗？上次敖阳回归，青龙一族那边也只送了1000两白银。可这次毕竟是久闻苍龙啊。青龙大帝自己是圆满血脉9角青龙，一个还没到准帝的后辈，他其实没必要放在眼里吧。哎呀，多谢你们的贺礼呀。苍吉也不好说什么，挤出一丝笑容，将那3000两白银也接了过来。不收，那就是不给青龙大帝面子。成哥暗撇嘴，虽然没听到那些龙族的传音，但也知道这礼物纯粹是看不起人呢。不过他也无所谓的，无论黄金还是白银，在他眼里都没有价值。他好歹是仙王。送礼的步骤很快到了尾声了。这时呢，飞仙门的3人也终于在最后出场了。飞仙门恭贺苍龙一族天才回归，贺礼上品仙晶10万枚。听到这礼金呢，成哥感慨万千。哎呀，还是自己的门人懂自己呀，明明没认出来，但起码送的是自己能用的。只是他们现在太穷了吧，10万仙晶放在中仙界，随便一个仙尊轻松拿出来。没办法，妖界不产仙晶，因为妖族不用这玩意儿呢。在这待了5000万年没离开了，纪凌寒等人自然没剩多少了。至于金银珠宝，他们之前从来没有收集过，仅有的一点随身首饰，在之前几次送礼的时候早都送出去了。在他们看来，仙晶和黄金、白银珠宝一样，都是闪闪亮亮的，应该能投这位绝世天才所好吧。成哥正打算亲自来迎接这礼物呢，结果就听七皇子玄光嗤笑出声了：仙晶这种破烂也能送得出手？对龙族来说，仙晶确实毫无价值，虽然同样闪闪亮亮，但物以稀为贵。仙晶矿在仙魔2界随处可见，那就没那么宝贵了。何况他们这些龙族修炼也用不上仙晶，所以压根儿不会把这东西当宝贝。一旁应龙和云龙2族的龙王也跟着帮腔了：这些人类爬虫还真是上不了台面啊！像8阶苍龙，你好歹有点诚意呀，真是自找羞辱啊！一席话说的苍吉都不禁暗皱眉了。今天是苍龙族大喜的日子，别人的礼物就算再不值钱，也没有必要这样冷嘲热讽啊。而对面墨尘、单太、魏淼也是心头咯噔一响，他们已经算是竭尽全力投龙所好，这10万仙晶是他们最后那点家底了。结果这还没能得到那位久闻苍龙的好感吗？但随后他们就见到那始终都坐在高台上面，一直显得懒洋洋的久闻苍龙飞了出来。万众瞩目之下，他亲手将那10万仙晶珍而重之的接了过去，仿佛那是世间最宝贵的宝物。不错不错啊，非常好，这个礼物就很 nice 吗？这什么情况呀？还有 nice 是什么意思？原本很失落的墨尘愣了，不光是他，全场所有龙族都愣了。
面对之前那么多礼物，包括金龙族那豪阔的1000万两黄金，这位久闻苍龙都只是稍微抬了抬眼皮，并没有站起来，更没有亲手去接。大家都以为他是见惯了，世间没什么宝物能打动他呢。结果现在这最不值钱的宝物，竟让他表现得极为喜悦。你们是飞仙门的？很好啊，你们的礼物我最喜欢了，还是你们最懂我的心意啊。他亲自上前，伸出龙爪拍了拍墨尘和善太魏淼的肩膀，那叫一个亲热，那叫一个看得顺眼。一时间，墨尘等人都受宠若惊了。我的妈呀，这可是久闻苍龙啊，苍龙一族的未来之主。原本只想着他别看飞仙门不顺眼就好，结果竟然意外得到他的好感了，这待遇可不一般呢。别说是其他龙族，就连老苍龙都有些羡慕嫉妒了。帅成回来之后，对自己都没那么亲过了。难道是因为他在人类世界待的时间太长，所以对人类另眼相看吗？心里这么想着，他反应还是不慢的，也立即飞了过来。哎呀，欢迎欢迎啊！你们飞仙门前来道贺，令我苍龙一族蓬荜生辉。哎，来来来，里面请。墨尘大喜过望。苍龙一族以前对飞仙门的存在没什么特别态度，基本就是不管不问，当作不存在。这次一反常态的亲热起来，意味着今后在龙族这边的日子能过得好一点了。毕竟苍龙一族也是龙族的3大皇族之一，话语权还是很重的。3人喜气洋洋，正要跟着一起进去呢，就听旁边玄光又开口了：“哎呀，这久闻苍龙的品味还真是与众不同呢，竟然把这些破烂仙精当宝了！哎呀妈呀，哎呀，笑死人了都，笑死龙了！”一旁应龙和云龙也跟着附和呢。听说他是从下仙界飞升上来的，所以没眼力很正常。那是，血脉再高也不过是土包子嘛。这话说的，就连苍极也忍不住了，他瞬间笑脸一收，一身森寒苍龙威压覆盖全场。玄光，我给你父一个面子，不与你计较，别蹬鼻子上脸。在我苍龙谷，还轮不到你这小小龙尊少爷。他虽然发火了，但终归还是不敢太过，以免撕破了脸，青龙一族和苍龙一族决裂，到时就真的麻烦了。不过呢，他不敢，成哥敢呢。他妈的，哪来的狗东西啊！啊！他指着玄光的鼻子就对了回去。就送了3000两白银破烂玩意，好意思在这叽歪啊？青龙一族这么磕碜的吗？四周龙族一片哗然。刚刚苍极那2句话只能算是警告，敲打一下后背。成哥这几句那直接开骂了，而且上升到了整个青龙族的高度。玄光那个气呀，那脸挂不住呀。身为青龙之子，这些年哪边的龙族敢不给他面子呀？就算他再怎么阴阳刻薄，对方往往也只能笑笑当作没发生。你说什么？你说谁是狗东西？你敢骂我是狗，那就是骂我青龙大帝。这帽子扣的可熟练，换成其他龙族这会儿肯定怂了。青龙大帝可是龙族如今的扛把子，谁敢对他不敬，惹他不快？只可惜呀，他面对的人是不久前才灭了仙界大派的成哥。哦，哎呀，你提醒我了，那你爹也是狗东西。我第一次听说有人收礼时收几百万两黄金，回礼回1000两白银的。哎，你爹这老狗会做生意啊，就是他妈的不会做人啊，不对，是不会做龙啊。所以我说他是狗东西，不挺符合的吗？本集第365集，竟然是自己人。原本还哗然一片的现场，突然就安静了，众人都不敢在这时讨论了。江城这番话竟然把矛头直接指向了青龙大帝，可把他们吓坏了。那可是如今龙族头顶的一片青天呢，把他得罪了，今后可就得不到他的庇护了。但另一方面呢，他们内心又莫名的觉得爽。成哥那毕竟说的是事实，这数百亿年来，青龙一族确实自诩高其他龙族一等，便宜没少占，而大家明知道吃亏，却只能默默的接受了。你好大的胆！旁边的应龙和云龙都气得浑身发抖了呀，玄光更是难以置信的尖叫起来：“苍姐、苍穹，你们苍龙是要与我们青龙决裂是吗？马上道歉，要不然你们会悔的！”成哥还不等苍极、苍穹出面呢，直接将那3000白银甩回了这3头龙的身上。滚！这点破烂哥看不上，我就告诉你爹啊，苍龙一族从此和青龙族决裂。说完，他一巴掌挥了过去，就如同赶苍蝇一样，将那3头龙直接拍出了苍龙谷。全场所有龙都张大了嘴，半天都没消化完这一幕。苍龙和青龙决裂了，苍龙和青龙决裂了，
他们满脑子回荡着都是这句话呀，而且还是苍龙族这边主动提出来的，这也太刚了吧！这可是会影响到整个龙族未来重大历史时刻呀！因为今天这一幕，苍龙族的命运将会被改写。苍吉、苍穹、异空、墨央等苍龙谷的高层也是一脸呆滞，一时间不知该作何反应。内心深处，他们是不想和青龙族决裂的。龙族就这么一位大爹了，这根大腿要是抱不住，苍龙族将来的处境或许会更加堪忧吧。然而仔细再三思量之后，几位高层却是不约而同的点点头。随后，苍穹准帝跃众而出，目视全场。苍城乃是我族新任龙帝，他的决定代表着整个苍龙谷的意志。这头沉默寡言的龙第一次说了这么长一句话，足可见这件事有多重大。而在场所有龙族也见证了另一件大事，苍龙谷虚悬了数百亿年的龙帝之位有主了。在场所有苍龙、黑龙、翼龙以及其他下位龙族在短暂的震惊之后，发出了排山倒海一般的狂热响应。成哥其实连准帝都不到呢，这个境界原本是不可能被尊为龙帝的，但来这里短短3天，他就已经征服了苍龙谷所有龙族了。不光是因为那9龙血脉，还因为那血脉异象，让所有苍龙一族都受到他的恩惠。苍龙谷的首领舍他其谁呀？这场亮相仪式结束之后，金龙谷一众龙族以最快的速度赶了回去。苍龙和青龙决裂将会造成一系列连锁反应，他们也必须要商讨一下下一步怎么做了。而另一边，墨尘、单太、魏淼则是被留了下来，3人也被刚刚那一幕给惊呆了呀。龙族这是要出大事了。是啊，这位9纹苍龙真不是一般的强硬啊！那我们怎么办呢？会不会因为9纹苍龙对我们另眼相看，青龙族那边恨无及无，重提驱逐我们的事儿啊？墨尘捋着胡须思量许久，他是不想站队的。这种龙族高层之间的博弈掺和进去会引火烧身，但现在想不被牵连似乎也不太可能了。实在不行，到时候问问凤族那边有没有地方安顿吧，毕竟林宁在那边呢。来到妖界这边之后，林宁那极高的隐皇血脉在一次大战时被凤族高层发现，同样被当成了至宝，之后呢就被接过去了，如今也进入了准帝，据说在那边地位挺高的。这个徒弟算是正式超越他这个师傅了。3人正在这私下讨论呢，里面有了传话了：苍龙大帝请你们进去。3人摸不准这位新任大帝的想法，只能怀着不安的心情走了进去。看到殿内苍吉、苍穹等龙族准帝之后，又行了个礼。异空、墨央也就算了，同为准帝的墨尘有把握全身而退，但准帝和准帝不一样。苍吉、苍穹这2位苍龙族的准帝，就算同境界，2、3个他也不一定是对手，更何况这2位还是巅峰准帝，比他高了一大截呢。龙族目前就1位龙帝依然能保持妖界顶尖地位的原因，就是3大皇族的血脉天赋优势太大了，同等境界他们的战斗力往往远超人类先帝。看着3人的小心谨慎的样子，成哥心头暗暗好笑。你们可知道我为什么单独把你们留下来？你这墨尘哪知道？莫非苍龙族要拉拢飞仙们这股力量吗？倒是魏淼恬不知耻来了一句：这个可能是我们比较特别吧。这话说的墨尘都想捶他了，他娘的，当年江掌门那身神奇的本事你没学着，他的装叉之风倒是被你给继承了啊？怎么的？我们的门风是装叉吗？你说话能不能看看场合呀？这里是开玩笑的地方吗？然而他臆想中龙族不悦的场面并未出现，那新任龙帝反而哈哈大笑。你说的没错，你们呢最特别了。3人一脸懵逼，旋即就见对面的苍龙之身一阵虚幻，人形的身躯出现在眼前。定睛一看，3人差点激动的晕了过去。你是？望着那1亿年来无数次浮现在记忆中的脸庞以及那熟悉的笑容，墨尘捂着心口急促的喘息起来，他有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掌门，掌门！单太、魏淼可就没他那么多感想了呀，2人一左一右飞扑了过去，抱着成哥嚎啕大哭。掌门，竟然真的是您老人家，这些年可想死我们了。您老人家去哪儿了？大家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您呢，你为何不早点来找我们？大家他们都成就魔王那么多年，他们经历了太多了，心性也沉稳了许多。然而这一刻却仿佛又回到了当年青兰府的小山门，又变回了那仅有分魂境的小弟子。我知道啊，
成哥轻轻拍了拍他们的肩膀：“我听说你们的事了。”墨尘再也绷不住了，两行热泪从眼角的皱纹处缓缓滑落。他定定望着面前的江掌门，一步一步走得并不快，却仿佛跨越了千山万水。7年那一幕幕宛如幻影一般飞快划过脑海。掌门，老朽这些年，这一年，才说了几个字他就哽咽了。大家一直等你回来，再次带领我们。一旁的苍极、一空等龙族高层也极度意外，他们原本也以为苍龙帝是打算拉拢飞仙门这支人马呢，毕竟刚和青龙族决裂，也需要一定的力量作为底气。飞仙门人不多，但顶尖战力很强，准帝足10几个，愚者清一色的魔王啊！本集第366集，飞仙门的现状。老实说呀，这股力量足以和苍龙、金龙这两族掰掰手腕了。只不过呢，种族不同，他们是龙族最痛恨的狡猾人类，大家难免心里有些排斥和顾虑，所以呢，他们才一直当作不存在，没看到。而现在，这排斥和顾虑荡然无存。飞仙门这支强悍的力量，竟然是苍城的门人部下，这也太离奇了吧！这支力量在巅峰时期，最有上千仙王，曾经可是将仙魔2界都搅得风起云涌。一直以来，他们都是桀骜不驯的代名词，就连魔界那几个顶尖魔门，诸位魔帝出面都收服不了他们。原来是因为这支势力早就有了个首领了，而这个首领正是苍龙一族的新任大帝，这让他们也觉得难以置信呢。苍城他化身为人类时，在下界和中仙界究竟经历了什么？他是怎么得到这么一批门人拥护的呢？这一批人中可是有不少妖孽级别的天骄啊，哪怕久闻苍龙的血脉再逆天，也不可能办到这种事儿。然而眼前那感人肺腑的重逢场面却是一点都做不得假，甚至就连他们都被感染了。安慰了一下情绪激动的不能自已的三人，江城缓缓转身，直面诸位苍龙族的高层。他严肃而又认真地说着：“飞仙门是我的，包括纪凌寒、林宁、罗远、段河等所有人在内，全都是与我朝夕相处过的弟子，他们是我的自己人，所以我希望你们也能接纳他们。如果苍龙一族有芥蒂，那他将毫不犹豫地选择飞仙门。”苍极深吸了一口气，飞了出来。之前苍穹已经说过了，你现在是我们苍龙一族的首领，你的决定就是我们整个苍龙谷的意志。你曾经的门人自然也是我们最亲密的同伴，即日起飞仙门可随意出入苍龙谷。这一决定也是理所当然的，这既然是苍龙大帝的部下，那还有什么排斥和顾虑呢？这根本就本该属于苍龙一族的力量。感人的重逢之后，龙族高层识趣的退去，留给几人空间。成哥也开始问起了详细的情况。我听说许多门人战死了，到底如何呀？提到这个，单太魏苗好不容易收起了眼泪，又一次决堤了。是啊，太惨了，好多师弟师妹和师侄都死在了连场的战斗中。当初上千人，如今活下来的只剩下152人，就连印师姐都死在了长明殿仙帝的手中。林宁也是，当时好不容易进入准帝，却被9星魔殿的2位魔帝联手打上。除非他的血脉天赋激活了涅槃，也没法活着逃到妖界。那些人太狠了，他们完全不讲武德。我们明明没有招惹任何人，却莫名其妙的成了仙魔2界的公敌。成哥暗暗的摇摇头，有些事情不是你没错就没事的，别人感受到的威胁就足以成为攻打的理由了。他不禁看向墨尘，有些埋怨。他们不懂事，没经验也就算了，你好歹是仙界老油条啊，怎么还不懂闷声发大财的道理呢？上千位魔王那么高调，想不引人注目都不行啊！听说你们还参加什么魔界报道大会，糊涂啊！出风头死得快这个道理，他们不懂，你也不懂吗？事实上，飞仙门那群弟子经历了上亿年，早就不是新嫩了，怎么可能还会不懂事没经验呢？江掌门这是找个典型出来数落一下了。莫仙人干涩的嘴唇颤了颤，最终呢，惭愧低头。老朽有错呀，辜负了掌门的期待，没能好好的保护他们，请掌门责罚。成哥自不会真的责罚他，如果没有莫仙人这识途老马，只怕一开始在中仙界就会死掉不少人了。单太连忙求情了：“掌门，你就不要怪莫长老了，当时的决定是大家一致做下的。其实我们知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道理，
但当时大家以为您在上仙界，所以才故意打响旗号，把飞仙门的名号尽量的传得远远的。希望您能早点来找到我们。原来竟是因为自己吗？成哥的心头一酸，又哪里还说得出半句埋怨的话呀？罢了，都怪我疗伤太久了。这该死的系统一开始也不交代清楚，早知道是1亿年，自己一开始就该告诉他们，好好的蛰伏等着了。战死的那些门人，你们可曾留下一点皮毛啊？听到这话，三人已经知道意思了，顿时狂喜，留了。别人不知道，他们可是见证过成哥屡次复活的神迹的，所以从一开始呢，就留了个希望。每次有人战死，我们都拼尽全力抢回一点残余，就等着您来复活了。殷师姐只剩一根手指了，还能复活吗？成哥听到这也放心了，还好啊，他们还有点先见之明，知道要这么做。如果什么都没留，那自己就真的没辙了。总不能对着陌生的空气复活吧？放心吧，心情一好，他也抖了起来，双手负后，45度角仰望天空。就算只有一滴血，一根头发丝，哥都能复活他们。三人欢喜，手舞足蹈，那叫一个兴奋呢！太好了，我就知道掌门一定能办到。那咱们那些年咱们眼泪都白流了，活过来一定要他们赔回来。成哥摆摆手问了：“现在大家都在金龙谷那边吗？”金龙谷那边暂时只有60人，纪凌寒还在。其他人呢？其他人在仙魔两界交界的前线，常年和敌人打仗。罗远、秦畅、甘子义等2代弟子分别带领他们。单太摊摊手：“没办法，妖界这边很少有适合我们人族的修炼资源，不出去打仗，我们就没法提升。”成哥理解，一方面为了资源，一方面也是为了报仇。毕竟当年围攻追杀飞仙门的就是仙魔两界了。李宁如今在凤族那边，另外段河、苗叶、徐子川、奕晨这4名弟子目前并不在妖界。这4位都是拿了主角模板的，成哥曾经特意将他们4人也提升到了1等资质。他不禁好奇了，他们去哪儿了？他们4个上仙界之后就分别出去游历了。飞仙门受到围剿时，他们全都隐藏了起来，所以一直没有暴露。我们之后能有152人突围出来，也多亏了他们以不同身份暗中运作。如今他们分别在仙界、魔界、灵界扎了根，应该都有了自己的成就。只是妖界太排外了，他们也很难和我们联系上，所以也不知道如今怎么样了。哦，原来这样啊。本期第367集，过惯了苦日子。成哥并不奇怪那4人的单飞，拥有主角模板的人往往机遇非凡，本就应该放出去让他们自己发展的，一直留在宗门苦修，那才是浪费了他们的滔天气运。哦，对了，你们在中仙界也创了一个飞仙门吧？墨尘等人一笑：“是啊，掌门您见到他们了。当时只是随手创了个门派，想着让飞仙门在仙界留下道统，可惜后来我们自身难保，也不知道怎么样了。啊，还行吧，过的。前几天飞升期到了，我把他们都带上来了。”3人先是点头，随后惊愕无比：“全都带上来了？那宗门应该有上万人了吧？”“上万？14万了！我的天哪，14万人，您怎么带上来的？我记得不到仙王飞升需要仙元令吧？难道您买了10几万枚仙元令呢？”“这个，以后啊，你们问他们就知道了。囤积涨价这种事太复杂了，成哥懒得拿出来装叉了。”3人顿时提起了好奇心，难道掌门用了什么神奇的操作吗？您带那么多人上来，没被那些仙门魔门的人发现吗？啊，那倒没有，不过我看他们不爽，随手灭了一个仙门。哦吼呀，掌门又灭派了！3人对那些仙门本就没好感，不由得兴奋搓手。敢问您灭掉的是哪个仙门呢？那个叫无极洞天，可惜他们那3个仙帝倒是不在。啥玩意儿？灭掉谁了？无极洞天？3人的嘴都张成了 O 型了。他们对江掌门的能力很有信心，但原本以为最多就是灭掉一个普通的仙门，能有一个准帝就不得了那种。毕竟刚刚他也说了，才上界几天而已，抛去赶路到妖界的时间，算算好像压根儿没空去干太多的大事吧。结果呢，他竟然灭掉了无极洞天呢！这可是仙界那边能排进前10位的超级仙门，屹立了不知道多少年，接受着无数仙人的敬仰，就那么被灭了，太不真实了吧？真的灭掉了？成哥故意略带点遗憾，算是吧。可惜3个仙帝没死，准帝死了5个，仙王应该是全灭了，还有仙尊。另外那个葫芦山门也被我毁了。3人倒吸凉气，这不就是连根拔起了吗？太彪悍了呀！
他们当初和仙魔两界大战，上千名仙王和几位准帝浴血奋战，最终也只是灭掉了几个没准帝坐镇的魔们。那些年被他们杀死的仙王魔王倒是有数百个，这准帝级别的只干掉了3个，就这都已经造成了仙魔两界巨战。毕竟仙王和准帝都有仙国，保命能力极强，哪有那么好杀呀？现在呢，掌门刚上来，一个人的战绩就超过了他们这么多年的总和了，还让不让人活了呀？还以为翅膀终于硬了，现在一看，在掌门面前还是太嫩呢。单太不知道什么时候掏出了一个小本子，奋笔疾书。掌门才刚上来，就又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哎呀，得记下来，记下来。在江掌门面前，他早就从之前的冷酷魔王变回了马屁精了。莫仙人捋须而笑，有些天选之人注定不是你我能企及的呀。人要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儿，不能好高骛远呐。魏淼深以为然，没错，能继续追随掌门左右，仰望他就是我此生之幸了。这话说的江掌门爽，果然呢，还是熟悉的配方啊。他龙颜大悦，当即决定重赏。从戒指那一抹，他一连拿出了3件8阶仙器和3件8阶仙甲，外带3件极品仙宝，都是从无极洞天内战搞来的战利品。原本还打算兑换成功德呢，现在看这3人一身装备太寒碜了，尤其墨尘准帝中期了，用的居然还是7阶仙器和中品仙宝，说出去简直是闻者伤心，见者流泪呀。这些年你们受苦了，这点东西你们先收着。3人眼珠子都绿了呀，那架势就像是饿极的人看到了一顿丰盛的大餐。没办法，成哥不在以后，他们的待遇就断崖式的下降。中仙界没什么好东西，待的时间不长，来到上仙界后也没有来得及蓬勃发展，就被围攻绞杀。上哪儿弄8阶仙器？就这7阶仙器，有些还是后来和仙魔两界大战抢来的。一眨眼，一共9件宝贝就被3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卷了过去。江掌门发奖也不是第一次了，大家也不玩什么套路，而后以最快的速度换装，那叫一个急迫呀！哎呀，这就是极品仙宝的味道吧？感觉整个人都升华了。老朽若是早有这8阶仙刃，至少能多宰好几个仙王。穿上这8阶仙甲，感觉自己都变帅了好多呢。瞧这3人那一脸陶醉的样啊，成哥也无语了。随后呢，又给了3人几十瓶8品仙丹。久旱逢甘霖的3人出了会客大殿，就像是做了一套全身造型改变套餐，就连精气神都完全不同了。随后呢，又在成哥的带领下飞往苍龙谷内的飞仙门驻地。一路上3人也挺激动的，那个飞仙门毕竟是他们一手奠基的，感情自不必多说。一行人到达之后，迎面就撞上了萧坤魔王和无缺仙王。哎，你们怎么也在这儿？萧坤拱手嘿嘿一笑，嘿，我们这不是一直跟着江掌门，每天聆听他老人的教诲吗？无缺仙王也故意抖抖长袖，这一路跟着他老人家真的是受益无穷啊。当年下界万域那批人就挺眼红飞仙门的，对于江掌门的体系、亲密程度和待遇跟其他人呢不是一个级别的。如今逮到了机会，当然要好好显摆一下，出口气。墨尘没说什么呢，单太尉秒邪了呀！啊，争宠的呀这是啊！哼，你们在放什么屁啊？6家掌门远点好吗？现在我们有了，不得有我们了。你们从哪儿来就可以回哪儿去了，滚滚滚！萧坤无缺当然不会走啊，知道江掌门也不在乎这点细节，故意嬉皮笑脸刺激他们。江掌门如今的心腹是我们，你们得靠边站了。就是，我们可是和江掌门一道从中仙界打拼过来的，真正的身边人呐。嘴里说打拼，实际上打拼个毛啊！全程都是成哥一个人表演。就这样，一行人吵吵闹闹，终于来到了如今的飞仙门了。看到那庞大的宫殿群，3人不用猜也知道又是掌门的神迹了。急操嘛，他们淡定。难为成哥原本还想再搞点震惊值来着，门口几名弟子抬头一看，顿时愣了。江老祖身边这3位怎么那么眼熟呢？好像是先贤堂留下的仙石玉像的。本期第368集，祖师们的境界。顿时啊，整个飞仙门立刻沸腾了。自元真掌门以下，所有门人以最快的速度冲了出来，一见到这3位，齐刷刷全都跪了下来。不孝后辈，飞仙门第135任掌门元真，拜见莫老祖，拜见单老祖，拜见魏老祖。想不到还能再与几位祖师重逢，真是天可怜见呐！看到曾经的祖师们，飞仙门这些门人就像是失落多年找到组织一样，那叫一个激动啊！3人连忙上前搀扶，自有一番感慨。进入飞仙门主殿之后，众人纷纷落座。
3位老祖自然是要做上首的，其他人静坐末位，而成哥呢，则是理所当然的坐在了最中间的掌门位置。这让袁叔、袁木以及冷化寒、古青玉等所有在场门人惊愕无比。要知道，墨尘可是先贤堂玉像第2位，论地位仅次于初代掌门纪凌寒。有他在场，其他人怎么能坐那个位置呢？这个，袁叔实在忍不住了。那个姜老祖呀，您坐那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确实，姜老祖创造了一系列神迹，称之为飞仙门的再造者也不为过。他们对他的敬仰也高到了极点。但该讲的长幼尊卑规矩还是要讲的吗？毕竟这是每个宗门都很重视的。原本还笑语晏晏的善太墨尘突然愣住了，随后一脸错愕地看着他。你难道不知道这位姜老祖是谁吗？这问题除了元真、元生，其他人还真的是一头雾水。眼看他们如此模样，3人也不由得一阵好笑。你们还真的是被瞒得够严实的呀！实话告诉你们吧，姜掌门才是本门的创派祖师爷，包括季师姐在内，所有人都是他的后辈。这个位置他怎么就不能坐了？你们还真是糊涂呀！如果不是他老人家带着，你们哪能10几万人集体飞升？哼，你当谁还有这逆天的本事啊？这简单的一席话宛若晴天霹雳，劈得在场所有门人是外焦里嫩，集体目瞪口呆呀！什么玩意儿？这位姜老祖竟然是创派祖师爷？原来飞仙门第1任掌门不是季祖师吗？感情这位一开始还被大家当成过骗子的姜老祖辈分其实是最高的。他们一开始最高级别的猜测也就是2代祖师中的某位了，做梦也没想到最上面还有一位呀。所以其实这段时间呢，自己一直是和飞仙门身份最崇高的那位待在一起。袁叔等长老终于明白为什么一开始掌门和大长老那么有信心嘞。飞仙门都是他创的，能没有信心吗？他娘的，这要是换成自己，那肯定比他们更加狂热。不行，等这场会议散了之后，一定让那俩货给大家一个交代。而古青玉更是两耳不断嗡鸣，头脑一片混沌呢。当初自己还痛恨过的人是创派祖师吗？难怪师傅那时完全不支持自己呢。如果还护着自己，那就是真正的欺师灭祖了呀！哎，行了，好了啊。成哥看了一下刚刚得到的几10万震惊值，表示聊胜于无。谈正事儿啊！这次你们回去后呢，就让纪凌寒他们都搬过来。这龙骨内的仙元之气要比外面浓郁很多，更适合大家修炼。哎，好嘞！墨尘欣然领命。其余人得知马上就能见到更多的祖师，那更是无比兴奋。一旁的元真又好奇又期待地问了：“莫祖师啊，不知您如今是何等境界呀？”这个问题再次让所有门人都竖起了耳朵。祖师爷们现在到底有多强，关乎着飞仙门的地位和将来的发展。墨尘闻言自得地摸了摸胡须：“啊，老朽如今已是准地中期了。”众人一片欢呼，就连长老们都不禁手舞足蹈了。莫老祖威武呀！哎呦，准地呀！我们飞仙门也有自己的准地了，而且还是准地中期呢。这大腿够粗的了吧？一上来就有准地罩着，大家心里那叫一个美呀！墨尘就一指善太魏淼，撇撇嘴：“至于这2个不成器的，混了这么多年还只是9品魔王，严重辜负了姜掌门的栽培。”他这话一出呀，让旁边的萧坤、刹利等魔王都无奈了。老家伙，你故意的吧？他们9品魔王怎么了？吃你家大米了，还是睡你家姑娘了呀？啊！就算在上仙界任何地方，那也是一方大佬好吗？善太魏淼原本还想站出来，在后辈面前也装叉的，结果呢，被莫仙人这么一整，反而成了耻辱了，就很惆怅了。不过好在呢，众多门人还是非常给面子的，又是一阵欢呼。飞仙门都多久没有出现过仙王级别的高手了？这还是9品魔王，大家只有惊喜，哪有失望啊？那季祖师呢？他如今何等境界啊？在飞仙门众人心目中，纪凌寒的地位一直是第一位的。就算成哥这个创派祖师想要撼动，只怕也要再过段时间了。毕竟他那至高无上的形象都已经在大家心中存在了成百上千万年了。提到纪凌寒呢，墨尘也不由老脸一红啊，他准地后期了。嚯！这下不光飞仙门了，萧坤、纪云等人也被震得失声了。准地后期，距离魔帝都不远了呀！这怎么修炼的？太恐怖了吧！墨尘又补充了一句：“啊，准地后期有2位，除了纪凌寒，另一位是林宁。”就连成哥都意外了。按理说，当时自己把2代弟子全都提升到了1等资质，就是一样的紫金魔体了，怎么最强的还是那2女呢？难道这其中有什么宿命的原因吗？所有飞仙门的门人再次欢声雷动，2位准地后期给了大家无穷的底气。
虽然祖师爷们来到上仙界后死伤惨重，但就算只留下这么点人，大腿依旧还是粗的超乎想象啊！太好了，好想早点见到季祖师和林祖师呢。我也是啊，准帝后期，以后咱们什么都不用怕了。别忘了还有创派祖师爷呢，他老人家莫不是先帝了？哎呦，有可能啊！一时间，许多弟子看成哥的眼神变得更加崇拜了。毕竟后辈都那么厉害了，他这个前辈肯定更厉害。这让成哥那老脸一红，哥还只是8品仙王，还是系统开路的结果呢。现在要是和纪凌寒打起来，自己不用复活挂，只怕还真干不过他了。你说上哪说理呢？他摸了摸鼻子，闷闷地问了一句：“升到准帝的还有谁呀？”啊，罗远和唐如是准帝中期，另外甘子义、秦畅、刘青瑜、钟离缺、陆凡、简素涵等12人也到了准帝初期。至于段和、徐子川、奕晨、苗叶那4位，已经5000万年没消息了，倒是不清楚成就如何呀。本集第369集，为掌门排忧解难。成哥这么一数，就算除掉那4个主角模板的，剩下的人中也有17个准帝了，这他妈就没有面子了呀！想想接下来和纪凌寒等人见面，自己仙王境界，他们一览无余，然后露出意味深长的戏谑笑容。这么多年没见，可爱的掌门都没什么长进嘛，以后还是让姐姐来罩着你吧。成哥的逼格不允许这种画面发生，哪怕他开挂连先帝都能干掉，哪怕纪凌寒和林宁其实不太可能说出这种话，但成哥要脸呢。殿内其他人都在欢呼，17位准帝呀，豪华版全明星阵容有木有啊？在这个层次，恐怕也只有长明殿和9星魔殿那个级别的势力才能与之媲美了吧？但江掌门却是心情沉重的。墨尘这个准帝也就算了，当初第一次见面他就是仙人，知道自己的根底。单太、魏淼这2人幸亏还是魔王，在他们面前呢，自己倒还不丢脸。但之后呢，10几位准帝全都是弟子身份呢。成哥这脑回路和别人他不一样，他在考虑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怎么继续保持掌门的崇高无敌的形象。要不还是等进入准帝了再相认？殿内的气氛无比热烈，喜气洋洋。他突然来了一句：“今后你们不要对纪凌寒和林宁、罗源等人说起我的存在。以后我在这龙族都会以苍龙大帝的身份示人，你们要假装认识不久，明白了吗？”在他看来，目前苍龙大帝这个身份要比江掌门更有逼格，纪凌寒和罗源等人看到也会敬上几分。这么一想呢，他美滋滋的，但其他人就理解不了了呀。啊，为什么呢？都已经近在眼前了，大家做梦都想见到你，你为什么不相认呢？单太和魏淼极度不解。掌门，巨师姐好几次在做梦的时候都呼唤着你的名字。对呀，难道您对他有什么意见吗？成哥总不能说出实际原因，只能编理由了。当然没意见。那个，我是怕他们太过激动啊，影响了心境。众人顿时无力吐槽，都已经准帝了，再激动也不至于那么脆弱呀。可是总不能一直假装不认识啊。将来合适的时候，我会揭开身份的。等将来哥到了准帝了，就可以闪亮登场了呀。原来那位至高的苍龙大帝就是掌门呐！啊，你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厉害呀，更加崇拜了呢。他想想那画面，都忍不住要笑出声了。那要是师姐他们问起来，那怎么办呢？我们那么多人，难保也不说漏嘴啊。单太还是不太乐意，他很想飞奔回去宣布喜讯，让大家一起高兴高兴。是啊，人多口杂哈。纪凌寒真要问起来，元真、元圣等人也不敢不答应啊。成哥立即挥挥手，给全体飞仙门门人以及萧坤、纪云等人都下了一个巫族的咒术。从此以后，所有人都没法说出江掌门、江老祖、祖师爷、江城这些字眼了。一旦脱口而出，就会自动变成苍龙大帝。这咒术会持续到他自己主动公开身份的那刻才停止。死人倒是不会死人，也没有什么损伤，但是给自己的门人下咒这事，还是看懵了在座的各位。大哥呀，你的操作离谱了吧？哎，我明白了。一开始没吭声，而是一直在皱眉思索的墨尘突然一拍手：“我知道掌门的深意了。”你又知道了？这你都能猜到？成哥有些意外了。他刚刚没给莫仙人下咒，只是因为他是准帝了，境界太高，大圆满的咒之规则也没法生效。就听到莫仙人一副我已经懂了，你们怎么还不懂的嘚瑟语气呢？掌门这是目光长远呐！啊，嗨，我目光长远在哪儿了呀？成哥暗暗寻思了，为了面子也算长远吗？掌门暂时不公开身份，长期以苍龙之身示人，这样更方便统治苍龙族。想想，你要是一头苍龙，看到龙帝天天都是人形，难保不会有芥蒂呀。成哥心说你多虑了，
想要割变回苍龙，苍极那老头都得喊一声帅成。二则呢，也免得青龙、金龙那边把我们和苍龙当成一家。如果他们知道掌门和苍龙大帝是同一人，会怎么想？众人仔细想，还真是啊。飞仙门和苍龙族这两股力量都非同小可，走到一起合作都足以影响龙族的格局了。如果再得知这两股力量的首领是一个人，那就更不得了了呀，只怕会生出忌惮和戒备。掌门，这叫什么呀？那未雨绸缪，故意让外界以为苍龙谷和飞仙门有两个不同的首领，此举将来必有大用啊！众人恍然大悟，纷纷表示叹服。成哥也被他整懵了。哦，原来我这么聪明啊！墨尘的话没说完呢。三则，还有三则？成哥表示自己都跟不上了。掌门不告诉纪灵寒、林宁他们，也是一番苦心呐。你们想想，当年有掌门庇护时，大家能出来挑大梁吗？单太尉淼愣了愣，而后摇摇头。当年跟着江掌门，大家都是大树底下好乘凉，什么事情都有他老人家安排的好好的，大家躺平就行了。说实话呀，后来成哥消失了1年，才硬生生逼出了他们独当一面的能力。所以若掌门现在抛出身份相认，大家定然会变得不思进取，遇事都指望他老人家出头，自己安心躲在后面。如今仙魔两界的大敌仍在，龙族这边局势也不明，你们不要忘了，这不是一般的太平时刻呀，而是危机时刻。他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独当一面，努力奋进啊！这良苦的用心，你们能明白吗？这席话说的那叫一个情真意切，振聋发聩。原本还有些不理解的单太、魏苗恍然大悟，两人齐齐躬身，满面羞愧。我们明白了，一定按照您的意思做，我们自己也不会懈怠的。而店内元真、元叔、元鹤以及冷花寒等人，那就更加无地自容了。自己等人真的是太没出息了，来了上仙界，一门心思就想着让祖师爷们为自己遮风挡雨，想着抱大腿，完全没想过自己也该站出来为祖师爷们分忧。深切反省之后，举门上下竟然充满了昂扬的斗志。成哥彻底服了，自己除了装个叉之外，其他毛都没想啊。结果莫仙人自作聪明，补上了这么多合情合理的理由。他感慨地拍了拍莫尘的肩膀：“知我心者，永远都只有莫长老你一个人呢。”这句话让莫仙人激动得热泪盈眶啊！本集第370集，悲催的三眼虎。分离1年，位面之子身边第一心腹红人的宝座依然还是属于自己的。莫尘颤声说：“为掌门分忧，乃是莫尘分内之责。再接再厉啊，一定。”短暂的会面之后，莫尘和单太、魏淼要赶着回金龙族那边了。接下来就是让纪灵寒等余下的弟子都搬到苍龙谷。成哥嘴上说着暂时不相认，心里却是非常惦记的，巴不得他们都天天待在眼皮底下别出声了。临别之际呢，他从戒指内摸索了一阵。那天在无极洞天内灭掉5名准帝、8阶仙姬还有生的，掏出一件8阶仙甲和一件极品仙宝之后，又掏出了一把9阶仙剑。冰玄剑，无极洞天的准帝掌门的佩剑。单太、莫尘、魏淼眼睛又绿了，靠，竟然是9阶仙剑！即便上仙界，也只有仙帝才能搞到这个级别的兵器呀。这也就是无极洞天这种巨无霸级别的太古仙门底蕴深厚，所以准帝都能有机会得到。换成其他准帝，用的普遍呢还都是8阶仙剑呢。这仙甲、仙宝和仙剑，你们替我转交给小韩吧。在成哥心目中，纪灵寒的地位终归还是不一样的，那是他的心头至宝，9阶仙剑又如何呀？如果那次没有缴获冰玄，他甚至愿意把自己使用的红诀送给他。你们这么看着我干啥呀？他作为大家的首领，也要有点特殊的牌面，对不对？莫尘珍而重之的接过那把剑，重重点头。掌门所言极是，心知就算自己那第一心腹的位置，也撼动不了纪灵寒的地位。对了，那个蓝姨和三眼虎有消息没有啊？成哥提到这2位呢，三人齐齐叹气。蓝姨姑娘那次不辞而别之后就再没了音信了，我们猜测应该也来了上仙界，只是这5000万年我们都在妖界，也不清楚其他5界的消息。这个答复让成哥的心情莫名沉重了许多。你放心吧，他在外行走经验极其丰富，而且天资超绝，离开之前他的实力比纪灵寒还要强出一筹，现在肯定不会有事的。希望吧。
成哥点头，暗暗发誓，将来就算搜遍6界也要找到他。至于那死老虎啊，莫尘一直对他不太对付，提起来呢就咬牙切齿。他当初受不了枯燥的宗门日子，待了几万年，大家都安顿下来后，他就跑去找妖族快活了。这倒符合他的风格啊。虎哥修炼不努力，直到3000万年前才飞升上来，如今他就在虎族那边，所以我们知道情况。他娘的，真是浪费了老子给他提升的1等资质啊！如今他天天过着暗无天日的苦日子，掌门呐，您不用替他担心了。他还特意将那担心2字咬得很重，幸灾乐祸已经溢于言表了。怎么说？难道他遇险了？如果真如此的话，那他还不能视而不见呢。毕竟那可是当年和他臭味相同的老搭档。您多虑了，那老虎飞升到仙界之后就想着抱大腿，打听到虎族之后立刻叭叭赶了过去。然后呢？然后他受到隆重的欢迎啊！您提升的血脉资质让他成为了虎族举世瞩目的绝世天才，就连白虎大帝都亲自出面了，将他立为了虎族太子，成为虎族下一代的妖帝来培养。这不很好吗？啊，是很好啊，可他懒呐，在虎族住下来之后，3天2头祸害族内的母老虎不说呀，还和周边的鹿族、兔族、狐族不清不楚。这成哥满脸黑线，一手扶额。在接到周边各族的联名抗议之后，白虎大帝急了呀，之后就把他关了起来，亲自操练。3000万年再也没冒过头啊！你也知道，白虎一族主杀伐，那操练怕是很不温和。哎呀，也不知道是不是被练死的，真是让人担心呐。成哥看着他的快要飞起了眉毛，心说：“你们担心你就担心，你捂嘴笑什么玩意儿啊？”也好，人家白虎大帝行事一定有他的深意嘛，咱也不好过多插手啊，保持原状吧。掌门英明，莫尘都憋不住了。拜别江掌门之后呢，莫尘等3人很快就回到了金龙谷外的群山之中。3人在见到姬凌寒之前，齐齐停了下来。莫尘一脸严肃：“你俩记住统一孔径了吧？”单太尉淼齐齐点头：“哦，记住了。”再说一遍给我听听。久闻苍龙被举荐为新一任龙帝，此龙因为从下界上来，还经常以人类的身份活动，所以对人类修士特别亲近。他对我们飞仙门颇有好感，愿与我们共进退啊。莫尘满意的点头。没办法，江掌门要对季凌寒等人隐瞒身份，一些事情他们就没法直说了，只能编点合情合理的借口把这漏洞补上。对了一遍之后呢，3人这才喜气洋洋的回到了山里的临时驻地。师姐，好消息！苍龙族这边请我们去苍龙谷内居住，那里面仙缘之气和规则之力更加浓郁，我们快搬过去吧！这破锣一般的报喜很快就惊动了山里的其他人。当季凌寒和其他50多名飞仙门弟子出来时，当即愣了，所有人上上下下打量莫尘、单太尉淼好几圈。莫长老，你们3位怎么都换装了？季凌寒已经很算淡定了，其他人呢就眼红无比。这些年过着紧巴巴的日子，他们用的普遍都还是7阶的呢。单师弟，你这8件仙甲和仙剑是从哪弄来的？你们3个不是去苍龙族道贺吗？怎么还倒出一身宝贝来了呢？瞧瞧，这还有极品仙宝呢。魏师侄，咱们得好好去一边聊聊了吧。3人心头咯噔一下，完犊子了！穿上新装备以后，有些忘乎所以，把这茬忘了。转眼间被其他人围了一个水泄不通，莫尘只能连连呼喊：“诸位，听老朽一言，这是因为我们送了礼，苍龙一族给了回礼而已呀。”得了吧你，咱们才送了10万仙晶，对方回礼3套8阶仙器仙宝啊！世间有这好事啊！诸位稍安勿躁，这其实有原因的啊！什么原因呢？无论怎么样，对方也不可能送8阶仙器吧？为什么不可能啊？为什么不可能？本集第371集，他这么好心吗？莫尘一笑，苍龙一族要与我们合作，他们看中我们的实力，所以这些仙器算是一点合作的诚意。合作？怎么个合作呀？我记得苍龙一族与我们并没有任何往来呀。事情是这样的，苍龙一族那位久闻苍龙，莫尘巴拉巴拉巴拉把之前编出的理由说了一遍，其余人听得啧啧称奇，季凌寒也觉得极度的不可思议。你的意思是说，那位新任苍龙大帝对我们非常有好感？没错呀，老朽觉得这合作很值，毕竟咱们在金龙谷这边待遇也不太好啊。苍龙那边让我们进谷，而且还是平等的盟友关系，条件比这边好了不知多少倍。季凌寒皱皱眉，感觉有些不妥。按你刚说的，苍龙族和青龙族决裂了，这其中的水太深，我们不适合涉足其中。他的大师姐可不笨，
能将这么多人一直带着没散，那就足见能力了。只是从前有陈哥在，显不出来他而已。单太和莫尘、魏淼头疼啊，心说你要是知道那苍龙大帝是谁，你会去的比我们还快呢。我们在中仙界的门人已经到那边了，不去也不行啊。中仙界的门人？是啊，一共14万，全都上来了。什么？众人全都叫了起来，纪灵寒更是又惊又喜。那个宗门是他亲自创立的，多年没有看望过，心里一直还惦记着呢。虽然元真、元圣等人和他隔了很多辈，也没见过面，但同门的香火情还在。其他人也一样，在妖界隔绝了这么多年，现在听说下面来了一大批自己人，那全都兴奋了。但是短暂的兴奋之后，问题又来了。他们怎么上来的？14万门人，就算能买到那么多仙元令，也保不住吧？这就要多感谢那位九纹苍龙了。这位苍龙大帝在中仙界碰到了萧坤、纪云等人，也顺理成章地见到了飞仙门，结下了一段因果。他的实力极其强悍，中仙界无敌，就庇护着咱们飞仙门所有人一起上来了。众人懵了呀，不可思议呀！九纹苍龙那么好心吗？仙界的道德楷模呀！纪灵还摇头，咱们的门人境界应该很低吧？九纹苍龙那么强，怎么可能看得上啊？还那么帮他们？这不是因为他听说飞仙门历史上许多仙王飞升了吗？所以卖个人情，希望来到上仙界以后能和我们结为同盟。原来是这样。这么一想，合理了。真是想不到啊，那位名扬整个妖界的九纹苍龙，竟然和飞仙门有这么深的缘分。莫尘暗擦了擦汗，编瞎话真不容易啊。没办法，成哥想一出是一出，凭空把自己的存在给摘掉了，留下的破绽漏洞太多了，恐怕也只有莫仙人还能硬生生的给圆回来。他趁热打铁，继续说了，就算为了给咱们那些后辈门人一个更好的修炼环境，这结盟也势在必行啊。14万人总不能让他们全都暴露在金龙谷外呀，毕竟这外面的妖族五花八门，也谈不上安全。纪灵寒和其余人也不由得点头。3大龙谷都是仙界初开时天然形成的宝地，里面的环境和外面完全无法比拟。结盟可以考虑。他再次看了眼3人身上闪得过分的仙气仙宝，狐疑地说，但是我们还什么都没做，对方就又是给地盘，又是带人飞升，最后还送那么多宝贝，未免好得太过分了吧？这是因为我们3个送的特礼算是信使，所以他心情一好就特意给了些好处。就因为这？你们3个只是跑了趟腿而已，什么功劳都没有好吗？其他人再次不平衡了，这也太气人了吧！我早知道我就主动去了，这完全就是狗屎运，我不服呀！穷了那么多年，8阶仙气对他们的吸引力实在太大了。结盟是咱们一道的，对不对？我觉得这仙气应该属于大家呀！我提议今后轮流传。对，没错，轮流传。莫尘还好，毕竟曾经教导过在座的所有人，大家还是有点尊重的。单太和魏淼那就不同了呀，眼看刚穿上不久的仙甲大有被扒下的趋势，两人急了，连忙祸水东引。不光我们有啊，巨石姐也有啊。就是啊，有本事你们抢他的去啊！我也有。纪灵寒一愣，自己都没见过那位九纹苍龙被送宝物了。莫尘点头，你是咱们飞仙门的掌门，作为首领，对方当然会有所表示。随后呢，纪灵寒就见到3件飘在自己眼前的宝物，一件8阶仙甲，一件极品仙宝，一件9品仙剑。前2件就罢了，最后一件彻底让众人炸锅了。我操！这是9品仙剑吧？我没看错吧？传说中仙帝才有资格用的神兵啊！怎么可能？苍龙族太过大方过头了吧？太不可思议了，他们怎么会有这么多宝物呢？苍龙族毕竟存在了这么多年，也许是以前从仙魔2界缴获过来的吧。纪灵寒哪怕再怎么想要保持天塌不惊，内心的激动也是难以掩盖了。9阶仙剑了，在此之前他用的只是7阶，每次和准帝对战，他往往都占不到什么上风，就因为装备太差了。如果拿起这把9阶仙剑，穿上了仙甲，配上了极品仙宝，那他在这方面反而还有了优势。准帝层次就再也没有几个人能压着他了，甚至就连苍极、苍穹那样的龙族高层也不是不能与之一战的。最终呢，他还是在众人羡慕的火热目光下，将那剑接到了手中。纪灵寒接受了礼物，飞仙门与苍龙族结盟的事也就定了。之后呢，他雷厉风行，将一切事情安排下去。首先派人知会了金龙一族，自己要离开这里。另外，派人去通知仙魔2界前线的罗远、秦畅、唐如等人，让他们尽快回返。最后呢，还要派人去凤族那边告知林宁结盟的事。一切安排妥当之后，这才终于收拾启程。临行前，他将单太、魏淼悄悄招了过来。我总觉得那9纹苍龙的好意来得太莫名其妙，这件事是不是还有内情啊？这件事他始终觉得不可思议啊。
本集第372集，纪灵寒的疑心。莫仙人有多圆滑，纪灵寒也是一清二楚，在他那儿肯定是问不出什么的。两人面对他那逼问的目光，齐齐缩缩脑袋。没有啊，真的没有啊，莫长老说的就是全部的实情啊，就是一场再正常不过的结盟。师姐你可别胡思乱想啊，龙族又用不了仙器和仙宝，咱们又觉得很贵重，在他们眼里那就是破铜烂铁啊。是吗？纪灵寒秀眉蹙起，眼神渐渐凌厉。那我问你们，玲玲在凤族那边受不受重视？那必须的呀，凤族公主一样的待遇好吗？那凤族有没有给她9阶仙器？事实上，林宁只被凤族高层赏了一件8阶仙剑，仙甲目前还都是7阶的。这不是因为凤族小气，也不是他们历史上没有缴获到高端的宝物，而是因为这个东西就算他们用不上，也可以拿去和仙魔2界换妖族能用的资源。仙界有天书阁这个连通6界专门做生意的组织，根本不存在用不上就是破铜烂铁的说法。8阶9阶的仙器，极品的仙宝，无论在哪一界都是难以企及的至宝，完全无法用价值来衡量。所以林宁在凤族那边再受宠，也只是被破格赏了一件8阶的仙剑。纪灵寒步步紧逼，善太魏淼后背冷汗直流。说出去你自己信吗？更何况送出这么多宝物之前，他甚至都还没与我们见过一面，完全不担心我们反悔。你们是觉得久闻苍龙心思单纯，还是觉得不好蒙混？他的语气并不严厉，神态没有疾言厉色，只是一点点的推进分析。周围的气息也没有变得冰冷严寒，更没有魔气缭绕，但善太魏淼却吓得浑身发抖。来到妖界之前，纪灵寒就已经是准帝了，那是飞仙门第1位，如今更是准帝后期。为了能在上仙界的夹缝中求存，他曾经独身直面数位魔帝妖帝的压力。为了能从仙魔2界突围，他也曾浴血奋战，斩杀仙魔无数。江掌门不在的日子里，大家的主心骨就是他。若没有他带领，如今存活的152人，只怕连15个都不到了。为了存活下去，魔修的手段他不是没用过。成哥上来之前呢，仙魔2界最忌惮和痛恨的那个人就是他了。他甚至都不需要什么眼神，只需一动念便可给人带来发自内心深处的恐惧。两人只觉得自己的仙魂都已经被一双无形的魔手所支配，再也无力翻身了。掌门，师姐，你放过我们吧，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呀。这样的回答显然不能让纪灵寒满意啊！关键时刻，单太只能连声大吼：反正那位苍龙大帝对我们绝无坏心，我敢以我的人头做担保，这些年我们何曾害过自己人呢？阴影和压力终于缓缓退去了。是吗？纪灵寒没有再逼问，而是很干脆地选择了放弃。1天之后，成哥终于再次见到了魂牵梦绕的韩妹子，他身后还跟着其他50多名曾经朝夕相处的弟子。要不是保持着苍龙真身，他都忍不住想冲上去抱一抱他了。纪掌门和飞仙门诸位前来我苍龙谷，真是蓬荜生辉啊！对面莫尘和善太魏淼暗腹诽：您老真能装啊！见过苍龙大帝，你的合作提议我们答应了，同时也非常感谢您的馈赠。纪灵寒表现得不卑不亢，同时又有礼有节。成哥心头暗笑，小韩现在挺有一派之主的风范呢。好，那我们的合作一定能非常愉快的。说完呢，他便很习惯地伸手去挽他的手臂。虽然是龙形，但体型缩小到常人大小之后呢，这种动作并不难做到，只是意义却不一样。苍极、苍穹、异空等人知道他和飞仙门的关系，倒还能理解，但对面飞仙门那群弟子却是一脸错愕呀！你就算合作，用不着这么亲昵的勾着臂弯吧？这头苍龙莫非起了色心，想轻薄纪师姐吗？那可不行，能配得上纪师姐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消失已久的江掌门。没等纪灵寒反应呢，就有好几名弟子飞上前来，满脸堆笑的将两人隔开了。苍龙大帝啊，我们仰慕您好久了，希望今后能够和您多亲近亲近。哦，对呀，我们还想和您探讨修炼问题，不知可否赐教啊？这个把成哥气的，我赐教你大爷！你们几个会不会看气氛的？有没有点眼力见啊？行，哥记下来了啊，就你们几个，以后别想好果子吃了。不过他也回过味了，自己现在换了个身份，确实要注意一点。哎呀，这算不算自作自受呢？一行人很快进入苍龙谷深处的飞仙门驻地，见到祭祖师真人元真、元圣、元叔等飞仙门的门人热泪盈眶，飞奔着赶来拜见各位祖师。一些弟子甚至因为激动过度差点晕了，那场面就像失散多年的孩子找到了父母，哭笑成了一团呢。成哥站在后面咂咂嘴，怎么感觉自己这个创派祖师爷都没他那么高的牌面呢？重逢之后，纪灵寒再次感谢他的帮助。作为苍龙大帝，成哥也不好在这边多留，只能回到祖地的龙宫内。而另一边呢，单太、莫尘、魏淼三人也再次聚到了一起。死难弟子的遗骸得赶紧让
将掌门复活呀。没错，这件事刻不容缓。飞仙门2代22人，3代54人，主角模板4人，4代951人，加上墨尘，一共1032人。如今活着的除了段河那4位在外，剩下的活人只有152位。这些年死掉了876位。如果没有成哥，这876人是不可能回得来的。存放着这批人遗骸和残余物的仙宝，一直都是飞仙门最宝贵、最核心之物。如果不是墨尘身份足够高啊，恐怕根本偷不出来。3人带着仙宝悄悄离开飞仙门，联络上了成哥。都带来了？都在了。先找个隐秘之地。随后，秘密接头的4人在苍龙谷某个山洞内布下了禁制。墨尘小心翼翼地打开了仙宝，876个盒子形状的封印魔器整齐排列，漂浮在半空，显得颇为壮观。这魔器将他们的骸骨残余状态封印在了陨落的那一刻，并没有任何的泄露。那最好了。正打算复活呢，墨尘却又不放心地问了一句：“掌门，只留下1滴血也没问题吧？”啊，只要是他们自己的血，应该没问题的。第373集，掌门呐，你是故意的吧？3人齐齐松了口气，仿佛放下一块心头大石。那就好，看来当初的决定果然没有错。怎么了？什么决定？哦，因为这里面有750多位，都只留了1滴血啊！啊！成哥不禁诧异了，那怎么就那么巧合呢？都留下1滴血，难道提前准备了？墨尘摸摸胡须，笑着：“啊，没错，最初几次抢夺尸骨都极为艰难凶险，之后包括季掌门在内，所有人都留下了1滴血保存下来，以免战死后抢不回尸骨。看来当日之举还是颇有先见之明的。”啊！成哥恍然大悟，他看到这876个盒子时，本就暗奇怪。那连场的激烈战斗中，怎么可能一个不剩的全都抢回4人的残余呢？要知道那时的战斗啊，有时候可能直接就挫骨扬灰，什么都不剩了，想抢也抢不到啊！现在才明白了，原来大部分人都提前准备好了。真是不容易啊！想想当时每个人都抱着必死之心出战，也不确定自己的掌门还在不在，那是足够悲壮的了。复活对他而言只是个普通技能，但这一刻他的心态却是严肃而又沉重。再次布下多道禁制，他小心认真地打开了第一个盒子，呈现在面前的是一截洁白如玉的青葱断指，一切都保存在当时的状态，那根指根处还有着血污。随着魔气封印开启，原本停滞的鲜血开始流出。这是印尸器。后方单太热泪盈眶，激动之下脱口而出，紧接着就被墨尘挥手制止了。他不确定一点点外界波动会不会影响到复活的成败。对着那截断指，成哥点开了复活技能，目标印血儿，境界6品魔王，状态死亡，死亡时间个十百千万10万百万千万亿10亿100亿256亿8013万4180天前。复活所需功德74554，死亡越久远所需积分就越高。之前他复活的目标死亡最多呢，也就是1个小时前，所以非常便宜，几百积分就行了。这次稍微数了一下，印雪儿死在7000多万年前，应该是最早那批了。何况境界也高啊，7万多功德都可以相当于以前的700万亿积分了，相当恐怖。不过好在呢，这功德自己还能承受得住。他先将无极洞天内战中得到的7阶之下的仙气以及中品下品仙宝全都换成了功德，最终呢得到了9240万功德。随后点下了立即复活，一道白光从断指上闪过，紧接着大放光明。与之前的复活不同，或许是因为身体严重不全，这次声势大得很。印雪儿的身躯才刚浮现出一只光滑的手臂，成哥就连忙再次布下了一道隔绝禁制，因为他发现了这没有全尸的人复活后是光着的，自己为了复活不得已看看就行了。单太尉淼和莫仙人呢，还是算了吧，太唐突了呀。手臂完整重塑之后，复活便开始向着身体其他部位延伸了。1分钟后，印雪儿的头部完整的重塑了，鼻尖小巧，脸颊精致，青丝如瀑，依旧保持着从前年轻的美妙容颜。只不过这时呢，他依然还是紧闭着双眼的死亡状态。3分钟后，他最后一根脚趾重塑完成，随后魂魄归位，身体渐渐有了温度，呼吸开始均匀的出现。成哥直直地盯着他，直到他那长长的睫毛颤了颤，灿若星辰的眼珠中有了光彩。欢迎回来，他笑眯眯地朝他招手。短暂的迷茫之后，印雪儿激动地扑了上来。掌门，你怎么在这里？我不是死了吗？哦，对了，您复活了我。我好想你。这些年你死哪里去了？
连珠般的问题让陈哥根本不知该从哪儿回答，更何况迎接他的还有雨点般的粉拳，小拳拳捶你胸口，嘤嘤嘤。印雪儿和他的关系本就非常亲昵，很多时候都没有上下级之分，所以呢，哪怕最后那句话相当的不敬，他也只能苦笑连连了。是，我错了，这次疗伤时间有些太长了。那是长了一点点嘛。伊人愤怒控诉的同时，双臂早已紧紧环抱着他的脖颈，将他轻盈的身躯全都挂在他的身上。3000多万年，你知道我们怎么过来的吗？你骗得我们好苦啊！我不管，你要赔。江城心说3000万年都1亿年了，好了吗？行，我赔。你先把衣服穿上啊，其他人还有没复活的呢。印雪儿这才从他的身上下来，接过陈哥变出的衣服，优雅的不带一丝慌乱的慢慢穿起来，一边穿还一边问呢：掌门，你刚才是故意的吧？什么故意的？哼，我美吗？美啊，美的不可方物呀。所以你看光了我，你是不是该负责了？那个咱们都是不拘泥俗礼的这个江湖儿女，对吧？男女大防没必要那么讲究，何况刚刚也是世节从权。那行，既然没什么，那我回去就告诉季师姐去，我将来还要告诉兰姨。那你过分了啊！你碰瓷儿，你要挟啊！吓你的。不过如果他们愿意，我不介意多女共侍一夫哦。说完呢，他还给了陈哥一个飞吻。被他聊得五迷三道的陈哥表示，这个题很有建设性吗？这是纪凌寒和兰姨他都没确定关系呢，现在就想着开后宫，这未免想太远了吧？尤其兰姨没找着呢，自己怎么好意思有这种想法呢？惭愧呀！不知为何，他突然想起了妙语，想起了那段两人都心照不宣、深埋在内心深处的轮回怨侣。算了，不讲了，哥的使命是装叉呀，其他事顺其自然吧。印雪儿穿好衣服后，陈哥这才挥手撤去了隔绝禁制。外面早就等待心焦无比的三人，一看到他，顿时惊喜地冲了过来。师姐，你活过来了，太好了！哇，你们也还在呢。几人重逢之后，又是一阵抱头感慨。之后不出意外的进入了吹捧江掌门的环节。掌门真是神通广大，死了7000万年都能硬生生拽回来。太不可思议了，完全就是神迹啊！有了掌门这盏指路明灯，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走夜路了。妈妈，不是，你说什么？过了7000万年？印雪儿一愣，然后再仔细看那三人的境界，顿时懵了。我操！单胎未秒，你们两个竟然是9品魔王了！还有莫老，我怎么看不穿你的境界了？不会是准帝了吧？老朽也不过是准帝中期而已，进境缓慢呐。本集第374集，从江掌门手里抢食儿。莫仙人也是深谙凡尔赛式的装叉手法，明明在显摆，还要故意说自己不行，这让印雪儿大受打击呀，受不了啊！当年飞仙们那么多人中，也就纪凌寒、林宁、莫尘这3位能稳稳的强出他一筹。接下来的第二梯队就是他和罗远、唐如、陆凡以及那4大主角模板了。他6品魔王战死时，单太才2品魔王而已啊！掌门，你要为我做主啊！短暂的伤心之后，他又盯上了江掌门。这都是你害的啊！关我什么事啊？谁让你不早点出现？你要是早点复活，我现在一定也是准帝了。不行，你以后一定要多多补偿我。陈哥心说，你讲不讲道理啊？紧接着呢，印雪儿有了新的发现了。哇，不是吧？他们3个竟然都有8阶仙器和极品仙宝了。掌门，这是你送的吧？他可不笨，一眼就看出来了。莫长老就算了，单凭单太、魏淼这俩货呀，能那么早换上8阶套装吗？掌门，你好意思吧？人家刚复活，2手空空，还什么都没有呢。他一副楚楚可怜、潸然泪下的模样，弄得陈哥哭笑不得呀。斩杀无极洞天5大准帝得到的装备，如今他送出4套了，最后一套打算原本是留给林宁的，不过现在看来保不住了，只能在妹子深情款款、外带幽怨的眼神注视下，将最后一套8阶仙甲仙器那极品仙宝给交了出来。没办法，成哥是俗人，就吃他这套啊。末了呢，还给了他上百瓶8品仙丹，补偿他那7000万年的损失。能在灭派达人江掌门手里搜刮一通的，还真的只有他了。看得一旁那3人一愣一愣的。掌门对印师姐还真的是尤其的宠爱纵容啊。之后呢，陈哥开始复活其他人，
这些弟子大多都陨落在5000万到7000万年前，复活费用都不低，普遍在5万到7万功德左右。他不由庆幸，幸亏自己来到上仙界后，先灭了个无极洞天，不光搞到了复活所需的功德，还搞到了大批的装备。这么一算呢，也算是正好用无极洞天填补了这次的亏空了。一名又一名弟子被复活过来，每人活过来之后，第一眼见到江掌门都是无比激动。掌门，怎么是您呢？您终于回来了，真是想死我们了。就知道一定还能再见到您。掌门，您要为我们报仇啊！杀死我的是无极洞天掌门约翰准帝呀！成哥头都没抬，转向下一个。你说他呀，已经被我干掉了啊？不是吧？待去一边待去吧，忙着呢。随着复活的人越来越多，几乎每次都要被拥抱的成哥已经渐渐习以为常了。不过呢，这些弟子却是兴奋的不能自已啊！叶师姐，你也活过来了，太好了！当年得知你死讯的时候，我还特意杀去森罗血殿为你报仇，结果我也折在那儿了。明明挺悲的，怎么这么搞笑呢？穆师弟，多谢你了！偌大的山洞内，大家彼此互诉衷肠，又哭又笑，那气氛热烈得很。而得知时间过去了5、6千万年之后，也只是哀叹了一下境界落后了。很快呀，就有斗志昂扬了。如今掌门回归了，咱们什么都不用怕了。没错，有他老人家在，很快就能追上去了。那是，大家又有大腿可抱了。你们不要懈怠啊！掌门可是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进取，就像那些年一样，多靠自己。墨尘这一开枪，其他人终于注意到了那身豪华的装备，顿时眼睛都急了呀！哎，单太师叔和魏淼师兄有8阶仙器了，难道我们飞仙门发达了吗？不对，就连印师叔都有了。哦，对啊，我记得印师姐陨落比我们还早呢。这难道是？众人齐齐转头看向另一边被禁止隔绝的复活场地，不用猜都知道，江掌门送的吗？而另一边呢，成哥也复活好了最后一名弟子，876人，一个不少，全体回归。哎，好了，现在大家都活过来了啊！望着眼前那群熟悉又可爱的弟子，成哥再度变得心潮澎湃。简单讲两句，所有人脸色一肃，准备聆听掌门的教诲。每个人再浇一滴鲜血，封存起来，然后就可以随意了啊！但我有言在先啊，在外面被别人抓住了，死又死不掉，复活可不会生效啊！成哥挥了挥手，那个谁啊，小雪啊，这事交由你来办了。面对他交代的事，印小雪还是非常认真的。众人还以为他要颁布什么新的门规呢，结果言外之意就是你们随便浪，出了事有我，你这掌门上哪找去啊？洞内顿时又是一片欢呼，不愧是叫掌门呐！听这话就那么霸气，必须的嘛！跟着江掌门，那划船从来不用桨，全靠浪好吗？短暂的欢呼之后，成哥就发现每人都眼巴巴的看着自己，那叫一个嗷嗷待哺。看着一个个身无长物的，哪能不明白他们的意思呀？只是他们脸皮没印雪那么厚，也不好意思明说呀。哎呀，你们死一回，哥要彻底从富裕变成赤贫了呀！话虽这样说呢，为了自己这些可爱的弟子，他还是很乐意的。无极洞天的200多名仙王，每个人都是一身7级的仙甲仙器，外带上上品的仙宝。而那些天赋异常出众的仙尊，也有100余人配上了7阶装备。如今呢，他只能全都拿出来。2、3代弟子人人有份，4代弟子呢就只能随缘了。老实说呀，之前飞仙门这批魔王有很大一部分其实都没有7阶仙器，这次算是集体提升了。300多人欢天喜地的换装，剩下几百人那叫一个失落。成哥摊摊手，没办法，我这次只灭了一个无极洞天，只有这么多了。过段时间想办法再赚点吧。众人还没从失落中出来呢，就被震得两耳嗡鸣。什么？掌门灭掉无极洞天了？哎，我操！无极洞天那么大一个宗门没了，不愧是掌门呐，一出手飞龙翻翔啊！这一波就很 nice，800多名仙王又给成哥提供了海量的镇情值，粗力一数呢，居然又换到了2000万功德。成哥寻思着，这好歹算是回点本了呀。这批弟子人多境界高，是绝佳的镇情对象，看来今后啊还得想办法继续多多撞茬。行了，详细情况你们以后可以问莫长老。另外还有件事，就是这里位于苍龙谷，今后呢我都是以苍龙大帝的身份出现，你们要假装后不熟。本集第375集，你居然是苍龙大帝！这个命令自然是招来了众人的极度不解，于是莫仙人再次闪亮登场，将之前自作聪明揣摩来的3个理由说了一遍。众人这才明白了掌门的长远谋划和用心良苦，一时间纷纷点头，表示一定配合。尤其印小雪，那答应的那叫一个积极大声啊！必须严格执行掌门的命令。
谁敢把掌门的身份泄露给季师姐和林牛，老娘第一个不饶他。这可是在为掌门分忧解难，你们都给我注意点。成哥甚至从他眼里看到了一丝窃喜，一时间不由得有些纳闷。墨尘、单太、魏淼当初接到这个命令时，都是一副焦头烂额的表情，为什么反而你还高兴起来了呢？难道假装和我不熟，很合你的意吗？但是这么多人复活过来，怎么跟季师姐解释呢？一时间800多人纷纷献计献策，最后呢，还是成哥亲自拍板。你们就说这是苍龙大帝的特殊天赋啊，反正久闻苍龙究竟哪些天赋，其他族群不太清楚。其他人点头领命，随后在墨尘3人的带领下，纷纷飞向飞仙门驻地。望着他们离去，成哥走出山洞，打算返回自己的龙帝宫。但就在此时，耳畔忽然传来笑声。想不到新任的苍龙大帝竟然还会复活这种神迹啊！那声音悦耳之余，又带点软软绵绵，带着一丝戏谑之意，宛若一位腹黑的大姐姐在耳畔吹风。成哥一愣，回头向四周张望，却什么都没看到。女声再次传来，依旧还是满满的调笑。不用找了，我就在你身旁。成哥放出自己的神念，还是无效。那人仿佛根本不存在，又好像处处都在。那你倒现身呢？现在还没到时机呢。行吧，随便你了。江掌门摊摊手，表示无所谓。你爱跟着就跟着呗。暗处的声音明显有些意外，似乎没料到他是这种反应啊。你不怕？怕什么呀？成哥连死都不怕，自然更不担心有人在背后谋害自己了。他甚至巴不得呢。看来你的秘密很多啊。从你进入苍龙谷的第一天，我就一直在你身边注视着你，形影不离。包括你在祖地沐浴，我都看得一清二楚的。刚刚还无所谓的成哥顿时就跳了起来。不是吧？哎，你这个痴女，还不快滚出来赔罪！你罪不偿，你让我看一遍才算公平啊！暗处那女生既没有动怒，也没有娇羞，反而愉快的笑出了声。那个声就这样。我倒是不介意啊，只是很可惜办不到。为什么呀？我根本没有形体啊，只留了一丝念头。这样啊？那你究竟谁呢？你猜？我猜？你猜我猜不猜？我猜你是个孤独寂寞了无数年的好色痴女，因为生前得不到男人的关爱，所以死后才会暗戳戳的到处偷窥。你还真是很大的胆子啊！反正你就一丝念头了，你什么也办不到，我怕你个毛啊！是吗？那如果我告诉你，这苍龙谷就是我的，苍极、苍穹曾经都是我的部下呢？那又怎么样？紧接着他就懵了呀，望着四周，他极度不可思议。你不会就是那位苍龙大帝吧？暗处的女人再次发出了银铃般的笑声。不错不错，难得你也能露出这么精彩的表情，有点小可爱呢。不会吧？成哥表情彻底呆滞了。这暗处的女人竟然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苍龙大帝，与青龙大帝并列为龙族3皇之一，传说中掌控速度规则，能独挑3、4个人族先帝魔帝的强横存在。巅峰时期曾经统帅着苍龙一族上百位准帝，上万位龙王。纵横仙界大陆的苍龙大帝是个女的呀？啊，不对呀，是个母龙，而且还是性格有些腹黑、荤素不忌的母龙，不可思议呀！成哥表示自己的3观都被轰碎了。在此之前呢，他想象中的苍龙大帝是一位严肃不苟言笑、气场无比强大而又深沉，一现身就带着滔天龙威的中老年巨龙的形象。那一出场必定是天地变色、浩浩荡荡、万龙沉浮、噤若寒蝉，开口就是后辈，吾乃苍龙之祖，祖。那结果竟然是这样的画风吗？惊不惊喜啊？意不意外？这苍龙大帝还挺有闲情逸致的，似乎在很恶趣味的观赏着这种惊愕无比的表情。成哥艰难的咽了口唾沫，太惊喜了，太他妈意外了呀！这个消息即便是他这种摸鱼心态的人都很难消化。苍龙一族历史上只出现过1位龙帝，成哥算是第2位。这几天呢，他有时候也会想，那位仙界初开始就诞生了的第1条苍龙，与那位相比，自己的咖位差了很多呀。本身就不是龙族，境界连准帝都不到呢。他甚至会幻想一下，真正的龙帝出场时会是什么样，是不是要模仿一下？你现在一看，真是逼了狗了呀！与他这个正牌的相比，自己这个冒牌的反而更像是一个龙帝呀！你真是苍龙大帝呀！在此之前，成哥其实询问过苍极上一任龙帝的情况，得到的回答是他也不知道，但坚信没死，只不过呢，至少有500亿年没有出现过了。那时成哥暗暗腹诽，这不就是死了吗？啊，看来你还是不太相信啊。那慵懒的女生几乎绵软到了骨子里，让人一阵酥麻。
紧接着才过了片刻，远处就传来了剧烈的风声，就见苍吉、苍穹、义空、墨央等一众准地级的高层用逃命一样的速度冲到了这边。一来到这里，这几位就四处搜寻，宛若发了疯一样。大帝，是您吗？苍吉颤声呼唤，龙墨内又是期盼又是难以置信。我刚刚感受到了您的召唤。苍穹也无法保持平静了，这头寡言沉默的龙此时浑身都在发抖。您真的还在世吗？苍城唤醒了物之残念。女声再起，明明还是他，给江城的感觉呢却彻底变了。那声音低沉而又浩荡，明明没有蕴藏任何的仙力和威压，却带着万灵俯首的君临气概。之前他说话时就像是在耳畔吹风，而现在呢，每个人都仿佛与他隔着一个世界，永远都无法企及，只能仰望膜拜。7位准帝毫不犹豫地降落下来，而后全身匍匐在地。拜见苍龙大帝，请您恕罪，我们自作主张将他立为了新一任龙帝。无妨，他再次开口了，放若神谕。汝等今后要像辅佐吾一样辅佐他。退去。本集第376集，神一样的苍龙女帝。苍吉、苍穹、义空等高层原本还有无数的问题想问他呢，比如您如今什么情况啊？是陨落了只剩一缕残念呢，还是被困在了哪里，又或是受了重创呢？啊！然而在这退去2字出来之后，他们毫不停留的退了出去，一个字都不敢多问的，一看就是敬畏到了极点，将他的话当成至理来尊奉了。直到那群高层退去，他才再次开口了。怎样？现在信了吗，小弟弟？而这次呢，他又切换回了之前的轻佻慵懒的语调。信了。琛哥抽抽嘴角，只觉得心里万马奔腾啊，真的是窝了个大操啊！他居然还真的是龙帝，你在他们面前还真的是很威风啊！如果一开始苍龙女帝就是这副姿态，他早就信了。暗处的女生闻言，有些恨铁不成钢的叹了口气。我也不想这样，但是他们平时一个个又严肃又古板，闷得要死，根本开不起来玩笑，我能怎么办？既然他们喜欢那样的龙帝，那我就满足他们喽。还是小弟弟你更有趣啊！我这几天一直观察着你，简直是越看越满意，越看越喜欢。成哥能幻想到一头母龙两眼放光舔了嘴唇的模样，顿时不由得一阵恶寒。免了吧，我谢谢你的厚爱了，以后能不能别偷窥哥了？你这啊，小弟弟啊，你这话让姐姐很扎心啊。他嘴上说着扎心，语气上却没有听出什么失落，反而得意的炫耀起来。姐姐的人类形态那可是很美的，当年和冰凤结伴潜入人族那边，还双双被评上了仙界5大美女呢。当时不知道有多少小仙人被我们2个迷得神魂颠倒，现在他们之中有些人没准儿都成了仙帝了吧？被我看一看，你又不吃亏。槽点太多了，成哥都不知道该从哪个角度去吐槽了。他忽然反过来，你知道我是人类？当然了，从你进入苍龙谷的那一刻开始，我就看出了你只是意外获得了苍龙血脉的人类。不是吧大姐？成哥再次意外了，这苍龙女帝知道自己是人类，居然还赞同自己当下一任龙帝，还让苍吉、苍穹等高层以后尽量配合自己。姐姐我呀，只看重血脉结果，至于你原本是哪一族，血脉是怎么获得的，那并不重要。反正小弟弟，你现在已经和苍龙一族结下了因果，这或许就是宿命的指引吧。老姐姐，你心可真大呀！被活了不知多少年的存在喊弟弟，成哥并不觉得违和，甚至觉得占了便宜，自己辈分凭空上涨了不知多少万倍了吧？不过，你叫我弟弟没关系，但能不能别加一个小字啊？为什么？这是原则问题。苍龙女帝意味深长地笑了笑。懂了。怎么你又懂了？你到底懂多少啊？所以你现在到底是死呢还是活呢？非死非活。能不能说人话？暗处的苍龙女帝叹了口气，难得的情绪低落下来。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算不算活着。怎么的？难道你是被人打成了重伤垂死状态了？在成哥看来，莫非这苍龙女帝也和曾经的墨仙人类似，因为战斗落败，被人打得只剩一缕残魂了吗？
你还真是把姐姐看扁了呀，会有那么没用吗？暗处的苍龙女帝悠悠说了，别忘了，我曾经掌控的是速度规则，这世间能消灭我的人还不存在呢。轻飘飘的一句话，却让陈哥感觉比之前他见苍极、苍穹时更有气势。或许这才是苍龙大帝该有的豪迈。他说的没错呀，掌控速度规则的话，即便被围攻，即便打不过，应该也还是想走就能走掉的。就像他之前在中仙界巡回亮相，其他人围追堵截也无可奈何，除非他自己愿停下来。后来呢？那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呢？我被速度规则融合了。融合？陈哥距离这个层次有些遥远。我只听过仙帝能与规则融合，成为某一道规则的化身。你说的没错。苍龙女帝的声音响起，但我当时追求的是比那更高的境界。还有更高的境界？陈哥懵了，难道仙帝还不是天花板吗？我也不知道。女帝的语气有些不确定。你都不知道你突破什么呀？那个时候仙魔两族渐渐崛起，我们龙族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苍龙女帝回忆，当时我们3大龙帝选择了3条不同的路。哪3条啊？金龙主张全面出击，和仙魔两族硬碰硬。金龙认为属于我们龙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应该认清形势，收缩地盘。尽管对青龙大帝有些看不顺眼，但陈哥内心不得不承认，这青龙大帝很冷静，很会审时度势。有时候大势来了，强行抵挡，注定只会被碾得粉碎。仙魔两族崛起，这就是大势，顺势而为，才能从那夹缝中求得一线生机。而苍龙女帝的下一句话也证明了强行逆势而为的后果了。最终金龙大哥战死了，死得一点都不剩。那你呢？我吗？他轻笑了一声，我以为后面还有一个境界，于是不断地加强自己和速度规则的融合程度，幻想着变得更强，彻底地成为那道规则的掌控者，然后站出来横扫一切。但是最终失败了，我被那条速度规则吞噬融合，成了它的一部分。若不是最后关头分出了一丝念头，并且逃回苍龙谷，那我也彻底的消失了。也由于我不在，苍龙一族在那场大战中损伤的最惨重。他说的轻飘飘的，但成哥却是感慨不已。龙族3位龙帝，金龙热血冲动，青龙清醒现实，而这位苍龙女帝呢，应该是一个有着浪漫想象力、爱做梦的那种。因为选择的不同，最终3位也得到了不同的结局。规则不能融合吗？可以融合，也必须要融合，否则无法成帝。规则就在那里，只以它的融合程度最高，最先得到它的认可，谁就能成为它的化身，成就先帝。后来者只能成为准帝，但谁也无法将它成为自己的私有物，它并不属于任何生灵。我当时就是心太大了，想当它的主人。我们龙族3皇之所以实力强过许多人族先帝，是因为我们与他相伴而生，诞生的那天就提前得到了他的认可。原来是这样啊！成哥恍然大悟。本集第377集，3大龙帝的选择。以前江城觉得先帝本身就是一道规则了，现在看来，先帝其实也只是规则在世间的代言人，而准帝则是更次一级的代言人。仔细想想也是，当初那九焰先帝掌控着火之规则，自己杀了他之后，世间的火之规则依旧还在，也没有随着他的死而消失。或许已经有人成了他新的代言人了。那现在是需要我复活你吗？苍龙女帝的笑声欢畅愉快。真难为小弟，你还能有这份心意啊！这么快就被姐姐的魅力征服了？想要为姐姐做点什么了吗？成哥满头黑线，我征服你大爷，连你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拿头征服呀！就算真是仙界排名前5的美女啊，那也要近距离的接触才算吧？你想多了，我只是觉得把你复活过来，苍龙一族就不用我来当这个顶梁柱了，到时候天塌了你顶着。这还真是成哥的真实想法。像他这么懒散的人，指望他为一族兴衰而出头奔波，那太为难了。苍龙女帝并未生气，反而笑吟吟的反问：你知道复活我的后果吗？还能有什么后果？苍龙主速度，想要成就真正的苍龙大帝，就只能修炼速度规则。他悠悠地说，而这一道规则只有一个生灵能得到最终的认可，这也是3大龙族一共只出现了3位龙帝的原因。
一旦他复活过来，速度规则就跟他姓了。其他主修速度规则的准帝这辈子都别想成为先帝了，就是这么残酷。那你出世之后，速度规则现在被谁掌控了呀？魔界的裂空魔帝，当时他也是修炼速度规则的许多准帝之一。火被融合之后，速度规则的主宰位置空缺，他率先得到了那道规则的认可。提到这个，苍龙女帝似乎有些气恼。苍极和苍穹一空他们真的是太不争气了。那就算复活了你也抢不过来呀，速度规则已经跟了别人姓了呀。我与速度规则同时诞生，只要我活过来，裂空魔帝就会变回裂空准帝，谁也抢不过我的。这陈哥没话说了，这生得早，优势可真不是一般的大呀。那就试试呗。说完呢，他点开了复活技能。话说这女帝陨落了数百亿年了，自己的功德够不够呢？苍龙女帝极为惊讶。你已经知道后果了，还愿意复活我？陈哥心说了，咱又不是真的苍龙族，各有992道主规则呢，哪条不能成帝呀，对不对？何必死磕一门呢？但为了刷新好感度，他还是习惯性的卖了个好。那是必须的，你也说了，这是我和苍龙一族的宿命，也许宿命指引就是让我来复活你的。为了能让你重临于世，我牺牲一下自己，不能成帝又算得了什么呢？这话说的那叫一个豪气，舍己为人，那叫一个感人肺腑呀。只可惜苍龙女帝这些天一直跟他形影不离，早看出他是无利不起早那类人了。闻言不但没感动，反而狐疑了。你这样反常，不会是憋着什么坏水吧？天日昭昭，老姐你这话让人心寒了呀！我一片好心，你怀疑我？谁知道你啊？苍龙女帝笑够了之后，才叹着说：“你的好意我领情了，但复活对我是没有用的，我根本不算陨落，复活不了的。”这时呢，程哥也将复活对准了声音的方向，发现还真的没有复活目标。那看来你是没救了。程哥数了数自己目前会的那些琳琅满目的技能，确实没有哪条能让苍龙女帝复原的。也不一定。好，如果你将来成为速度规则的主宰，有你的配合，或许我还能重见天日。那还早着呢。想掌控速度规则，第一件事就是要修到准帝后期，具备争夺规则主宰位置的资格。第二件事呢，就是干掉了裂空魔帝，让速度规则的主宰位置变得空缺。第二件好说，第一件那得核实呀。这时呢，远处又响起了破风声，很快又有一群人飞快地朝这边赶了过来。程哥定睛一看，为首的正是纪凌寒，而在他的后方，单泰、莫尘等人正疯狂朝自己使眼色，一脸焦急的表情。一见到他呀，纪凌寒就又期待又惊喜地迎了上来。江掌门，你是江掌门对吗？程哥不由庆幸自己此时还是苍龙真身，要不然直接露馅了。妹子，你说什么呢？我是苍龙大帝呀！纪凌寒飞快地摇头，他握住程哥的一只龙爪，死活不肯撒手。不对，你分明就是，除了你，没有人会对我们那么好，送了那么多的宝物，除了你，也没有人会复活，一定就是你，对不对？程哥顿时焦头烂额，感情哥才隐瞒了几天就被戳破了吗？但这样被揭穿太没有面子了，他还真就较上劲了，决定继续强行装下去。妹子，你看清楚，我是9纹苍龙，复活这种事情我也能办到。你那位江掌门我听说过，他曾斩杀过9焰仙帝，实力通天，威震仙界，而且他还精通无数神奇的仙术，堪称寰宇至今第一全才。这样的人恕我不敢冒充。他先是恬不知耻的把自己夸上天，然后又自谦的说了，与他相比，我就是那皓月旁的萤火虫，哪能相提并论呢？实不相瞒，我数次提携飞仙门，还选择你们合作作为对象，就是因为太崇拜他了。哎，如此震古烁今的人物，不能与之一见，实在是龙生一大憾事啊！你这后方莫尘、单泰、印小雪等人以及暗处的苍龙女帝集体懵逼了。不是老哥，咱就算隐藏身份，你没必要这么吹捧自己吧？而且你复活的876人都知道身份了，你继续瞒着有啥意义呢？他们却不知道，在程哥看来，这很有意义。毕竟那帮被复活的弟子全都不到准帝，他还是毫无压力的。我不信。纪凌寒那双美眸自始至终就没离开他的眼睛。一定就是他，连说话的风格都和他那么像。他又不是3岁小孩，没那么好骗。程哥还想继续说呢，说我是故意学习你们江掌门的说话风格。这时远处又有一大群龙飞了过来。哎，为首的是苍极。你们在这是干什么呀？程哥心道，你来的正好啊。他连忙迎了上去。哈哈哈，可是发生了什么大事啊？一旁呢，异空沉声说，没错，青龙谷和金龙谷那边来了数位准帝，
恐怕是为了上次决裂的事情。啊，太好了，我这就去。本集第378集，青龙族上门。众人心说这算好事吗？又哪知道陈哥真是庆幸有借口脱身了呀，眼见有正事要处理，纪灵海也只能松手了。不过呢，却并没有放弃，而是一起跟了过去。一路上，仓颉飞快地说了一下大致的情况。青龙那边，青龙、应龙、云龙这三族这次一共来了足足18位准帝，几乎倾巢出动了。这与上次道贺时的阵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显然是来者不善的。而金龙那边和上次一样，来了3位准帝。由于苍龙族和青龙族决裂，如今他们也进不了苍龙谷，都在谷外等着呢。看到了阵容，陈哥大喜，还真的是大事呢。而他一出现，为首一名青龙族的准帝就厉声大喝：“将他拿下！”剩下的17名青龙谷准帝立即包围过来，18位准帝分立于不同方位，几乎封死了每条退路。就连金龙谷那边的3位准帝都措手不及，完全没料到这么突然就出手了，一时间都愣了。成哥寻思，这帮龙是要找死吗？因为敖阳当年的元首加上苍龙谷这边的拥戴，他对龙族呀是挺有好感的。即便和青龙谷那边决裂了，也没想过灭掉那里，大不了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大家井水不犯河水便是了。但如果青龙谷不识相，非要对他出手，那就不好一些了。成哥一旦开启复活卦，还真的没留过什么活口。玄海，你要干什么？没等他开口呢，仓颉挡在了前方。你疯了吗？苍龙大地岂是你们能动的？苍穹、翊空、墨央等苍龙谷高层依次排开，挡在陈哥的前方。你们敢对苍龙大地出手，等同于对整个苍龙谷出手。我苍龙谷必定与你青龙谷死战，从此血海深仇，至死方休。他们原本就将陈哥当成了苍龙一族复兴的希望、宝贝一样的存在呢，更何况不久前还有前任苍龙女帝的亲自点名认可，那就像是最后盖了章一样，再无丝毫疑虑了。毫不夸张的说呀，如今陈哥就是他们心目中新的至高图腾，神圣不可侵犯。随着他们一声令下，苍龙谷内所有龙王也齐齐飞了出来，所有苍龙四周风云缭绕，做足了战斗的准备。这一幕让旁边金龙谷3位准帝大惊失色，连忙飞到场中调停。哎呀，玄海、苍颉有话好说嘛！他们可不想看到一场龙族间的大战呢。3大龙族本就没落了多年，这要是内部再展开血战，那就真的离衰亡不远了。到那时，金龙族那边也无法独善其身。青龙族的玄海准帝飞腾于九霄，居高临下冷冷一笑。吾当奉青龙大帝之命，前来捉拿混入龙族的奸细，有何不可？你苍龙族若要阻止，那便是与奸细同流合污。这话说的仓颉怒极反笑。玄海，我苍龙族的龙帝岂是你能侮辱的？我苍龙谷与你青龙谷决裂，有什么招我们接着，但污蔑我族龙帝为奸细肆意泼脏水，这借口未免太可笑了。你负青龙大帝格局可太小了吧？仓颉、苍穹对苍龙大帝敬畏无比，几乎当成神来膜拜的，但对青龙大帝可就没那么尊敬，压根不算同一支人，顶多就是同属龙族一个比他们更强的超级高手而已嘛。看来你们苍龙谷还被蒙在鼓里。这玄海乃是青龙大帝的长子，实力同样也是准帝后期，真将一个人类当成龙族大帝，简直可笑。难道你们忘了人类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吗？那不是奸细又是什么？翊空不耐烦打断他。玄海，我还以为你要说什么真知灼见呢，原来放屁呢可是啊！苍龙大帝以前幻化人形，一直以人类身份在外活动，我们早就知道了，用得着你多嘴吗？你们还真的是被骗得很惨呢。他只是个意外得了苍龙血脉的人类，你们还奉他为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将来你们会被他带入深渊的。玄海，你说够了没有？仓颉听得龙须都动摇了。说够了，你可以滚了。什么人族得到了苍龙族的血脉，他们听的就像是笑话。人族得到龙族血脉不是没有，比如一些龙血家族，但那一般都只是半龙族，论血脉纯度，连蛟龙、囚龙这样的下位龙族都很难比得上。苍城可是久闻的圆满血脉，堪比龙帝呀，人类怎么可能到这个程度呢？哼，看来你们是不信了。玄海略带同情的摇了摇头。如果我告诉你们，这是青龙大帝推演天机算出来的呢？仓颉还没说话呢，一旁金龙族的敖谦惊叫起来：“你说什么？青龙大帝亲自算出来的？不错，他算过了，龙族根本不存在苍城这么一位。”
玄海急指着江城，断然喝道：“也就是说，他连普通的龙族都不是。”如今龙族最权威的就是那青龙大帝了，而这位青龙大帝除了本身所掌控的水系规则之外，最擅长的就是推演天机，趋吉避凶。无论是从前与仙魔两族的大战，还是之后数百亿年的蛰伏发展，以及与其他妖族的纠葛，每一次都能做出正确的选择。也因此，如今青龙族保存的最为完整。他自己也苟过了当初的仙魔崛起大师，虽然有点贪财和保守排外，但他在龙族的确也扮演着领路先知的角色。他的话呀，往往会被当成至理。四周原本一些赶来的金龙族原本是不信的，此时也不由得动摇了，纷纷交头接耳，私下传音。如果真是青龙大帝的推算，那还真有可能的呀。是啊，他可从没说错过。难道这苍城真的不是龙族吗？龙族都不是，那就没资格当龙帝了吧？肯定没有啊。相对于青龙、金龙两股，苍龙谷这边的龙族倒是没有动摇，他们都亲身经历过那极为不凡的血脉异象，那是毫无花假的。回去告诉你父亲，这次他算错了。另外，这是我苍龙谷内部的事情，还轮不到你来插手。苍吉和苍穹等高层压根没把这当回事，原因很简单，苍龙女帝亲自认证过了，我们不听苍龙自己大帝的，然后听你们青龙族的大帝蛊惑，有病啊，莫名其妙啊。说实话，就算江城真的是人族，他们现在也认了。苍吉，你们这是要执迷不悟了吗？玄海闻言大怒，都搬出青龙大帝了，你们还不听啊？苍龙族如果只是收留人族，那确实是你们的事，但让一个人族当龙帝，那就涉及到了整个龙族的命数，这件事就不只是你们一家的事了。若你们执意要护着一个奸细，那就是整个龙族的叛徒。本集第379集，打脸青龙大帝。成哥看了这么久的戏啊，明白了，他倒是没怎么生气，因为那青龙大帝确实没看错，自己确实是人族，这龙帝真不一般呐。苍龙女帝只剩一缕残念，也能一眼看破自己的人类身份。青龙大帝都没见过面，就知道自己是冒牌的龙族。不过呢，苍龙族既然这么支持他，那他可不能退缩呀。既然你们要打，那就打呗，死了可别怪我。说完，他就想幻化为人形，掏出红绝仙剑，但紧接着他就感知到身后韩妹子那期待的目光，这就郁闷了。看来只能用苍龙真身来大战了。一场大战一触即发，高空突然传来苍老低沉的龙吟：“挑起我龙族内斗，你果然是来乱我龙族的。”层层叠叠的云层中，一截遮空蔽日的龙爪若隐若现。啊！青龙大帝，是青龙大帝！青龙谷那边所有龙族齐齐参拜，而金龙谷的龙族们也不得不俯首。苍吉面子一变，龙帝都亲自下场了吗？青龙大帝，苍城已得我族大帝认可，不劳您费心了。你青龙族若主动退去，干戈自会止消。你族大帝，上空的青龙大帝并未显出全貌，但那苍茫的笑声却传遍了3大龙谷。你族哪位大帝呀？自然是前任苍龙大帝。此言一出，全场寂静，尤其是苍龙谷那些龙王龙尊以及下位龙族们更是惊讶无比。苍龙女帝早已消失了数百亿年了，哪怕内心极度不想承认，但他们自己也知道她老人家应该是陨落了，怎么可能还在呢？而上空的青龙大帝同样摇头失笑。苍灵早在500亿年前就已陨落了，我早已推算过，错不了。你们为了维护这个人类，竟然把他抬出来，真的是可悲可叹呐！他的话音还没落呢，整个龙谷内外突然响起了一道穿金裂石般的声音：“玄冥，你这老东西是在咒我吗？老娘什么时候死了？”什么玩意儿？苍灵，你怎么还在？上空原本还若隐若现的青龙大帝由于惊吓，差点一咕噜滚下来呀！哼，老娘本来不想出现的，但你要动我的小弟，我只能出来给他撑撑场子了。下方其他龙族听到了熟悉的声音，两耳一片轰鸣，尤其苍龙谷这边，所有龙族齐齐疯狂，差点当场失控了。苍龙之祖，大帝啊，原来你还活着呀！
我们这些年日日夜夜都在思念您呢。哎呀！消失了500亿年的苍龙女帝再度出现了，这对于整个龙族而言，不亚于一场惊天巨震。一旦传出去，甚至就连妖族乃至仙魔两界那边都会掀起惊天巨浪。仙帝层次本就牵一发动全身，更何况他还不是普通的仙帝，而是仙界第一头苍龙。祖宗哎，您在哪儿啊？苍龙谷许多龙族四处张望，茫然穿梭寻找，然而只能听到声音，并不能看到他的真身。姐姐出现的是不是很及时啊？程哥耳畔出现他调笑的声音，而其他人似乎都没听到。你不是只能在苍龙谷内活动吗？这老姐最后一丝残存的念头原本存在不了这么久，就会消散在天地间，只是因为她逃回了苍龙谷这个诞生之地，那丝残念才因此被保存了下来，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苍灵笑吟吟地说，这还得多亏了小弟你的出现啊！久闻血脉本身有着额外的龙元之气，待在你身边，我这里残念都一直保存下去。哦，那岂不是我帮了你一个大忙啊？没错。那你不得有点表示吗？也幸亏这话是传音类，要不然一旁苍极恐怕都要跳起来了。你竟然敢敲诈苍龙之祖的竹杠，你这是大逆不道啊！不过呢，苍龙女帝显然不会因此生气，她甚至还笑眯眯的。你想要什么补偿？亲一口怎么样？我擦！成哥瀑布汗了。苍极、苍穹、异空，麻烦你们管管你们的女帝行不行啊？你让她庄重一点啊！曹是这么土的，但是呢，成哥嘴上还是很诚实的。可你现在压根无法现形，你让我清空气啊！对他说的那个仙界前5美女，他表示自己其实还是很感兴趣的。当然了，这都是为了验证他说的是不是真的。成哥是个严谨的人嘛。将来可说不准啊。苍灵又在他耳畔撕磨了，那声音听着实在是绵绵的、痒痒的，简直酥到了骨子里了。成哥寻思着这样下去，迟早有一天会被他变成深空啊。行，那先记下来啊，等以后再还，你可别赖账啊。场边其他存在并不知道这俩苍龙帝正在谈论的多么重大的议题，不过上空的青龙大帝玄冥终归还是有2把刷子的。震惊之后，他看出了实情了。苍灵，原来你只剩下一缕残念了，我还以为你真的活着呢。此言一出，全场又是一片哗然，尤其苍龙谷这边，所有龙族转瞬间从大喜变成大悲了。他们原本还以为苍龙大帝又能重新出山，带领大家走向辉煌了，原来只是泡影吗？玄冥，你该庆幸我只剩一缕残念，我要是活着，今天你就要爬着回去了。面对青龙大帝，苍灵熟练地切换回了高冷霸气的模式。这话听得后方苍极、异空等龙族又是激动又是感慨，曾经的苍龙大帝还真是有说这话的资格呀！速度规则来无影去无踪，另外2大龙帝都曾被他弄得焦头烂额的。青龙大帝显然想起了那段时光，不由一阵头疼。你真的要维护他吗？你应该看得出，他只是得到了苍龙血脉的人类，让一个人类成为苍龙之主会引起怎样的后果，我不信你想不到。此人才刚来几天，就替苍龙族宣布与我青龙族决裂，如今又险些酿成2族大战，我怀疑他就是仙界那边派来乱我龙族的杀气。这话说的许多青龙谷和金龙谷的龙族不住点头。确实啊，人类是龙族曾经最大的敌人，让一个人类当龙族的首领确实不妥，也接受不了。哪怕这个人不是青龙和金龙那边的，但总归会影响到龙族大事啊。行了，苍龙女帝不耐烦地打断他。玄冥，收起你那套没用的，谁说他不是龙族了？我说他是苍龙，他就是纯正的苍龙。成哥看出来了，这老姐以前不是个讲道理的角色呀。不过呢，这波维护很受用。苍极、苍穹、异空等高层也纷纷响应。没错，我苍龙之祖已经发话了，你们还不退去？难道还有谁比他更了解苍龙吗？本集第380集，风龙池。高空中的玄冥纵声长啸。既然你说他是真正的龙族，那敢不敢让他去风龙池试一试？苍龙女帝嗤笑了一声。玄冥啊，你还活在几百亿年前吗？风龙池都废弃了不知多久了。只要他答应，我愿耗费1年之功重开风龙池。你觉得我会同意吗？真金不怕火炼，难道你怕他现形吗？他已经是苍龙一族的龙帝了，风龙池对于他的身份是羞辱，我相信你自己也知道。
四周其他龙族也议论纷纷。封龙池是用来册封龙族的，龙帝本就至高无上，岂能被册封呀？是啊，有点过分了呀。听了四周的议论，成哥不禁好奇了，悄悄地问苍灵：“哎，封龙池是什么呀？”数百年前，龙族正式与仙魔两界拉开大战。苍灵缓缓地说：“在此之前，有大批人族修士和龙族往来密切，有的甚至混了血。战争开始后，这批人族和半龙族大部分都投靠了仙魔两界。再加上一些仙魔修士幻化成了龙族外形，故意混入龙族，刺探和刺杀无所不用其极。他们的存在给龙族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成哥表示理解，这样伪装成自己人，在内部制造混乱，确实危害极大。然后呢？为了辨别真正的龙族成员，也为了整合三大龙族，统一调动龙族力量，封龙池应运而生。那是我和金龙大哥以及玄冥联手布下的考验。封龙池一共有赤橙黄绿青蓝紫白黑9池，所有龙族依次进入。我们3个当时在池中加入了战死的龙族骨血种子，那是一个极为庞大的数量，光是准地都有不下100位。真正的龙族后人踏入，能自己提升龙骨的强度。而若是外族，由于龙族骨血种子的排斥相当于剧毒，踏入赤池就会当场形销骨散。即便那实力不弱于准地的半龙族奸细，也没有能通过城池的，因为封龙池根本不只看实力，更看纯度。我有久闻苍龙的圆满血脉，这还不够纯吗？对封龙池的考验，成哥没当回事，但苍灵却没那么看好了。你的血脉确实是圆满的苍龙血脉，凭借着血脉护体，你应该能在黄池存活。但仅仅直到黄池，石玄冥肯定不会罢休的。即便寻常龙王都能达到青池，你若是到不了那里，所有的龙族都会知道你有问题。他是苍龙之祖，封龙池的建造者就他，而他对江城的情况也很了解，看的自然比谁都懂啊。为啥到不了呢？难道哥哪里欠缺了吗？你的苍龙真身是因为血脉天赋孵化出来的，你并没有真正的龙骨。妖族主炼体，骨骼本就极为重要，何况封龙池只有龙骨才不会被排斥。即便是虎族、熊族、猿族这些骨骼强韧的族群踏入其中，也一样逃不掉殒命的结局。成哥仔细想，还真是，自己只是吸收的苍龙精血，又不是苍龙之骨。即便那苍龙真身有了完美的外形，内在的骨骼看起来也完全和苍龙一样，但源头却还是自己的人族之身呢，并不是真正的龙骨。苍灵继续说了，封龙池越到后面，骨血种子的力量就越霸道，每一重都比前一重危险数倍。当年这池子其实也是作为册封之用的，这是大战时期3股龙族联手应战，需要统一的调度。依照踏入封龙池的高低，册封3股龙族赐予不同的战士职位。像苍极、苍穹当时都踏入了此池。准地也只能到那儿吗？那谁能踏足最后的黑池？3大龙帝吗？苍龙女帝笑了一声，你当我们是什么啊？封龙池是用来册封龙族将相的，我们都已经是龙帝了，哪还用得着册封啊？啊，感情你们3大龙帝是不消下去了，难怪刚才青龙大帝一提到封龙池，所有龙族都觉得这是对龙帝的侮辱呀。想想也是，自己的身份都是大帝的，下场玩将相的册封，那岂不是自降身份吗？你放心吧，我会帮你回绝他的。我苍龙骨的事儿还轮不到他来插手。苍灵的大姐头尽管只剩一缕残念，但依旧是威武霸气，很护着他。但成哥却表示不用了。哎，别，我想试试。咱最不怕的就是死呀，没准还能因为复活得点好处呢。什么身份不身份的，好处最实际呀。苍龙女帝沉默了一会儿，随后再次发出了银铃般的笑声。小弟啊，你为了在姐姐面前表现一下，也用不着这样卖命吧。就算你不去，也不会拉低你在姐姐心目中的印象分的。成哥满头黑线，老姐呀，看来你也是自我感觉良好的逼王啊。他嘴里还附和呢，哎，是啊，冲冠一怒为红颜嘛。你猜我有没有被感动啊？我猜啊，你已经在偷偷抹眼泪了。你可真是太可爱了，姐姐越来越喜欢你了，怎么办？那你可要把握住机会，哥很抢手的。是吗？那就要看你今后的表现了，姐姐可是很难被征服的。成哥也知道，他就这么个性子，飘忽不定，真要是把他的话全都当真了，那会死得很惨。这俩这么一聊呢，总能把正事聊到奇怪的方向，也不知道要是其他龙族听到这对话会如何反应。
上空的青龙大帝等得有些不耐烦了。怎么的？你们不敢呐？怕露出原形啊？敢呐！咱就是纯正的这个苍龙族，有啥不敢的呀？成哥举了个手，按出了苍龙女帝这次也没劝他拒绝了，似乎想通了些什么。好，上空青龙大帝立即把这事定了下来。苍灵也听到了，他答应了。身为龙帝，一言九鼎，就算你反对也没用。唉，随便你们了。眼见着青龙大帝就要回去准备了封龙池了，陈哥连忙叫住他：“哎，等一下！怎么，你的堂堂龙帝要反悔吗？啊，那倒不是，我只不过是万一我真的是如假包换的苍龙族呢？”陈哥缓缓飞到他的对面，直视着这位龙帝的眼睛，依然不惧。如果我真的是苍龙族，那我的龙帝身份便没有任何的问题。你让一位龙帝自降身份进入封龙池，到时候你赔得起吗？赔什么呀？青龙大帝真没想过这一点呢。他原本推演天机就算出了江城不是龙族，现在亲眼一见，更加确定了他并没有龙骨，所以压根就没想过什么赔礼道歉。本集第381集，全部的战利品。作为成哥的好姐姐，苍灵当然会在关键时刻支持他。闻言呢，也立即帮腔了。没错，玄冥，你该知道，让一位龙帝进入封龙池意味着什么？他的声音骤然变得高亢起来。那是对我们整个苍龙族的侮辱。你既然提出要用封龙池，那你就要有承担出错后果的觉悟。苍极、苍穹、异空等苍龙谷高层也连忙飞过来支援。没错，你要是出错了怎么说？侮辱苍龙族的大帝，岂能不付出任何代价呀？别以为这件事到时候就能那么过去了。青龙大帝并未动怒，反而摇头失笑，自己绝对没有看错。江城是不可能通过考验的，所以呢，这应该只是故意炸自己。就像有些底牌很烂的人，偏要加重注，把别人吓得不敢赌了，他能上当吗？所以呢，他饶有兴致地看着江城。那如果你真的不是龙族，没通过考验呢？成哥毫不犹豫，那随你处置，我要么死在封龙池，要么出来后让你杀一次呗。这还不够？哟，你这胃口挺大呀，那你想怎么样啊？苍龙谷内所有人族尽数驱逐，一个都不能在我龙族地盘内停留。此言一出，后方飞仙门众人以及萧坤、纪云等人无不皱眉。这青龙大帝对人类的排斥是真的根深蒂固呀。可以啊，那要是我通过了呢？我知道你有9纹苍龙的血脉，即便是人类，至少也能到达黄池。你既然是龙帝，那至少也要到达蓝池才算通过考验。这不过分吧？还挺严谨的，一开始就把胜负条件说清楚，免得苍龙族这边赖账。蓝池，苍极和苍穹等苍龙族有些不满了。苍城还是龙王境界，蓝池一般只有准帝初期才能涉足，过分了吧？怎么着？你们对自己的龙帝这么没信心吗？还是说你们心里也觉得他其实不是龙族呢？你，苍极怒了，正要继续争取降低一下标准，成哥开口了：“行，那就蓝池。既然标准定下来了，那我也该提条件了。”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哼，你们青龙族这些年和仙魔两界作战，应该有不少战利品吧？若是我能到达蓝池，那你们青龙谷上下必须交出所有战利品作为赔偿，无论仙器、仙甲、法宝，还是丹药、仙精、功法、武技。在场所有龙族和人族全都倒吸凉气，不是这条件低，而是太高了呀。虽然青龙大帝主张偏安一隅，但妖族的大环境摆在那里，与仙魔两界的大小战斗其实一直没怎么停过，只不过呢，规模没从前那么大，双方龙帝和仙帝不会亲自下场而已。然而那也是数百亿年的积累，哪怕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和天书阁那边换了龙族资源，但整体数量太大，光是剩下的也依旧极为可怕。尤其青龙谷还是龙族中保存的最为完整、实力最强的一支，保守估计其中8阶仙器很可能不少于20件，7阶只怕不少于上千件。毕竟活了那么多年的青龙大帝本身也是有点收藏癖好的龙啊，他甚至可能会拥有9阶仙器。这些东西龙族自己用不上，但价值有多高，大家还是一清二楚的。成哥这一下叫全部，用狮子大开口都没法形容了。哪怕是青龙大帝也被他的胃口惊住了，一时间差点打到退堂鼓了。他要交出青龙谷内所有战利品是绝对舍不得的。不过仔细想想，
江澄分明就是人族，毫无话讲，自己绝对不可能输。他一定是在故意诈自己，想吓得自己主动退却，所以呢，不能怂。青龙大帝果断平 A 上去了。可以，我接受了。苍灵，你听到了，这约定正式生效，任何人都不得反悔。伴随这句话一落下，四周天花乱坠，规则显形与之相合，赌约已成，并且还形成了准地以下无法违抗的法则。尽管苍灵只剩一丝残念，青龙大帝最在意的却还是他，并不是陈哥。事实上，原本他亲自出场是打算直接出手制住甚至打杀江澄的。如果没有苍灵出场，他绝不会启用风龙池那么麻烦隆重的。那池子当年开启时就耗费了3大龙帝不少修为，而今他独自开启，要付出的代价那自然更大呀。3股龙族全体出动，前往风龙池做见证。而在青龙大帝的要求下，住在苍龙谷内的所有人族修士也必须一并前往。他打算江澄失败那一刻，以最快速度驱逐这群人族修士。然而呢，这正合了陈哥的意呀，人多那震惊值就高呀。自己那群弟子一个个都在魔王之上。几个时辰之后，位于3谷中心的风龙池已经人山人海，不是龙山龙海。另外2股许多龙族直到此时才第一次见到这位新任的苍龙大帝。相对于苍龙谷的全力支持，另外2股那数十万龙族显然更相信青龙大帝，一个个指指点点，真的把陈哥当作了人族来看待。青龙谷一些龙族甚至露出了仇恨和敌视的目光。哎呀，嘿嘿嘿，这个大家好啊，幸会幸会啊！陈哥一如既往的撒包，又将这当成亮相大会了。这很可惜，这次没什么真情值。暗处的苍灵也有些错愕了。你难道看不出他们是在仇视你啊？那不正说明我牵动了大家的心吗？对陈哥来说，重要的是身上的聚光灯打得够不够足，自己是不是全场的焦点。至于那是拥戴呀还是仇视，他老人家压根不在乎。饶是以苍龙女帝的心态，也差点被他搞败了。你还真是与众不同，合伙人也敢期待了。你知道现在才开始期待我的表现吗？哎呀，你让我有些小失落呀。他俩有说有笑时，青龙大帝也在上面吭哧吭哧的忙碌着。在他的努力下，场中一座巨山之上渐渐有9座颜色各异的池子浮现出了影子。明明还只是虚影，却已散发出了令人难以接近的致命气息。许多靠得近的龙族竟然从高空跌落，忙不迭地飞向远处。在场不少龙族是后来才出生的，第一次见到的池子，不免也很好奇。本集第382集，不想受苦的陈哥。而那些当年进去过的老龙，则是心有余悸。这风龙池堪称炼狱呀！是啊，我当年进了青池，这辈子都不想回忆了。祖老，有那么可怕吗？可怕？你可以想想。全身骨头被一点点碾碎，全身血液被点燃，烧得你觉得自己都要化了，那是什么感觉？还不止如此呢，就连龙魂都会受到极大的冲击。没错，当年我差点被他一想冲成了疯子呀！要不然你以为风龙池明明可以提升你们龙骨的强度，却为什么几百年没开启了呀？这是因为当年那次考验，有10几头真龙不自量力的往前冲，结果呢，死在里面了。听他这么一说呀，四周那些原本还跃跃欲试的龙族都打了退堂鼓了。倒是陈哥兴致勃勃，那越厉害越好啊，那样自己才能死得更快吗？这时巨山上的9座池子也显出了全貌。9座池子颜色分明，自下而上错落有致地分布着，最高的黑龙池就在山顶。氤氲的雾气弥漫在池水上，表面并不能看出什么异常来，但只要随便用仙魂感知一下，就会产生极为恐怖的混乱毁灭之感，仿佛有无数双利爪在撕扯着自己，又仿佛有无数的龙吟咆哮回荡在意识深处，而这还只是山脚的黄池的效果。苍城，速速进池！也不怪青龙大帝这么着急呀，为师这风龙池开启对他而言那是不小的负荷。陈哥倒也懒得墨迹，朝四周挥了挥手，而后一头扎了进去，扎进了山腰的青池。全场一片哗然惊呼，尤其那些经历过风龙池的老龙更是措手不及呀。这风龙池本质上就相当于死去的上百位龙族准帝以及上万龙王合力撕咬冲击。第一重赤池还好，血骨种子的浓度最低，越到后面浓度越高，也就越危险。别看一般龙王能到青池，准帝能到蓝池，甚至紫池，实际上呢，当年他们踏入时都是从赤池开始的，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一重一重的上升。任何一头龙初次踏入风龙池都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热身过程，
这本就不是一个正常的考验，谁也没有经验，龙体根本没习惯过这里。如果一开始不在赤橙黄适应一下，直接就踏入绿池中，就算是准地也很可能会晕厥昏死过去。江澄很显然是第一次踏入这里，这点呢，无论青龙大帝还是诸位龙族高层都无比的确认，也因此看到这一幕之后，他们都无比的惊讶。他疯了吧？这是要干什么呀？他不知道不能这么跨越吗？我靠，直接进青池，这是找死呀！坏了坏了坏了！苍吉连连后悔，帅成太托大了，这完了！哎呀，早知道我提前告诉他该怎么做了。你苍穹、翊空、墨央等高层也是焦急无比。他们原本以为苍龙女帝会告诉成哥这点细节的，不过呢，苍灵其实也是措手不及。他哪知道成哥这么好卖呀？试探都不试探一下。毕竟从前大家进风龙池时，那都是小心翼翼的。苍灵，这就是你的计划吗？故意死在青池来证明他不会死在绿池吗？嘴里这么说，他其实也觉得太不可思议了，谁没事会找死呢？四周龙族议论纷纷，全场一片嗡然之声。倒是飞仙门一众门人以及萧坤、纪云等人全都很平静淡定，这场面见多了好吗？就像当年假仙界四周的毒物，大家也觉得闯进去必死无疑。结果最后呢，江掌门不还是屁事没有吗？成哥选择青池也是有原因的。成哥可不是个喜欢受苦的人，龙族的考验在他来看那就是被虐，他可不想一重接着一重的经受痛苦。就算骨骼有提升，那不也是在煎熬中度过的吗？找一个能马上杀死自己的池子，早点复活开挂，少受点痛苦，那不美吗？既然苍灵和青龙大帝都觉得自己能在黄池中存活，那就选后面的。原本他是想一举直击选择最高的黑池的，不过想想那样只能震惊一波震惊池，有点亏呀。而黄池后面绿池太近了，没准要好半天才能杀死自己呢。所以呢，他最终选了绿池后面的青池。冲进去之后，他立刻明白什么叫做炼狱嘞。久闻苍龙的血脉轻松抵挡住龙血的渗透，在这方面没受到什么摧残，但全身骨骼却是瞬间粉碎。那不是因为他的体魄不够强悍，而是因为他与这些龙族龙骨种子不同源，产生了强烈的排斥。即便是苍龙血脉也无法抵消这波破坏摧毁的过程。皮肉骨骼很快就溶解在了池水中，苍龙真身彻底崩溃，那痛苦第一时间就差点将他冲晕了过去。不过呢，他的仙魂太强悍了，硬生生的保持了清醒，直到他终于死去的那一刻才终于停歇了。整个过程足足持续了10秒钟。临死之前，成哥后悔呀，太慢了这死的呀，还是受了不少痛苦。早知道呢，自己至少应该选择紫池的。系统提示音不出意外的响了起来。宿主被杀，正在检测敌人实力，安排复活方案。宿主获得金刚龙骨，宿主复活。金刚龙骨虽然不懂，但一听就很有排面。成哥表示很满意，系统果然知道对症下药。骨头不行，那就改变你的骨头嘛。正常情况下，自己根本不可能得到龙骨，就算得到了，想修炼到这什么金刚龙骨的层次，恐怕没个几百亿年也不可能了。自己死后复活一下，哎，得到了，这么好的事上哪找啊？他不由得佩服起自己的英明啊，这才是他愿意进风龙池最大的原因。而另一边，全场所有人都紧紧注视着青池。成哥踏入之后，池水翻涌了一下，而后他沉入里面，很快没了声息了。如今池水都恢复了平静，再无一丝一毫的波动，这一看就不妙啊！不会就这样真的这么死了吧？有可能啊，当年我们踏入时都是搅得天翻地覆的，像这样进去后没反应的8成是陨落了。这莫说苍龙谷这边，青龙、金龙两国的龙族也是一脸懵啊！毕竟是被苍龙族推举过龙帝的，就这么死了吗？苍城龙帝！苍极、翊空等高层朝那个方向悲声呼唤，他们无法接受这种结局。苍灵，你还有何话说？青龙大帝放下心了，他死了，足以证明他根本不是龙族。这场赌约我赢了，对你苍龙国内的人族，今日起……他话音还没落呢，青池中再次浮现了一圈圈的涟漪。本集第383集，系统太坑了呀！随后，一对高耸的龙角率先浮出水面，紧接着龙头、龙身、龙爪、龙尾在阳光和池水的映照下熠熠生辉，带着无尽的美感。不是成哥又是谁呀？活着！他还活着呀！全场一片惊呼。苍龙谷这边欢声雷动，大帝没死呀！他果然是龙族，毫无疑问，他活得好好的。一直没吭声的苍灵放声长啸，声传四野。玄冥，看来你这次真的看走眼了。
你看看，他分明就有龙骨，不是龙族又是什么？青龙大帝定睛一看，可不是吗？他竟然有了金刚龙骨，这怎么可能？我不可能看错的。苍灵呢，其实也觉得不可思议。他知道自己和玄冥不可能同时看走眼，江城一开始呢就是人族，何况他自己谈话时也承认了。但现在的金刚龙骨毫无花假，也确实取代了他原本的骨骼，这究竟怎么办到的呢？他想不明白。不过呢，这可不妨碍他高兴啊。老青龙，你这池子不够劲儿啊！哥刚冲进来之后，差点因为池水太温暖，舒服的睡过去了。得到了金刚龙骨之后，这青龙是对他压根没多大伤害了，除了一丝丝的麻痒，陈哥没觉得有什么异常。哎呀，不愧是苍龙大帝呀！苍龙国那边，苍极异空等高层兴高采烈，疯狂的为陈哥打 call。第一次直接选择青池，还活了下来，那必须的呀！龙帝要是和其他龙走一样的路，那岂不是太丢身价了呀？嘿，瞧瞧吧，这就叫大帝之姿。这吹的呀，就差每头龙爪子上握着2根荧光棒了。另一边呢，飞仙门弟子和萧坤、纪云等人自然不甘落后。苍龙大帝威武！我们这些人族来到这里，第一次被一头龙深深折服，只有苍龙大帝是那么的与众不同啊！哈哈哈，给苍龙大帝跪了！苍龙谷除了高层，其他龙族也不知道陈哥还是飞仙门的掌门，而青龙和金龙2股那就更不知道了。听到他们这么吹捧，一个个被唬得是一愣一愣的，居然莫名的觉得这苍龙大帝给整个龙族争光了，能让那么一大批人类仙王魔王顶礼膜拜，这可是以前3位龙帝都没能做到的事情。哼，你得意的太早了，我们的约定是在蓝池存活，你还没到那儿呢。成哥现在信心百倍，自己都被改造成了金刚龙骨了，那还怕什么呀？蓝池是吧？那又有何难呢？说完，他就游到了那青池的尽头，一股吸力从上方传来，他放松束缚，随后身形一闪，便出现在了上一层的蓝池内。然后呢，剧烈的痛苦再次袭来。他的金刚龙骨是挺厉害的，居然硬生生的挡了足足30秒，然后龙骨碎裂，又死了。我靠，这什么情况啊？哥不是已经挂过了吗？为什么又死了呢？成哥这是受限于对龙族知识的匮乏。金刚龙骨听起来确实很牛，其实呢只是龙王的平均水平，而蓝池不到准帝都活不下来，所以呢他死了太正常了。从他这次沉下去之后，池水又次恢复了平静，没声了。众龙族懵了呀，青龙大帝原本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等了几秒，见池水再无波动，他笑了。苍灵怎么样啊？我就知道他在蓝池活不下来，金刚龙骨的层次根本不够。作为9纹苍龙的圆满血脉，他竟然只是金刚龙骨，足以说明异常吧？这样的人也配当你们的龙帝吗？如果陈哥听到这番话，肯定很郁闷。老兄啊，你知道这么多，你为什么不早点科普呢？哥还以为这金刚龙骨牛逼炫酷屌炸天，是最高级那种呢。宿主被杀，正在检测敌人实力，安排复活方案。宿主获得钻石龙骨，宿主复活。得了，陈哥彻底回过味儿了。系统一开始只是给了自己一个能正好在青池存活的方案，至于后面的蓝池、紫池，根本没在他的考虑中。想明白这一点呢，肠子都悔青了呀。早知道还真不如一开始上黑池，一步到位，省时省力。你现在呢？踏入风龙池之后，就等于是进了不可逆的副本，除了主动淘汰退出，只能继续一点点的往前了，无法跳关了。不过呢，这复活的作用还是很明显的，他的龙骨强度又提升了1级，蓝池也杀不了他了。而且呢，震惊效果同样的拔群。果然还活着！苍灵第一个欢呼起来，而且变成钻石龙骨了，呵呵，不愧是你。这不可能啊！青龙大帝完全无法相信这是真的。一个人族本不可能有龙骨，结果他神奇的有了金刚龙骨也就罢了，这么一会儿，哎，又变成钻石龙骨了，你这还让龙活吗？钻石龙骨已经是准帝层次的品质了。下方苍龙谷和飞仙门那边又开始疯狂打 call， 那叫一个热烈。而青龙谷、金龙谷那边也再次感觉到了不可思议，太神奇了吧？这是怎么做到的呢？难道青龙大帝真的算错了吗？啊，能在蓝池存活的，以前都是龙族准帝了。江城能以龙王境界在这重存活，那他的龙族身份板上钉钉了。这一刻，青龙大帝清晰感觉自己的公信力在急剧下降，因为就连青龙谷那些龙族也开始觉得，原来大帝偶尔也有出错的时候啊。这对他原本至高无上的权威堪称致命一击，大帝完全无法接受，好吗？你不可能做到这种事，我不会看走眼，你分明就是人族。成哥没空跟他扯皮，复活之后先是看了一下震情值，
青池复活了一次，震惊值兑换了2000万功德。这次呢，足足有3000多万了。主要是全场这么多龙族高层，那叫一个捧场啊！这么一想呢，临死前那点痛苦也是值得的。随后他再次朝上空的大地搓搓手指，别忘了把你要赔的那些战利品准备好。我说的可是整个青龙谷上下呀。在蓝池存活已经算是通过了赌约规定的考验了。相信你堂堂龙帝一言九鼎，应该不会反悔吧？苍灵幸灾乐祸，他当然不会反悔了，要不然他哪里还有脸当龙帝呀？青龙大帝那龙息都气得一阵紊乱，险些酿成天灾。按反悔的话还真的说不出口。为了得到更好的龙骨，成哥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向后面一冲进发。没等众人反应过来呢，他冲进了紫池了。这一下全场又炸了，不是，这不都赢了吗？还来呀？龙王层次能在蓝池存活已经是奇迹了，紫池不到准帝后期不行啊。是啊，就算是九纹血脉，那也存活不了啊，太拖大了。本集第384集无垢龙骨。苍龙谷众龙的欢呼停了下来，苍极急的是吹胡子瞪眼，差点恨不得冲进去把成哥拉回来，这也太冲动了。当年那些死在龙池的真龙，就是因为不自量力去挑战不属于自己的层次才陨落的。一时间呢，苍龙谷这边又焦急又不安。至于飞仙门众人呢，淡定。苍灵，这可怪不得我呀，这是他自己主动闯进去的，他要是死了，那赔偿可就没人收了。按照赌约，和他对赌的是江城，江城死了，赌约就消散了，剩下的苍龙谷和飞仙门也没资格替他领赔偿。苍灵闻言鄙说了：玄冥，你还真是小家子气啊，有你这么当龙帝的吗？省了一大笔支出的青龙大帝望着恢复平静宛如一潭死水的紫池，又庆幸又得意。随你怎么说吧，我只是按照规则办事。而在另一边呢，陈哥不出意外的死了，系统提示音响了。宿主被杀，正在检测敌人实力，安排复活方案。宿主获得紫玉龙骨，宿主复活。这紫玉龙骨比之前的钻石龙骨要强了一截，所以他现在自然而然的在这紫池内存活了。他的骨骼强度原本就极高，毕竟仙体魔铁同时具备，尽管还是仙王层次，但骨骼强度已经超过了许多准帝了。之所以在青池都无法存活，只是因为这池子呀只有龙骨不被排斥，而现在得到紫玉龙骨之后，他的骨骼强度已经超过了之前的自己。这次变化总算是让他的实力得到了极大提升。想到后面还有俩池子呢，还要再痛苦2次，他不禁悲从中来。但是自己要装的叉，含泪要装完。从池水中一冒头，全场又是一片震惊啊！还活着呢！哎呀，这可是紫池啊，准帝后期才能踏足呀！苍城大帝还是仙王，竟然能在这里存活，要不怎么能被尊称为龙帝呢？确实啊，龙帝就是与众不同啊。不知不觉间呢，青龙和金龙两国的龙族都改了称呼了，发自内心的承认他是苍龙国的龙帝。看来这次青龙大帝真错了。是啊，这注定是将来的龙族巨擘。幸亏用了风龙池验证，要是灭杀和驱逐他，那可是整个龙族的损失啊！听着下方的议论，青龙大帝很憋闷，自己真的没看错，他真的是个人类呀，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被打脸呢？从苍灵出场到青池、蓝池、紫池，他的断言连着错了4次了。再这样下去，他哪还有脸当什么龙族的先知领路人呢？紫玉龙骨，即便准帝后期都很罕见，你又是怎么做到的？他现在顾不上许多了呀，只想早点解开这个疑惑。成哥嘿嘿一笑，告诉你个秘密啊。什么秘密？全场龙族一惊，都竖起耳朵准备听什么惊天秘闻。结果呢，成哥只是很随意的装了一个五花大叉。其实我一直都很低调的隐藏了龙骨，怕把你们吓到。我隐藏你大爷啊！青龙大帝差点想破口大骂了。你当我看不出你一开始几斤几两吗？还隐藏呢？你要是说每进一个池子都会产生一次异变突破，我还能保持那么一丝丝的相信。苍龙女帝忍不住笑了。虽然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但是能看到玄冥之别，还真是很不容易。小弟啊，你好样的呀！成哥很谦虚的把军功章分给他一半，都是姐姐熏陶的好。这再次逗得苍龙女帝咯咯娇笑。成哥偷空看了一下面板，不错，这次得了5000万功德，比之前还多呢。在这么多高手还有龙帝的面前装叉，那收益就是很喜人呢，必须要再接再厉。想着即将面临的痛苦，成哥咬牙再次突破一重，进入了白池内。短暂的沸腾之后，池水又平静了。疯了！你这今天进白池干什么玩意儿？这可是准帝都无法踏足的区域啊！是啊，
当年那次风龙池开启，就一位准帝死在里面，太可惜了。他是龙帝，或许会与众不同吧。他很可能会创造奇迹。这次呢，青龙大帝没吭声了，连着4次被打脸，学乖了，不主动送了。痛苦的10几秒后，被白池杀死的江掌门再次听到系统提示：宿主被杀，正在检测敌人实力，安排复活方案。宿主获得无垢龙骨，宿主复活。成哥表示习惯了，甚至觉得有些枯燥。然而当他再次出现时，还是引起了青龙大帝的惊呼：无垢龙骨！你竟然得到了无垢龙骨，这不可能啊！这是龙帝层次才有的龙骨呀！这就是龙帝层次的骨骼了吗？成哥总算提神了，原来不知不觉间自己提升到这个程度了吗？他内视了一下自己的龙骨，发现确实非同一般呢。那一根根骨头全都泛着莹白如意的光芒，仿佛照亮了体内的另一个世界，宛若一根根连通小世界的支柱，甚至从那骨头上还能感受到一阵阵特殊的韵意。而下方那些原本因为成哥一次次活着而渐渐习以为常的3股龙族，也终于跟着惊呼起来：不可思议呀！他竟然得到龙帝层次的龙骨了！不愧是新一任的苍龙大帝呀！苍龙一族真是选对了呀！这岂止选对了，真是捡到宝了！苍龙族那边呢，早已经欢呼雀跃了。原来大帝不光是9纹血脉，还是无垢龙骨，这才龙王层次就如此底蕴。要是到了龙帝，岂不是很可能会超越之前的3位龙帝呀？成哥再次检查了一下系统面板，发现这次得到的震惊值换算成功德之后，差不多还是6000万。怎么会这样呢？不是说这无垢龙骨达到龙帝层次了吗？难道不该一下子飙到1个亿吗？那起码也8000万意思一下吧。这么多的龙王和准帝，甚至还有2个龙帝呀！稍微思索一下明白了，这些人的震惊其实只是因为无垢龙骨，至于他还活着已经引不起什么震惊了，毕竟都习惯了，早就有了他还活着的心理预期，所以没什么震惊了。那这么下去不行了，后边还有个黑池呢。眼见他要游向最高层的黑池方向，苍灵忍不住出来劝说了：你还打算前进吗？到了白池，你已经足够得到所有龙族的尊敬了，现如今论谁都无法质疑你龙帝的身份。第385集，人为增加悬念。成哥微微一笑，都到了这一步了，不把茶装完未免太遗憾了。苍灵没好气：你根本不明白黑池有多危险，其实即便是曾经的我也没有把握活下来。不是吧，这池子不就是你们自己建的吗？是我们造的没错，但黑池本身就是个意外。苍灵回忆着：我们原本是不打算造9个池子的，第8个已经是龙帝的极限了。但在建造这风龙池之前，陨落的龙族准帝和龙王太多了，他们的骨血提炼后的种子气息也太过强烈。第9个完全就是因为其他池子无法承载那么多骨血种子，所以我们把剩下的全都放进了黑池，当成了一个存放点而已。这池子比之前的白池要危险了至少10倍以上，我们从没想过用黑池来考验。原来还有这么一出呀！感情你们3大龙帝自己也通不了关？他深吸了一口气。无论这黑池多危险，都无法阻挡我的脚步，我必须要进去。为什么？苍灵还真想不出什么一定要进去的理由，因为哥能复活，而且还能再得一次震惊值啊！江掌门自然不会这么说，于是又随口卖了一个好。因为苍龙族这数百亿年颜面扫地，我作为龙帝，现在要加倍的把这脸面挣回来。这苍灵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以他对江城的了解，这肯定是在装傻，但这话却又说进了这位苍龙之祖的心坎里，让他不想反驳。而在他沉默的片刻，成哥已经跃入了最后的黑池。青龙大帝猛地一震，龙目瞪得极大，那小子居然还敢继续。就算他疯了，那苍灵总不该也疯了吧？倒是下方其他龙族不明情况，他们并不知道这虫连龙帝都过不去，反而一个个期待着成哥再次复活呢。毕竟都创造那么多次奇迹了，多创造一次那也很正常。能过白池，再过个黑池直接打通关，很正常。他们根本不知道黑池的由来和凶险之处。一进黑池，成哥龙体连3秒都没扛住，就彻底溶解了，而后华丽的死去了。宿主被杀，正在检测敌人实力，安排复活方案。宿主获得噬元龙骨，宿主复活。再次内视龙骨，成哥自己都被震惊了。这龙骨乍一看和之前的无垢龙骨分别不大，只是镀上了一层暗色的光辉。然而仔细一看，就发现每根骨头上都有着神秘至极的细小纹路，那不是规则，也不是法则，是什么呢？成哥自己也说不清，他只知道他就应该是那样，代表着天地的治理韵味。体内的小世界里甚至有了阵阵仙音传来，
悄然间，他发现自己已经从8品仙王突破到9品仙王了。这重原本是特别难的，需要的丹药至少是前8重总和的5倍以上，而现在呢，水到渠成，跨过去了。与此同时，他的仙果也发生了巨变，从之前层次出尘，正式跨入了羽化的层次，而只有达到这个层次，才有资格成帝。这次风龙石还真的是进对垒，省去了他不知多少事，实力得到极大飞跃，同时还通过了这风龙石。成哥是意气风发，正打算出去装个叉呢，但紧接着他按捺住这个念头，因为他想到了上一轮白池时，大家都觉得自己肯定活不下来了，所以呢，压根不震惊了。既然如此，那成哥居然无聊到打算人为的增加一些悬念，降低一下大家对自己的期待值。于是呢，他就沉在那黑池的底部装死，迟迟不上来。外面那些龙族还真的没有出乎他的意料，一个个的习以为常了。哎呀，苍龙大帝肯定能出来了，没错，我打赌100两黄金，这次一定通关。你傻子才给你赌呢。就是苍龙大帝都已经是龙帝级别的无垢龙骨了，这回肯定能继续往存活呀，这都不用想呢。早就说了，这考验对龙帝是侮辱。就算是他还是龙王境界，那也还是龙帝呀。上空青龙大帝那听得很是郁闷，就你们这些傻子呀，黑池就算真正的龙帝都过不去了好吗？但是呢，他现在学乖了，就算内心觉得这关不可能有龙能过掉，也不开口预言江城必死了，免得被当众打脸。结果呢，就这么等啊等，1分钟、3分钟、5分钟、10分钟。之前成哥每次就几十秒就出来亮相了，这一次居然拖了那么久。望着那依旧平静无波的黑水池，所有龙族都渐渐动摇了。这次不对呀，怎么还没上来啊？难道出事了吗？应该不会吧？苍龙大帝既然主动选择下去，那他应该是有把握的。有些龙族到现在居然还对成哥保持着一定的信心，主要呢，之前几次奇迹闪瞎了眼。青龙大帝和苍龙女帝却没那么想，后者渐渐的焦急了，然而只是一缕残念，他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干等着。而青龙大帝则是控制不住自己嘴角的笑容，死了，这次绝对死了，大帝敢打包票。行了，你们不用再期待了，他已经死了。本来决定再也不随便开口的大帝，终于还是按捺不住自己想预言一下的心，又一次开了金口。我承认，他或许是龙族，如果能活下来，将来绝对能取得极大的成就，甚至可能超过我。他故意唏嘘感慨了一下，还抬了抬成哥，反正呢，人死了也不用赔了。但很可惜呀，他太不自量力了。这么一颗注定会照亮整个龙界的初阳，就这么熄灭，我也深表遗憾。这话说的就像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惋惜后辈夭折一样，而他这结论也让本就渐渐变得不安的全场再次哗然了。苍龙谷那边，苍极、苍穹、异空等龙族完全无法接受，苍城大帝怎么可能这么死了呢？啊，不可能啊！苍城已经是无垢龙骨了，和你们龙帝一个层次呀！这风龙池根本杀不死他，你只是在嫉妒他，故意咒他。青龙大帝嗤笑，我堂堂龙帝用得着嫉妒他吗？这黑池你们根本就不懂。俯视着下方充满求知欲的群龙，他冷哼了一声，权威专家的气息满满。谁告诉你们龙帝就能过黑龙池了呀？实话告诉你们，黑池就连我也没把握活下来。无垢龙骨的极限就是白池，他还只是个龙王，根本都不到龙帝境界，凭什么活下来？原来黑池这么厉害吗？龙帝都过不了？三股龙族全体懵逼。本集第386集，3大龙族臣服。不可能，怎么会这样？情急之下，苍极、异空等龙族都忍不住求助于苍龙女帝，希望能从他口中听到否定的说法。大帝，这是真的吗？青龙大帝骗我们的，对不对？苍灵悠悠叹气，他说的是实情，不过我也不相信苍城就那么死了。后面那句呢，已经被全场其他龙族忽略了。三股龙族都炸开了锅呀，甚至就连青龙和金龙两股也跟他惋惜起来。可惜喽。是啊，妥妥的大帝之资呀，不该挑战黑池的。
上方青龙大帝听他们的议论，心头那叫一个舒爽。哎呀，总算给自己预言对了一次，而且呢，江城死了，他不用赔了呀。好了，结果已定，我承认苍城通过了之前的考验，但很可惜他自己不自量力的冒进，好高骛远。你们今后要引以为戒。为了挽回自己的公信力，青龙大帝又忍不住多说几句。本帝早已看出他是短命之相，所以一开始才那么不看好他。现在终归还是应验了呀。原来是这样吗？下方那些龙族不由得服气了，不愧是青龙大帝呀，连这命运都提前看到了吗？好了，这场考验到此为。大帝正要收了神通，这时呢，黑池中却起了变化。成哥待了那么久了，寻思着，哎，外边该着急了吧？所有人应该都觉得自己死了吧？这时候再冒头，震惊值估摸着能高一点。他这再次一现身呢，全场顿时变得死一样的寂静。不是说这关不可能有龙能过掉吗？不是说他死定了吗？望着那带着水珠缓缓升到上空的九纹苍龙，哪里有一丁点受创身死的模样？他们忽然觉得苍城大地比之前有了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变化，就像是进化了一样。除了实力境界提升了一部分之外，似乎某方面的特质与其他所有龙族都不在一个层次。始元龙骨虽在体内，那隐隐散发的丝丝神秘韵味却足以让在场龙族如痴如醉，仿佛那才是龙族的中心。苍龙大帝！苍极忽然奋力嘶吼起来，紧接着整个苍龙谷所有龙族齐声响应：苍龙大帝！渐渐的，就连金龙、青龙两股许多龙族也不约而同的欢呼起来。那是发自内心的臣服，他通过了黑池，而刚刚青龙大帝自己承认自己过不了，所以呢，他比青龙大帝还要特殊。这样一位龙帝，大家要是还不满意，那就是有眼无珠了。尽管实力连准帝都不到，但从这一刻开始，在所有龙族心目中，江城已经拥有了和曾经三大龙帝并驾齐驱的地位。青龙大帝眼珠子都快瞪碎了呀！这次他是真的从头到尾都清了，他有足够的理由怀疑江城是故意的，这他娘故意拆自己的台是吧？你既然没事，你不早点出来，你干啥呀？你偏偏搁池子里你留那么久，害得堂堂大帝又一次预言出错了。片刻前他还信誓旦旦说江城是短命之相，你这下好了，脸都被打肿了呀！你这是什么龙骨？他再看陈哥的龙骨，就发现那上面仿佛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雾，再也无法看穿了。然而不用猜也知道，那肯定是比无垢龙骨更高级。成沟从黑石出来的成哥神清气爽，悄悄查看了一下系统面板，这一次竟然得到了1亿1的功德。说实话呀，他还得感谢青龙大帝的助攻呢，不停的说，哎呀，他死了，他死了，那震惊值能不高吗？再加上前几次，这波风龙池之行一共得到了3亿的功德，他突破准帝可算是有望了。也幸亏在场有龙帝，还有那么多的准帝，再加上震惊值，最后全部拉到了顶点，要不然呢，还真不可能有这么大收获。其实本帝一开始就拥有这始元龙骨，只是怕吓到你们，所以才一直以低阶龙骨示人。但是没想到啊，最后的黑池还真是有那么点小危险，不得已之下，我只能全部展露出来了。那话里话外全都透露着咱不想那么高调，但是被迫无奈的逼王兮兮。青龙大帝心说，我信你个鬼，你个糟老头，你当我是傻子呢？难道是那池子有什么古怪吗？就连他都有些跃跃欲试，想去里面走一遍。始元龙骨那是什么？暗处的苍灵也不禁疑惑了，这个龙骨他闻所未闻，而青龙大帝也是第一次听说，只能酸溜溜的说，谁知道呢？或许比无垢龙骨强那么一丝丝吧。苍龙女帝幸灾乐祸，替成哥逼战。君明，你该认赌服输了。又不是输给你，你高兴什么呀？这么多年第一次看到你吃瘪，高兴一下不行吗？成哥结束考验之后，回到下方，再次接受大家顶礼膜拜。苍极、苍穹等苍龙谷的高层看他的眼神，那叫一个热切和崇拜。就连一旁金龙谷众龙也是频频看来，似乎想说些什么。全场唯一一个喜忧参半的，恐怕只有纪凌寒了。这苍龙大帝成功通过考验活下来自然是好事，可是这也证明了他是真的龙族呀，而且是比其他所有龙族更纯粹的龙，就连青龙大帝都承认了，难道他真的不是江尚文吗？成哥通过风龙池考验，一举得到了全体龙族的认可。美中不足呢，就是这次飞仙门弟子和萧坤、纪云等人压根没提供多少震惊值，这些人见多了他创造的神迹了，从一开始就盲目相信他一定能通关。
这让成哥很惆怅。你说这么一大群魔王弟子没能成为震惊时的工具人，浪费嘞。不过好在呢，几天之后青龙大帝那边果然遵守诺言，将攒了几百亿年的战利品全都送了过来。稍微那么一清点呢，他嘴角都咧上天了。8阶仙器仙甲26件，7阶更是多达了725件，极品仙宝15件，上品430件。事实上呢，这其中大部分都是青龙大帝数百亿年前与仙魔2界大战时亲自打下来的。尽管他主张收缩退避，但当时人族崛起扩张，战火波及仙界每个角落，他也不免被迫参与了许多大战。大帝那是何等实力，一条2、3个人族仙帝魔帝不在话下。他老人家当时灭掉的准帝都可以组成一个加强连了，战利品原本比这多好几倍的，只不过呢，大部分后来拿去和天书阁兑换了龙族修炼资源，剩下这些都是卖相比较闪闪亮亮、光芒四射那种，所以才留下来作为青龙宫的装饰品，顺便彰显大帝的战功。而现在呢，全都搬来便宜了成哥了。本集第387集，热情好客且高尚。哎呀，谢谢啊，谢谢啊！看着送货上门的青龙大太子玄海，成哥就像看一个尽职尽责的快递员一样，只觉得他是那么的可亲可爱，完全忘了前几天这货还带着10几个准帝打上门来。怎么没有丹药和天才地宝呢？玄海差点被他气得吐血了。咋的？你还不满意啊？你凭什么觉得我们会把人族的丹药和天才地宝留着不卖啊？你为什么会这么觉得？你还嫌不够多吗？这次送来的仙器里有10几件是他自己的收藏，这哥们儿正恼火着呢，现在完全是一点就差。成哥知道他心头低血，倒也没有在意。哎呀，嘿，我这不是怕你们出门前健忘，好心提醒一下吗？想到那原本亮瞎眼的青龙宫，在摘下所有仙器仙宝装饰后的破落样子，玄海破口大骂：你才健忘了，你全家都健忘！哎呀，大家都是龙族，都一家吗？你别这样骂自己吗？谁跟你一家了？见外了不是吗？哎，有空常来坐啊！来一次就送了这么多宝贝，成哥对他很看好。虽然青龙谷这次被自己坑光了，但以后呢还会有新的嘛。来你大爷！玄海表示这一辈子都不想再来苍龙谷了。为了多活几年，他已经不想跟这个家伙聊下去了，交接完毕，逃命一样的离开这里。哎呀，我这么热情好客，他怎么好像有点不领情了呀？暗处的苍龙女帝闻言也是一阵无语，你干了什么自己没点逼数吗？啊！收起这些仙器仙宝，陈哥决定开始用功德兑换丹药充级。如今3亿功德，他觉得从9品仙王突破到准帝应该没问题了。从仙王到准帝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蜕变，准帝已经算是帝境了，而帝境最大的特征就是选择一门大圆满的主规则继续精炼。突破过程中能与内门规则之心直接沟通，之后不断的融合，加深自己与这规则的联系。准帝阶段的提升就是与规则之心的联系越来越深，能带来的实力自然也是越强，直到最后成为这门规则的化身，那就是仙帝了。你打算学哪一门规则？苍灵并不知道他有992条主规则，不过想想这样的妖孽，那至少也得有10几条以上嘞。成哥想都没想就回答了：速度规则呗。你不是说只有我以后成了速度主宰，才能将你从那规则之心里面救出来吗？苍灵沉默了片刻后，他才呢喃说：你有没有想过，一旦我脱困了，你到时候会从速度主宰的位置上被赶下来？他当初成为速度主宰，并不是像其他仙帝魔帝那样一步步修炼来的，而是因为他与速度规则之心相伴而生。那只要他活着，那规则就一定会选择他，这就是生得早的优势。不是他选择规则，而是速度规则会自动选择他。成哥拍着胸脯很豪迈地答道：有姐姐罩着，我当不了仙帝有什么关系呢？事实上这当然是屁话，这哥们儿向来无利不起早，怎么可能那么高尚呢？他之所以这么选择，只是因为另有打算。从仙帝被打落回准帝，这对其他任何人而言都是毁灭性的打击，但对成哥呢不算什么。他开了那么多的挂，无非就是多赚点功德的事情，而且他原本就有一个野望，那就是多当一个规则的准帝。规则之心一旦到仙帝就彻底定型了，再没有其他的选择余地。而被打落回准帝还能重新再次选一次规则之心，在他看来呀，反而是一个机会。倒是自己既是速度规则的准帝，又是另一个规则的仙帝，战斗力那不是屌炸天吗？苍灵哪知道他竟然抱着这种不可思议的想法，他被彻底震撼了。你竟然对我那么好，这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不，这是怎样的一个龙啊？为什么这么伟大呢？为了了解你，我愿做任何事。成哥无师自通地说着肉麻情话，继续刷好感。
小弟啊，姐姐真的被你感动到了。苍灵的声音凑近他的耳畔，就像爬到了他的心尖上，一点点的撩拨。将来姐姐要是能恢复过来，一定天天保持人形。这成哥差点当场狼嚎啊！他的干劲瞬间提到了顶峰，升级，必须升级，老子要升级啊！想要进入准地的突破状态之中，自然还是需要仙元之力的积累的。看到他不断从虚空中掏出丹药塞进嘴里，苍灵倒是表示很理解，毕竟他知道江城是人类，作为人类的仙王，哪能没点丹药储备呢？但随着成哥越吃越多，很快超过了寻常仙王突破准地的3倍量时，他也不得不惊讶了。你怎么还没突破？那个哥的情况有些特殊，悟道仙术和992道主规则铸就的仙国，想提升境界所需的仙力积累实在太恐怖了。苍灵虽然不知道他的具体情况，但江城的妖孽的天赋肯定不是正常人，底蕴深厚，突破起来自然也更难。不过当成哥吞服的仙丹超过一般准地10倍时，他无法淡定了。这丹药总量比准地突破后期还要夸张了，难道你不撑吗？还好啊，成哥有些无奈，3亿多的功德已经用掉2亿了，他还没到那突破的临界点呢。你要是能突破准地，绝对会成为准地之中的顶尖强者。苍灵是老行家了，自然明白难突破往往都是因为力量太强，这种人突破之后实力也会远超其他人。野哥的俊帅，那要做就要做到同境界第一嘛。那我还真是拭目以待了。没多久，成哥用掉了3亿功德，那突破的临界点也终于到来了。突然之间，仙国内悟道仙术大放光芒，他的仙魂意识也凭空降临在此。然而呢，此时的仙术却并不在仙国内，而是在一片混沌空间之中。在那仙国四周，992个形状各异的光团环绕旋转，每一颗都透着微光，看起来就像是一串超大超长的项链。成哥知道，现在是选择精炼规则的时刻，只能选择一样，选完就确定了。在那992朵光团中，他找到了速度规则，然后点了进去。顿时啊，速度规则巨量放大，比其他主规则大了足足10倍之多。江城整个人都被急剧地拉近了与他的距离，仿佛再次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这一刻，他终于触摸到了那速度规则之心。他无形无质触摸到他的江城，感觉自己并没有动，却又似乎每时每刻都在以超脱某种界限的速度疯狂地穿梭。本集第388集，规则之心的烙印。激动和极静在这里竟然达到了诡异的平衡。江城以仙魂为引，迅速在那规则之心上烙下了一道属于自己的烙印，这也是突破准地的必经之路，代表着与这道规则形成桥梁。玄妙的突破体验仅仅持续了几分钟，随后他退了出来。而在退出之前的瞬间，他仿佛在那规则之心内部看到了一道龙形的阴影。难道那就是被速度规则之心融合的苍灵吗？遥远的魔界，一座隐秘洞府内，一名头戴紫冠、身着紫袍的黑须男子陡然睁开双目，锐利的目光四射，宛若追云逐电。又有新的准地了吗？选择速度规则，不自量力。此人正是如今的速度规则主宰裂空魔帝。作为速度规则的化身，这规则多了一个代言人，他自然是有所感知的，只不过呢，不知道是谁罢了。绝大部分魔帝仙帝都不希望自己主宰的这门规则有太多准地，因为那全都是潜在的竞争者。换过来也可以说呢，大部分准帝都想干掉自己这门规则的主宰者，唯有这样他们才有机会成为新的仙帝，否则呀，一辈子都可能没法出头了。成哥目前没想那么远，退出了速度规则之心后，他这次突破过程就结束了。然而睁开双眼之后，他却是目瞪口呆。你突破失败了吗？怎么还是9品仙王？苍灵虽然只是一缕残念，但看个境界还是看得清楚的。没有啊，我突破很顺利啊，也在速度规则之心上刻下烙印了呀。按理说呀，刚刚突破是成功了，就连遥远另一边的速度规则主宰裂空魔帝都认为多了一个准地。那你现在应该是整地了啊，怎么会这样？成哥眉头微皱，突然想到了什么。我想问问，主规则太多或者仙国核心太高级的话，会不会影响到准地的突破呀？这我还真不清楚。苍灵诞生时就直接是龙帝了，压根儿没突破过，他还真没这方面经验。实在不行，叫苍吉、苍穹他们来问问吧。片刻后，不光苍龙族7大准帝，就连墨尘也被成哥喊了过来。大帝，您找我们有何要事啊？掌门定是又有什么神来之举要老朽配合的，只要您吩咐一声，老朽定然肝脑涂地，赴汤蹈火，竭尽所能。
龙族7大准帝愣了一下，这老家伙说话可真动听啊。老莫，你猜错了，我这次只是为了问问准帝突破的事情。准帝突破？苍极一脸喜意，您要突破准帝了吗？这可是我苍龙谷的喜事啊！掌门突破乃是震动仙界的壮举。墨尘站起身，振臂高呼：从此仙界第1准帝即将易主，此乃历史性的一刻，老朽能有幸见证，实在是三生有幸。苍龙谷7大准帝全体呆滞了，哪儿跟哪儿哪一出这闹的呀？这家伙不嫌吹捧的太肉麻了吗？然而紧接着呢，他们就看到苍城大帝大笑的站了起来，他拍了拍莫仙人的肩膀，笑着：哈哈哈哈，老莫，低调低调啊！莫尘肃然啊，掌门性子谦虚低调，但老朽实在忍不住内心的激动啊！一定要稳住啊！掌门教导的是。苍极、苍穹、异空等龙族表示有点被刷新3观了，看起来大帝对这套很受用啊。最近这老头和他时常见面，走得很近，几乎就像心腹一样，难道这就是原因吗？片刻后啊，众人总算知道原来是突破失败了。突破失败很正常啊，异空安慰大帝，您不用太担心，这是很平常的事情。莫央也说了，当年我突破了3次才成功进入准帝，那规则之心太难触摸了。成哥摊摊手，但我不但触摸到了，而且还留下了仙魂烙印呢。苍极惊讶，这应该是成功了呀，老朽也没听说过这事，按道理这已经是准帝了，一定是因为掌门与众不同。陈哥心说了，你好歹给点建设性的意见呢。倒是苍穹突然来了一句，大帝现在可能与速度规则之心沟通啊！我试试啊。陈哥于是催动仙魂，触发遥远的另一个世界的规则烙印，紧接着他再次感知到了那规则之心的存在，随之而来的还有一股属于速度规则的力量。这股力量赫然就是准帝初期层次的。这股达到准帝层次的规则力量，周围这几位准帝当然能清晰地感知到，这就是准帝呀！对呀，而且都接近准帝中期了。苍极原本还以为出了什么问题，现在放松了，连声赞道：果然不愧为大帝，突破都这么与众不同啊！一旁的莫仙人斜眉看了眼这老苍龙，忽然感觉到一丝竞争的压力。他原本也打算这么夸的，结果呢被抢先了。这老龙过分了呀！有样学样啊，想要抢夺自己的第1心腹红人的位置吗？而老苍龙显然也感知到他的目光，递过去一个挑衅的眼神。别以为就你会，你擦，是可忍孰不可忍呐！莫仙人大怒。莫央并不知道两人的明争暗斗，思索一番之后才说了：可是苍城大帝的仙力境界还是9品仙王，这是怎么回事啊？是啊，境界不到准帝，终归还是有很大差别呀。准帝层次仙国稳定程度是仙王无法比拟的。几位龙族高层愁眉不展。哎呀，你们的见识还是不够啊！莫尘得意捋须一笑。于老朽看，这不但不是坏事，反而是好事。程哥来兴趣了，你说说怎么个好法呀？想要得到规则之心烙印，只有在突破准帝的过程中才有机会。其他人突破时，要么烙印成功成为准帝，要么烙印失败，下次突破时再尝试。而掌门你天赋异禀，明明成功得到了速度规则之心的烙印，却依旧没突破境界，那就意味着您下次再突破，又能再次烙印其他主规则。莫尘目光火热地望着程哥，语气突然高亢起来。不出意外，掌门，您将成为唯一一个拥有2系规则烙印的准帝，这不是好事又是什么呀？天上地下独此一家，掌门果然是天选之人呐！他这习惯性吹捧的同时，内心也是真的震撼。江掌门这气运到底有多深厚，完全深不见底，这种事都能发生在他的身上。一旁其他几位准帝先是思索，随后也纷纷变得高兴。没错，确实是这样。哎呀，这要真到了准帝，就没有再选的机会了。大帝没突破境界，反而多了一次烙印机会，真的太不可思议了。想不到还真是祸兮福之所依呀！2规则烙印带来的力量将远远强于其他同阶准帝，这是我们整个苍龙谷之福呀！本集第389集，印小雪的算盘。程哥听到这说法也放心了，2个规则烙印更强，他只要能确定这点就行了。这确实是其他人做梦都求不来的好事。至于原因呢，他猜测要么是悟道仙术层次太高，要么是992道主规则太多，一个规则烙印根本带不动。
好事归好事，不过这也意味着自己需要更多的丹药来进行再次突破。毕竟每次烙印过程都需要大量仙力作为支撑。这次会议之后呢，他特意找到苍龙族的几位高层问了问，咱们苍龙族有没有什么人族能用的修炼资源，仙器法宝、丹药、天材地宝都行。这个有倒是有，那不赶紧的。程哥心道自己真是糊涂了，身为苍龙大帝，居然忘了自己的后院也是个宝库。然而呢，等他真的到了苍龙族的宝库，整个人傻眼了。这里面堆着一堆堆的黄金、珍珠、翡翠、玉石，闪闪发亮。这些人族能用修炼资源确实有，但最高呢，也就是2件7阶仙器，剩下的都是7阶以下的，而且数量极少。怎么这么寒酸呢？青龙族不是都有那么多吗？苍极、苍穹、一空等几位全都惭愧地低下头。我族近些年太没落，出战不多，而且得到的资源大部分也都和天书阁换了妖族资源，再加上没有大帝坐镇。程哥叹了口气，这也没办法，看来自己想要多挣功德换点丹药，还得想其他办法呀。他看了看戒指内一堆的8阶、7阶仙器，最终还是决定先发给飞仙门那群弟子吧，提升了他们的战斗力，才能在前线赚得更多。而这几天呢，罗远、秦畅、唐儒等前线弟子也纷纷接受宗门命令，从前线赶了回来，一共90多人。季师姐，你急匆匆将我们召回来，莫非是龙谷这边出了什么大事吗？叶师姐，你们怎么都复活了？是啊，我们怎么追到苍龙谷了？苍龙一族有这么好仙？我们的后辈怎么也都上来了？不是要仙元令才行吗？飞仙门内，纪凌寒摆摆手，示意他们稍安勿躁。罗师弟、秦师弟，事情是这样的。他将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末了呢，还加上自己的推测。这苍龙大帝对我们太好了，我总觉得他就是江掌门，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死活不肯承认。罗远、秦畅、唐儒等人听完这一系列经过，全都兴奋地跳了起来。这还有什么可猜测的呀？那一定就是江掌门呢！没错，除了他老人家，不可能还有其他人会这么神奇，而且还对我们这么好啊！我敢打赌，这苍龙大帝绝对就是他的化身。别的不说，复活这种事情只有他能办到啊！他在哪儿？在苍龙祖地嘛，我们去找他去吧。他们这些年想念掌门都快发疯了呀，现在得知他就在身边，哪还能忍得住呀？你们不能去！印小雪突然拦在了店门口，张开双臂，一副一夫当关的架势。为什么？人家是苍龙大帝，而且在自己的祖地内，你们这样闯过去，岂不是会让苍龙族上下不快吗？那分明就是掌门，你让开！印小雪寸步不让。苍龙大帝是经过了风龙池考验的，那就是不折不扣的龙族。他有自己的打算，原本对于江掌门他有那份爱慕之心，却没抱太大希望。毕竟呢，以前纪凌寒、林宁、兰姨的机会都比他大，而现在季师姐不确定那是掌门，没法和他亲近。林宁不在这边，兰姨失踪了，那岂不是意味着自己的机会来了呀？他甚至巴不得程哥永远别揭开身份，这样呢，自己还真的有可能借机独占他。为了稳住这帮人，尤其是季师姐，印小雪也算是不遗余力了。我看你们都是想念掌门，想得脑袋出现幻觉了。那是苍龙大帝，我复活时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一头龙，用的也是龙族的特殊血脉仪式，根本不是掌门那种仙术复活。如果程哥听到他这番话，一定会欣慰地摸摸他的头。小雪呀，你真是我最贴心的人，主动为我分忧啊。不过后方墨尘、单太等人就是一脸无语了，你这是信口编造啊！那天复活的时候，掌门分明就是人形啊，哪有什么特殊的血脉仪式呀？只是呢，他这么一说，其他人还真的停了下来。印小雪是复活亲历者，人家的话是最有说服力的。真的？纪凌寒不由得失望坐了回去。印小雪信誓旦旦地拍着胸脯：师姐，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吗？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你现在就在编，而且呢，把所有人都骗到沟里了。后方墨尘、单太等人疯狂的腹诽，不过纪凌寒却是真的信了，毕竟在此之前那么多年，印小雪这个宗门内务大总管还真的没骗过他一次。唉，看来是我想多了。罗远、秦畅等人也只能作罢了。如果他真的是江掌门，该有多好啊！是啊，也不知道掌门是死是活呢。他们话音才刚落，程哥就主动登门了。一看，哟呵，罗远等人也都回来了。大殿内突然多出了10几位准弟，他不由得暗擦汗，还好哥没暴露身份，要不然呢，掌门还不如弟子的境界高，这一幕多没面子呀！哈哈，大家都在呢。印小雪第一个迎了上去。哇，苍龙大帝您来了，我还以为你把我们都忘了呢。他如同乳燕投林一般飞进程哥的怀里，还用脑袋蹭了蹭，完全不在乎这是苍龙之身。程哥有些措手不及，只能打了一个哈哈。哎呀，怎么可能呢？
我那么仰慕江城掌门，他的人那就是我的自己人嘛。那我以后可以去找你玩吗？你救了人家，人家还想多感谢你呢。印小雪一点不客气，直接坐到他那粗壮的龙臂上，两条修长小腿悬空一荡一荡的，脑袋枕了上去，又伸出青葱玉指，在他那龙颈上轻轻的画圈圈，划得陈哥浑身触电般酸麻呀，那差点瘫了下来呀。那个都是自己人，不用这么见外啊。他暗地抽了抽嘴角，这是玩哪出呀？当众调戏哥吗？韩妹子还在边看着呢。虽然他现在不知道我是我，对吧？但将来他迟早会知道啊。你到时候怎么解释呢？小雪，你这成何体统，还不下来？纪凌寒双眉一凝，沉下脸来。苍龙大帝，请恕我的门人无礼，我一定会责罚他。他现在是真的把陈哥当成苍龙大帝了，自然是要注意礼数的。本集第390集，怎么不继续了呢？陈哥摇手失笑，哎呀，无妨无妨啊，本帝不太在乎这些俗礼。有了季师姐这句责罚，印小雪也知道自己有些过火了，连忙吐吐舌头跳了下来。陈哥刚刚还觉得他的举动太过亲昵，现在呢莫名又觉得有些失落了，哎，咋不继续了呢？见过苍龙大帝，多谢您救了我们那么多门人，还送了海量宝物，为我们提供容身之地。作为飞仙门外务大总管，罗远率众而出，长长一揖，此恩此情，我们没齿难忘，将来一定报答。听他这么一说呢，陈哥放心了，看来这小子也没认出自己。他也不墨迹，直接就把青龙谷迎来的那些7阶8阶仙器以及仙宝全都摆了出来。季掌门，我来此是给你们送宝的。我看你这些门人一身装备也是够寒酸的，魔王了还穿着6阶，严重影响我们苍龙谷的整体形象啊。这还有这种送宝的理由吗？纪凌寒、罗元等人目瞪口呆。苍龙大帝通过风龙池按照约定赢了青龙谷那边的一堆宝物，这事他们听说了，但没想过这和自己有什么关联。这批宝物竟然是为了给自己等人准备了。望着那漂浮在空中五光十色的仙器，感受着仙宝上散发出的摄人波动，许多弟子眼睛都直了，就差当场流出哈喇子了。陈哥说的没错，他们目前的装备太寒酸了，整体差其他同阶仙人一个档次，而对于任何修士来说，装备都是无法拒绝的刚需。这真的是送给我们的？那还能有假吗？哎，这也太贵重了，让我们怎么好意思呢？罗岩嘴上这么说着，但眼睛一直没有离开眼前一柄8阶仙剑。那把剑是土规则的，正是他进入准地后主修的规则。如果得到这把剑，那他在前线面对其他魔修就再也不用那么被动了，甚至就有把握斩杀同阶魔修。这对他的诱惑太大了。纪凌寒动动唇，想说我们不能收的，然而看着身边那些师弟师妹师侄渴望的眼神，哪里说得出来呀？那我们就却之不恭了。大帝此情，我们铭记在心。今后苍龙谷若有差遣，我们一定冲在第一线。程哥一阵无语，你们还真的是很实在呀。他离开之后，众弟子兴高采烈地换上了新装，准帝几乎全都拿到了8阶仙器，总算跟上了仙魔2阶那些准帝的待遇了。而魔王级别的呢，也大部分拿到了7阶仙器。望着众人那欢呼雀跃的表现，纪凌寒欣慰之余又有些担心。师姐，大家得到新的仙器，实力大增，你怎么还愁眉不展呢？纪凌寒轻叹一口气，无缘无故的好，往往代表着别有所图。苍龙大帝对我好过头了，我不愿把他朝坏的地方想，但是欠了他那么多人情，总觉得心里不安。他怀疑那苍龙大帝是不是憋了个什么可怕的阴谋计划。作为掌门，他不得不考虑的周全一些。一旁罗远也一脸凝重的点头，表示赞同。这些年我们遭遇过的阴谋和变故太多了，虽然收了他的东西还那么想很不厚道，但实在是不能不防一手。印小雪差点无语了，大哥大姐呀，江掌门要是知道你们这么想的，会很伤心的。不过呢，你们对他有戒心那最好了，这样解的机会可就多了呀。于是呢，他点头表示赞同。没错，大家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更不能和他走得太近了。除了我自己，他默默地在心里补了一句。而这时程哥那边也得到了苍邪的传讯，麒麟族来了。送完了仙器的陈哥原本打算回祖地小憩一会儿的，尽管以他的实力根本不需要什么休息。麒麟族，原来这个族群也是存在的。麒麟的传说他倒是听过，但在修炼界这么多年还真的没见过一只。暗处的苍龙女帝声音传来，当然存在了，麒麟曾经是和我们龙族、凤族并列的顶尖妖族。哦，我懂了。凤族掌管飞禽，龙族掌管海洋众妖，麒麟则是管理着陆地上的走兽，对不对啊？苍灵笑出声，
你这妖族的小萌新，就不要不懂装懂好不好？谁告诉你我们掌管海洋众妖了？成哥难得装插失手，只能耸耸肩化解尴尬。我听过的传说就这样啊。玄冥掌水系规则，他的青龙一族当年倒是和海里的巨妖有过往来，也同属过一部分，不过那都是以前的事了。苍灵没好气。而我们苍龙一族以前常年都是在天空活动，我们甚至有过持续翱翔100万年不曾落地的经历，拿什么去管海洋众妖啊？翱翔100万年，不累吗？他有些无法想象的画面。累倒是不累，就是很枯燥。那图什么呢？图，这是重点吗？苍灵的语气忽然变得恶劣。现在讨论的是麒麟族，你不要打岔。行，你说吧。陈哥暗暗腹诽，估摸着他当时只是为了拉风。苍灵继续说了，陆地走兽同样也不止麒麟一家有妖帝，不过他们那一族的2位妖帝也是仙界初开始就诞生了，还从远古时代一直活到了现在。而且不光如此，整个仙妖大战期间，麒麟族几乎完好无损，甚至还有70多位准帝。那是怎么活下来的？仙魔2族崛起对妖族开战时没搞他们吗？还真没有。为啥呢？麒麟族那2位大帝分别执掌福与祸2大规则，所以很会审时度势。苍灵说到这里，语气变得有些讥诮了。哼，人家早早的就和人类建立好了友好关系，仙妖大战时两不相帮，战后还派了几个妖王给人当坐骑，活得好好的呢。与他们相比，玄冥都算是个斗士了。虽然提议避退归苏，但是为了抵御仙魔入侵龙骨，总归也打了不少硬仗。哦，原来是个二五仔呀。那他们没被妖族清算吗？没有啊，他们实力保存的最完整，何况妖族再内斗的话，那就真的要湮灭了。如今他们在妖界过得风生水起，很有话语权。被这么一科普呢，成哥对那麒麟族算是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这时他也来到了会客大殿。大帝来了，恭迎大帝。在苍极、苍穹的带领下，苍龙族一众龙王分列2侧高空，低头行礼，那场面是相当壮观，很给他这个苍龙大帝牌面。成哥暗赞了一声，上道吧。本集第391集，麒麟族来访。这时呢，江城也看到了麒麟族的来客，一共2名准帝和4位仙王，而出乎他的意料，除此之外呢，竟然还有2名人族仙王。为首那名麒麟族准帝上下瞥了他一眼，默然说：“你便是新任的苍龙大帝？”“啊，是我呀，咋的了？”听了麒麟族的事迹之后，成哥对这个族群也没啥好感了。那准帝就像评委打分一样，淡淡的说：“你们苍龙族还真是越活越回去了，竟然选一个龙王当大帝，就算是久闻苍龙，这实力也太低了点吧。”一旁的苍极顿时沉下了脸：“启蒙，我族大帝不久前刚通过风龙池的考验，麻烦你放尊重点。”“苍极，你最好弄清楚你们苍龙族如今的地位。”启蒙准帝傲然说着：“没有我们麒麟族从中斡旋，你们苍龙谷早就被仙魔2界攻占了，还风龙池，我们又没试过，谁知道是不是你们和青龙大帝串通好了演戏了？”“哎，行了。”成哥有些不耐烦了，这家伙哪来的优越感呢？有屁赶紧放啊，没事赶紧滚蛋，跟忙着呢。你竟然出此粗鄙之言！虽然嘴上没把成哥当回事，但启蒙也知道这是一族大帝，实在没想到他说话这么直接呀。成哥撇嘴：“你一个麒麟族的小喽啰，能越级和我这样的大帝直接对话，你难道不足以感到荣幸吗？啊，你别不知足。”暗处的苍龙女帝都忍不住笑出声来，启蒙差点被他气糊涂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你会后悔的。我今天来找你是要查清你的苍龙谷内藏着的人类。”“你啥意思啊？”成哥感到莫名其妙。你自己身后不也跟着俩人做仙王吗？何况苍龙谷轮到你来查清了？你还有这权利吗？我代表万妖宫来的。万妖宫那是啥呀？启蒙有些懵逼了，感觉这谈话很难进行下去了。你身为苍龙大帝，连万妖宫都没听过？一旁的苍极和一空一拍脑门，忘了大帝最近才回来，压根不懂妖界这边的基本情况呀，连忙解释：“禀大帝，万妖宫是妖界各族为抵御仙魔2界联手创立的一个联盟，我们苍龙族也是其中一员。平时各族自行其事，战时呢则要归万妖宫统一调配。”这个联盟和仙界那边的仙盟差不多啊，原来这样啊！成哥无语了。那既然是为了抵御仙魔2界，
那这麒麟族当年压根没和仙魔两界交手，怎么也能混进万妖宫呢？你现在知道了吧？齐猛一仰脖，露出了脖子一连串红色的珍珠。万妖宫那边查到你们苍龙谷最近有大批人族修士进驻，我们怀疑这和最近一桩滔天大事有关。成哥差点被逗乐了，万妖宫还负责查案呢？哎，什么滔天大事呀？无极洞天被灭之事。那2名人族仙王跃冲而出，冷声说：不日之前，仙界无极洞天被一伙凶人无端袭击，掌教岳汉准帝以下5大准帝205名仙王13万5千名仙尊被残忍杀害，无极洞天山门被彻底捣毁，道统近乎断绝。雷极仙帝震怒，紫电仙帝震怒，长云仙帝震怒，长明殿震怒，碧落星宫震怒，天剑宫震怒，仙界上下无不沸腾，誓要抓住那伙凶人。我2人代表仙盟而来，对万妖宫和妖界提出交涉。成哥差点被这俩仙王说晕了，不就是干了个无极仙门，宰了几个准帝吗？你用得着那么多震怒吗？咋的呀？难道还想这些仙帝和仙门的态度来施压不成吗？谁在乎呀？他们还真有人在乎。他看了看对面俩麒麟族的准帝，居然在一脸沉痛的点头。那你们到底是哪个阵营的呢？这苍龙谷上下也被这消息给彻底震惊了。最近一直在谷里没出去，无极洞天被灭，他们还真不知道。什么玩意儿？无极洞天被灭了？谁干的？震惊之后，众龙族欢呼呀！干得好！哎呀，哪个英雄干的呀？漂亮！无极洞天当年也是攻打过咱们苍龙谷的，老天有眼呐！嘿，哎，这等于是连根拔起了吧？必须的嘛！就算还剩仨仙帝，那也建不起来了。无论苍极、苍穹、一空，还是那些龙王、龙尊，都喜气洋洋的交口称赞，不知道还以为他们过节了呢，浑然不顾2个人族仙王就在面前，这可把齐王给气懵了。你们苍龙族最好注意点，竟然还帮那凶手说话。苍极翻了翻浑出的眼珠子，怎么的？我们庆祝仇人被灭不行吗？一空也嘿嘿怪笑，哼，什么凶手啊？那可是英雄。齐猛咬牙切齿，如今仙界上下都非常重视这件事，不抓到凶手绝不罢休。这一次是动真格的，你们苍龙族想引火烧身，就尽情欢呼吧。莫阳冷哼，哼，我们几时怕过他们了？其他龙王纷纷鼓噪，就是啊，我们本就一直在和他们闲情作战，有什么好担心的？你以为都像你们麒麟族那么怂啊？哼，竟然还带着仙界那边的人来搜我们，真是越混越软。那俩仙王被气得脸色发白，齐猛咬牙切齿，你们不要给脸不要脸。这次万妖宫协助仙盟搜查，也是避免事态扩大。如果仙帝亲自下场，就你们苍龙族挡得住吗？这次雷极、紫电、长云3位仙帝为了报仇，什么都可能做得出来。你们若是不配合搜查，万妖宫也不会庇护你们。这次的事件与当初纪灵和墨尘那批人已经有些不一样了。飞仙门那批人算起来其实是受害者，无端被仙魔两界围攻绞杀，死伤惨重。虽然仙魔两界一向斩草除根，但也不占什么理，拿不到什么由头追入妖界。而这次呢，无极洞天真的是被结结实实的搞了一次。碰到成哥这种灭派达人，死的不明不白，憋屈无比，所以他们自认为是被欺负了，占着理呢，理直气壮啊。来就来呗。众苍龙虽然嘴上这么说，但其实还是很担心的。如今仙妖两界的大战之所以一直局限于准帝以下，都是万妖宫和仙盟那边为了避免伤亡过大相互约定过的。如果万妖宫真的不管，那仅凭苍龙谷不可能挡得住3大仙帝的侵袭。听说你们苍龙谷最近来了一群人族修士，我们怀疑与那批凶人有关。苍极、一空等龙面面相觑。苍龙谷这边最近收留的人是挺多的，不过除了早就在妖界的纪灵寒、罗元等人之外，剩下实力最强的也就是萧坤、纪云的12名仙王魔王了，以及一帮魔尊、仙尊、金仙、玄仙，就凭他们还远不足以灭掉无极洞天吧。本集第392集，你们说的那个人是长这样吗？成哥忽然意味深长地说了。搜出来之后呢？那俩仙王昂然喝道：如果真是那批人，那你们必须协助我们将他们拿下，而后立即押解至仙界处决。还得协助你们？梦奇帮腔，你们收留，那你们也脱不了干系，协助我们才能戴罪立功呢。成哥并未动怒，反而好奇了。那你们怎么确定目标？莫非你们认得他们？首恶自然认得。哎，长啥样？给他也见识见识呗。俩仙王闻言祭出了一枚小型的传影仙器。当日无极洞天被灭时，诸位仙帝推演出了之前的影像，分毫不差。
此物乃先帝亲制，正是那12名凶手与那人神共愤的首恶，你们都给我看清楚了。说完呢，传影掀起凌空，徐徐展开了一幅画卷。首先出现的第一个人就是萧坤魔王，惟妙惟肖，生动传神。看到他的影像，苍龙谷内众龙错愕不已，不会吧，居然是他！萧坤他们当然是见过了，当初不是跟着大帝一起回来的吗？他只是个九品魔王啊，对上无极洞天不被灭，那都算幸运了，怎么反灭掉对方了呢？他能有这大本事吗？紧接着呢，刹利魔王的影像也出现在画卷上，众龙族更加惊讶了。而当他们看到明池、流云、纪云、吴缺等人的影像一一出现时，表情那叫一个精彩啊！哎呀，这就是那群人呐，不是吧？真是他们干的吗？他们的惊愕的表情，对面俩仙王和麒麟族高手尽收眼底，冷笑起来。看来你们苍龙族是真的认识他们了，不用猜了，窝藏他们的就是苍龙谷。既然全都在这儿，那看来无极洞天北灭背后也有你们的影子。梦琪，你不要借题发挥。苍极望着画卷，表情凝重，这事麻烦，涉及到了数位先帝，恐怕很难平息呀。当第12人化阴仙王也展露了影像之后，画面陡然放大，最后一人的影像出现在高空。此人才是真正的凶手，手段无比残忍狠毒，无极洞天是被他一人所灭。那名仙王厉声喝道：他们这群人来自中仙界，还带了不少徒子徒孙，你们苍龙谷务必要一个不留，把我们全部拿下。他的话一落下，全场一片寂静，整个苍龙谷鸦雀无声，所有龙族全都齐刷刷仰着头，呆呆地望着那首恶的影像。那人生的那叫一个风神俊朗，气势出尘，简直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他的姿容。如果非要硬形容呢，就是快赶上海洋了。更让人无法相信，这样一个人能做出那样的事儿。苍龙谷上下却是难以置信，因为他们见过这个人呢。那是苍城大帝被迎进苍龙谷的第一天。那天他一开始固执地保持着人类的形态，直到苍极无奈喊了一声帅成，他这才不情不愿地变回了苍龙了。在场龙族对那形态记忆犹新呢，自然呢也就清晰地记得大帝的人形长相与那画像是一模一样的。发现那个灭掉无极洞天的首恶就是苍城大帝，苍龙谷上下差点被震傻了，竟然是他干的，他是怎么做到的呢？那可是5大准帝200多位仙王啊！苍城大帝还只是9品龙王层次，他哪来那么强的战斗力呢？然而无论他们怎么想不通，这都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了。无极洞天就算搞错一个人，那也不至于13人全都弄错嘞。强烈的震惊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无法言喻的兴奋和自豪。靠！原来刚刚大家嘴里那个为民除害的英雄就是大帝呀！咱苍龙族的首领居然干了这么大一件露脸解气的事情。从苍极、苍穹、异空7大准帝以下，众龙王龙尊齐齐向成哥行注目礼。不愧是你呀，大帝呀，好样的，你真是我们的楷模呀！成哥默默查看了一下震惊值，还行，又搞了1000多万。看来你们也认识此人了。众龙族的表情，齐猛和那2位仙王也是尽收眼底。他在何处？还不快协助我们将他拿下！苍极连忙摇头，没有，你说的这些人我们一个没见过。异空也连忙说了，不错呀，我们是收留了不少人族，但其中并没有你说的13位，没印象啊。其他龙族也是纷纷茫然摇头，甩得一干二净，我们不认识，没见过，不到啊。否认3连，要不你们过来个点赞3连呢？内心自然是震惊自豪，骄傲兴奋的，但他们也不傻，知道这种事儿做就是做了，但千万不能当面承认，毕竟如今的苍龙族还抗衡不了那么多仙帝。2名仙王冷笑，你们以为还能瞒得过去吗？看你们刚刚的表现，分明和那批人很熟呀。齐猛语气陡然转厉，是与不是，搜过便知。你说搜就搜啊？难道你们要违抗万妖沟的命令吗？眼见双方要吵起来了，成哥不得不刷一下自己的存在感。你们说的那个人是长这样吗？忙着争吵的众龙族齐刷刷看过去，当场差点吐血呀！就见苍城大帝好死不死的，这会儿居然主动变回了人类形态，与刚刚的影像是一毛一样。看到成哥骚包的甩了甩额前一缕秀发，老苍龙差点崩溃了。我的小祖宗哎，闹啥呀你这是啊？我们为什么极力隐瞒拒不承认？就是为了把这事混过去。先帝没那么好打发呀，苍龙谷那么大，原本就算他们真的要搜，也可以将那12人藏起来，到时候一推4、5、6，守口如瓶，绝不松口。对方就算扯皮扯到最后，只要没抓到现行，那都没什么大事。结果现在你倒好了，那12人没现行了，你自己主动自爆了，你这让我们怎么隐瞒呢？对面麒麟族和2大仙王也被震懵了呀，差点没反应过来呀，什么玩意儿？
这苍龙大帝就是那首恶，自己刚刚其实正在和正主近距离的交涉呢。竟然是你！大家的反应，陈哥很满意。哎，这才对吗？他可不是个做了大事就藏着掖着的人，巴不得漫天宣扬，然后到处都传颂自己的名字呢。这是自己的功劳，为什么要瞒着呢？万一时间长了，被其他居心不良的无耻之辈冒领了呢？什么低调隐忍，在陈哥看来多余。只要聚光灯全都打到自己身上，管他好事坏事呢，先认了再说吧。啊，没错，哥为民除害原本是不想留名的，不过你们都找上门来了，我总不能让你们白跑一趟，失望而归嘛。本集第393集，谢谢你们的配合。好啊！2名仙盟的仙王总算是从震惊中缓过劲来，纷纷祭出仙器仙宝，做出了战斗准备。原来你们苍龙族的龙帝就是无极洞天被灭的主谋，那你们整个龙族都很可能是幕后主使，擅自扩大仙妖两界战争规模，你们好大的胆！苍吉，你还不快如实交代！哎呀，误会！老苍龙是真的急了，这顶大帽子扣下来，整个龙族都会变得焦头烂额的。还误会？苍吉，你现在还想开脱，已经晚了。苍吉只能搜肠刮肚的强行辩解，我族大帝性喜玩闹，只是故意幻化成那人的模样，其实他根本不是。还没等麒麟族和俩仙王反驳呢，成哥倒率先不满了。哎，苍吉老大爷，你胡说什么胡话呢你？那就是哥干的好吗？你都不在场，哪有发言权呢？这个老苍龙竟然想把他的丰功伟绩给抹掉，有你这样的猪队友吗？啊，他居然还嫌弃上了。为了证明自己当时确实干过，他洋洋自得的夸耀起来。哥当时杀的那叫一个兴起呀，7进7出有没有啊？血流成河有没有啊？战神附体，你们懂不懂啊？对了，如今飞仙门那边用的仙器都是哥从内战得来的战利品啊！你们要是不信呢，可以去看。纪灵涵用的那把剑还是9阶的呢，9阶仙剑应该每一把都是独一无二的吧？苍吉、苍穹、夜空等高层彻底无带了呀，带不动啊，实在带不动了。这已经没法圆回来了，别说他们了，就连苍龙女帝这样见过世面的，也被他一系列操作给弄糊涂了。小老弟啊，你究竟想干什么？他也知道当面承认绝对是不明智的。陈哥摊摊手，一脸无辜。没有啊，我就是觉得做人要诚实，我要是不站出来，那万一其他无辜的人被误会牵连进去怎么办呢？女帝憋了半天，最后只能吐个槽以表敬意了。你还真是伟大呢。对面的麒麟族和2位仙王也被整晕了，愣是没明白这究竟唱的哪出，为什么他看上去好像生怕这件事落不到他的头上的样子呢？齐猛深吸了一口气，面色彻底沉了下来。苍吉，你还有什么话说？老苍龙摇头，长叹一口气，这才再次抬起了龙首。没什么说的了。他浑浊的龙目渐渐变得坚定。从现在起，这件事我们苍龙谷记下了，有什么找你尽管使，我苍龙谷上下誓与大帝共进退。成哥挡在他的身前，一脸无奈。你接什么话呀你呀？你是大帝，我是大帝。虽然苍龙族这不离不弃的精神很可嘉，但成哥表示这么大的风头还是自己一个人出更好。成哥从来就用不着别人跟他共进退的。那个啥，那个一人做事一人当，对不对啊？他把胸脯拍得响邦邦的。啊，有什么事冲我来吧。苍吉、苍穹、异空等一众龙族感动啊，出了事儿自己扛，不想连累大家，这才是真正的大帝风范。大帝，我们不怕。没错，大家一起面对。一起面你个头啊！成哥那个脑瓜子疼啊！你们不要这么热血好不好啊？啊，让我愉快的独自装叉不行吗？这可是你自己承认的。对面的齐猛一副你终于认罪伏法的严厉表情。300亿年前，为了避免生灵涂炭，万妖宫与仙盟达成协定，从此限制双方交战层次，仙帝妖帝不得相互攻伐，准帝亦需谨慎出手。而你擅自对无极洞天下手，将冲突扩大到仙帝层次，彻底破坏了这个协定，还不快认罪伏法？他这话说的成哥想笑，什么避免生灵涂炭啊？分明就是仙帝妖帝们怕继续打下去，自己会陨落。真要是为了什么和平，就不会有仙王、妖王、仙尊、妖尊之间持续几百亿年的冲突了。何况呢，他现在也知道当年发生过一些什么。当年仙族崛起，
原本是要将妖族、灵族、蛮族等其他族群彻底剿灭，只是随着仙族节节胜利，内部仙魔两道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仙魔不两立，最终彻底分化成了仙魔两界，并且开始相互攻伐，争夺起了仙界的主导权。从此呢，再也无暇顾及另外4界，仙魔两界都和妖界签了地境不清出的协定，主要原因就是不想分心他顾。望着对面那几人一副捉拿要犯的表情，成哥摇了摇头。其实你们今天来这儿啊，让我挺意外的。他的目光落在了2名仙王身上，我很好奇，仙盟那边为什么只派了2个仙王过来呢？这不是看不起他吗？都干掉几个准帝了，你好歹派几个准帝过来呀。他却是不知道，不是先帝不想来，而是过不来呀。仙妖山防线是有法则结界的，这也是当初2界之间协议的结果。一旦先帝过境，就会打破结界，那就意味着全面开战。这是仙盟也不想看到的结果。所以雷吉先帝那边就算再愤怒，也只能先派俩仙王过来和万妖宫这边交涉了。你已经认了，现在说再多也是无用，还不快束手就擒？成哥忽然意味莫名的笑了。既然你们知道我灭掉了无极洞天，那你们为什么还不逃呢？齐猛眼神巨变，然而已经晚了。在这一瞬间，成哥消失在原地，火光冲天而起，伴随着2个仙国的破灭之声，人头高高飞起，整个过程快如闪电。明明都是仙王层次，但在成哥面前呢，那2名仙王简直就像是低了一个大境界不止，实力的差距实在太大了，他们的仙国都没有来得及祭出来就崩溃了。这一幕甚至就连苍极、苍穹都没反应过来。当他们再看，场中已经只剩下2具成了灰烬的尸身。成哥早已回到原处，潇洒的收剑回鞘，顺带呢还摆了一个 pose。你把他们杀了！齐猛被惊呆了，甚至说话都有些结巴起来。这俩人可是仙盟成员，仙界那边可不是每个仙王都能进入仙盟的，而一入仙盟就意味着有仙界所有顶尖势力在背后撑腰，这才是他们麒麟族对那俩仙王那么客气的原因。得罪他们就等于得罪了仙盟了，而现在呢，死了。成哥理所当然点头啊，对呀，不就当着你的面杀的吗？齐猛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自己荒唐的心情啊！他晃动着脖颈那串珠子，愤怒咆哮：他们代表仙盟来与万妖宫交涉，你怎么能杀他们？不是你带他们来让我杀的吗？本集第394集，妖界的格局。齐猛本就担心后面怎么和仙盟交代，听到这话差点疯了呀！我什么时候让你杀他们了？你不要海水喷人呐！成哥咧嘴一笑：你就是有啊，明知我能灭掉无极洞天，还带着这么2只小绵羊过来送，你这不是提醒我杀吗？我还要谢谢你们的配合呢。啊，对，后方苍劫等龙族原本还在消化着突如其来的灭杀，现在都乐了。是麒麟族主动带着过来让大帝杀的。哎呀，麒麟族好计划呀，这取得敌人信任，然后诱敌深入埋伏，做得真漂亮。想不到麒麟族怂了这么多年，如今硬起来一回哦。他们当然知道事情不是这样的，麒麟族可不想和仙族撕破脸，故意这么说呢，只是为了恶心一下齐猛而已。都给我闭嘴！这几位麒麟族的高手呢，气得恨不得打杀了他们。然而真要他们在这当场出手，那还是不敢的。且不说苍龙族的祖地内所有龙族都有特殊的实力加成，光是苍极、苍穹这2位准帝就足以拿下他们了。好啊，你们苍龙族这是不想在妖界混了，擅自杀害重要使者，破坏妖界大局，万妖宫一定会将你们清除出去。从今往后，你们别想得到万妖宫的庇护，等着被人族先帝屠杀吧！撂完这句狠话，齐猛一声令下，走。成哥却拦住他们的去路，让你们走了吗？齐猛心头一惊，几名麒麟族面色骤变。你什么意思？难不成你还敢对我们下手？为什么不敢啊？你刚刚也说了，我灭掉了无极洞天，我连他们都敢灭，为什么不敢宰掉几头麒麟呢？他缓缓地抽出了红绝仙剑，杀意毫不掩饰。你疯了吗？齐猛终于意识到，这次来苍龙谷搜寻是多么愚蠢的事啊！是啊，那个首恶连无极洞天都敢灭，这堪称100亿年来的仙界第一凶人。这种人正常情况下都是有多远躲多远的，他居然傻乎乎的跑来问罪，找死不是吗？情急之下，他只能求助于其他龙族了。苍极、苍穹，你们苍龙谷是真要和整个妖族为敌吗？他的求助不但没能得到苍极、苍穹的支持，反而被包围了。苍龙谷内7大准帝分立周围，而剩下的上百位龙王则是全部守在外围，全都做出了战斗准备。你们疯了吗？
齐猛彻底崩溃了，向了四周嘶声大吼：“难道你们苍龙谷要和我们麒麟族决战吗？”苍杰冷冷说：“我族大帝的决定就是整个苍龙谷的决定。”一空呢也毫不犹豫：“他若要灭杀你们，那我们自然要协助。”上道！哎呀，成哥对苍龙族是越来越满意了，相当对脾气。但这时呢，苍灵却传来了音过来了：“最好别杀他们。”为什么呀？老姐，你刚也听到了，他们为了仙盟，甚至要将苍龙族孤立出妖界。这种留着还有什么意思呀？更何况当年仙妖大战，他们也还是冷眼旁观呢。这一次他是真的动了杀心了。何况宰掉这几头麒麟之后，应该也能得一些战利品吧？苍灵悠悠说：“我可是初代苍龙大帝，我现在比你更恼火。但要是杀了他们，就彻底和麒麟族结仇了，到时候肯定会爆发一场大战。”那又怎么样啊？大不了一并干掉呀。成哥满不在乎，他开了血统卦，世界上就没有他不敢惹的存在，甚至巴不得敌人更强呢。呀，这么大的口气！苍灵先是惊讶，随后语气变得意味深长：“麒麟族2大妖帝，70多位准帝，上千位妖王，这种阵仗都吓不到你。”我辈从不畏惧强敌，唯死而已嘛。苍灵玩味：“你以为你姐姐是傻子呀？看不出你肯定是有什么特殊的底牌。”这个姐实在太聪明了，不好糊弄啊。成哥只能尴尬的摸摸鼻子，那谁还不许有点小秘密呢？苍灵语气伤感：“你可真太让姐姐伤心了，居然对我还防着藏着。”成哥知道他是故意捉弄自己呢，倒是也没当回事。我错了啊！嘴里说着错了，但系统他肯定是不会对任何人透露的，包括麒麟寒。苍灵这才放过一截，继续说了：“虽然不知道你有什么手段能抵挡麒麟族，但就算你能办到，现在也不是和他们撕破脸的时候。”怎么，麒麟族灭不得吗？如果是几百亿年前，那灭掉无妨，只要你有那实力。但是现在就不行了。妖界有3大族群的妖帝，是仙界初开始就诞生了的，分别是龙、凤、麒麟，也因此这3族的妖帝实力强于其他妖帝，地位超然于其他族群之上。成哥点头表示理解。还是那句话，人家生得早，生下来就是妖帝，规则之心，主动选择，这得天独厚的优势，谁能比得上啊？苍灵轻叹了一声：“当年仙妖大战，我们龙族彻底衰落了，只剩玄冥还撑着。凤族与我们类似，暗凤大帝和火凤大帝相继陨落，如今只剩冰凤大帝苦苦支撑，族内高手同样也是十不存一，早已不复当年声威。所以之后的数百亿年，麒麟族渐渐成了亿万妖族的主导。如今的万妖宫就是他一力组成的，历代妖主也就是那2位麒麟族大帝轮流当了。”那我们更应该灭掉麒麟族呀，重新夺回龙族的主导地位，那不美吗？没你想的那么简单，麒麟族已经是妖界最大的阵营了。如今妖界17位妖帝，至少有10位都是支持他们的。一旦我们和麒麟族开战，那这些妖帝和身后的族群都会投入大战。成哥很想说，那干脆把那10位支持麒麟族的妖帝也灭了呗。但苍灵似乎提前看出他的想法了。一旦全面开战，整个妖界将再无宁志，所有族群都会被卷入，陷入无休止的斗争。仙魔2界也会趁虚而入，那时候灭绝的将会是整个妖族，而不是你想杀的那些。就算你想停下，都停不下来了。江城沉默了，他第一次发现有些事情还真不是单纯杀戮能解决的。到了一定层次，随便一个决定都会造成巨大的连锁反应，除非他不顾妖族死活。可现在呢，他已经是苍龙族的首领了，哪能不顾呀？这大帝呀，不好当啊。他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地说：“我明白了，想灭掉麒麟族，就要先瓦解他在妖界的主导地位，断其根枝，让他盟友尽失，孤立无援。等到那天，再灭他们就是水到渠成了。”本集第395集，青龙老大哥。苍灵赞道：“没错，你悟性不差嘛。咱平时只是懒得想那么多而已。那既然不杀，就只能放了。不过就算要放，也不能这么容易。”成哥悄悄给苍极、异空等准帝传音：“这几个货暂时还不好杀，你们下回一下，再求点好处就放了吧。”这几位苍龙族高层其实也知道和麒麟族开战后果很严重，只是刚才成哥做了决定，他们呢也不好反对。
现在听他这么一说，倒是齐齐松了口气。好嘞，我们明白怎么做了。回到苍龙宫，成哥开始盘算着该怎么对付仙界那边。最好的解决办法当然是直接干掉无极洞天的3位仙帝。只是仙界那么大，仙帝更是行踪飘忽，主动找还真不一定找得到。他将苍穹、异空、墨央以及100余位龙王全都派了出去，让他们去妖仙山的前线打听打听仙界那边的情况，看看他们什么时候会打过来。过了好几天呢，成哥终于等到那边的情报了。据说有个叫陈州准帝的也和无极洞天起了大仇。最近他的行踪在死界被人发现，现在雷击、紫电、长云3大仙帝都追到那边去了，短时间内过节不了这边啊。啥？陈州准帝？成哥一脸失望。这白羽剑生早不现身晚不现身，你现在出来干啥呀？成哥斩杀那俩仙王就是下战书等着开战呢，3大仙帝是哥的，你可别抢风头啊。他只能暗祈祷，一个准帝肯定不是仙帝的对手，咱应该还有表现的机会啊。没等来仙界那边的消息，他接下来倒是先等到了万妖宫的决定。苍龙族擅自破坏仙妖协定，提升战争层次，斩杀来使，严重影响妖界稳定。即日起，万妖宫将不再庇护苍龙谷，苍龙族所作所为与妖界再无关联。得知这个决定后，苍龙谷上下无不愤怒。万妖宫这么大的决定都没有我们参与，就直接做出来了，无非就是生怕仙界那边震怒，连忙和我们撇清关系罢了。真是脸都不要脸。不用说啊，也是麒麟族在背后干的。这万妖宫被他们领导，真是万妖之耻啊！这次的决定是天部17位妖帝做出来的。天空之上，青龙大帝的投影若隐若现，仿佛与那连绵不绝的云层融为一体。天部，苍极一愣，旋即神态变得更加愤怒了。想不到这件事情惊动了天部。这么一看，我们苍龙族还真是荣幸的。万妖宫的决策圈有天地2部，天部是包括2位麒麟大帝在内的17位妖帝，他们在妖族至高无上，做出的决定也代表着整个妖界的意志。只不过呢，妖帝身份太过崇高，再加上这些年与外界的纷争都局限在准帝层次以下，所以他们极少露面，往往几十亿年都不会出面管一次事。平时万妖宫的实际决策者是帝部，帝部由32位各族准帝组成，平时无论是对外征战还是内部各族的纠葛，都由他们来裁决。苍龙族这边，苍极就是32位帝部准帝之一，算是位高权重。因为有他这个帝部成员的存在，原本苍龙族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被逐出妖界的。然而这一次的决定是天部做的。你们太冲动了，就算不愿让他们搜查，也没必要杀人吧。而且你们发了什么疯，居然把麒麟族都给抢了。青龙大帝似乎也恼火。刚才的天部会议，连我都被那2个麒麟族大帝给损了好几句，竟然怪我没管好龙族。你们究竟要搞什么呀？想要以一己之力和麒麟族以及仙界对抗吗？你们有那本事吗？苍极、苍穹，你们以前没这么蠢，最近是怎么了？哼，又是因为那个苍城吧？我就知道他不是个好东西。大帝一通狂喷，喷得成哥一脸莫名其妙。我苍龙族被逐出妖界，又不关你香龙族的事，为什么你比我们还要激动呢？暗处呢，苍龙女帝的传音又传了过来。是不是很奇怪，玄冥为什么这么恼火？啊，对呀，咱都有点看不懂了呀，他怎么搞得好像老子训儿子似的呢？你说的还真没错，玄冥确实是把自己当成了3股龙族的爹。不是吧？苍灵有些无奈。不成了这个样子，金龙大哥又不在了，龙族就剩他这一位妖帝了。他如今是以整个龙族的领导者自居的，如果我没猜错，天部做出这个决定之前，他应该是强烈反对过的。只是万妖宫如今被麒麟族把持，他的反对也没用，他希望3股龙族都紧闭团结在他周围，所以当然不想我们被逐出去了。哦，原来是这样啊，难怪上次自己宣布苍龙谷和青龙谷决裂，他反应那么大，连真身都动用了。想明白之后，他对着青龙大帝的感官倒是好了不少。虽然这大帝有一堆毛病，但也确实像个老大哥一样保护了3股龙族。于是呢，他朝上空拱手：“老兄，这事呢，我们苍龙谷自己扛下了，你就不用操心了。”看到他，青龙大帝气就不打一处来。上次被坑了那么多宝物，他至今都在心头滴血。你这卑鄙无耻的家伙，还有脸说扛下来？你拿头去扛吗？
就你这九品龙王的干啥呀？地部你都没资格进去，你还嫩着呢。虽然不知道你怎么灭掉了无极洞天5大准帝，一定是有帮手吧，但你别以为先帝和准帝差不了多少。实话告诉你，一个先帝就能屠灭整个苍龙谷，更别说3个了。识相的就赶紧带着苍龙谷所有部众去我青龙谷避难，接受我统帅。等这次风波过去，以后的事咱慢慢说吧。成哥哭笑不得，他发现苍灵说的确实没错呀，这青龙大帝是有护住他们的打算。去了青龙谷，3大仙帝就算打过来也有他顶着，不过呢他也有些私心，好像是打算趁机将苍龙族彻底变成自己的下属，他饶有兴趣。那我飞仙门和其他人族的朋友呢？他们自然是自生自灭，关我龙族什么事儿啊？那算了，这件事你俩就别管了啊！我们被灭也是我们自己的事儿。你还真是执迷不悟。苍极、苍穹、一空，还有苍灵，你们都不管吗？再这样下去，你们苍龙谷要被这害群之马带入万劫不复了。我相信苍城。本集第396集，万妖大会。苍灵终于开口，坚决的声音回荡在全场。苍极、苍穹等高层打消了最后一丝疑虑。青龙大帝，我族2位大帝的意志，大家自然不会违背。您请回吧。青龙大帝的头影都气得一阵晃动。好，我看你们以后怎么死，倒是别来求我。离去后，他的声音还远远的传来呢。陈哥一脸无语啊，这明显还是放心不下呀，希望别影响自己后续双叉。面对在场的龙族高层，他这位新任的苍龙大帝也第一次干起了正事的。接下来呢，你们将妖族以及万妖宫的大致情况都汇报给我，尤其是麒麟族的盟友们。苍极、苍穹、一空等高层立即点头，谨遵大帝命令。成哥望着天际的云层，目光渐渐变得冷酷。我原本是想先对付仙界那边的，结果麒麟族竟然不知死活的撞上枪口上了，那就怨不得我了。这次不搞得他们族破人亡，算我输。向来玩世不恭的疆长们认真起来，竟然带着一丝莫名的独特魅力。一时间呢，在场龙族莫名升起了无穷的信心。万妖大会，苍极等人汇报上的妖界情况里最醒目的就这4个字了。对这大会，成哥是有印象的。进入妖界之前，元虚准帝曾经提了一句，金龙王敖阳最近在闭死关，就为了准备了万妖大会。苍极肃然说，没错，万妖宫地部32位准帝就是从万妖大会选出来的，只有进了地部，才算是在妖界有了话语权，不会被当成炮灰随意的支配。就像这次天部妖帝强行将我们苍龙族逐出妖界，但其实只能逐出苍穹、一空、墨央他们，却逐不了我。就算妖帝也无权免除我这个地部成员的权位，想要将我逐出去，唯有等我这届地部成员当到期满那天。他又摇头叹了一声，不过下届万妖大会也快到了，我们注定是保不住这个位置了呀。看来这个位置很重要，只要还打算在妖界混，就必须要占这个位置。天部只有妖帝能进，成哥目前的境界不够。那地部怎么进呢？打出来的。打？成哥笑了，他还以为是选出来的，那就真的麻烦了。不愧是妖族呀，这风格对胃口呀。一旁的一空点头。万妖大会11年一次，每族只可派1名准帝参战，杀进前32就自动入选地部。哦，那要是夺得头名呢？那便可以成为地部之主，统帅地部，拥有不次于17位妖帝的权利。墨央遗憾说，可惜上届苍极老大杀到第3位，但还是赋予麒麟族的奇运。苍极虽然没出过手，但成哥能感受到他强大的气息，自己那群弟子只怕没一个是他的对手。那个奇运有那么厉害吗？一空恨恨地说，厉害是厉害，但主要还是不公平。为什么呀？这大战是连场不间断的，没有休整机会。苍极老大一路血战，每战都打得天昏地暗，受了很重的伤。而那奇运碰到的多是麒麟族的盟友，主动给他放水。明白了。当这2位最终碰上时，苍极早就是强弩之末，对面呢还毛都没掉一根呢，这怎么打呀？他娘的，对方就是一路保送啊！之所以把规矩定成这样，只怕就是麒麟族故意为之。墨阳又说了，上届苍穹大哥止步第7位，也是这个原因。
那我们苍龙族目前被逐出的妖界，还有资格参加大会吗？可以，在下次大会结束之前，我都还算是地部成员，我有权推荐任何族人出战。哦，那就好啊，要不然呢，还真得想办法了。只要自己能出战，后面一切好说。不过呢，在场众龙却没那么乐观。可惜任何一名进入过地部的准帝，51年内不得再次参战。这也是在麒麟族当初干预运作下制定的特殊规则。在这种规则下，诸如苍龙族这样拥有2位超级强者的族群是没法一直占据地部位置的，50亿年内最多只能当2次。也因此呢，敖阳这个天才强者的回归，才让金龙族那边那般兴奋激动。而麒麟族不同，他们有70位准帝，怎么找都能找出10几个强力高手，那地部位置简直就是他们家固定的座位。苍穹、苍极2位大哥这次不能出战，下次只能靠我们了。整个妖界高手如云，光是龙凤麒麟这3族就有好几支，比如金龙、青龙、火凤、冰凤、墨麟、玉麟，这些族群的底蕴并不次于苍龙族。其他虎族、猿族、玄龟族、虫族历来也都是强者辈出，想要突围而出何等艰难呢？一空、墨央他们恐怕是毫无胜算的。苍极心情灰暗，但还是打起了精神，笑了笑：“你们几个可要努力呀！这次2位大帝看着，别丢了我们苍龙族的脸。”苍穹也勉励了：“尽力而为。”一空和墨央等5名准帝重重点头：“我们5个会尽快选出最强那个，到时一定拼杀进前32。只要还能保住一个地部席位，那就还有一定的话语权，这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成哥看他们一副壮士出生的悲壮气氛，不由得好笑：“你们不用选了啊，这次我亲自出战。别说苍极、苍穹不能出战，就算能，这次也不会让他们出战。那个地部之主的位置，只有他才有把握呀。一旦拿到这个位置，那可就美滋滋了呀。”啊，大帝你要亲自出战，这有点不妥吧？苍极、一空等都无法理解，怎么了？难道我身份太高不能参战吗？苍极想说：“你这身份在苍龙族是至高的，但在万妖大会也很平常的，参战是没问题，主要是您现在还没准帝呀。”他们看重的是成哥的将来，而不是现在。搞了半天，这是信不过自己的实力啊！怎么？难道没到准帝不准参加吗？那倒不会，只要有我的推荐，哪怕龙尊都能上。那就行，这是我的意志，你们好好配合就行。成哥力排众议，直接将这人选定为了自己。苍极、苍穹、一空违抗不了，也只能接受了。我忽然有点期待你在万妖大会的表现了。他们离去后，苍灵再次出声，他偷笑起来。或许借着这次机会，能看到你那些底牌，逼出你全部的实力。第397集，金海妖族。陈哥心说呀，你这辈子都看不到了，因为哥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儿。啊，对了，麒麟族是不是很喜欢珍珠啊？齐猛那几位麒麟族来的时候，他就注意到一个细节了，这些麒麟族每个身上都挂满了珠子，脖子上、四肢上、头顶上，各种5颜6色、大大小小的珠子争奇斗艳。有了龙族爱金银珠宝的认知后，他对这个呢倒也能接受了，估计又是个族群怪癖了。没错，金灵含珠嘛，以前他们还和我们抢夺过珍珠呢。这些年我们龙族没落，大部分珍珠都被他们得到了。珍珠这东西在下界很平常啊，难道仙界不产出吗？以前是很平常的。苍灵回忆，当时海洋之中有蚌族、贝族，他们都能产出珍珠，但他们实力弱小，最高不过金仙层次。仙妖大战时，他们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如今妖界这边贝族灭绝，蚌族也只剩极少一部分。至于仙魔2界那边的海洋里，更是早就不存在这2个族群了。再加上随着时间推移，许多珍珠会变质，所以也变得越来越稀少宝贵了。他虽然只剩一缕残念，但这些年一直都在。苍龙谷内谈论过的事情，他其实都知道。成哥心一动，麒麟族的珍珠就来自蚌族那边？没错，蚌族被谢族统治着，而谢族又一直附属着玄龟大帝。那玄龟大帝倒向麒麟族那边了吗？他是麒麟族最早收服的那批，可能也有一部分珍珠的原因吧。毕竟在麒麟族，珍珠是比修炼资源更加宝贵的奢侈品，唯一的产地当然要纳入自己的控制范围了。成哥伸了个懒腰，哎呀，看来有必要跑一趟了，真是个劳碌命啊。
苍龙女帝暗暗腹诽：你劳碌个锤子呀！啊，这辈子没见过比你更喜欢躺着的人了。你不会是想控制住那里，然后用珍珠来逼迫麒麟族服软就范吧？那我只能说你想多了，小弟。他的笑声中带着些许揶揄的意味。珍珠对他们是很宝贵，但毕竟只是奢侈品，不是必需品，还不足以影响一族的大事。在他看来，江城如果真想扳倒麒麟族，那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四处奔走，说服各大族群，让他们支持自己。尤其是那些并未完全倒向麒麟族的大族，比如凤族、虎族、猿族。然而呢，成哥好像没了打算。妖界广袤，海洋众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金海和银海，分别有玄龟大帝和鲲鹏大帝坐镇，麾下都有数不清的海族强者，实力不可小觑。10天后，江掌门出现在了金海上空，俯视下方一望无垠的金色碧波，他豪气顿生，诗性大发。啊！金波，好多的水，我苍城喝不下去。跟他一路过来的女帝残念措手不及呀。你在吟唱什么咒语吗？成哥遗憾地摇摇头。吟诗啊，你打断我的文思了，没灵感了你是。哎呀，一首旷世奇作就这样胎死腹中啊。怪我了。苍龙女帝第一次想打他。回去后我会让苍龙谷上下都天天诵读你刚刚的大作，放心吧。啊，这就不用了，这他娘的是公开处刑啊。很有必要。两人随口调笑几句，成哥摇身一变，变成了麒麟族的奇猛。没办法，龙族目前被驱逐出了妖界了。如果是苍龙真身下去，肯定不会平静的。暗处的女帝残念惊讶的声音传来：你怎么办到的？气息居然和奇猛一模一样。幻化这种手段到了仙人层次已经很寻常了，但最大的问题就是气息和仙魂特征不同，只要稍微仔细感知就能看出破绽。而江城现在的变化，只要不出手都看不出来，这就神奇了呀！哼，哥永远都是这么独特啊！成哥一边向深海潜入，一边骚包的自夸。潜了许久，穿过重重黑暗的深海，前方忽然变得光明起来，繁华富丽的海底世界呈现在他的眼前，宛若透明的海底宫殿在远处若隐若现，一串串五颜六色的水珠和珊瑚争奇斗艳，庞大的海底街道纵横交错，一眼望不到边。随处可见各种海底妖族行走其间，完全就是全新的世界。稍微感知了一下，这里的鱼虾蟹实力普遍都在玄仙上下，一眼望去根本数不清。他的出现呢，引起了一阵骚动。是麒麟族，他来干什么呀？应该是为了珍珠吧？可怜那些蚌族啊！尽管隔得远，但这些议论声没逃过成哥的耳朵，他就有些不解了：蚌族很可怜吗？片刻之后呢，就一名蟹族准帝带着数名妖王赶了过来。啊，原是奇猛前辈呀！哎呀，不知您老前来有何贵干呢？成哥也不墨迹，直接挥了挥手，带我去蚌族那边。啊，不进去坐坐吗？成哥一看远处的虾兵蟹将正忙着满大街的清场呢，街道上那些海族都被赶了出去，整个场面居然不怎么混乱。虽然麒麟族每次来都这样，大家都习惯了。做什么做呀？早点干正事儿。哎，是。这蟹族准帝也不恼，反而陪着笑。麒麟族可是他们的珍珠最大客户，何况如今妖界的主导族群，他也得巴结着点。一路浩浩荡荡乘着豪华的海底巨舟，成哥很快到了蚌族的聚集地。定睛一看，里3层外3层的蟹族、虾族高手来回巡视，实力普遍都在妖尊层次，妖王呢有10几位，不知道的还以为这里是什么重地呢。有那蟹族准帝带领，成哥自然是畅通无阻，一路前行，很快到了里面。这里的光线比外面亮了100倍不止，完全就是一片惨白，换成寻常修士进入都无法视物了。沿途呢，成哥看到一座座巨大的透明椭圆形仙器冒着蒸腾的烟雾，而每座容器内都有一名蚌族在里面浮浮沉沉，似乎没有任何的意识。苍灵的传音进入他耳内。想不到啊，蚌族如今沦落到了如此境地。不出意外，这些容器是专门用来催生珍珠的，他们已经彻底成了行尸走肉。成哥默默点头。这次又产出了不少好货色。那蟹族准帝一路兴致颇高。您要是再不来，我们原本打算万妖大会时送去和玄灵山交易的。哦，是吗？都有什么好货色呀？哎，您请看。蟹族准帝打出法诀，前方一座巨大的扇贝形仙宝缓缓张开，上千颗熠熠生辉的珍珠静静地躺在里面。
这些珍珠全都是白色的，大的有拳头大，小的呢又鸽蛋大，放在俗世那确实算是难得的宝物，只是对修炼没有任何的帮助。本集第398集，能不能赊账？成哥只是随意看了一眼就失去了兴趣了。这就是你说的好货色呀？他故意不屑。看来这次白跑了一趟。那名谢族准帝闻言很是意外，咋的了？麒麟族口味变刁了吗？这珍珠他们这些海底妖族其实都看不上，如普通石头一样毫无价值，但麒麟族一直都宝贝得很呢。以往每次别说这种品质的，就那种黄豆大的货色也都被他们抢购一空。因为这个原因呢，谢族才会将蚌族一直牢牢牵制着，当成生产珍珠的机器来压榨。这您都看不上？普普通通，还有更好的吗？那谢族准帝感觉到了轻视，咬咬牙，有倒是有，就怕您接受不了价格。怎么的？看不起我？没有。谢族准帝心一横，小心翼翼地从那异空间内掏出了2只做工精巧华美的仙宝水晶罩。透过那水晶罩，成哥的眼睛也差点直了呀。2个水晶罩内各有一颗浑圆的珍珠，一红一紫，个头竟有篮球那么大了。珍珠的表面还荡漾了一丝丝的流光，一看就是至宝。成哥疯狂腹诽，他们这玩意儿还能叫珍珠吗？哪怕不能用来修炼，那光是看的都足以让人心动了呀。想不到你还藏着这么好的东西，这可是珍藏已久，价格就不便宜了。谢族准帝脸上显出一丝肉疼之色。这2枚至宝，他原本是打算在万妖大会前献给2位麒麟大帝的，希望他们心情一好，能在大会比试时给自己行个方便，比如在对阵的安排上暗箱操作，让自己一路碰到实力较弱的准帝，闯进前32。如今呢，麒麟族的莫林大帝正是万妖宫的妖主，大权在握，这种事并不是办不到。到时候谢族也有个地补名额，接下来11年就可以做很多事。卖给齐猛，他是有些不太情愿的。什么价？这2颗珍宝，每颗1亿妖元晶。这么贵？成哥被这价吓了一跳啊！妖族修炼普遍是用妖元石，价值和仙晶基本同等，而妖元晶则是妖元石提炼出的精华，价值比上品妖元石还要高上10000倍。这他娘1颗珍珠就差不多相当于1万亿的上品仙晶吗？几乎比得上他中仙界最后那一通仙元令操作的收入了，这也太离谱了吧！只是对修炼毫无帮助，只能用来观赏的珍珠而已啊！这品质，这个头有多宝贵，您自己也清楚。1亿妖元晶那绝对是友情价了，你要是嫌贵，也可以看看别的。这谢族准帝本就不太想卖的，自然是毫不退让的打算。成哥一笑，我这不是没带那么多妖元晶吗？事实上他修炼可以用仙晶，妖元晶呢他是一个没带。要不这样吧，你先赊给我，我帮你保管一段时间，等我保管了几百年后，保管费差不多也能抵那1亿妖元晶了，到时就2清了，你看怎么样啊？暗处的苍龙女帝差点喷了呀！有你这么买东西的吗？你这明抢吧！对面的谢族准帝脸色也沉了下来。孟奇，你消遣我？没有啊，我这不是在好好的谈交易吗？成哥一边笑一边催动苍龙血脉，一边发动了攻击。你敢！谢族准帝大怒，一场大战就此爆发。这一打起来，他就察觉不对了。成哥的苍龙血脉之力和苍龙族天赋一览无余，并无麒麟族的血脉特征。我倒是谁呢？原来你是苍龙族的！你们都被逐出了妖界，还敢兴风作浪！成哥懒得废话，只是不断的轰击。都给我杀！杀了他！准帝一声令下，四周其他的谢族高手都围了上来，双方很快打的是天昏地暗，将这蚌族聚居地都打成了一片废墟了。许多蚌族从容器中脱困，恢复了意识之后，先是茫然，随后四散奔逃。成哥发现自己这段时间实力确实提升了一大截，苍龙真身是用不出人类功法，也用不了9阶仙剑的，但有了速度规则之心的加持，再加上他如今的始元龙骨，仅凭苍龙真身，他竟然和这谢族准帝杀的是有来有回。要知道，这谢族准帝可是后期准帝，论实力也就仅次于全副武装的无极洞天掌教汉月准帝了。何况呢，这还是海底对方的主场，而不是天空那苍龙最喜欢的战场。在速度规则的影响下，那些谢族妖王和妖尊根本就摸不到他的影子，就连那谢族准帝也受到极大的限制，行动变得迟缓了很多。双方妖体互轰，谢族根本挡不住始元龙骨的强度，表面坚硬无比的外壳出现了一丝丝裂缝，一名又一名妖王和妖尊陨落，这片海域都被打出了一个漆黑的空洞，暂时没有一滴海水能流进去。那名谢族准帝毕竟是后期呀，他的规则之心是精细的，而且远比成哥融合度要高，
随着时间推移，成哥渐渐落入下风。金系规则之心的持续穿透下，他的始源龙骨虽然毫无破损，但仙魂和表皮龙鳞却变得千疮百孔，仙国也开始变得不稳定起来。992道主规则和悟道仙术是足够神奇，但终归只是9品仙王层次，还没法越过好几重境界去斩杀一个准帝后期呢。这场大战足足打了3天3夜，最后他变化的麒麟形态都自动解除了，而这时呢，他的仙国终于破裂，仙魂摇摇欲坠，最终战死了。宿主被杀，正在检测敌人实力，安排复活方案。成哥总算听到了久违的系统提示音，为了这复活，他算是耗尽了力气。没办法，这谢祖准帝的实力和他相差不大，想赢赢不了，想死又不能放水。中间好多次他甚至期待着对方能有高手赶来早点杀了自己，但是很遗憾，这蚌族聚集地算是谢族的禁地，本就严禁其他海底妖族接近，所以打了3天3夜也没有其他高手。这次死后呢，让成哥再进一次里世界吧。他默默祈祷着系统的解决方案和上次无极洞天一样。那次进入里世界1分钟，他的仙国层次提升了1档，提升不可谓不大呀。宿主复活啊？啥玩意儿就复活了？方案呢？复活方案呢？你满血复活就完事了吗？你不给个西外挂吗？成哥复活时，对面谢族大军已经死了10之7、8了。3天3夜大战，谢族准帝是浑身千疮百孔，凄惨无比。到了强弩之末了，无论仙国还是妖体妖魂，全都遭到了极大的重创。本集第399集，好狗不挡道。该死的苍龙族，一定圣报万妖宫，要制裁他们，将他们彻底夷灭。这谢族准帝暴跳如雷呀！他虽然赢了，但完全高兴不起来。莫名其妙的一场大战，他的部下死伤惨重，自己的伤势没个几千万年都恢复不过来了。现在就算是走后门，那万妖大会也没他什么事了，因为就算是一名准帝出席，都能轻松击败他。苍龙族，我与你们势不两立。望着成哥战死后的残躯，他凶光毕露，正打算挫骨扬灰呢。紧接着呢，残躯忽然光芒大作，完好无损的苍龙真身再次出现在他的面前。是吗？那就再来吧。你怎么还活着？谢族准帝大惊失色，而成哥可不会给他回答。系统没让他进里世界，他正恼火呢。去死吧！他再次发动全力攻击，剩下那些谢族妖王只能拖着残躯包围上来，双方又爆发滔天大战。只是这次呢，情况完全不同了，一方早已强弩之末，一方状态全满。成哥那就是虎入羊群，一通乱杀。转眼间呢，谢族准帝撑不住了。当最后一名谢族高手被杀之后，他再也忍不住夺路而逃。准帝的速度是极快的，只可惜成哥这苍龙最拿手的就是速度，他才刚逃了没多远就被追上了，随后呢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江掌门总算是明白系统这次为什么没特殊方案了。按照系统判定，只要他满状态复活，再次大战就肯定能赢。就像是苍极参加万妖大会，不断被连场消耗之后遇到麒麟族的高手一样，本就实力相差不多，这状态影响太大了。最终呢，这次成哥没付出太大代价，就将这谢族准帝妖体打崩。对方的仙国也被悟道仙术冲刷无数遍后破灭了。获胜之后，他毫不停留地收起了那些珍珠，包括那2颗最宝贵的珍珠，而后呢，又将这谢族准帝的钳子卸了下来，这可是炼制仙器的绝佳材料啊，很值钱的。最后再搜索一阵，搜到了几千万妖元晶，这才再次变回麒麟族的奇猛，朝着上方扶起，打算扬长而去。你是怎么办到的？之前战斗时一直未曾出声打扰的苍灵，再也按捺不住强烈的疑惑了。你能和谢族准帝打成那样，会不意外？但你原本不可能赢的，我甚至觉得你死过一次了。我怎么可能会死？成哥没说自己能复活，只是随口装了一个叉。只不过哥是战斗型的体质，受伤越重恢复越快，重伤垂死的时候就能够满血复活了。还有这种神奇的体质？苍灵表示自己大开眼界了。这未免太逆天了吧？那不是咱气质好吗？所以才有这样独一无二的体质呀。苍灵自然不会信他这气质的鬼话。我总算明白你为什么要参加万妖大会了。你这种体质简直就是为那大会而生的。万妖大会是连场的晋级赛，中间没有休整的机会，碰到实力悬殊的还好说，如果实力相当的话，那就会像今天的谢族准帝一样，赢了状态要跌落许多倍。只可惜你境界低了点。他忽然有些遗憾。如果你是真正的准帝，那还真有机会拿到头名了。
目前成哥只得到了速度规则之心的加持，而且融合度不高。除此之外呢，其他方面他还都是九品仙王的层次。万妖大会打到前32位时，面对的都是清一色的准帝后期，而且还全都是准帝后期中的佼佼者，不是皇族血脉就是上古妖族，要么呢就是气运深厚屡得机缘的妖族天才。那时候境界的差距就难以弥补了。陈哥心说呀，你多虑了，那所谓的重伤恢复体质只是咱湖州的，什么万妖大会，大不了到时候多死一死，一路死到头，那就是了呗。接近海面时，苍灵忽然惊呼起来，不好，玄龟大帝来了。保持着奇猛外形的陈哥也很快感知到了由远及近不断破来的恐怖威压。当他快要升到海面时，忽然发现头顶是一片连绵不绝近乎无边的悬空陆地，那是玄龟大帝的身躯。奇猛，果然是你！玄龟大帝沉闷的声音嗡嗡作响，令得整片海域都在不断的震颤，无数海水因为那震颤化为水箭射向高空，仿佛一场倒悬着的暴雨。你为了抢夺珍珠，竟然杀了谢鹏，好大的胆子！他也是直到谢鹏逃亡时才察觉到有大战，之后赶到谢族领地一问，这才知道是奇猛来了。再赶到早已沦为废墟深坑的蚌族聚居地一看，更是大惊啊！谢鹏死了，珍珠不见了。现在再看到明显是战斗过的奇猛，不用猜也知道发生什么了。你们麒麟族疯了吗？我这就押解你去玄林山，亲自问一问一族2位大帝，你这要和我们金海群妖决裂是不是？震怒的玄龟大帝其实还没有灭杀奇猛的打算。麒麟族如今风头最新，他也不敢撕破脸，一旦那么做就真的没有转圜的余地了。他只想压着奇猛需要个说法，然而成哥怎么会给他这个机会呢？他变成奇猛是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了顺手挑拨离间吗？先分化一下金海妖族和麒麟族这对盟友的关系，真要是被压过去对峙，那就露馅了。哼，你这王八不过是我麒麟族的一条狗而已，也配捉拿高贵的本大爷吗？好狗不当道，滚开！暗处的苍灵差点笑出声来。他看出了陈哥离间的打算，不过呢，这话太损了吧？玄龟大帝呢，好歹一尊妖帝，竟然用王八和狗来称呼他，这种事即便巅峰时期的龙族也没干过呀。果然呢，上方本就处在震怒中的玄龟大帝立刻就要爆发了，一身妖帝的威严毫不掩饰，立即绽放开来。你们麒麟族还真是嚣张到了极点，竟敢如此辱我，那就去死吧！霎时间呢，这片躁动无比的海域都仿佛凝结成了一块铁板。玄龟大帝只讲的是重量规则，快逃！苍龙女帝急促的声音传来。不过呢，就算他说的再早也没用了，成哥早已被压下去了。重量规则能随意改变任何物体的重量，成哥头顶那可是一片海呀。面对了霸道的规则压制，如果是苍龙女帝全盛时期，那很简单，用境界更高的速度规则直接强突就行了。他甚至可以用速度将玄龟大帝玩弄于股掌之间，但成哥那只是9品妖王的层次呀，他已经算是很逆天了。始源龙骨的妖体和那逆天的仙国竟然没有被压碎，如果换做其他妖王过来，1秒钟都撑不了，就会妖体仙国同时破碎而亡。情急之下，他忽然想到了自己还有最后一个绝招——神之华产。本集第400集，再赚一笔。当初在中仙界对战9大上门的仙王时，成哥战死了一次，那次呢，谢统给了他10次神之华产，每次都能干掉一个仙国，9个华产轻松干掉了9名仙王，剩下最后一个华产一直没用上，他甚至快忘了。现在被压得无法动弹，他果断将面板调出来，朝着上方来了一脚，忽然之间他就消失在原地。那重量规则明明还在，但对他的影响却仿佛凭空消失，他整个人被那华产带着进入了另一条不存在于这个世界的高速轨道，就像是被发射出去的炮弹一样。他的姿势被强行的熬成了华产，稳准狠地踹在了玄龟大帝根本就没放出来的仙国核心上。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停滞了，四周的世界剧烈晃动、颤抖、颠覆。下方原本已经因为重量规则不断下沉、凝结成铁板的海水，突然失去了束缚，再次变得鲜活起来，整片海域都仿佛要翻转过来。与此同时，玄龟大帝闷哼了一声，庞大的妖体重重跌落到海面上，再次掀起了一次天灾。他的仙国并没有被这一脚踹碎。神之华产虽然直指仙国最核心、最致命的部位，但系统提供的方案原本只是用来灭仙王的，面对妖帝层次，终归还不足以致命。
作为妖帝，玄龟大帝的仙国层次超脱了羽化登仙，都已经是玄妙层次了。修炼更是不知多少亿年，稳定程度是仙王根本无法想象的。这一脚踹中他的仙国核心，但只是让那核心剧烈晃动，出现了一丝损伤，并未直接破灭，但这已经够了。这一铲足以动摇他的根基，对他形成重创。你给我等着！战斗力并未完全丧失的他丢下了一句狠话，随后竟然选择了逃之夭夭，不敢继续战斗了。被滑铲直接带到海面上空的陈哥有些懵逼呀。他原本都已经抱着离间计划失败，干脆战死复活干掉了玄龟大帝的打算了。结果呢，对方不打了。不过这个结果好啊，玄龟大帝活着才能给麒麟族造成更多的麻烦。保持麒麟外形的他，催动速度规则和苍龙血脉化作一道流光，也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了这里。你是怎么做到的？一路疾飞，苍龙女帝实在难掩内心的震撼。刚刚那究竟是什么手段？你竟然能撼动他的仙国？而且你当时怎么脱离重量规则束缚的？不对，你当时好像直接无视了那规则，这不可能。全盛时期的他要击败玄龟大帝也能办到，但那是规则和血脉层面的交锋，要让他一击就直接重创对方的仙国，他表示自己办不到。也正因此呢，他才是那般的不可思议。能让堂堂女帝变得这么失态，骚包的陈哥那叫得意洋洋啊！早说了，主要看气质，你就是不信吗？气质你个头！你到底说不说实话？我说的是实话呀。苍灵的语调忽然变得伤感低落起来。啊，对姐姐要这样防着藏着吗？太让人伤心了。你是真的会演呐！前一秒还气急败坏，下一秒呢就切换成了悲情模式了。陈哥甚至恶意揣测起来，是不是因为他太能演了，所以上天才把他的身体给夺走了，让他只剩一缕残念，无法现形呢？我对姐姐的真心日夜可见呐。他也随口说着不要钱的谎话。你，苍灵又在朝他的耳朵吹息了，这是他唯一能做到的事情了。你确定吗？他又切换到了娇媚柔软的模式。难道你不想看仙界前5的美女了吗？那声音要多魅惑有多魅惑，被这声音抚摸过后呢，就连始源龙骨都变得酥酥麻麻的。早已被他训练成半个深空的陈哥感觉规则之心和血脉之力都将要失控的迹象了。别胡闹！他咬紧了牙关，继续向前飞。女帝戏谑轻笑，又在他耳畔轻声呢喃：“是别停吧，你如果不想，会封闭听觉的呀。为什么不那么做呢？”陈哥被他搞败了，恼羞成怒的他只能一边享受一边咆哮：“你还算是个女帝吧？啊，你能不能庄重一点？真该让苍吉、苍穹他们都来看一看你这另一副嘴脸。活了无数年了，你怎么比那小姑娘还要幼稚呢？”哦，是吗？下一瞬，那柔媚的声音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清冷。既然你喜欢，那就如你所愿好了。这声音严肃的就像是另一个世界的，挂着天堑般的距离。你又耍什么宝呢？你不是说这样才更像女帝吗？哎，我就随口说说，其实你可以随意的。苍灵打断他，声音依旧森冷疏离。我觉得现在这样更好，女帝就应该有女帝的样子。你这，陈哥心说呀，我嘴上那么说，但我心里很诚实呀，你不用这么认真的呀。就这样呢，5天之后，他飞到了麒麟族的聚居地玄灵山外围。你又想干什么？这5天来，苍灵一直没改回之前的模式，始终保持着清冷的语调，这让陈哥大为无奈。听不到之前的魅惑的声音，陈哥其实有些小失落的，但又不好意思让他再来一次。望着眼前高耸入云的玄灵山，以及那一个个如同小世界的麒麟窟，他笑了笑。那些珍珠对我也没用，拿到这儿来顺便再赚一笔，岂不美哉呀？之前变化的冷却时间早就过去了，他这次摇身一变，变成了玄龟大帝。苍灵原本还觉得那挑拨离间的计划已经够绝够狠了，经过杀准帝、抢珍珠、伤大帝这一系列操作下来，玄龟大帝如果还对麒麟族死心塌地，那就只有2个可能，要么他傻，要么他贱。他没想到成哥居然还没玩够呢，他还想把他抢来的珍珠再卖给麒麟族。就连他这个站在苍龙族立场的女帝都忍不住想吐槽了，你这人太狗了吧！玄龟大帝，您怎么来了？那庞大的体型，麒麟族那边想不注意都不行啊！很快呢，就有些妖王妖尊飞来迎了出来。尽管目前麒麟族风腾最盛，但这位好歹是妖帝，麒麟族还是很尊重的。片刻后呢，就连准帝都出来了10几位，其中正好还有奇猛。哈哈，玄龟大帝，哪阵风把您吹来了呀？万妖大会不是还有一段时间吗？玄龟大帝应该是打算来我麒麟山
盘桓做客几日吧。哎呀，蓬荜生辉，真是蓬荜生辉，欢迎啊！本集第401集，带货达人成哥。对着铁杆盟友麒麟族这边还是非常热情的，不过成哥却是眉头一皱，被叫成乌龟，总有那么些不得劲儿啊。以后不要叫我玄龟大帝了啊！您改名了？没错，以后请叫我俊帅大帝。绷了好几天的苍灵实在没忍住，笑出声了。在场一众麒麟族的高手也是一脸的错愕，看了看他那厚重龟壳外露出来的乌龟的头，寻思着这无论如何也和俊帅搭不上边啊。不过呢，这是个称呼，他开心就好了。好，俊帅大帝里面请。成哥这才心满意足，跟着进了玄灵山。来到里面之后呢，他见到了更多的麒麟族的高层，还得到了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偌大一个妖界，也就17位妖帝，无论走到哪儿都是有牌面的。如果麒麟族这些准帝知道他是刚刚被逐出妖界的苍龙族，不知道会作何感想。甚至有准帝赶着去请留在玄灵山闭关的玉林大帝。接待这个级别的大能，他们觉得自己分量还不太够。在这种热烈的气氛中，成哥笑眯眯地说出了来意。本帝来此其实是给亲人们带优惠来了。他搞得跟个带货达人似的。这众麒麟有些懵逼，这话听了怪怪的，不像大帝的语气呀。你什么优惠？珍珠呀！一提到珍珠，在场所有麒麟眼睛都亮了。这东西对他们的吸引力，就和金子对龙族的吸引力是一样的。就像成哥看到美女，那都是天然的种族癖好，深入骨髓了。俊帅大帝，您还卖珍珠呀？以前不都是谢族经营的吗？这次怎么您老亲自来卖了？事实上呢，从前这珍珠交易，玄龟大帝是没插过手的。堂堂大帝还看不上这点蝇头小利，包括蚌族被控制，也并不是他受益的。那是因为我觉得谢族卖的太贵了。麒麟族是我们的家人，对家人怎么能这么坑呢？我不能忍。成哥已经彻底进入带货模式了，演的那叫一个热情奔放，情绪饱满。所以我这一次把整个金海的珍珠都包了下来，为此我和谢族当场拍了桌子，差点干起来。以后独家经营，由我自己来卖，吐血降价，一定要让家人们尝到足够的实惠。在我这儿，你们买到的绝对是全场最低价。麒麟族听得晕头转向，但莫名的又有些热乎乎的呢。不过高层们也不傻呀，也没那么好忽悠啊。你说的再好听，也得看实际呀。那大帝您这次带来的货品质怎么样啊？成哥二话不说呀，将那2颗篮球大的珍珠摆了出来。这一红一紫俩珍珠一出场，就让全场的麒麟差点窒息了。这么大呀！这是至宝啊！我的天哪，这么大而且品质还这么好的珍珠可是头一次见了，太罕见了，我好想要啊！这可是原本打算要想给2位麒麟大帝的宝物，现在拿到这些麒麟面前，那当然足以造成轰动效果了。所有麒麟都疯了一样的挤了过来。巨帅大帝啊，这珍珠卖多少钱呢？是啊，您快开价吧！就连齐猛等准帝也无法淡定了。俊帅大帝，可否优惠卖给我呀？我出3000万妖元晶，我出4000万，5000万，谁别抢？8000万！齐雷，你敢跟我抢？怎么的？不能抢啊！质保在前，价高者得。1亿，我出1亿妖元晶！一时间，这里变得像菜市场一样，压根不用乘客开价，自动变成拍卖了。麒麟族这几百亿年来可是妖界的统治者呀，虽然是幕后的吧，那攒了多少资源根本无法估量。反正呢，和他们一比，青龙族都算穷的了。成哥乐呵呵的摆摆手，示意大家别那么急躁。这个我加快一下语速啊。这2颗珍珠要换成谢族来卖，每颗价值呢起码是1个亿啊！刚本帝也说了啊，不能坑了自家亲人。为了让大家物超所值，本帝决定以1000万1颗的价格出售，上车！他的话音一落，暗处的苍龙女帝忍不住了。你傻呀？别人都开了1亿，你还卖1000万，送上门你都不赚？成哥心说，这只是开胃菜，急什么呀？1000万，珍珠的市场价，麒麟一族自己是非常清楚的呀。寻常珍珠也就算了呀，像这样的至宝，确实没1个亿拿不下来。1000万，那已经是跳楼甩卖的白菜价了。这2颗比2位麒麟大帝身上的珍珠还要大那么一圈呢，他们哪能忍住呀？卖给我吧，这里就2000万妖元晶，你快点吧！都给我闪开！我已经把妖元晶给俊帅大帝了。最终呢，在一番激烈的争抢之后，一名在麒麟族德高望重的准帝齐渊杀出重围，抢购下了这2颗珍珠。
在场其他麒麟那叫一个羡慕嫉妒恨呢。这么大这么有排面的宝贝，这种便宜了10倍的吐血价居然没抢着，可想而知是多么的失望，捶胸顿足，当场哀嚎的都有。一些没买到的麒麟高层因为眼红，居然嫌他卖的便宜了。巨帅大帝呀，您怎么就不卖贵点呢？是啊，这么低的价格那是对宝物的亵渎呀！我的妖元晶比其元多得多呀！您要是把价格定高点，他绝对抢不过我。那奢侈品就这样，你价低了，人家不乐意呢。看着满地失望的麒麟，陈哥心头暗笑，随后默默点开了系统面板。系统能造物呀！之前他连飞仙门的山门建筑都凭空造了出来，而之所以平时很少用这个功能，那是因为用不着。造出仙晶仙器所消耗的功德比兑换以及外界购买还要贵呢，根本不划算。但如果造珍珠的话，这玩意儿压根不算修炼资源，论价值，再贵的珍珠在系统眼里也是垃圾，都值不了1点功德，可以说是便宜的一塌糊涂。他只用了1点功德，就轻松造出了100个和刚才那一模一样大小的珍珠，而且颜色更加多样，外表更加华丽。他这造物可不是烂大街的障眼法，而是真的凭空造出了真实的物件。行了，大家静一静啊！他再次双手虚按，感慨：哎呀，想不到大家的购买热情如此高涨，那我又怎么能让玄灵山的麒麟人们失望呢？实不相瞒呐，这次我掏空了金海1000亿年来所有的库存，还挖掘了上古的遗迹啊！所得到的至尊级珍珠并不止刚才那2颗。他直接给刚刚那俩珍珠起了一个叫至尊级的名称。在场没买到的麒麟们原本还捶胸顿足，失落哀嚎，听到这话，不利于黑夜中见到了一丝曙光。本集第402集，居然还有什么？还有？巨帅大帝，你说的是真的吗？巨帅大帝果然巨帅，快拿出来卖给我呀！不，卖给我！众麒麟再次疯狂地围了上来，成哥一拍手，直接放出了100颗。哇，100颗！哎，快！我这里有3000万妖元晶，我有2亿，卖我20颗！别抢啊！短短10几秒，100颗珍珠卖光了。这也是成哥把价格故意定这么低的原因。如果定价1个亿，那些妖王级的麒麟根本买不起呀。定价亲民，那才能一网打尽。反正他的珍珠几乎等于没有成本。一开始还有些麒麟族的高手怀疑这些珍珠可能是假的，毕竟如此高的品质竟然有那么多蹊跷啊。但作为建珠专家，他们在拿到这些珍珠之后仔细鉴定，得出的结论却是反过来的。这批珍珠不光个头大，而且品质也是前所未有的完满，根本挑不出一丝一毫的瑕疵。在场麒麟族的众多高手，依旧有不少麒麟没买到。看到其他麒麟在那把玩着宝物，那又是眼红又是焦急。金帅大帝，还有吗？我没买到啊！买到的麒麟得意洋洋，没听到大帝刚才说了吗？那是最后的存货了。而下一秒呢，他们就被成哥打脸了。一鼓作气，他又耗费了足足3点功德，又造了300颗。哎呀，这个本来呀不想卖了，毕竟要细水长流，还要留一部分自己珍藏啊！而且这么低的价格，那我都亏大了呀！众麒麟一听，什么玩意儿？还有我这意思呀？纷纷围了上来，一副我要占大便宜、大抢购的架势。巨帅大帝，再卖一些吧！是啊，他们都有了，我们不能没有啊！成哥倒是没打算涨价，毕竟在场那些妖王也买不起了。他故意做出一副心疼加肉疼的表情，犹豫了好半晌，听了无数的哀求后，才狠狠地点点头。也罢，来，为了回馈亲友们的支持和厚爱，这些库存和珍藏我不要了，全部吐血大甩卖！唰的一下，将300颗珍珠拍了出来。这一下，在场许多麒麟族高层准地感觉不对了，啥情况啊？不是说那100颗是掏空了金海上千亿年的库存，还挖了什么遗迹吗？还以为你没了呢，结果还有300颗还，你这库存到底多少啊？他们隐隐觉得呀，这珍珠好像变成白菜价量产了。刚刚抢到的还觉得有1成的贱价买到了大便宜呢，现在他们莫名觉得自己吃亏了。只是那些没买到的妖王现在压根想不了那么远了，一头热的抢到了再说吧。半分钟后，300颗珍珠卖光了。到了这一步呢，麒麟族那些妖王差不多也被他从富裕变成穷光蛋，没什么油水可刮了。成哥呢，把目光对准了一些准地。哎呀，这种至尊级的珍珠，你们也知道有多稀有啊！我现在是真的没有了。在场那些捧着或者挂着篮球型珍珠的麒麟们有些失望，有的则是暗松了口气。哎呀，你总算是没有了呀！你要是还有，那买还是不买呢？真是个问题呀！1000万一颗也不是小数呀。
然而紧接着陈哥话锋一转，不过呢，这至尊级的没了，幸亏啊，我还有天尊级的珍珠。天尊级，这名字就是陈哥信口胡编的，麒麟们自然想象不出那是什么样子呀。郡帅大帝，你还有货呀？啊，是啊，为了回馈我最好的亲人们呢，这次呢，我真的是把整个金海都挖空了，价格也降到了冰点。陈哥言辞恳切，发自内心的说了。家人们也知道啊，这样大降价，我的损失会有多大？哎呀，如果不是你们麒麟族，而是那群龙族，我绝不卖，哪怕抬高10倍，我也不卖。这话听着就好像占了便宜一样，捧着篮球珍珠的麒麟们心情舒畅。哎呀，太客气了，郡帅大帝够意思，不愧是我们麒麟族最好的朋友，那就快让我们见识一下天尊级的珍珠吧。陈哥刷了一下排出了5颗大珍珠，每颗都跟普通的圆桌差不多大。相比之下呢，刚才的篮球型珍珠瞬间变得小巧迷你起来，全场倒吸凉气，有些麒麟差点背过气去。这么大，我的天哪！世间竟然有这样的珍珠，太漂亮太华丽了，我的天哪，至宝啊！对于陈哥来说呢，这5颗超大型的珍珠也就一点功德的事，他只是按照自己幻想中的样子随意就造出来了，反正不含什么灵气仙气的，简单。但对这些麒麟而言，这就是彻底轰碎他们心房的神物呀。篮球那么大的珍珠，其实呢他们以前也见过，莫林和玉林2位大帝活了那么多年，其实呢都有那么几颗，但圆桌那么大的巨型珍珠闻所未闻，想都不敢想。尤其这5颗珍珠卖相极其漂亮，并不是纯色的，而是红黄蓝绿紫5色混杂流转，表面上还透着丝丝的仙雾，乍一看就像是天降神物，没有哪头麒麟能拒绝这种神物的诱惑。他们不在乎这珍珠太大，毕竟呢妖体一旦扩张，随随便便都是山脉一样连绵，虽目光投上去之后就再也移不开了。大帝，这天尊级珍珠你要卖多少啊？齐猛等准帝的心都在颤抖，陈哥变化的如果不是玄龟大帝，恐怕有些麒麟准帝都要生出杀人夺宝的念头了。家人们呐，这5颗珍珠有多珍惜，你们也看得出来。毫不夸张地说，无论仙界下界都不可能有与之媲美的了，它的价格可以说是无价。众麒麟都是懂行的，只能暗点头。这个级别的珍珠放在以前10亿都拿不下来吧，他们也买不起。不过陈哥就是那么仁慈。家人们，这么好的东西，我原本是真的不想卖，摆在自家宫殿内，那多有面子呀，对不对？但为了回馈亲们的厚爱，那我说什么也得忍痛割爱了呀。一口价2亿1颗，错过这次就没有下，上车！话没说完呢，立马2名准帝喜出望外的抢着将妖元晶塞给了陈哥。我要了，我要了！他们以为至少得10亿呢，结果只要2亿。这样的稀世神物只要2亿吗？那不赶紧抢啊！本集第403集，帝尊级珍珠。其他准帝也不甘示弱，纷纷加入争夺，而那些妖王只能羡慕嫉妒恨的看着，他们没那么多妖元晶呢，只是忽然都觉得手里的篮球珍珠不怎么香了。片刻之后呢，陈哥10亿再次入场，随后呢他也不墨迹了，望着面前其他因为没买到而羡慕嫉妒的准帝，他再次亮出10颗圆桌版天尊级珍珠。最后10颗，最后10颗了啊！卖完这10颗，世间再无天尊级。有些麒麟族准帝差点当场吐血了。你刚才不是说这极度珍惜吗？准备留着的吗？不是说错过这次没下次了吗？那为什么随随便便又拿出10颗呢？你到底有多少啊？虽然心里这么想，但他们终归忍不住诱惑，又一次将这10颗拿下。成哥默默清点了一下妖元晶，长叹了一声：哎呀，天尊级的珍珠啊，现在尽归你们麒麟族喽。原本还非常肉痛的准帝顿时自豪了，纷纷将那圆桌型号的5彩珍珠挂在脖子上，骄傲且得意地向外展示。而那些没买到的呢，无不眼红羡慕。成哥眼看火候差不多了，于是再次隆重推出了他的新产品。家人们呢，其实呢，本地还有几颗压箱底的传家宝，那原本绝对是非卖品，只是，哎呀，你们都是我的家人，本地心软呐，实在见不得你们失望啊。从自己身上割肉，也要满足家人们的需求啊！有请帝尊级珍珠降临。那7颗如同房子大的珍珠闪亮登场，一直在暗处看戏的苍龙帝女都喷了呀。这次全场没有惊呼，而是陷入了呆滞状态。
圆桌那么大的珍珠已经突破他们的想象范围了呀！要知道，平时拳头那么大的珍珠都被他们当成至宝一样供着，生怕磕了碰了。现在房子那么大的珍珠，情何以堪呢？他们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穿越到了另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盛产的就是这大个的珍珠。这真的是珍珠吗？7颗珍珠表面闪耀着赤橙黄绿青蓝紫7色华彩，炫目而又夺目。表面同样弥漫着一层层特殊的雾气，在那7色华彩的映照下不断的变着色。这也太大了吧，竟如此品质的珍珠，以前闻所未闻呐。陈哥大笑，哎呀，其实这还得怪我啊！前1年来，以前这些高品质的珍珠都被我个人拦截私藏了下来，你们以前买到的那都是残次品。反正呢，他又不是真的玄龟大帝，压根儿不怕这句话会让麒麟族不快。果然呢，那些准帝听到这里面色不自然了。以前买的都是残次品啊，感情以前堂堂麒麟族被金海妖族那边当成土包子在耍吗？那你这次为什么又要卖给我们了呢？我这不是觉得过意不去吗？家人们呢，你们必定是家人呐，是不是啊？何况世间谁不知道麒麟族最爱珍珠呀？宝剑赠英雄，最好的宝物就应该落在最值得的存在手中。我觉得我不该那么自私，这才拿出来和大家分享。说实话，这7颗帝尊级是我最后存货，卖完之后再也没有了。你们要是不信，那就算了啊，反正我本来舍不得，大不了自己留着。说完，他作势要将那7颗帝尊级珍珠收回去。麒麟族的准帝们急了，房子一样大的珍珠太稀罕了呀，值得一生典藏啊！元帅大帝且慢，我们没说不买呀。对呀，您千万别私藏了。您自己也说了，世间谁都知道我们麒麟族最爱珍珠，这宝物除了我们，其他人不配占有啊！您快开价吧！对，开价！成哥露出一丝后悔之色，随后又经历了一番复杂的天人交战，这才在众麒麟准帝期待和不安的目光注视下，缓缓开口了：“家人们呢？这帝尊级肯定无价，我岂能够坑家人呢？就这样，帝尊级这样的珍珠，我就问家人们一句话：见过没有？是不是没见过？你们觉得应该多少？1万亿不要，1000亿不要，999亿不要啊！只要2位数，再次跳楼吐血价，10亿交元就一颗。”这话音一落，立即就有4名准帝当场跳了出来：“我买了，给我来1颗！帝尊级归我啦！”转眼间卖了4颗，陈哥不由感慨：这麒麟族真是富呀！与之相比，青龙族简直就像是破落户。至于苍龙族，那连乞丐都不如了。还有3颗啊，家人们，最后3颗了，要是没人买，我就收回去了。剩下的麒麟准帝们急得直跺脚，不是不想买，这么大这么稀有的帝尊级珍珠，他们根本抗拒不了，口水都快流出来了。只是妖元精不够啊。说实话，成哥也就是找到麒麟族这个族群，最近几百亿年是妖族主宰，背地里不知搜刮和赚了多少了。要是换成其他族群，在天尊级就已经没有人买得起了。但即便麒麟族10亿妖元精这个价也还是太高了，其他准帝实在拿不出了。元帅大帝，这个价格确实不贵，但我们拿不出来呀。是啊，这喜在痛在呀。这也就是玄龟大帝这个盟友了。要是换成青龙大帝、冰凤大帝过来，恐怕他们直接下手抢了。成哥一看也知道麒麟族的油水差不多被自己刮干净了，于是呢，他很贴心的帮他们想了办法。家人们呢，对待家人我不能太苛刻。那这样吧，这个仙精、仙器、仙宝、妖器什么的也可以作价算进来。准帝们听到这个方案，顿时喜出望外。真的吗？仙器仙宝你也收？我吃2亏，原价折算啊！将来想办法和天书阁兑换呗。真要和天书阁兑换，那肯定会吃亏的。天书阁又不是慈善组织，仙器在妖界这边兑换是会压价的，起码要比仙器那边的实际价格便宜个1/3以上。不过成哥压根儿不会和天书阁兑换，他只会兑换成系统功德，自然不在乎这个。麒麟族不知道这些门道，看他主动吃亏了，差点都感动了呀。元帅大帝，您真的是古道热肠啊，我们怎么好意思呀？也多谢您的慷慨呀。得了，感恩上了，还得说谢谢呢。嘴里说着不好意思，他们掏出仙器仙宝仙精的速度还是极快的。没多久呢，成哥面前堆满了琳琅满目的仙器仙宝仙精，随便一数就超过青龙族那边了。随后飞快的清点作价一气呵成，最后3枚也总算全部成交了。至此呢，这场珍珠售卖大会圆满落幕。
好了好了啊，没有了。成哥也知道，再卖呀，他们是真的买不起了。本第404集，玉林大帝无法淡定。现场麒麟们拿着珍珠，一个个兴奋地把玩着，有的居然直接吞进了肚子里。成哥扫了眼这次的收获，同样是心花怒放。总之呢，皆大欢喜吧。不过从他这次交易之后，金海那边的珍珠怕是没有人看得上了。毕竟这次不光把市场行情价往下压了10倍不止，还硬生生的把麒麟族的品味提升了好几个档次。无形中呢，成哥算是做了件好事。蚌族从此不会再因为能产出珍珠被觊觎和奴役了，毕竟他们产出的那些小珍珠已经没什么价值了。今后这些麒麟再看到那种鸽蛋大的、拳头大的珍珠，哪里还看得上眼呀？至于黄豆大的，垃圾。好了，我该离去了。俊帅大帝，你要走了吗？住几日呗？陈哥心说了，我住几天我变化就过期了，那就露馅了个屁的。不了，我还有其他事。过段时间万妖大会再见，家人们再见。好。众麒麟沉浸在珍珠的世界，随口敷衍几句，都没有人送他。正要离开，上空突然传来嗡嗡的呼声。玄龟大帝，且慢离去。陈哥抬头定睛一看，一头通体如白玉的巨型麒麟踏空而下。他庞大的身躯缭绕着祥云锐气，仿佛只要与他接近就能逆天改命，神奇无比。与他相比呢，之前那些麒麟准帝都低了一个层次。成哥不用猜知道，这就是那个执掌符之规则的玉林大帝，不由得暗暗提起了戒备。万一他对刚才那道交易不满，觉得不妥，要求废止怎么办呢？难道还要自己将那么多妖元晶和仙气仙宝偷出来吗？成哥表示绝无可能，到时就算是撕破脸大战一场，也一定要全部带走。哎呀，玄龟大帝呀，你来了，咋不提前说一声呢？玉林大帝刚到，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面对他这个盟友，态度很客气。他话才说了一半，忽然就顿住了，因为他看到其他麒麟脖子上挂着的一个个巨型珍珠。顿时啊，他的眼睛瞪得像铜铃，变得极度的不可思议。这些珍珠哪来的呀？怎么会这么大呀？那些篮球大的也就罢了，玉林大帝自己也收藏了几个，平时一直宝贝着呢。闭关时都偶尔忍不住拿出来把玩一番。圆桌那么大的他是真没见过呀，至于房子那么大的，突破了他的认知。世间怎会有如此大而且还呈七彩的珍珠呢？这不可能啊！然而无论他用仙魂还是妖力规则去感知探测，得到的结果都是一样的，这些珍珠是真的，毫无瑕疵，不是仿制品，更不是障眼法。齐渊一边抚摸珍珠一边笑道：禀大帝，这是刚刚俊帅大帝卖给我们的。俊帅大帝是谁呀？玉林大帝一时间没反应过来呢。齐猛等准帝连忙上前解释了一下来龙去脉，得知这些珍珠都是玄龟大帝刚刚卖的，玉林大帝的眼神变了，他陡然转身，目光炯炯地直视着成哥。俊帅大帝呀，你这帝尊级珍珠还有货没呀？成哥差点喷水了，原本还以为这麒麟大帝会动怒呢，毕竟用一堆用不着的东西换了一堆修炼必需品呢，结果呢，他也要买。他又哪知道啊，麒麟大帝一看到那些大个珍珠呀，都快挪不动步了。除此之外，还有浓重的不平和恼火。麒麟一族的珍珠品质大小，往往也代表着身份牌面。他堂堂大帝，最好的珍珠也只有那至尊级大小，而现在自己麾下准帝竟然都有天尊级，甚至房屋那么大的帝尊级珍珠了。这要是将来一起走出去，这大帝的牌面何在呀？岂不是被人笑掉大牙呀？还怎么在麒麟圈混下去啊？那大鹅怎么看他呀？他必须要有啊，不光要有，还必须是最大的帝尊级，天尊级都显不出他的身份。但贵为大帝，总不能明着抢自己下属的，那吃相难看呢。所以他也只能向成哥求购了。你说你也要买？成哥心说呀，我原本都打算退场了，结果你主动撞上来。这个玉林大帝呀，不是我不想卖给你，而是我卖完了呀。他一脸无奈，摊了摊手啊，摊了摊爪，做了一个爱莫能助的姿态。真的卖完了？你确定吗？玉林大帝死死盯着他，那表情啊，像吃人似的，又严厉又森冷，简直就像是要将他拿下，然后好好的搜一搜似的。俊帅大帝，你卖了那么多，唯独到我这就没货了？你是不打算给我这个面子吗？我希望你好好考虑考虑。他的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来，一身祥云锐气忽然就变得深沉了压力。
程哥心说：“你他妈真是个极品呐！有你这么卖东西的吗？啊，如果真是普通货，那卖没了也就没了，我欠你的呀！啊，这可是你自己强烈要求的啊！长这么大什么样人没见过呀？唯独见你这种逼着别人宰你一刀的，你说少啊？不宰得狠一点，都对不起你了。”玉林大帝呀，以你我的交情，我几时骗过你呀？帝尊级的，确实一个不剩了。此言一出，玉林大帝浑身威压都降了下来，全场麒麟都吓得跪伏在地。但是，程哥话锋突然一转，我其实还留了最后2颗神尊级的珍珠。神尊级？玉林大帝浑身一震，那是何等珍珠？比帝尊级还高吗？不错。听说还有比帝尊级更高端的品质，玉林大帝那个喜呀，深沉的压力散去，气氛骤然一松。只要买下来，大帝的牌面有了。那你为何不早拿出来？因为拿出来没有用，我觉得你买不起。你说什么？玉林大帝怒了，整个妖界要是有财富榜，他就算排不到第一，那肯定是前3呢。说什么都行，你说他买不起，你侮辱谁呢？啊！尤其还当着这么多麒麟的面，他死死盯着陈哥。郡帅大帝，希望你接下来拿出的货色能配得上你刚刚的话，否则我将视为对我的挑衅。陈哥呢，原本想变个普通宫殿那么大的珍珠，比帝尊级大个几十上百倍差不多了。听这话，那脾气上来了，妈瞧不起人呐！唰的一下，他直接用10点功德造出一颗直径数百里、如同大山的超级巨型珍珠。上方整片天空都在九彩华光照耀之下，宛若天际的彩霞倒挂，壮丽无比。与之相比呢，之前那些房子大小的珍珠忽然变得平平无奇、普普通通了。他一出场就夺去了在场所有麒麟心神，窒息了呀！就连暗处的苍龙女帝都无法淡定。本期第405集，这可是你求着我宰的。这么大一颗，你从哪弄来的？别卖了，再留着吧。龙族喜好金银珠宝，只不过更爱金子，对珍珠没麒麟族那么执着，但不代表不爱。这闪闪亮亮的也击中了苍龙大帝的心房啊！想想，要是他那延绵几十万里的庞大身躯彻底展开，这几百里的珍珠挂在脖子上，那岂不是正好相得益彰吗？陈哥那个无语呀，老姐呀，你堂堂女帝呀，你能不能有点品位呀？这玩意儿对修炼、对战斗没有任何帮助，有个屁用啊！对面的玉林大帝懵逼了，刚才的气势早不知跑哪去了，剩下的除了震惊还是震惊。这玩意儿是珍珠啊！刚刚还牛逼哄哄的他，此时说话都结巴了。这么大的珍珠啊！这帮主怎么可能做出来的？这帮主他和其他准帝妖王对着那神尊级珍珠感知了一遍又一遍，得出的结论，这是真货，品质极高、极其完美的那种真货。可问题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呀！啊，就棒族那体型，怎么可能做得出比自己还要庞大许多倍的珍珠呢？玉林大帝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陈哥为了多赚点呢，开始不遗余力的编造理由了。这并非蚌族所产，也不是贝族，而是远古时期的猪族所产。猪族？玉林大帝一脸茫然。作为仙界初开就诞生的妖族，没听过这个族群呢。迎着在场一个个脸上写满求知欲的麒麟，陈哥滔滔不绝。没错，其实我金海之中原本还有一个能做出珍珠的族群，名为猪族。听到这个族群的名称，你们也该知道他们有多专业了。跟他们比，蚌族和已经灭绝的贝族只能算是珍珠界的业余选手。猪族体型庞大，实力也不弱，他们做出的珍珠不光品质完美无瑕，而且个头普遍偏大。刚才我卖给你们的至尊、天尊、帝尊级的珍珠，都是当年猪族所产。至于这神尊级，那就更了不得了。嗷！麒麟大帝被他唬得一愣一愣。这神尊级还有另外的名目？没错，这神尊级乃是当年猪族之主所产。猪族之主本身是一位准帝，此珠10亿年成型，50亿年孵化，100亿年打磨，最后还要辅以他自身的精华，端的是神妙绝伦，举世无双啊！
听到161年才能产出一颗，钟麒麟表示太难得了呀！尤其还是准地孵化的，与蚌族那些残存的圣阶和真仙一比，档次不知高到哪儿去了。这要是能带上，那绝对是身份的象征啊！玉林大帝眼睛亮了，那位猪族之主现在何处呀？还在金海吗？陈哥看他眼神就知道，这货起了贪婪之心了，想把猪族给控制起来。不过呢，这族群他现编的，本就不存在吗？这都怪我呀！当年我路过猪族领地，他们对我不敬，我一怒之下，怎的了？将他们灭族了。你怎么？玉林大帝遗憾的直跺脚，这么一个宝贵的珍珠制造族群，你把他们灭了，你简直犯下了滔天大罪呀！不过金海是玄龟大帝领地，他不好说什么。所以呢，家人呐，今天我卖这些珍珠，就是猪族当年遗留的，卖完之后就彻底断绝了，懂没？绝版货呀！那些原本还觉得自己大白菜的麒麟们，顿时又觉得自己手中的篮球珍珠、桌子珍珠香了。玉林大帝目光一直没离开那如山一般的神尊级的珍珠，也不知思考了多久，才略带忐忑的试探问了一句：“这颗神尊级，我出50亿妖元晶，你看怎么样？”周围其他的麒麟都不禁捂脸了，你好意思开这种低价呀？帝尊级10亿一颗已经算跳楼价了，这颗神尊级论价值至少也是帝尊级的1000倍以上。当然了，真要以100倍、1000倍的价格，那谁也拿不出来，也不现实。但你才涨了5倍，过分了吧？抠门了吧？欺负俊帅大帝老实人了吧？成哥都快乐开花了，本来都已经没得赚，打算离开了，结果呢，莫名其妙多了50亿，10点功德换50亿功德，傻子才不换的。不过表面上呢，他还是故意表现的纠结和肉疼。这玉林大帝呀，你这是在抢啊！你这价格，就算咱们关系再好，那也太那啥了。要不你再加点儿？越是这样呢，玉林大帝越觉得自己占了天大便宜。玄龟老弟，这些年我庇护着你金海妖族，那可不是用妖元晶能衡量的，对吧？问你买颗珍珠，你还推三阻四的呀？你要真这么斤斤计较，那灭掉那猪族之事，咱们得说道吧。你不说清楚，今天就别想离开了。陈可辛说：“你还亏的不是玄龟大帝，要不然得被你气死呀！说的好像你麒麟族没灭过任何族群一样呢。这他娘一副表面找冠冕堂皇的理由，实际上就是霸道强买强卖的嘴脸，不愧为妖界的领导者呀！”玉林大帝所言甚是，那就50亿吧。好，玉林大帝大喜过望，迫不及待将装满50亿妖元晶的妖气交给了他，生怕他反悔一样。而后第一时间展开庞大连绵的妖体，喜滋滋将那颗神尊级珍珠收了起来，戴在了自己的脖子上。在场的下方众准地妖王巡回展示，听到下方一片羡慕赞叹之声，玉林大帝觉得呀，这辈子值了，这么大一颗，这才符合自己大帝的牌面呢。从今往后，无论走到哪儿，都得把这颗珍珠带着。收下了50亿妖元晶，陈哥欣慰的看着他在那显摆，就像爷爷看着顽皮的孙子。玉林大帝，我还有事要办，就先下播就先离开了啊。见好就收嘛，得了天大的便宜，也该挤早车了。等一下，玉林大帝又拦住了他。他们你没完了是吗？陈哥有些不耐烦了，真惹毛了，哥也不管什么妖界大乱，直接开挂干了你。又咋了？玉林大帝飞到他面前，贪婪之意一闪而过。我记得你刚才说有2颗神尊级的珍珠，还有1颗，怎么也还要买？那倒不是，玉林大帝手头上能拿出的流动资金呢，也就100来亿的妖元晶了，不可能都花2颗珠子上啊。本帝就想问，你剩下1颗是不是要卖给我兄墨林大帝呢？本期第406集，随手坑一下。麒麟族另一位妖帝墨林大帝是这任天谱之主，也算是妖界的妖主了。目前在万妖宫那边坐镇，故不在玄灵山。没错，我是打算卖给他。那不如我帮你保管这颗吧，将来见到我兄，我亲自转交给他。
陈哥差点被他弄焦了，你帮我转交，怎么转呢？钱没给，拿头保管呢？怕不是想将另一颗也贪没下来吧？虽然珍珠在他眼里只值10点功德，但哥不乐意。玉林大帝，没妖元晶就少包了，剩下的这一颗，我看还是我亲自卖给他好了，不劳你操心。言罢，他狠狠一转身，越过玉林大帝，扬长而去。留在原地的玉林大帝面色极其难看，这是不给面子呀！一时间，他杀意上涌，差点起了杀人夺宝的心思。但或许是想到玄龟大帝也不好惹，而金海妖族还需要继续拉拢，最终呢，只能将这杀意按捺下来。另一边，成哥离开玄林山之后，放声大笑。这趟赚大了呀，还给玄龟大帝挖了一个坑啊！他为啥故意说有2颗，剩一颗卖给莫林大帝呢？这不是让莫林大帝下次去问正牌的玄龟大帝购买吗？到时候玄龟大帝肯定没有啊，一问三不知啊！那以麒麟族这霸道的作风，怕是有好戏看了呀！暗处的苍龙女帝目睹了全程，此时不知该说什么了。堂堂麒麟族就被他这样骗走了海量资源，顺手还把金海妖族与麒麟族这对体感盟友推到了彼此的对立面。此人不光一身神奇的能力，而且心计也极其危险，该狡诈的时候狡诈，该狠辣的时候狠辣，被卖了还要帮他数钱呢。他不禁感慨：唉，幸亏啊，你是我苍龙一族的新任大帝。苍灵是妖界唯一一个知道成哥人族身份的，所以他很清楚，江城原本可以不选择妖界，而是继续留在仙魔2界。若你是仙界之人，那我妖界怕是撑不过几年，就会被你搅得天翻地覆了。然而很可惜，仙魔2界当初选择打击飞仙门，硬生生将他推到了龙族这边，这或许就是冥冥之中的天意吧。江掌门可无心感慨，成哥已经彻底沉浸在海量功德的幸福中了。哎呀，这次哥肯定能升到准帝了吧？万妖大会，哥来了！这一次足足搞了170亿妖元晶，除此之外呢，还有价值20多亿妖元晶的仙器、仙宝、妖器以及天材地宝。光是那些妖元晶就价值170亿功德了，他自然是毫不犹豫全部兑换。上次为了突破准帝，他那3亿功德花完都还没能成功呢，原本就急需功德，而现在170亿摆在面前，那叫一个得意呀！想阻止哥升级，也得看看咱赚功德的速度。主规则多又怎么样？哼！远离了麒麟族的势力范围，他挑了一个僻静的深山老林，而后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兑换丹药突破的过程。3亿功德丹药下去，他又一次进入突破状态。悟道仙术播撒着光辉，992颗主规则光团如同行星一般环绕旋转，其中速度规则的光团明显要亮了10倍。那是因为上次突破时已经得到了速度规则之心的烙印，而这次呢，他可以选择另一个。成哥都不带想的，直接选择了力量规则。没办法，就算是修炼界萌新也知道这规则很牛的。虽然到了仙王层次，战斗比的就不是单纯的力量，但仙国之力本身也算是力量的一种。获得力量规则之心，对于实力依旧还是有提升的。尤其成哥这种仙国底蕴极强，到时候整体提升会极大。只是呢，这门规则虽强，却很难领悟，而且大部分准帝就算修炼了力量规则，也不会选择融合它。原因很简单，力量规则的主宰是蛮界之主，那是个来头不比青龙苍龙大帝低的远古巨头，仙界初开始就已经存在了，完全是无法撼动。选择这门主规则之心，基本就意味着不可能成为仙帝。不过成哥不会在意这点小细节的，规则强力就行了呀。选下力量规则的光团之后，他像上次那样顺利拉近了和力量规则之心的距离。随后呢，又到了用仙魂给规则之心施加一个属于自己烙印的步骤，这一切毫无波折，完全水到渠成。几分钟后，他烙印成功，退出突破的玄妙状态。再看那992颗光团，力量规则的亮度也和之前的速度规则一样，明显大了其他主规则一大圈。而在遥远的蛮界，那位沉睡中的力量主宰也感知到了规则之心多了一个准帝。不过呢，他可不像裂空魔帝那么大反应，甚至眼皮都没抬一丝。一个和力量规则建立起联系的新准帝而已，恐怕就像沉睡的狮子旁多了一个小鼹鼠，压根儿不能让他感到什么威胁。修炼结束，成哥长舒了一口气，而后才愕然发现自己还是9品仙王。突破时没出声打扰他的苍龙女帝，直到此时呢，才开口询问：“你突破结束了？”啊，成哥内视检查了一下自己的状态，确实还是没有跨过准帝那道界限呢。又失败了吗？啊，不过好在成功烙印了新的规则，不亏啊。哦，居然真的可以啊！女帝来兴趣了，毕竟这种情况整个仙界都没出现过。你这次烙印那个规则？力量规则。苍灵相当无语，
他有些恨铁不成钢。你不想当先帝了吗？力量规则被那个变态占据着，谁都夺不走的。明明能选2次，结果2次你都选绝了。速度有他，力量有蛮界那位，对其他人来说都是走不通的。哪个变态啊？陈哥还不知道力量主宰是谁呢。蛮界之主芒野，一个和我同时代出现的疯子。他很强吗？很强。仙魔崛起之时，我们龙族最大的敌人就是他。那时他和蛮界那群野人最大的爱好，就是捕杀龙凤麒麟等各大妖族，以血肉补充自己的气血之力，以龙旗凤羽为衣甲。这么屌啊！我们3大龙帝曾联手和他大战过数次，结果还是没能镇杀他。那现在呢？仙魔崛起时，大批仙帝魔帝围攻了他，他应该也受到了重创，之后就慢慢沉寂了。不过仙魔2界从此也很默契的不再入侵蛮界了。寥寥几句话，成哥已经明白这是一个多么猛的强人了。无论仙魔2界还是妖界，拿他都没什么办法的样子。你选择力量规则之心，就要和他抢夺主宰之位。苍灵做出最后的总结，这还真不是一般的不自量力啊。本集第407集，终成准帝。成哥也叹了口气，是啊，他太不幸了，竟然被我翻了牌了。还真的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呢，姐姐看好你啊。这戏谑的口吻让成哥的自尊受到严重挑衅，他立即马不停蹄地开始了下次突破，又是3亿功德的丹药下去，他再次到了选择主规则之心的时刻。面对剩下的990道主规则，他想了一下，选了战之规则，因为这个规则据说是为战斗而生的，越战越勇，越战越强。至于这个规则目前的主宰是谁，那管他呢。点了之后，他又一次顺利的在规则之心上刻下烙印，完成这次突破过程。而当他退出来时，才发现自己还是9品仙王，又失败了。苍灵在外面等着，心情挺复杂的。多失败一次意味着能再多选一次烙印，这当然是好事，但就怕江城无论突破多少次都成不了准帝，那他最终充其量也就是强过头的龙王。久闻苍龙成不了帝，那对整个苍龙族而言绝对是重大损失。是啊，只能再来了。成哥估摸着自己那么多主规则，至少可能要9个以上的规则之心才能带得动，要不然呢都没法突破到下一个境界。也幸亏这次在麒麟族那边狠狠的不是赚了一大票的功德，无论来多少次他都承受得住。苍灵饶有兴趣的问，这次你选了那个规则之心？战之规则？你疯了吗？为什么又选择那么难成帝的规则？咋了？战之规则主宰也大有来头啊。没错，魔界9仙魔殿的创派老祖血战魔帝就是战之规则的主宰，他也是公认的魔界前3的高手。苍灵似乎是怕他太大意了，又补充了一句9仙魔殿你该听过了吧，这是魔界第1大魔门，你将来想要争得战之规则的地位，绝对是难比登天。成哥浑然感觉不到压力，反而又淡淡的装了一茬。啊，那他还真是太不幸了呀，因为被我这次翻了牌，没准9星魔殿将来都会垮掉呀。苍灵一笑，你强自夸的样子还真是可爱。你才可爱呢，你全家都可爱。成哥二话不说再次兑换丹药，随后再次选择，这次呢他选了剑之规则，不出意外又失败了。至此他已经有了4个规则之心烙印了，这也意味着他有4门规则能调动的力量达到准帝层次。这其实是其他准帝可遇不可求的，毕竟任何一个准帝都只有1门规则能达到这等地步。不过苍灵却越发担心，接连的失败实在太匪夷所思了。你这次为什么要选择剑之规则？因为用剑很有逼格呀，要不咱们都说是剑仙，不说刀仙全仙呢？就因为这个无厘头的原因吗？苍灵差点被他噎死呀！他原本还以为他是对剑术剑道有什么执着的追求呢，结果就因为个逼格。你可知道仙魔2界那边用剑的仙人占了多少吗？这谁数过呀？怎么着也得有1半以上吧。仔细想想，他自己那群弟子2/3都是用剑做兵器的，这是因为大部分武技都是剑术剑诀，而剑道在仙魔2界也发展的最为深远，就连常见的仙器也都大部分是仙剑。苍灵没好气地说，我还以为你不知道呢，因为用剑的多，所以从一开始就修炼了剑之规则的仙人极多，简直无法计数。而最终到准帝时，选择剑之规则的也自然是最多的。这门规则也是当之无愧的第1热门规则，更是竞争最为激烈的规则。真的假的？
虽然我这几百亿年一直在苍龙谷内，但也是知道一些外面的消息的。苍灵缓缓说：轩帝很难被挑落，这几百亿年来，大部分规则的地位根本没变过，有的变过一次就算是奇迹了。唯独剑之主宰的地位，足足易主了15次之多。啊，这么频繁呢？成哥表示自己被惊到了。强度这门规则，先帝之位的转地太多了，就连仙界顶尖的剑仙、仙门、天剑宫都守不住。你要是想以剑道成帝，那你就要做好随时被挑战的准备。苍灵略带幸灾乐祸。剑修一往无前，说是必战，那自己的剑心也会受损。就算占着地位，也算不上真正的剑帝了。成哥耸耸肩，满不在乎。放心吧，将来我成了剑之主宰之后呢，那个位置从此就跟我姓了。到那时候，剑之主宰这个位置就彻底稳定了，也算是我为仙界造福了吧。苍灵忍不住失笑。你自信的样子可真是越来越可爱了。成哥也不墨迹，接下来又一次突破开始了。就这样，他接连突破到第10次之后，又相继选择了毁灭、吞噬、生死、空间、时间等主规则之心。这些规则呀，全都是极其强烈的主规则。成哥当然优先选择他们，自然了，这些规则的现任先帝主宰没有一个是好惹的，不是巨头级大佬，就是隐世多年的老祖，要不干脆就是类似龙凤这样的远古生灵。苍灵已经无力再吐槽了。你都已经10个规则之心的烙印了吧？怎么还没能成功的突破到准地呢？成哥也纳闷啊，10个烙印还带不动992道主规则吗？难道99个烙印吗？那如果这样的话，170亿功德他妈不够啊！随着他一次又一次突破，一次又一次的成功烙印，以及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突破准地，苍灵已经彻底麻木了。他发现自己已经从一开始的紧张、患得患失到震惊，到现在变得毫无波澜了。随便吧，反正呢，这怪胎根本不是常理能预测的。他终于发现，原来这家伙的主规则那么多呀，都足足40多个了，还没完呢，这还是人吗？他隐隐感觉自己正在见证奇迹的诞生，又或者奇迹的陨落。如果他把所有主规则全都烙印一遍，还是无法升到准地，会怎么样？反正陈哥也不知道。170亿功德他花的也差不多了。到此时呢，他已经开始在烙印第49个规则之心，命运规则。而他后面选的依然全都是那些强力主规则，诸如吞噬、腐蚀、光暗、杀戮、阴阳五行。什么选个冷门的、不怎么强力的，但人少竞争小、成帝机会大的规则？成哥这么骚包的人，怎么可能会做那种没牌面的事呢？他的字典里就不存在逃避。又是一次成功的烙印，命运规则之心烙印成功。本集第408集，还真是你这货呀！再绚丽的过程，经历过近50次之后，都会变得索然无味。他在等着下一次突破失败呢，直到把最后那点功德用光拉倒。然而这次呢，终归是出现不同了。当第49个规则之心成功被烙印那一刻，剩下的943道主规则也终于全都亮了起来，围绕着那49个规则之心的烙印形成了一道外圈，一股全新的力量充斥着他的全身。随后呢，迅速改造起他那磅礴的仙力。与此同时，悟道仙术再次大放光明，照耀着整个仙国不断蜕变。他浑身的气息正在急速攀升，朝着某个临界点轰然冲击而去。朦胧中，他看到那49个规则之心仿佛化作了49尊地位，而每一个位置上都有着一个阴暗的虚影盘踞其上。这些虚影看不清面容，但是形态各异，有坐着的，有站着的，有人族，有其他种族。短暂的幻象之后，49个规则之心的烙印齐齐汇入他的仙魂深处，消失于无形了。他清醒过来，睁开双眼后，耳畔传来苍灵惊喜的呼喊：成功了，你现在是准地初期了。江城稍微感受一下比之前强了数倍的力量，以及那49道规则烙印，也彻底放心了。还好吧，在自己功德用光之前，总算是突破了。如今呢，他也是准地，可算是有些牌面的。如果他现在对上那谢祖准地后期，可以轻松的战而胜之。49个烙印，你才刚刚准地初期，这个境界恐怕就已经没有几个对手了，还真是个奇迹啊！我现在总算知道了，你为什么会对万妖大会那么有信心了。苍灵的语气中带着毫不掩饰的喜悦与震撼，他隐隐生出了一个念头：这位苍龙谷第2任龙帝，论起根底，恐怕根本不比他们这些远古就诞生的生灵弱。那必须的嘛！他嘴上这么说呢，实际上却是在想，准地阶段无敌，那算啥呀？哥老早就干掉过9焰仙帝了。
可惜嘞，那火焰龟子的先帝之位也不知道他死后被谁捡了漏了。几天之后，他回到苍龙谷，毫不掩饰地将准帝气息放出，苍极、苍穹、异空等龙族大喜过望。大帝终于顺利突破到准帝了呀！哈哈呀，从此我们苍龙谷有8位准帝了。大帝的龟子之心烙印比我们多一个呢，实力可不是一般的准帝能比的呀。那是，大帝之资岂是浪得虚名啊！哎呀，万妖大会有点希望了呀。自从上次墨尘示范了之后，他们也有样学样，时不时吹捧几句。没办法，这大帝不光属于他们苍龙谷，也属于飞仙门，他们暗地里还存在着竞争之心。不过成哥对他吹捧自然是不太满意的，毕竟他们以为只多了一个烙印，哪知道其实是多了48个呢，完全没拍到位呀。万妖大会要开始了，咱们也该出发了吧？成哥看向苍极。万妖大会期间，妖界是对外封闭的，这段时间断绝和其他各界的联系，同时呢，边界防卫也极其森严。成哥倒是不用担心自己不在时苍龙谷会招来袭击。由于苍龙族已经算是被逐出了妖界了，所以呢，苍穹、异空等龙族也没法出席。最终，就成哥和苍极结伴同行。与仙界那边的仙盟类似，万妖宫也位于妖界中心区域。一路疾飞，不时能看到其他族群的准帝和妖王也在朝那边赶，其中甚至还有一些妖尊。虽然这大会的主角是准帝，但也不妨碍一些妖族过去看热闹，毕竟这是妖族最大的盛会了。苍极，侧面传来一声呼喊：“苍极老兄，等一等啊！”就见那边飞来一群阳妖，为首的是一头羚羊准帝，尖锐的利角直刺长空，宛若两柄钢锥，泛着摄人的寒光。偌大的双眼炯炯有神，矫健的身姿透着野性的力量感。和寻常羚羊相比，体型大了上万倍，而且脊背还有突刺，显得很是狰狞。不过看到老苍龙之后，倒是收敛了不少凶性。我道是谁呢？原来是角穹准帝呀！苍极打招呼同时，也在传音给成哥：“大帝，这是羊族的首领角穹，准帝后期实力不可小觑。上一届他也艰难杀进了地部32位中，不过他们羊族没有大帝。唯一能上得了台面的就是这角穹准帝了。都是曾经地部成员，相互之间还是很熟悉的。苍极，你们苍龙族不是被逐出妖界了吗？你还跑来干什么呀？角穹准帝洪亮的笑声传来不知多远，身后那群羊妖也在好奇地打量着成哥。我怎么就不能来了？我的地部位置还在呢，倒是你们羊族，也就你这么一个准帝而已啊！你都进过地部了，那这次也没你份，还跑来凑什么热闹啊？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这次我们羊族来了一尊大杀器哦，下界后辈之中飞升上来一位羊族的绝世天才，总算可以接我的班儿了。角穹准帝得意洋洋地闪开了身形，后方一名被簇拥着的山羊现出了身形。就见这山羊留着花白的胡须，双眸浑浊无光，四蹄焦黑，生着倒刺。他的气质看上去病怏怏的，没什么精神的样子，就像是个行将就木的老头一样。但苍极仔细看了几秒，却不禁眯起了龙目。这山羊是准帝中期，而他身上竟然还穿着一身符合妖族庞大体型的褐色仙甲，看上去就像是一头全副武装的巨兽。你这后辈怎么还穿着仙甲呀？妖族普遍是不用仙甲仙器的，一则妖力和仙力不太匹配，发挥不出多少威能；二则呢，妖族本身体魄强悍无比，比绝大部分仙甲高级，没那必要。这头山羊倒是个异类。角穹准帝神秘一笑：“山庚准帝，他在下界时就经常和人类修士打交道。”苍极等着他的下文呢，结果呢，半天没憋出一个屁来。啊，没了，没啦。等到万妖大会时，你就能见识到他的厉害，保证让全体妖族起立。操，你这老杨，你还卖起关子来！角穹准帝和苍极关系看起来不错，如同老友一般，说话就没什么顾忌了。地部的位置何等重要，杀手锏当然要保密。要不是碰到老兄你，我都不会提前介绍山庚。不过老友间自然也是有比较和显摆的。随后呢，他的目光落在成哥身上。这位不会就是最近传得沸沸扬扬的久闻苍龙吧？啊，也是我族的新任大帝。你们苍龙族真是疯了，让一个后辈当大帝，就算是久闻血脉，这境界也太低了。苍穹、异空他们都没意见咩？
第409集，装叉不成反被装。苍吉皱眉，苍城大帝是我族全体认可，这事你就不用指挥了啊。行，那你这次带他来是要干啥呢？参加万妖大会，不然还能做什么呀？不是吧，打算用推荐名额让他去比试？角穷准帝上下打量陈哥好几圈，也就准帝初期而已呀。你老兄是大会常客，这竞争多惨烈，你又不是不清楚。准帝差一个境界，那就是天渊之别，就算有血脉优势，也很难弥补过来灭。你这是去送菜吗？苍吉瞪眼怒说的：“你怎么说话呢？我这不是好心吗？怕你们苍龙族到时候去丢脸呢。”角穷准帝乐不可支的揶揄着：“到时候堂堂一族大帝被人包打，那就真的热闹了，会被传为笑柄的。”后方那些阳妖听到这也都纷纷笑了，仿佛想到了那场面。陈哥没关注他们，他的目光一直在那名为山更的山阳准帝身上。看了半晌呢，他发现这老头的气质越来越熟悉了，于是呢试探传音问了一句：“你不会就是天妖域的阳妖王吧？”他对那阳妖王有点印象，据说因为经常和人类修士打交道，故意常年一副人类老头的打扮，外表看的也是病殃殃的无害模样。实际上论实力，在天妖域能排进前6，是个老阴逼型的狠角色。不过在虚仙界初次遭遇时，他不幸碰到了刚刚获得暗金魔体实力大进的三眼虎，一通暴揍，被打得喊爷爷求饶。听着传音呢，对面的山更准帝浑浊双眼之中金光一闪而过，随后他苍老的声音暗暗传来：“你如何认出老朽的？莫非是当年下界故人，又或是金龙大哥告诉你的？”他的表情显出了疑惑。当时下界上来的龙族并不止金龙王一个，不过呢，其他域界的龙族都是中位和下位龙族，并没有什么亮眼的角色，更没有苍龙族。成哥嘴角抽抽，操，还真是你的老货呀！听这语气呢，山更准帝越发有些摸不清头脑了，还没有人敢这样对他说话呢。你究竟是谁？成哥琢磨着自己现在已经是准帝了，而且马上就要在万妖大会大杀四方了，也不用担心境界低牌面不够了，于是呢直接变回了人形。山更准帝原本还有些不悦呢，一看到这人类的模样，差点吓得当场掉落下去啊！江掌门，那浑浊的双目变得无比明亮，病殃殃的老态消散一空，简直就像怀春少女遇到了偶像一般欢欣雀跃。竟然是您呐！我的天哪！早知道您就是苍龙大帝，我说什么也得第一时间去拜见呐！压根不等身后那群阳妖反应，这位阳族后辈天才在高空一个滑跪，滑到了成哥面前。您怎么会来这里呀？在他的印象里，成哥是不折不扣的人族，从没展现过妖族的特征，而且还成了……他忽然闭嘴了。万一江掌门是混进苍龙族，是为了什么大计呢？那自己这一嗓子不是暴露了吗？他小心警惕地看了眼苍吉，却发现呢，他只是满眼的错愕和惊讶，而那角穷准帝则是下巴都快掉下来了呀！山刚，你干什么呢？你怎么对他行这么大的礼呢？他直接跳了起来，气急败坏。苍吉，你这是怎么回事？这不是你族大帝吗？怎么是个人类咩？苍吉回过神，顿时乐呀！啊，我族大帝以前都是在人类世界生活，他喜欢变成人形，不行吗？至于你族这后辈天才对他的敬仰，我可管不着。刚才角穷准帝跑他这来嘚瑟，什么我阳族天才后辈呀，秘密武器呀，然后话里行间呢又对苍城大帝看不上眼儿，早把他气够呛了。现在看到这一幕，他那爽的就像是炎炎夏日吃了一大口冰，爽到极点了。你的阳族天才，你的秘密武器，就这灭？什么全体妖族起立，这都已经跪到我族大帝面前了。虽然不知道大帝是怎么办到的，但就是一个字儿，爽。成哥有些好奇地问：“你怎么跟其他妖族不太一样呢？还穿着这么一身啊？”江掌门一问了，山更立马坦白了：“让您见笑了，我到仙界后，曾特意化作人形混入人类宗门学过炼器，这是一套经过改良后能引导妖力的特殊妖甲。您也知道，我们山阳一族论妖体远远比不上许多族群，有了这妖甲，我就不怕和他们硬碰硬了。而且这妖甲对我本身的主规则力量也有增幅效果。”他巴拉巴拉如同竹筒倒豆子一般，把这妖甲的详细情况介绍了一遍。什么秘密武器呢，完全抛在脑后了。这可把那角穷气坏了呀！
山冈，你疯了吗？他冲到山冈准帝身旁，愤怒咆哮：他也是你潜在的对手，你怎么能透露这些面？还有，他只是准帝初期，他是龙族，你凭什么对他这么尊敬呢？他给你施了什么妖法呀？他接受不了啊！刚刚还在得意显摆，现在自己最得意的后背给人归了，自己最引以为傲的装叉项目反而成了对方的装叉项目，被拿去了秀了自己一脸，这脸往哪搁呀？山冈准帝压根不搭理他，他现在看到的只有姜掌门，当年的恩情太重了，数次救命和改命，一辈子都还不完。更何况姜掌门斩杀先帝内幕，他记忆犹新。想不到您老爷报了名，那这次这头名没悬念了。这老山羊头脑精明无比，很快想明白很多事。麒麟族招惹了由您带领的苍龙族，看样子妖界也要变天了。您老到时可要带着我呀。在他看来，招惹了姜掌门，麒麟族已经宣告完蛋了。将来妖界势必要重新规划秩序，现在提前抱成哥大腿，将来羊族的地位没准也能提升一大截了。自己人好说好说，成哥心情好啊。你们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叫穷准帝那气得直跳脚啊，完全无法理解这俩货。你俩说什么胡话面？没什么。之后一路上呢，山冈准帝就不离成哥左右了，一口一个姜掌门，那叫一个殷勤，恨不得让姜掌门骑到他的背上，这可把其他羊妖看呆了呀。这山冈来到妖界之后，倒是和许多羊族保持了不错的关系，但能被他看入眼的可以说是一个没有，即便麒麟族上门也没法让他折腰。人家虽然从下级来，但骨子里就透着高，结果现在竟变得这么低声下气，太神奇了吧。本集第410集，再遇金龙王。偏偏的苍吉还哪壶不开提哪壶呢？哟，你们羊族天才有眼光啊！也看出我族大帝不凡，提前拜服投入我苍龙族阵营了呀！教琼气了大骂：拜服你个头咩！就凭你们苍龙族如今的惨状，傻了会跟你们为伍咩？苍吉挤眉弄眼，笑得胡须直颤。那你说了不算，那未来领导你们羊族的没准就是这个山冈准帝呢。你做梦吧，我会让他清醒过来的。那到时候我们苍龙族会提携你们羊族啊，你们别后悔啊。苍吉就随口说说，内心其实还是非常惊讶的。大帝是怎么办到的呢？难道这羊族天才山冈也是他曾经在人类世界结识的吗？就算是故交，也不至于这么尊敬啊。就这样，他们最终一路来到了万妖宫外围。那个帅成啊，能不能变回苍龙之身呢？苍吉不得不打了一个商量。妖界和人类有深仇大恨的族群太多了，要是用人形进去，会引起很多骚动和麻烦呢。看在他喊帅成的份上，成哥给他留了面子，变回了苍龙真身。万妖宫从外界看就已经是宏伟壮观的不可思议了，足足数万里的庞大宫殿群坐落在群山之中，高耸入云的飞檐透着无尽的华丽。而进入内部，成哥才发现这里的范围比外面大的1000倍不止，看来呀是用了空间规则了。而这么大的空间，竟然随处都能看到妖族的身影。没办法，这一次来了许多准帝，他们的体型一旦展开，实在太庞大了。而他们的进入也吸引了许多妖族的注意。苍吉怎么来了？作为上届万妖大会第3名，老苍龙还是很有知名度的，一现身就被认出来了。苍龙族不是被逐出妖界了吗？我听说他们打杀了仙界使者，徐芷耀还打击了麒麟族呢，真是胆大包天。虽然万妖宫目前被麒麟族把持大权，也有不少妖族依附于他们，但对于苍龙族这事，许多妖族私下里不以为然。本来就和仙界有深仇大恨，打杀仙盟使者，他们反而觉得解气，只是不敢明着说出来。相对这件事呢，他们更好奇的是成哥。那就是新任的苍龙大帝吗？只是准帝初期他跑来干什么呀？不会是打算参加万妖大会吧？准帝初期太低了吧？一族大帝要是被打成重伤，可就全族丢脸，尤其苍龙族还是远古皇族，看来有乐子看了。在这纷乱的议论声中，迎面一群龙族急匆匆迎了上来，为首的竟是青龙大帝。他身后跟着的则是玄海，这个青龙族的准帝后期，也是青龙族这次的参战选手。除此之外，金龙族那边的老牌准帝敖谦也带着敖阳一道赶了过来。苍吉、苍城，你们两个跑来干什么？青龙大帝一见面就脸沉了下来。这是万妖大会，麒麟族正憋着劲找你们麻烦呢，不要胡闹。苍吉呵呵一笑，我们可不是来胡闹的，我族大帝是来参加万妖大会比斗的。你说什么？他参战？苍吉，是你们苍龙谷疯了还是我疯了？
久闻血脉和那始源龙骨是很神奇，但这次参战的哪个没点来头？就凭着血脉和龙骨，你就指望他越两级和准帝后期对决吗？陈哥似笑非笑，不行吗？当然不行。3大龙骨的龙帝是何等身份？若你在这里被暴打，我这青龙大帝也会连带着脸面丢尽的。要是派叶空和墨央过来，我不说什么，唯独你不行，快回去吧。在他眼里，龙帝落败是会让整个龙族蒙羞的事情。陈哥也是无语了，他妈管好你管好你自己得了呗，你管那么宽干什么呀？真把自己当整个龙族的爹了呀？觉明，这件事情你管不着。一路上懒得出声的苍龙女帝直接对了回去。我说他行就行，就算丢脸，那也是丢我的脸。他虽然只是一道残念，但与青龙大帝平起平坐。他一出场，玄冥也没法用身份来压人了。苍灵，你要是改掉这爱做梦的习惯，苍龙族也不会沦落到如今的地步。苍灵轻笑，谁对谁错，现在还说不准呢。两位大佬吵架，金龙王敖阳也在好奇地观察陈哥。苍龙之身，他没认出是江掌门，不过这次出关后呢，也听过苍城大名了。久闻苍龙血脉，据说也是下界上来的，一上来就干了很多大事。老山羊山坑悄悄给敖阳传了个音：老大，你出关了。当年都是天妖域的，虽然不同族，但颇有点老乡见老乡的感觉。多年未见，敖阳难得感慨起来。你也准帝中期了，不错呀。是啊，这次金龙族出战的是你吗？对呀。老大，你都准帝后期了，这次大有可为，以你八爪金龙的血脉，前8稳了。难说呀，妖界强者如林，不像当年的天妖域了。敖阳摇头，他还是很脚踏实地的。尤其那麒麟族，不光得天独厚，还有许多盟友开路，先杀进前32，拿到地步资格再说吧。没事，反正麒麟族这次也该栽跟头了。哦，何以见得呀？麒麟族现在风头正盛，谁能与之争锋呢？山坑还以为他早就知道陈哥的存在，理所当然说：有江掌门在，哪还有他们麒麟族什么事儿啊？江掌门？敖阳愣了一下，旋即巨大龙躯一震：哪位江掌门？还能哪一位呀？当然是江城江掌门啊！老大，你不知道吗？敖阳再也无法保持沉稳了，他直接从金龙族中飞了出来，冲到了山坑面前，急匆匆地将他拽到远处，弄得羊族的较穷准帝连忙戒备，还以为他要发动攻击了呢。毕竟妖族一言不合开打的场面屡见不鲜。一旁青龙大帝见状，连忙解释：较穷准帝莫慌，敖阳是金龙族的绝世天才，可不像苍城的害群之马，做事有分寸。提到敖阳，他欣慰了许多。这位金龙族的后起之秀，不光天赋绝伦，而且行事进退有据，城府甚深，稳健的不可思议。从上来第一天就特别让他们这些龙族高层省心。他这个自诩为龙族之父的大帝，有时甚至会嫉妒金龙族有这么一个出色的接班人。这次虽然青龙族那边派了玄海这个准帝后期，但他更看好的反而是敖阳这个金龙族。原因无他，大帝从他身上看到了久违的皇者风范。本次大会，龙族的脸面就着落在他的身上了。本第411集，你怎么能给他当小弟呢？而在另一边，敖阳却是极为罕见的激动不已。你见过江掌门了？他在何处？都消失了1亿年了，你怎么找到他的？山更一脸无语。老大，你离他最近，居然还被蒙在鼓里。我离他最近啊，就是那位新任的久闻苍龙大帝呀！我还以为你早就知道了，难怪你刚刚见到他都没打招呼。什么？敖阳震惊了。他就是江掌门。江掌门不是人族吗？怎么会？江掌门何等人也呀！他老人家有哪些通天手段，你我根本看不穿，好吗？别说化身久闻苍龙，他就是化身灵界死界大帝，那也不奇怪呀。这番话让敖阳回忆起了当年的一幕幕的神迹，他不得不承认，山更说的没错呀。那个人无论做出什么事情，那都太正常了。想到这儿，他哪里还有半点犹豫和疑虑呢？立马以最快的速度飞回到陈哥面前，而后低伏龙首，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大礼。江掌门，您回来了，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呀？害我差点失之交臂。哎呀，之前你闭关呢，我就没打扰你啊。陈哥对他还是不一样的，主动上前搀扶，并且表达了感激。
当年我那群弟子多亏你经营照拂了呀，要不然现在后果不堪设想啊！应该的，应该的，能为您效力，那是我的荣幸。这些年一直没忘了您，盼望着您重新出山，现在终于得见，真是喜出望外。我也没想到啊，当年疗一个伤要那么久。那您现在没事了吗？有什么用得上我帮忙的地方，尽管吩咐啊。没事，你这次是来比试的吧？加油啊！虽然敖阳听不懂加油的意思，但还是重重点头。有您在，我什么都不用担心了。青龙谷最强的3位准帝后期前几届已经出战过了，这次出战的玄海实力稍弱，进前32不难，进前16那就不好说了。龙族毕竟是远古3大顶尖妖族之一啊，要是连个前8都没有，会被其他妖族嘲笑的。所以青龙大帝把希望都寄托在了金龙谷的敖阳身上。出关后单独召见他好几次了，甚至呢还亲自指点过，希望他能帮龙族取得一个好的名字，如果能进前4那就更好了。这一架势妥妥就是龙族全村的希望啊，他压力能不大吗？来到上仙界也就几千万年，需要和那些活了几十亿甚至几百亿年的老准帝争雄。那现在好了，有江掌门在，他没压力了，拿个32名进入地部完成任务。至于为龙族夺得好名次的重担，有这一条大粗腿还用得着自己操心吗？那就像是当年大家一起飞升时，天塌了永远有他老人家顶着，只是呢他这喜悦的念头其他龙族领会不了啊，就连苍极都一脸错愕。这可是敖阳啊，金龙谷数百亿年来的第一天才，他见过好几次，也不得不承认这就是龙帝之姿。这段时间他和翊空、墨央等暗地里曾经把敖阳和陈哥做比较，都是下界飞升上来的，一个沉着稳健，一个飞扬跳脱，一个当前境界更高，一个血脉龙骨更高，这看起来就像是龙族双骄一般，暂时分不出什么高下。绝世天才往往心高气傲，本以为他俩一见面就会迸发出什么火花，甚至互不相服的干一场，结果倒好呢，敖阳一见面差点跪了，直接拜倒在苍城大帝面前，行了龙族最隆重的礼节。幻觉吧？敖阳，你这是怎么了？敖谦和身后一众龙族也懵逼了，他们金龙谷那边最近造势都是敖阳更强，独领风骚，而那苍城呢，强行双骄罢了，区区龙王还不配和准帝比。结果现在这一幕让他们情何以堪呢？敖阳，你在干什么？青龙大帝尴尬了，刚才他还说敖阳不是陈哥那种害群之马，言语之间一捧一踩，现在你跟我玩这出啊？你堂堂准帝后期8爪金龙，何用给他行礼？他不配你这样做。他都恨不得亲自把敖阳拽回来，仿佛这丢了他老人家的脸面。然而呢，敖阳却是摇头，环顾了一圈难以置信的龙族，这才肃然说，在他老人家面前，我敖阳只是个摇旗呐喊的小卒而已。他可不是谦虚啊，是真这么认为的。当初在宝瓶假仙界时，敖阳还觉得自己与归藏剑圣、虚渊魔圣等首领算是和江城平起平坐的巨头，但到了下仙界之后，这个念头啊就感觉有些可笑了。面对仙界那些玄仙金仙，他们一开始孱弱无比，而江掌门却还能继续神挡杀神。而到了中仙界斩杀九焰仙帝之后，他们彻底认清了自己的定位了。虽然开会时是坐在江掌门最近的位置，但其实和外面那群人没分别，都是被带飞的小弟。能追随他，是我此生的荣耀。他的声音嘹亮高亢，振聋发聩。3大龙骨有了他的带领，崛起之日就在眼前。在场所有龙族都被震翻在地，啥意思呀？追随苍城由他带领啊？凭什么呀？你敖阳可是被当成金龙谷未来首领的呀，你怎么能接受苍龙谷的带领，甘愿屈居人下呢？别说其他龙族了呀，就连苍极和暗处的苍龙女帝都消化不了这个消息了。3大龙骨底蕴相似，地位等同，还真没有哪一族会服另外2族，这是皇族血脉的骄傲。哪怕一头普通的金龙，也不会将青龙大帝和苍龙女帝当成自己的首领。敖谦差点被气晕了呀！敖阳，你疯了吗？你作为金龙谷准帝，怎么能说这种话呢？青龙大帝也急了呀，什么情况呀？啊，敖阳甘愿给人当小弟呀？那你就算当小弟，也该当我这个大帝的小弟呀！你怎么能臣服一个害群之马呢？看走眼了呀！哎呀，真是看走眼了呀！还以为这敖阳很稳健，结果一样是个乱来的疯子。他怒了，金龙一族的荣耀被你忘在了脑后了吗？你这是要当金龙谷的叛徒吗？玄冥啊，话可不能这么说。苍龙女帝清醒过来了，闻言呢，故意揶揄说了，你不是一向以龙族之主自居吗？
大家都是龙族啊，都是一家的嘛。苍龙举世无双，魅力四射，注定能带龙族走向辉煌。敖阳愿意服他，这叫有先见之明，有什么不可以的？就凭他这区区准地出奇吗？青龙大帝气得狠狠一转身，倒要看你们接下来怎样出丑。走。本集第412集，大帝们打起来了。言罢，他率领一众青龙族气急败坏的离去了，而敖谦等金龙族也拉着敖阳飞快离开这里，生怕再多待一会儿他就要改姓苍了。你是怎么做到的？留下的苍灵和苍吉虽然高兴，但也是一头雾水，懵逼了。敖阳以前和你有什么渊源吗？这先是山更，现在又是敖阳，苍城以前究竟干过什么大事呢？程哥摸了摸鼻子，含糊地说着：“早就说了嘛，主要看气质。”气质你个头啊！你到底说不说？那女帝恨不得把他按地上逼问，可惜他办不到。与此同时，万妖宫最高层的深处，10几位妖界大帝也相继到场了。场中泾渭分明，诸如九尾妖帝、孔雀妖帝、万世妖帝都围绕着墨林和玉林2位大帝，气氛一度热烈。大帝们私下聚在一起，也并不都是讨论什么妖族大事。玉林妖帝展开庞大的妖体，脖子上挂着那如山的巨大9彩珍珠，摇头晃脑，得意非凡。一旁墨林妖帝眼珠子都红了呀，他脖子上挂着的只是个足球大的而已，这么一比呢，简直把头都比没了。其他妖帝纷纷交口称赞：“哎呀，这珍珠真是突破了本地的所见所闻呐！世间竟有如此品质的珍珠，奇哉怪哉！如此珍珠，也只有2位大帝够资格佩戴了。此乃珍珠中的皇帝呀！”事实上，其他妖族对珍珠并没有什么特别爱好，说这话无非是为了恭维一下，毕竟他们都算是麒麟族那边阵营的。除此之外，这么大的珍珠确实太稀罕，很夺人眼球。就连远处独自矗立的冰凤、白虎、鲲鹏等几位大帝也不禁多看几眼，这也让玉林妖帝更加得意。绝版了！哎呀，这个已经不是价值能够衡量的了。哎呀，本帝为了拿下也是付出了不小代价啊！从今往后，世间珍珠已无能入伏之眼的了。他这话说完了，还故意瞥了眼墨林妖帝，明摆着那就是炫耀。那玄龟大帝怎么还没来呀？墨林妖帝是又气又急呀。上次那场珍珠交易他没赶上，等他知道了才发现自己拥有的珍珠已经连族内准帝都远远比不上了，你这样能受得了吗？堂堂天部之主，牌面丢光了呀！要不是刚刚玉林告诉他玄龟大帝还给他留了一颗，他恐怕都忍不住下手抢族内那些准帝了。而这时呢，他翘首以盼的玄龟大帝也终于姗姗来迟。墨林、玉林，你们2个可算是在了。他前段时间被陈哥踹了一脚，伤还没痊愈呢。不过这一嗓子呢，还是惊动了在场所有妖帝。郡帅大帝呀，你可算是来了呀！玉林妖帝还记得上次那独特的称呼呢。墨林大帝比他更快，唰的一下便急急来到了玄龟大帝面前。龟兄，我的珍珠呢？还不快拿出来！你的珍珠？玄龟大帝正要为上次谢鹏被杀、自己被伤、珍珠被抢一连串的事要个说法呢，结果呢，对方反而劈头盖脸来了这么一句：什么珍珠？珍什么珠？什么珍珠什么？对吧？怎么着？你抢光了我金海的珍珠，你现在还要继续搜刮不成？哼！你们麒麟族还真是霸道啊！真当我金海妖族是你们的狗了？这对的在场所有妖帝都懵了呀，哪怕冰凤、鲲鹏、白虎以及刚过来的青龙大帝都是一头雾水。玄龟大帝不是2位麒麟大帝的铁杆盟友吗？仙妖大战结束后，第一个倒向麒麟族的那就是他呀。以前2位麒麟大帝说啥，他都会跟着附和，就像一个应声虫一样。今儿怎么的了呢？玄龟大帝，你这是什么意思呀？什么叫做抢啊？玉林大帝脸沉了下来。我们是给了妖元精的吧？墨林大帝身周更是悄然荡漾起了恐怖的灾祸黑气，视照着他的恼火。玄龟大帝，你欠我的神尊级珍珠，要是不想给就明说，别编出一些有的没的。玄龟大帝瞅着捅着自己好几刀还倒打一耙的2头麒麟，忽然觉得他们是那么的恶心呐。
我欠你珍珠，你们以为自己是谁？在我这儿予取予求了？什么狗屁神尊级珍珠，还给了妖元精，我怎么没看到？分明是你们跑去我金海大肆抢掠，残忍杀害谢鹏准帝。我以前真是瞎了眼，还那么支持你们。什么玩意儿？麒麟族跑去金海杀了谢鹏准帝？以前珍珠都是谢鹏准帝在卖了，这一点在场妖帝们也都是有所耳闻的。感情玉林妖帝和他麾下那些准帝身上的超大号珍珠是抢来的？不会吧，过分了！玄龟妖帝好歹那是你们的盟友啊，这么不讲究吗？结合麒麟族最近几百亿年来唯我独尊的作风，也不是不可能的。一时间呢，许多妖帝看着两位麒麟大帝的眼神变了。冰凤、白虎、鲲鹏等妖帝一脸鄙夷和厌弃，而九尾妖帝、孔雀妖帝、万世妖帝也不禁闭嘴了，决定先观望一下。倒是青龙大帝忍不住笑出声了，两位麒麟大帝差点被玄龟大帝给对晕了呀！啊，上次分明是你亲自上门来卖的，当时那么多妖元精收的那么的开心，这会儿突然翻脸了，还编出什么抢掠劫杀的罪名，过分了吧？玄龟妖帝，你休得含血喷人！我们什么时候杀过谢鹏准帝了？你们没有？哼！要不我现在就带着大伙一起去看谢鹏准帝的尸身呢？你们麒麟族狠呐！啊，专业呀！啊，他一个大钳子都给卸了呀！这莫名其妙，我根本不知道你说什么。玉林大帝气得浑身发抖。祸从口出，玄龟妖帝，你最好管住你的嘴。翻了天了呢还啊！以前的小弟竟敢跟他夹枪带棒了，至于木林大帝呢，那更是急了呀，眼巴巴等着神尊级的珍珠，没得到也就罢了，还被呼了一脸翔，这谁受得了啊？信不信我们一怒之下荡平你的金海？哼，好啊！你们早就想这么做了吧？终于把心里话都说出口了吧？大家都看着了吧？这麒麟族是多么的蛮横霸道！两位麒麟大帝再也忍不住了，当场就出手了。但玄龟大帝那也不是待宰的羔羊啊！场中规则乱流剧烈炸开，令得下方群妖震惊无比，纷纷抬头向上看，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住手啊！都住手！九尾、孔雀、万世、熊皮、耳鼠等麒麟阵营的妖帝纷纷下场，将双方阻隔开来。这让一旁看热闹的青龙和鲲鹏等大帝暗呼遗憾：打呀，怎么不继续打了呢？干呢！本集第413集，必须让他参战。一开始他们还以为玄龟和麒麟是在演戏呢，结果现在一看，真的决裂了。虽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但这对他们似乎是好消息。另一边，九尾、孔雀等妖帝都在劝双方心平气和，有话好说，别伤了和气。双方呢，总算暂时平息了下来，再次打起了嘴炮。一方说你抢了珍珠，杀了人啊，不是杀了妖；一方说我花了妖元精买的。其实压根就不是同一件事，吵了半天不在一个频道。没办法，江掌门那手挑拨实在是太险恶了。而这时呢，下方麒麟族的几名准帝也闻讯赶了上来。发生什么了？巨帅大帝你也来了？这几名准帝上次都买了大号珍珠，看到玄龟大帝还乐了。咋了？你没货了？为首的齐猛笑吟吟的迎了上去，还打趣呢。你这金海库存也不够啊！这话原本很正常，但现在听在玄龟大帝耳朵里，那就是什么呀？挑衅、嘚瑟，分外的刺耳。哎呀，你丫抢了我金海的珍珠，还跑来阴阳怪气说什么库存不够？再想到上次被踹那脚，玄龟大帝那是怒发冲冠，趁着齐猛不备，他突然发动重量规则，狠狠压下。齐猛从高空被骤然压落。玄龟大帝是重量规则之心的主宰，这规则一发动，根本不是他能抵挡的。就听咔嚓一下，重伤吐血的齐猛压塌了大殿下方厚重的琉璃地板，而后继续下坠，一直从顶层直接被打落到最底层，最后呢还在下方砸出一个深坑。再看齐猛已经浑身血流如注，惨不忍睹。好你个老龟呀你呀！你好大的胆！两位麒麟大帝看到这一幕，怒发冲冠，找死杀！三大妖帝又干起来了。单对单，玄龟大帝都不是麒麟大帝对手，那何况是1对2呢？这一干起来呢，他立刻受到重创了。四周其他妖帝又连忙过来拉架，不过这次呀拉不开了。
青龙大帝看了一会儿热闹，仔细盘算了一下，现在玄龟大帝和麒麟族那边势不两立。玄龟大帝要是死了，自己也得不到什么，从此金海妖族的残部还会被麒麟族慢慢征服。那如果他活着，反而能多出一个对抗麒麟族的盟友。这么一算，他觉得还是不能让他被杀了，于是呢也吆喝着加入了进去。哎呦，大家别打了，别伤了妖界的和气呀！作为远古妖帝，他也有2把刷子，能正面和麒麟族抗衡。哎呀，别打了，别打了，你们不要打了！他一边喊着，一边扫了2名麒麟大帝2下，趁势解了玄龟大帝的围。看到他出场的鲲鹏、白虎等大帝也下场了，最终呢，总算是将玄龟大帝揪了下来。不过休战的双方再看彼此，那剩下的就只有仇恨了，恨不得活剥了对方，再也不可能坐下来好好的掰开谈了。龟老弟呀，你且消消气。青龙大帝虽然不知道发生什么了，但他本就不希望麒麟族继续做大，自然是要拉拢着玄龟大帝。咱知道你受了委屈，但这么硬拼你会吃亏的。你放心，我不会看着金海妖族被欺负，大家会为你主持公道的。这老货是真会卖好话，一席话说的孤立无援的玄龟大帝内心暖洋洋的。老青龙啊，以前是我瞎了眼，今日才知谁是自己妖啊！青龙大帝乐得龙须直颤。哎呀哈哈，你这样想就对了吗？如果成哥看到这一幕，一定会相当无语。他娘的，老子辛辛苦苦挑拨离间，最后呢被你捡了个人情。不过这个结果也挺好，要是没青龙大帝出面，玄龟大帝要么今天被杀，要么从此窝起来不出，两不相帮，而不像现在直接倒向了龙族。这算是龙族几百亿年来第一个盟友了。其他的诸如凤族、虎族、鲲鹏都是独来独往，并没有团结起来形成阵营。至于另一边呢，麒麟族阵营那里还有9位大帝，依然还是无可撼动的最强地位。只有玉林、木林2位此时气的是3尸神暴跳啊！看这边的眼神，除了怒火，那就是阴郁的仇恨。青龙，你敢护着他？好啊，看来你们龙族也想被制裁了，我看你们还能活多久？威胁，明晃晃、赤裸裸的威胁。不过老青龙好歹是远古大帝，倒不至于被几句话吓到，闻言只是不禁冷笑。而那几位刚上来的麒麟准帝也终于报上了消息，苍龙族来了，苍极带着苍城说是要参加万妖大会。什么？听到苍龙族过来，2名麒麟大帝又怒了。他们都已经驱逐出去了，怎么还敢来参加大会？我们还没找他们算上次的账呢。一旁孔雀和9尾大帝淡淡说，被驱逐的族群自然不能参加万妖大会，将他们驱逐出去。几位麒麟准帝点头，他们也这意思。但就在要离开最高层大殿时，莫林大帝忽然叫住他们：慢，苍龙族的苍极还是地部成员，他有权推荐任何一名苍龙谷的龙族参战，我看我们没理由阻止呀。玉林、孔雀、9尾等大帝一愣，这是唱哪出呢？上次苍龙谷被劫的仇不是还等着要报吗？怎么还能给他们行个方便呢？不过紧接着反应过来，那新任苍龙大帝据说境界第一，来这儿参战不是找揍吗？与其驱逐他，不如留下来，狠狠地在大会暴打他，那更解气呀。一族大帝被打得奄奄一息，这想想都刺激，顺便还打了青龙大帝的脸，也震慑了刚刚投过去的玄龟老贼。没错，他们可以参战，必须让他们参战，快去安排，我都迫不及待想看到那位新任苍龙大帝了。看到乐不可支的麒麟和孔雀、9尾等大帝，青龙大帝急了：你们不是要驱逐他们吗？我绝对支持你们。他才区区准帝初期，参战简直是笑话。而且苍极都快退了，他的推荐你们完全可以强行无视，我没意见的。不，玉林大帝连忙摇头，义正言辞：我们万妖宫必须要维护大会的公正。其他妖帝笑得更欢了呀。他才准帝初期吗？那我更期待了。对，我们要维护公正，谁也不能阻挠他参战。青龙大帝，这事儿你休得插手。在下面报名的苍极和成哥也不知道顶层发生了什么，原本他们还以为这报名过程会进行周折呢，比如麒麟族和其他妖帝阻挠什么的，结果顺利的不可思议。对方简直就像是生怕他们不报名一样，急匆匆的就把成哥加上了。之后呢，还很热心的带他去了选手准备区。本集第414集，好黑的分组呀！很快呢，新任苍龙大帝要参战的消息传遍了全场，
异族首领来参加大会很正常，比如羊族上届的角琼准帝就是羊族的首领。但类似苍龙族这种远古皇族，那绝无仅有了。瘦死的骆驼比瘦死的马大，也比马大，咖位在那摆着呢，依旧还是绝大部分族群需要仰望的存在。这种族群的首领亲自下场了，着实让全场都沸腾起来呀！这苍龙大帝玩真的呀，我还从没见过9纹血脉的苍龙呢。光凭血脉优势想越2级太难了吧？是啊，万妖大会打到前100位就差不多全是准帝后期了，准帝中期那都是凑数的。准帝阶段只有3个小境界，不像之前的境界有9个，也因此呢，前期、中期、后期的差距极大，宛如鸿沟，几乎相当于仙王和准帝之间的差距。这也是青龙大帝强烈反对他出战的原因，因为这和之前越大境界作战没多大分别。这届万妖大会参战的准帝有500来位，整个妖族当然不止这点准帝，只是一个族群只能派1位准帝，加上有些小族群都还没有准帝呢，最后呢，能有500算是非常多了。而这500来位准帝之中，境界最低的就是江掌门了，他是唯一一个准帝初期，其他剩下的再次那也是准帝中期，想不受瞩目那都不行啊。此时的外面呢是一片唱衰他的声音，好在他已经进入准备区，听不到。成哥历经大小战斗那么多次，还是第一次经历这种比赛类型，一时间还觉得很新奇。妖族的比赛规则这也是简单粗暴，2捉对厮杀，赢的进下轮，输的直接淘汰，只要不打死，其他随意。500多位准帝被分成了4组，能杀到每组前8位就算是进了地步了，而在杀到小组第1之前是不会碰到其他3组的。当第1组的分组名单出来之后，所有妖族首先关注的除了本族参战准帝之外，第2个关注的就是成哥在哪儿。在这组他们没看到成哥的名字，还是一片哗然。第1组玉林族的高手齐渊领先，另外呢有孔雀族和鹤族、狐族、熊族这几个麒麟族的盟友保驾护航。除此之外，这组还有冰凤一族的姬林，明摆着这组就是麒麟一系围剿冰凤大帝姬瑶这个其他派系的强手。姬林作为冰凤一族的准帝后期，正常情况下闯入前8那都不奇怪，但这样一分组呢，他最后恐怕会止步16甚至32，能进地步都算不错了。这也是麒麟阵营的传统异能了。上届他们就围剿过青龙谷的玄河，害得后者刚进32强就落败了，而上上届呢，他们围剿的正是苍穹。只是苍穹太强烈，在这种情况下还是闯到了第7名。深知其中门道的冰凤大帝被气坏了，当场就向麒麟阵营那边投去了愤怒的目光。墨林、玉林，你们的针对还能更明显一点吗？哼，真是恶心。墨林大帝嗤笑，冰凤啊，分组都是随机的，你的揣测我只会当成是污蔑。玉林大帝也淡淡说了，真要有实力，无论分在哪组都能突围，不要怨天尤人呐。九尾、孔雀、白鹤等几名妖帝也纷纷附和，言语间你打不上去那是自己无能，别来分组呀，气得冰凤大帝差点当场退场了。青龙大帝见缝插针劝了2句，想刷刷冰凤大帝的好感。姬瑶啊，别气了，他们一向不都这样吗？放宽心，反正麒麟能进前32也足够了。冰凤大帝姬瑶冷冷地瞥了他一眼，你省省吧，拉帮结派你最在行，要你上的时候你比谁都推得靠后。他和白虎大帝、鲲鹏大帝当初曾经都被青龙大帝拉拢到了一起，打算对抗麒麟族的霸权，结果青龙大帝拉起人之后总是劝着他们隐忍，压根儿就没想和对面阵营撕破脸。久而久之人心也散了，最终各行其事。紧接着呢，第2组、第3组分组也都出来了，这2组倒是没有引起太大的波澜。鲲鹏大帝麾下的鲲和鹏2系的准帝都在这组，而暗黄一族的准帝和阳妖王山庚也被分在这组。至于第3组，虎族、火凤一族、狼族、猿族这几个强力种族不出意外的都能突围而出。所有妖族的注意力都放在了第4组，因为很多熟悉的名字在前3组并未出现，这不得不让人遐想连篇。而当第4组的名单出现之后，全场先是哗然，而后沸腾了。这一组大家终于看到了久违的苍龙大帝苍城的名字，除他之外呢，这一组还有青龙族的玄海和金龙族的敖阳，直接来了一个龙族大内斗。另外这一组还有墨林一族的强力高手齐生，万世大帝麾下的虫族准帝金线虫，而属妖帝麾下的鼠族准帝后期，以及另外好几个麒麟族的附属准帝，最后还有玄龟族的准帝后期乌盖。刚才还劝冰凤放宽心的青龙大帝，这次自己也无法淡定了。玉林、墨林，你们2个搞什么？
怎么把我们龙骨三皇族都分到一起了？这是要我们大内斗吗？可恶呀！按照这个分组呢，就算最后是龙族杀到小组头名，整体成绩也好不到哪儿去。何况这组有齐生这个老牌麒麟族强者，再加上虫族、鼠族、鹿族和其他几个附属妖族保驾护航，这摆明了就是要清剿龙族和玄龟族呀。要是一个不好呢，龙族没准连前16都不会有一个了。写明分组是没有问题的。天部之主莫林大帝面无表情，无论怎么分都会有不满意的，难不成非要对你们龙族有利才合你的意吗？才算是公正吗？你们龙族那敖阳和苍城不是风头正劲吗？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分个高下。就是啊，玄海不是你青龙谷大太子吗？难道你没信心呐？一席话说的青龙大帝那个气闷呐，竟是无法反驳。分组确定之后，4组准地很快被分隔开来，而后呢，成哥与其他第4组准地一起被传送到了万妖宫北面。准地级别的战斗也不可能还有什么决斗场之类的场地限制的。很快呢，这一组上空升起了60多个透明的气泡，每个看上去都不大，但在空间规则和其他法则的影响下，准地无论怎么打都没关系。这些气泡并没有隔绝任何规则和先例，在里面可以全力的施展所有手段。而在其他3组也都是类似的战场，这就是万妖大战。每组第一轮60多场战斗是同时开打的，不会出现那种一队接一队轮流上，其他人在下面观战等着自己出场的事情，除非你打得快。本第415集，大地对大地。万众瞩目之下，4组准地都自动被传进了气泡里。除了关注本组准地的，大部分来看热闹的妖族都把注意力放在了成哥身上，毕竟这比试所有准地中他境界最低，但身份最高。而当他的对手出现后，下方竟然响起了一阵嗡然哄笑。竟然是他，云雀族的雀迷准地。操，这真是捡了大便宜了！云雀族要创造历史了。这也不怪他们这种反应，云雀族本就不是什么强力种族，全族就雀迷这么一个准地充气，还不是擅长战斗的类型，所以每次他来参赛都是走个过场打打酱油。至今万妖大会他参加了10次，无论碰到谁都是输，一场没赢。而这次呢，好巧不巧的碰到了成哥这个唯一的准地出击，下方那些跟来的云雀族妖王和妖尊都激动了呀！中奖了我们云雀族要露脸了，大地威武呀！雀迷准地作为云雀族的首领，也是被族内那些云雀称之为大帝。就听那些大小云雀们叽叽喳喳，那叫的一个欢呼雀跃，都恨不得飞到气泡附近给他们大帝来一套奏乐出征了。我们云雀族的大帝击败苍龙族的大帝，想想都刺激。没想到我们第一场胜利是踩着苍龙族这个远古皇族呀！周边其他族群纷纷表示逼了狗嘞，他们捡了个大便宜，离了个大谱呀！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位新任苍龙大帝只是准地初期，输了很正常，但他身份摆着呢，云雀族真赢了他，还真能一战成名呢。毕竟是2个大帝之间的战斗，将来外面流传着的就是云雀族击败苍龙族了。上方观战的青龙大帝看到这一幕，差点跳了起来。玉林、莫林，你们2个也太恶心了！这对战安排表面看是随机的，但因为莫林是天部之主，大会由他主持，其中可操作的空间很大。这绝对是故意的，故意让我们龙族丢脸。在他眼中，成哥就是这次大会的倒数第一。他原本还想着苍城要是输给麒麟族、虫族、鼠族这些强力族群也不算很丢脸，或者输在龙族内斗那更无所谓了。结果呢，对方偏偏给了倒数第一安排了一个倒数第2的对手，你这一输，那脸绝对丢光了呀。他现在最怕的是将来外面流传着云雀族击败了整个龙族，那连他这个青龙大帝都会颜面扫地。对他的指责，莫林大帝嗤笑一声：青龙大帝，云雀族有多弱，大家有目共睹。要是换成其他族群，巴不得遇到这么弱的对手。且不说这对战是随机的，就算我真能安排，那也是照顾了苍龙族。我不知道你有什么不满的。他眼内满是阴阳怪气，其他妖帝还幸灾乐祸的附和呢。就是我巴不得遇到云雀族呢。哎呀，可惜呀，我族准地没那么好的运气。青龙大帝，你可不要得了便宜还卖乖呀！不是吧？难道你苍龙大帝连他都打不过吗？要是换成我，都要感谢莫林大帝的照顾喽。青龙大帝憋了半天，最终表示自己真的斗不过这群妖艳的阴阳怪。最终呢，他只能把恼火的目光投向远处气泡内的成哥。自从这害群之马出现，大帝就没安生过。
万众瞩目之下，这场倒数第一对倒数第二，同时又是2位大帝之间的奇妙对决，终于拉开了帷幕。与此同时呢，其他各组的准帝也互相展开大战。外面的议论声，成哥是能听到的。对于自己被这样安排，成哥呢一点不满都没有，反而洋洋得意，噱头大，吸眼球啊！现在全场起码1半妖族都在关注他这场，聚光灯打得满满的，自己又一次成为了全场瞩目的焦点，有没有啊？谢谢大家捧场诸位，我会再接再厉的。搞得自己像明星一样，全场妖族纷纷吐槽，不是我们什么时候给你助威了呀？你这场输了，你没机会再接再厉了。而对面的雀米准帝也没好到哪儿去，他参加了那么多次，每次都是一轮游，酱油中的酱油啊！难得这次能赢一场，而且还是非常重要的一场，这绝佳的亮相机会让他差点热泪盈眶。大家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云雀族的历史由我来开创。隆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云雀族，位于碧羽山中一个美丽的小河谷，是个能歌善舞、爱美丽的可爱族群。我们的彩兰乐队闻名遐迩，承接妖界各族庆典活动。你看，这居然趁这个机会增加起云雀族的知名度了。听他巴拉巴拉滔滔不绝，就连成哥都被弄得一愣一愣的。妈，你咋比我还骚包呢？哎，老兄啊，能不能给主角点尊重啊？雀米准帝的加强宣传被打断了，不由恼火。你就这么急着被揍吗？原本还想给你些喘息的时间呢。成哥都服了。那我谢谢你啊。话说完，他激发苍龙血脉，身形唰的一闪，对面雀米准帝没反应过来呢，就被迎面撞上。49道规则之心的力量带着磅礴恐怖的气息，瞬间轰在他的身上。五彩斑斓的巨大身影如流星般飞起，重重砸在远处，没了声息了。全场的喧哗和雀族的欢呼陡然停滞，就像突然被掐住了嗓子一样。这一结果，成哥自己也措手不及。第一战当然不能翻车，他是全力以赴的，但实在没想到堂堂准帝中期，你这么弱吗？望着远处呢，几乎快有没有进气儿，被打得腰体破裂、奄奄一息的雀米准帝，就连苍灵都不忍直视。他一开始就知道成哥很强，对他保持极高的信心，因为他见证了接连烙印49个主规则之心的过程，但他显然没料到会轻松成这样。他这没有击败1年都恢复不过来了，前提是他能活到那时候。你还真是够狠的啦，我喜欢。云雀族并不算麒麟阵营那边的，因为太弱，麒麟族看不上。而这也不是生死大战，原本胖揍一顿，拔几根毛也就行了。成哥很无辜呀，我没想到会这样啊。49个规则之间的烙印级数究竟有多强，他也不清楚。只能说呀，雀米准帝太不幸了，第一个对上正好碰到他是火力了。这搞的呀，都没到仙国和妖体碰撞阶段，战斗夸结束了。本集第416集，这是怎么赢的呢？大地威武！老苍龙第一个打破了难言的寂静。谁还敢说我族大地弱小啊？刚刚大战前呢，他其实也捏了一把汗，现在看到成哥轻松获胜，兴奋的绕着全场飞了起来了。哼，还想踩着我们苍龙族上位，也不看配不配！我族大帝9纹血脉赤元龙骨，越级挑战，那就是吃饭喝水般简单，好吗？四周其他妖族终于清醒了呀，随后呢，便是哗然一片。这刚刚发生什么了？怎么会这样？雀米大帝就算再弱，那是准帝中期呀。准帝初期，就算是真能够越级获胜，也不至于这么快吧？之前等看笑话的众妖，此时脸都被打肿了呀，他们实在想不通了。这是怎么做到的？这苍龙大帝似乎不像表面那么弱，会不会是雀米准帝没准备好？他本来就不擅长战斗，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呢？有可能，不然绝不会这么夸张的。顶层大殿内观战的诸位妖帝同样是目瞪口呆。规则之心烙印这东西太缥缈，就算是亲身面对也说不准，何况还隔了个气泡观战呢？他们没看出什么内幕，只知道两者实力相差太远，一个碰面就分出结果了。墨林大帝和玉林大帝面色难看，都快沉得滴出水来了。原本打算让苍龙族彻底颜面无存，沦为妖界笑柄的，结果呢，竟然被他打了一个翻身仗。瞧着下方获胜后骚包的尾巴都翘上天的成哥，他们恨不得亲自下场灭了他。孔雀大帝恼怒地俯视下方，这雀米也太废了。熊皮大帝也冷冷说了，活该他们云雀族万年垫底。白鹤大帝更是恨铁不成钢，真是丢了我们飞禽一族的脸，回去就将他们逐出碧玉山。尽管他从来没有照过云雀一族，
干得漂亮！另一边的青龙大帝那就眉飞色舞了呀。虽然和成哥有些过节，但只要没给龙族丢脸，他高兴。某些群体自作聪明，现在反而成全了苍龙族。哎呀，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呐！苍城这家伙有2把刷子吧，居然能闯过第1轮，值了！哎，值了呀！他第一次觉得成哥看起来还挺顺眼的。事实上呢，成哥获胜时，他的下巴也差点被惊掉了。莫林大帝气得直咬牙，赢了个最弱的而已，别高兴太早，下轮他就不会这么轻松了。青龙大帝神色一凛，似乎想到了什么，却无可奈何。这大会完全被对方把持着，想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他除非撕破脸，不然呢也没辙，只能希望下场成哥输得别那么难看。战斗结束后，血迷准帝被火速抬了下去。虽然万妖大会是比赛性质的，但受伤可没有善后，后果自负。之前还欢呼的一众血妖围着那庞大的破裂妖体哭天抢地。大帝你醒醒啊！大帝不要丢下我们呐！大帝没有你我们可怎么活呀？血迷平时很护着他们这群实力低微的妖雀，就像一位大哥，而整个雀族也就这么一位准帝，他倒了，雀族的地位会再降好几个台阶，甚至会像蚌族那样沦为其他族群的鱼肉。远处刚刚显摆完的成哥看到这一幕，只是暗叹了口气，比试就是这样，报了名就要承担后果的觉悟呀。虽然这老兄在骚包方面和他有些臭味相投，但那也是想踩自己一脚不是吗？成哥哪次战斗不是干净利落杀伐果断呢？他还没有迂腐到去安慰对手呢。正打算转身离去，忽然想到了什么，刚刚那雀迷好像说他们有一个什么采蓝乐队。再看看那群五颜六色花枝招展的雀妖，再回想刚才大战前这群雀妖那加油助威的声势，成哥的心思活泛了。要是以后自己身后跟着这么一群啦啦队，那不是比当初老莫做的傀儡拉风10000倍吗？这支啦啦队绝对是整个仙界最顶尖最有排面的一支呀！哎，都让开！他排开围观的众妖挤了进去。一众围着雀迷准帝痛哭的雀妖看他来了，连忙露出了戒备和畏惧的神色。你来干什么？我们大帝都被你打成这样了，你还不满意吗？难道你还要鞭尸不成吗？你这个恶魔！哎，你们大帝又没死，鞭什么尸啊？如果我能救他呢？雀妖和围观众妖一愣，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救自己的对手吗？有这么善良好心的妖吗？不会憋着什么坏水吧？你说的是真的吗？你不会骗我们吧？大帝都伤成这样了，还怎么救得回来呀？我打的，除了我还有谁能救啊？众妖一听也对呀，真的吗？那你快救啊！雀妖们就像沙漠里看到的雨水，迫不及待地簇拥过来。如果你能救回我们的大帝，我们一定感谢你，今后你就是我们雀族最大的恩人。苍龙大帝，想不到你这么好，我们之前太过分了，今后谁再骂你，我们帮你骂回来。成哥心说，哥要的就这效果，不过表面上呢，还是要装样子的。本地救人，谁会指望回报呀？不过呢，我不提点要求，你们肯定不安心。要不这样吧，接下来我战斗，你们能帮我助威就行了啊！就这么简单吗？给他加油助威，太简单了吧？一众雀妖面面相觑，都有些不敢相信世上真有这么高尚的妖。雀迷准帝被打成这样，他们其实无话可说的。妖族就这样，输了技不如人嘛，何况比试受伤本就很频繁。但这救对手却是头一遭，周围一群妖也纷纷表示自己都差点被感动了，不光主动救援对手，还不图回报，太他妈伟大了呀！完全是妖界的一股清流啊！无形之中呢，成哥居然拉拢了一波人心啊，不，妖心。我们答应了，今后您出战，我们就是您最忠实的拥趸。没错，苍龙大帝威武！苍龙大帝那是万妖楷模，为苍龙大帝欢呼！得了，没开始救呢，这雀妖们就开始表现了。尤其那百灵雀和金丝雀，他们本就以声音美妙著称，婉转如歌，绕梁3日，成哥都感觉自己快升华了。哦呀，这样一支个个都是人才，说话那么好听的啦啦队，必须留下来呀！原本他只有苍极一个加油的，现在多了雀族，俨然把这变成了半个主场了。本集第417集，最强啦啦队。这一幕也落在上方那些妖帝的眼里，麒麟一系的众位妖帝俯视下面，冷笑不止。打成这样还想救回来？这苍城是想收买妖心吧？就是有点不自量力呀！雀迷最多也就剩几百年苟延残喘，他的妖体被破坏殆尽了。作为妖帝，他们的眼光还是很毒辣的，一眼就看出这雀迷准帝不行了，伤势根本无法挽回。
这种伤势就连我们也救不了啊！青龙大帝也皱眉，在场这么多妖，深切体会过成哥阴险卑鄙一面的，那就是他了。一次赌约，害得他青龙宫从富丽堂皇变得破落。他有些不敢相信那个无耻狡诈的害群之马会有这么迂腐好心，不会是憋了什么坏水吧？众目睽睽之下，成哥先是探爪感知了一下雀迷准帝的情况。此时这雀族大帝还是昏死状态，气若游丝，而他的妖体内部已经乱成一锅粥了，经脉骨骼碎裂还在其次呀。最关键的是49道规则长驱直入，现在还在里面疯狂肆虐，不断加深破坏。雀迷准帝本身的规则自主抵挡，但哪里挡得住呀？毫不夸张地说，这就像是49种剧毒，如果他不是准帝，早就陨落了。而这49种剧毒换成任何一名妖帝来，能解出3、5样，那就算不错了。普天之下，唯一能让那49道规则不再肆虐的，还真的就只有成哥了。一如从前，他装模作样的打出一堆五光十色的特效，又催动妖力，故意把自己身上弄得水汽蒸腾，汗出如浆，搞得好像非常卖力一样。于是呢，一旁众妖再次动容了，雀族更是感动的稀里哗啦的。为了救他们大帝，苍龙大帝居然耗费如此之大的代价，这让他们无以为报呀。而实际上，这过程对成哥来说简单了一批呀，因为这就是他拥有烙印的49道主规则，他控制起来简直就是吃饭喝水一样容易。3下5除2就将49道肆虐的规则之力全都抽离了雀迷准帝的妖体，剧毒彻底清除，雀迷准帝算是没了性命危机了。今后如果他自己调养，花费漫长时光，也还能将妖体一点点修复过来。成哥的992道主规则里面就有医治规则，倒也知道该怎么治，而水木光等规则也都兼具了一些治疗效果。在这些大圆满的主规则帮助下，雀迷准帝体内经脉骨骼以极快的速度重组。随后呢，他还出了点血，从系统商城兑换一颗修复妖体的9品妖丹。很快，雀迷准帝醒了，虽然还虚弱，但气色比刚才不知好了多少倍。我死了。他睁开眼时，意识还停留在之前被轰杀那刻呢。随后看到那么多妖都围着自己，其中居然还有苍城，顿时惊愕无比。你们，大帝！雀妖们万分惊喜。大帝，你醒了，真是太好了！多亏了苍城大帝，他真是一个举世无双的好妖啊！一群雀妖叽叽喳喳的解释之后，雀迷总算明白发生什么了。在几名雀妖的搀扶下，他缓缓漂浮起来，一脸惭愧地飞到成哥面前。苍城老兄，我真是无地自容，没想到你竟这么伟大，让我见识到了不一样的妖。他的目光一狠，大声说：没得说了，今后整个雀族就是苍龙族最铁杆的盟友，就算你们被逐出妖界，我们也一定不离不弃。之后的战斗，我们雀族全力为你摇旗呐喊。他这番话让其他早就感动的稀里哗啦的雀妖们立即声嘶力竭的响应。苍龙大帝威武，地部之主舍他其谁？周围其他妖族面面相觑，虽然觉得这地部之主的称呼太夸张，却又不得不承认这位苍龙大帝确实与众不同啊。只可惜呢，他境界太低了，要不然他真成为地部之主，对那些弱小族群或许是件好事。暗处的苍灵也不得不感慨了，想到你还挺会收买妖心的呢，居然给我们苍龙族带来了数百亿年来的第一个盟友。虽然这雀族没有什么战斗力，但也是个好的开始。成哥心说，你真误会了，哥压根没想那么远，只是想要一支仙界最顶尖的啦啦队而已。高层的莫林大帝眼内透出浓重的杀机。地部之主，雀族准帝在他眼里只是边缘的边缘，死活并不重要。他真正忌惮的是成哥这笼络妖仙的手段，会用这种手段的往往都是目光长远要干大事的枭雄。看着四周原本一面倒嘲讽他的那些妖族，现在已经有不少眼神变了，变得信服认可起来。作为目前妖界统治者，莫林大帝本能感受到极大的威胁。这新任的苍龙大帝在他心头的危险等级甚至隐隐超越了青龙大帝，下一站必须将他毁掉。这时呢，第一轮其他的比试也渐渐的到了尾声了，敖阳、玄海等强手都顺利的通了关。这轮下去，第4组120多名准帝，足足有60多位被淘汰了。其他3组也差不多，赛前被看好的基本都没遇到什么波折，唯一的例外就是玄龟族的乌盖准帝，以他的实力闯进前32不是没希望的，毕竟是玄龟大帝麾下的血脉天赋不弱。但很不幸，他第1轮就遇到了莫林族的齐生。莫林族是和苍龙族同等的远古皇族，齐生作为麒麟族准帝中的顶尖强者，底蕴要比乌盖强太多了。
一战下来，齐生轻松获胜，而乌盖就惨了呀。不光第一轮惨遭淘汰，而且还受了不轻的伤，厚重的龟壳都被打出裂纹了，这让下方群妖惊愕，无法理解。在他们的认知中，玄龟族和麒麟族不是铁杆盟友吗？以前历次大会，玄龟族要么被照顾，要么放水配合成全麒麟族登顶，这次怎么会打成这样呢？上方那些妖帝心知肚明，这就是故意安排的。刚刚玄龟大帝打伤了齐猛，麒麟族现在立马怀疑颜色，第一轮就把齐生这个能打进最终前3的强者安排成乌盖的对手，目的不言而喻，就是为了揍乌盖，报复玄龟族。要不是玄龟族本身防御力极强，恐怕也会被打成刚才血迷准帝那垂死状态。经此一战，玄龟大帝对麒麟族的恨更深了。麒麟族，我与你们势不两立。第一轮结束后，第二轮比试很快来了。成哥再次出现在气泡内，下方血族啦啦队果然不负他的期待，开始卖力的助威呀。苍龙大帝战无不胜，苍龙大帝旗开得胜，苍龙大帝好帅，大帝我爱你。本期第418集，这个对手很难缠吗？这莺莺燕燕的不光嘴上喊着，还拿出一堆乐器，放出了一堆的妖法特效，搞得全场妖族都忍不住看了过来，太骚包了呀！但当他们看到成哥的对手之后，顿时又是一片哗然。虫族金线虫准帝后期，虫族这种天赋实力仅次于万世妖帝的顶尖强者呀！我靠，这下苍龙大帝完蛋了！别说准帝初期呀，就是一般的准帝后期碰到金线虫也是束手无策，他的手段无孔不入呀。可不嘛，金线虫上一轮对手是银狼准帝，也算是强悍了，结果妖体都被钉出了上百个窟窿，惨不忍睹，现在没醒呢。就连雀族啦啦队们也忍不住停了下来，这对手实在让人绝望了。观战的老苍龙目光凝重，担忧之情溢于言表。金线虫他几百亿年前呢对战过一次，那战他虽然赢了，但也受了伤，那可是麒麟阵营那边的一员悍将。不出意外，对方第一轮没能够成功羞辱苍城，这一轮直接派顶尖高手碾压他。顶层大殿内，青龙大帝摇头，他已经懒得指责这刻意的安排了，罢了呀，输就输吧。金线虫有闯入前16的实力，这一战就算是玄海碰上也难保获胜。而另一边呢，墨林大帝和虫族万世妖帝互望了一眼，齐齐露出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笑容。后者漠然地望着气泡，悠悠地说：金线虫出手向来没轻重，苍龙一族从此怕是要换个大帝了。看到他们这么明目张胆，青龙大帝忍不住怒道：这比试是不得伤性命的。玉林大帝默然说：技不如人，死了也活该呀。他要的就是这效果，不能让这苍城再活下去了。就是，谁让你们派这么弱的？难不成我还要让金线虫故意封印一部分实力照顾他不成啊？他们议论时呢，成哥也在观察对面的对手。金线虫表面看就是一条长长的金色丝线，整条线盘旋环绕，怕是有上千里之长。然而除此之外，根本看不出头部和其他部位。如果不是感知到了生命气息，成哥恐怕会直接将它当成一个庞大的线团了。死了别怪我，要怪就怪你和麒麟大帝作对。对面传来与丝线形态完全不符的破锣般的响亮声音。我会好好招待你的。成哥很遗憾地摊摊手，哎呀，就你这外形毫无排面呢，干掉你我都没什么成就感。暗处苍灵忍不住给他传音，提醒他小心一点。金线虫非常危险，这一族号称无孔不入，没有他们渗透不了的东西。而这准帝后期，恐怕你的妖体根本挡不住他的侵袭。另外千万要注意，不能将他们切割粉碎。哦，为什么呀？金线虫被切割之后会变成许多份，每一份都有自主意识，到时候更难防范。他的妖体看起来脆弱，但不惧冰冻火烧雷劈，想要灭杀他非常困难。这么屌？没错，想要击败他，必须尽量避免正面接战，不断用速度规则之力与之周旋。这一族最大的缺陷就是妖力不足，耗到最后他就会衰弱下来。他的话音没落，第二轮的短暂的准备时间结束，比试正式开始。随后成哥起手就是一道苍龙碎爪，这一爪下去，对面的金线虫瞬间被切割了无数次，几乎都变成粉尘了。在那碎爪带起了飓风中，金色的粉尘四散飞扬，苍灵差点被他这手惊呆了呀！你疯了吗？老娘刚提醒你尽量不要切割它，结果你倒好，直接来个粉碎，这样是杀不死金线虫的，反而让它分成了无数份。这种情况下，想防住它的渗透，难度也提升了无数倍。成哥还在给这亲爱的姐姐解释呢，
咱是苍龙大帝，怎么能不断的退避周旋呢？小心翼翼不敢伤他，耗到对方没力气才能赢，那不是太有损咱们大帝的霸气形象了吗？霸气你个头啊！就因为这无厘头的由头吗？苍灵差点被他气吐血了呀！而观战群妖也是一片哗然，完全不敢相信陈哥会做出这种事来。金线虫参加过多次万妖大会，众妖都很清楚他的手段，自然也明白不能切割他，只要不割断他，防的就只是一个目标，割成2半就变成2目标的渗透了。这粉碎了是多少目标啊？完全就是金线虫最喜欢的结果。苍龙大帝找死吧！上方青龙大帝差点2眼一黑，这家伙能不能更离谱呀？虽然嘴里总说陈哥是害群之马，但这害群之马毕竟是龙族这边的，龙族如今没落，他的横空出世也算壮大了整体实力。他其实并不希望陈哥就这样挂掉，但现在看呢，恐怕活不成喽。玉林大帝忍不住笑出声，万世妖帝也是一脸错愕，随后一脸嘲弄的叹了口气。他在干什么？面对金线虫，他竟然这般鲁莽。在场其他妖帝也是暗暗摇头。这是他自己愚蠢找死，金线虫就算想留情都难了呀。久闻苍龙是顶尖血脉，就这样陨落，未免太荒诞了。快催动妖力，抵御他的侵袭。苍灵大姐头又开始暗中指挥了。如果是在外面还好说，凭着速度规则一骑绝尘，直接甩开就行了。但这气泡战场，空间规则极其复杂诡异，看似无边无际，但并不能彻底甩开对手，永远都能在转念间遭遇。你不是说他什么都能渗透吗？妖力屏障能防住他吗？金线虫就连仙果都能渗透，但你不能什么都不做。他想要渗透妖力屏障，还是需要时间的。那还是算了，反正也防不住。何况顶着一个妖力龟壳，不符合我大帝的霸气形象啊！霸气，你脑子都在想什么呀？苍灵再也没说什么，那漫天金粉很快洒在苍龙真身，宛如给了龙体镀上一层金，而后呢，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褪色了。下方群妖齐齐倒吸凉气呀，感受到了发自骨髓深处的寒意，这是全部都渗透进了苍龙大帝的妖体之内。金线虫一旦进入妖体，就会吸食一切能吸食的存在，无论血肉、骨头、经脉、妖力，甚至连规则之力都不例外，没救了，彻底没救了。本集第419集，你不是喜欢渗透吗？你真是我遇到过的最配合的对手，接下来你可以惨叫了。金线虫的声音从陈哥体内无数方向传来，甚至就连仙魂外围都回荡着，重重叠叠的声音诡异的同时，也透着无尽的阴狠之意。只可惜陈哥并没有展现出他想象中的恐惧害怕。要不你先示范一遍惨叫啊！说完，他直接催动了禁锢规则之心的烙印。下一瞬，金线虫的侵蚀过程停滞了下来，所有粉碎的金线全部被禁锢在体内各处，无法动弹了。你主修的禁锢规则，这就是你的底牌吗？我倒要看你的禁锢更久，还是我的吞噬更强。说完，金线虫疯狂地对抗起那禁锢规则之心。他毕竟是准帝后期，与规则之心融合度自然要高于准帝初期的陈哥。眼看着禁锢就要松动了，陈哥不紧不慢地催动了独之规则的烙印，进入他体内的所有金线瞬间从金色变成了蓝色，随后朝着紫色转变。原本还高歌猛进的金线虫慌了，你这是什么？你的独之规则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威力？毒并不能杀死他，但却让他的吞噬进程被迫停了下来，不得不分心对抗毒的侵蚀。然而这只是个开始，陈哥很快又催动了毁灭规则之心的烙印，开始在体内一段接着一段的彻底毁灭金线。不，这不可能！如果没有被分成无数份，金线虫是完全不惧这毁灭规则的。但被分成那么多份后，虽然每份都有自主意识，也相互有联系，他的力量也等于是被分散了。再加上他还要分出力量去对抗独之规则的侵袭，导致他再也无力对抗那毁灭。一片又一片的金线被彻底毁灭，消散于无形。他终于感受到了被彻底灭杀的危险，疯狂的想逃离陈哥体内。很可惜呀，禁锢规则之心还起作用呢。你不是喜欢渗透吗？逃什么呀？别急呀，走什么呀？此时的陈哥等于是把自己的身体当成牢笼，牢牢捆束着金线虫。随后呢，他又祭出了腐蚀规则的烙印。节节败退的金线虫再次遭到了致命打击，本就挡不住毁灭规则的他，不断被溶解腐蚀。毁灭、剧毒、腐蚀三大规则烙印三贯齐下，彻底宣告了他的败亡。最后一刻呀，又是一片又一大片的金线被腐蚀后毁灭了。他疯狂惨叫求饶，
放了我，我错了，都是麒麟族指使的啊！不要杀我呀，亚麻得！你这惨叫还真投入呢。成哥可不会心慈手软，该杀的他从不犹豫。片刻之后，这金线虫被他彻底毁灭的一点渣都不剩了，死得透透的。他的体内大战时，外面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苍龙大帝被金线虫渗透了，一动不动的漂浮在半空，还都以为他死定了呢。这苍龙大帝会不会战斗啊？一开始乱来，粉碎了金线虫也就算了，之后居然不逃不防。是啊，我都怀疑他是不是自杀了，就那么任由金线虫彻底的渗透，完全找死呀！老苍龙在外面急得不行，血族也早就停下了助威，一个个露出了悲哀之色。可惜了呀，那么好的一个妖就那么没了吗？紧接着他们就看到了气泡缓缓消失，这代表着战斗已经分出胜负，金线虫获胜了。所有妖族都在等着金线虫重新凝聚妖体宣布获胜，然而他们看到的却是那巨大的苍龙缓缓飞腾而下。苍城没死，那意思是苍龙大帝赢了？不会吧，这金线虫呢？全场妖族懵逼了，直到上空万世妖帝突然一身杀气的冲了下来。你把金线虫给杀了，你竟敢杀他！他作为虫族大帝，金线虫彻底死去时是会有感应的，也因此呢，他才会这么大的反应。金线虫是虫族数一数二的准帝，也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得力臂柱，就这么死了，他怎么能接受呢？只是刚才冲下来，就被青龙、冰凤、白虎等大帝挡住了。白虎大帝面无表情，气势如刀，声如金铁。万世妖帝，你要做什么呀？万妖大会，任何妖帝都是不能下场干预的，只能在远处旁观。这也是为了保证表面的公正，还有公平。否则呀，那些没有妖帝坐镇的族群还玩个屁呀！万世妖帝怒指江城，厉声咆哮：“他杀了蛙族天才，金线虫已经死了。”冰凤大帝冷冷说了：“那又如何？那又如何？哼！若是你冰凤族的麒麟被杀，你还能说出这句话吗？万妖大会不允许杀死对手，苍城触犯此条，应当立即将他拿下偿命。”他不说这话还好，一说呢，青龙大帝乐了。刚刚是谁说苍龙族要换个大帝了呀？又谁说的技不如人，死了也活该呀？玉林、木林，你们应该没那么健忘吧？还是说我龙族死了没关系，他虫族死了就是天塌了呀？两位麒麟大帝咬牙，心头气闷，但没有吭声。毕竟刚才当着那么多妖帝的面说出的话，怎么能往回收呢？青龙大帝很久没看到他们这样吃瘪了，那叫一个眉飞色舞呀！啊，对了，按照某些虫族的说法，这难道不是怪你们金线虫实力太弱，不经打吗？我总不能让苍城封印一部分实力，故意放水吧？说实话，成哥获胜极大的出乎他的意料，他到现在都没明白金线虫是怎么死的。按道理被侵蚀后死的应该是苍城啊，管他呢，赢了就行呗。难得麒麟阵营被对的一点脾气没有，别说是他呀，就连白虎、冰凤、鲲鹏大帝也是心头暗爽。愤怒滔天的万世妖帝无话可说了，之前他自己把话说得太满，现在完全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莫林大帝最终只能狠狠地盯了成哥一眼，再次飞回顶层大殿。此战例外，其他战斗依旧不得伤及性命，否则偿命。妖帝们离去之后，全场彻底沸腾了。金线虫死了。看万世妖帝的反应应该错不了。怎么死的？我操，太不可思议了吧！金线虫居然能被杀死啊！本集第420集，你已经没对手了。在无数妖族的认知中，金线虫应该就是妖界生命力最顽强的存在，哪怕摧毁成粉尘，也能随时重组。想用规则之力强行镇压，他都已经准帝后期了，对规则的掌控程度不输其他准帝。历届大会，他出战很多次，撕裂禁锢、碾压、封印、冰冻、火烧、雷击、神光，几乎所有抹杀手段他都碰到过，每次他都活得好好的。能杀得死他的只有妖帝层次，这也是所有妖族的共识。而这次呢，翻车了，翻在了一个准帝初期手里。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呀？别说下方观众席的群妖，就连第4组那些参战的强者也是一脸懵逼。难道杀死金线虫的办法就是故意将它引进体内吗？会不会久闻苍龙的血液正好是金线虫的克星剧毒呢？有这个可能，要不然完全无法解释。谁能想到陈哥规则之心烙印那么多呀？事实上，就算不把金线虫引入体内，他一样能轻松干掉。
我一门两门规则的融合度比不上准地后期，但我那么多规则烙印，你融合度再深也挡不住呀。除非像妖帝那样直接成了一门规则的主宰，那才能形成阶位上的差距。你在准地层次已经没有对手了。经此一战，苍龙女帝彻底放心了。49道规则烙印到底有多强，没人见过，她一开始也不确定。现在呢，她终于知道，这就是个超出常理的怪胎。成就准地初期那天，就直接突破了准地后期的极限。这实力已经可以称为妖帝和准地之间的一个全新境界了。他来参加这万妖大会，完全就是犯规。第二轮比试很快结束了，至此呢，这组已经只剩下了32位准地。敖阳、玄海依旧顺利的晋级了，敖生这类种子选手也轻松过关。除了成哥这场并没有爆出什么冷门，而紧接着第3轮对决开始了。成哥一登场，下方妖雀们就忙活起来，因为雀迷这个大帝出战。这次雀族来的还挺多的，虽然境界低，但就像是举族旅游一样，他们这一开始加油啊，瞬间就把第4组其他妖族的声浪给盖了过去。再加上他们本就是专业的啦啦队，组织度极高，其他族群的呼喊和他们一比，那就是散兵游勇。很快呢，第4组这边的观众席能听到的就只有苍龙大帝了。其他妖族被气得够呛，他娘的，万妖大会这么多届，就没见过这么高调的，就不怕树大招风吗？这雀妖们也吹得太过火了，喊得这么肉麻尴尬。暗处的苍灵第一次庆幸自己只是一缕残魂，要不然呢，真的要捂着脸躲起来了。偏偏呢，成哥很得意，尴尬吗？哼，只要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我觉得非常好，力度还可以再大一点。结合他一向的骚包风格，苍灵狐疑了：你救雀迷不会是为了这个吧？啊，要不然呢？你什么品味啊？女帝彻底被他搞败了呀！而这时呢，成哥第3轮对手现身了，居然是青龙族的玄海。刚刚还嘚瑟了一阵的青龙大帝又无法淡定，成哥干掉金线虫，下面许多妖族以为是取了巧，但他这个龙族大帝很清楚，苍龙血脉没有那种毒死金线虫的神奇效果。他已经意识到苍城的实力很可能比所有人想象中要强得多。以玄海的实力，原本进入32强希望还是很大的，但现在碰上他也不一定能过关。另一边呢，麒麟族阵营的几位妖帝面无表情，但眼内却都藏着止不住的潮意。不用说，这又是他们刻意安排的杰作，提前安排一场龙族内斗，管你玄海多强，又或者苍城是不是隐藏的实力，二虎相争，总会有一个被提前淘汰，这样龙族就少了一个地部名额了。用心不可谓不险恶呀。气泡之内，两头巨龙遥遥相对，成哥一看是他，乐了，抬爪打了招呼：哟，老兄啊，缘分呐！玄海当初去苍龙谷找事之后赌输了，又作为快递员过来送了一堆仙器仙宝，在成哥眼里他挺可爱的，但玄海眼里呢，成哥一点不可爱。谁跟你有缘了？你这害群之马！哎呀，别这样吧，都是龙族一家人，大家要相亲相爱。哼，鬼才跟你！玄海眼珠一转，忽然想到了什么，于是嘿嘿笑了。是吗？一家人，你说的对，咱们是一家人。他搓了搓爪子，语气头一次变得亲切。既然这样，那你主动认输吧。饶是成哥这种经常不按常理出牌的人，都被他的提议给整懵了。啊，我为啥要认输呀？玄海一副这都想不明白你是不是傻那样的表情。你主动认输，这样我这轮就没有任何消耗，后面就能走得更远呢。啊，还有这操作呢？对啊，他们麒麟族盟友多，每次都这么干，咱们也可以把我们分在一组，正是个绝佳的好机会啊。玄海很耐心地为他科普这样做的必要性。他老爹觉得两头龙族分在一起这是坏事，他反倒觉得这是好事啊。成哥心说：“你想屁吃啊？那为啥不是你主动认输成全我呢？”玄海理所当然了，因为我比你强啊，这一点你没法反驳吧？成哥直接被他噎得说不出话来。老子们刚干掉金线虫，那应该是比你更强的存在吧？那为啥你会有这种迷之自信呢？看到他没吭声，玄海还以为他是心理上无法接受，于是语重心长的继续劝了。我知道你抱着想一鸣惊人的想法来的，但你现在目的达到了，是不是也觉得赢了金线虫就很了不起了？其实是用了取巧的办法吧。万妖大会看的是硬实力，取巧你走不远的。为了龙族的利益，给更强者铺路搭桥，这也符合大局不是吗？大不了我以后见了地步多多提一些你们苍龙谷就是了。成哥心说，我是不是还该谢谢你啊？上方的青龙大帝是能听到气泡内的声音的，听到两人对话，竟莫名升起一股期待。玄海小子也不笨嘛，如果苍城真的被说动了，主动认输了，那就完美了呀。反正呢，大帝一开始就没指望成哥干出啥来，重要的是他青龙谷这边必须要一个地部成员，
我也觉得你这个给强者铺路搭桥的提议非常的不错呀。成哥居然真的笑容可掬的赞同了玄海，但我对你的实力不放心，万一我给你让路了，你还是走不远，那不是白白浪费了我的牺牲了吗？玄海有些不悦了，你对我的实力有啥不放心的？我准帝后期，刚刚2战我都轻松获胜，好不好啊？第421集，那你认输吧。成哥遗憾的摇了摇头，但我没看到啊，除非你现在证明一下，你让我看看究竟有多强啊。你要我怎么证明？玄海还挺认真的。这样吧，你站着别动，让我攻击你一下。成哥话没说完呢，暗处的苍龙女帝差点喷泪，你能不能更损一点啊？玄海也打断他，哼，你当我傻呀？站着不动让你打。成哥摊摊手无奈说了，你不是很厉害吗？连我一招都不敢接，还能说什么能走得更远呢？那样太危险了。放心，我只用3成力。真的？当然，这么多要看着呢，何况我还是苍龙族的大帝，代表着苍龙谷的门面，怎么可能撒谎啊？真的是3成力？必须的，大家都是龙族一家人，我怎么好意思全力攻击你啊？玄海暗自盘算了一下，准帝初期本就撼动不了自己这个准帝后期，而苍龙一族主修的是速度，并不像金龙族那样侧重攻击力，何况只是3成力，自己应该稳稳能接下来，甚至毛都不会掉一根。哼，只要我能挡下来，你就认输吗？必须的。如果3成力还撼动不了你，那再打下去也是自取其辱，不是吗？这话说到玄海心坎了，他得意的一仰脖，哼，你知道就好。那来吧，3成啊，1成不能再多了啊！必须的，好的。两头巨龙商量好了之后，再次拉开了阵势。玄海还是挺谨慎的，虽然站着不动不还手，但还是尽量给自己堆了一些 buff， 比如水之英魂、网之英魂什么的。水系的规则之心烙印也激发出来了，7角青龙的血脉也点燃了。而对面的成哥呢，则是在挑选着规则烙印。苍灵有些不忍心再看下去了呀。你收着点吧，别把他打废了，好歹也是玄冥的大儿子。唉，这孩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实诚了？成哥拍着胸脯保证了，放心吧，都龙族，我怎么可能那么干呢？此时呢，他已经从49个烙印里挑出了16个。此时其他气泡内都已经打得火花四溅，唯独他这组还没开始呢。下方观战的妖族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这俩龙族似乎在交谈，搞了半天也没进正戏呢。大家都快等得不耐烦了，总算看到点动静了。哎，玄海这是要干什么呀？好像是在防御，他不打算战斗吗？为啥飘在原地一动不动呢？谁知道呢？众妖议论纷纷，成哥准备就绪。那个，我开始了啊！他还打了个招呼，玄海豪迈点头，哼，来吧，我让你看看准帝后期的底蕴。于是下一瞬，他就被16道规则烙印直接淹没了。一声巨响，气泡内刮起了一阵席卷全场的风暴。玄海压根来不及抵抗，水系规则烙印的力量就被冲垮了。紧接着，英魂一阵扭曲破灭。他觉得自己庞大的身躯就像变成了一根孤立无依的小草，被放在飓风的风口上，再也不受自己的控制了。他直接飞了起来，随后重重地撞在了尚未来得及蔓延的气泡边缘，因为这16个规则烙印中也有空间规则。气泡一阵震动，玄海巨大的龙身弹了回来，最后重重栽落在地。玄海伤的并不太重，成哥现在已经能控制好分寸了，但关键是攻击来自规则烙印，直击他的仙国和妖魂深处，将他的意识都差点打崩了。被打得七荤八素的玄海趴在地上挣扎着想爬起来，却只觉得眼冒金星。昏过去之前呢，他还哆嗦了一下。龙爪朝着成哥这边指了指，代表着他那强烈的控诉之情。说好了3成，你不讲要得。随后他终于很干脆的昏了过去。气泡消失，这场再次以成哥的获胜而告终了。苍龙大帝再下一城，雀妖们现在把成哥看成了自己人类啊，顿时是欢声雷动，仿佛是自己赢了一样。雀迷准帝率先跨出了新角度，大帝一招就解决了对手，太强大了！苍龙大帝一开始根本不屑出手，在玄海的苦苦哀求下才赏了他一招，这一招够他吃一辈子了。其他雀妖纷纷附和，没错，大帝仁慈，没有赶尽杀绝，能吃大帝一招是他的荣幸。我要是玄海，今后就追随大帝左右，向他学习。从顶层大殿冲下来接住玄海的青龙大帝听到这些吹捧呢，差点气得吐血了。他娘的，这群雀妖嘴是真损呐！你也太狠了吧，不是说好了3成力吗？你这是欺负玄海老实是不是？气泡内那场交涉他都听到了，只是他一则不能插手，二则呢，他也觉得3成力应该没问题的，甚至一度觉得苍城侥幸赢了2场，自大的忘乎所以了。结果现在这么一看，心都碎了呀。
玄海一败，青龙族这次是进不了32强的。而他也终于恍然大悟，感情这小子故意给玄海挖坑的，骗他站着不动，再用全力给了他致命一击，用心险恶。我没有啊，我已经收了很多力了。成哥很无辜，我真的只用了3成力，甚至有些 buff 都没叠上来呢。青龙大帝怒极反笑，你当我还会信你吗？你这卑鄙无耻的害群之马，坑了我一次还不够，又骗我儿子一次，你给我记好了。哎呀，我冤枉啊！成哥还想解释一下呢，可大帝已经抱着儿子去远处疗伤了，压根不理他。讨了个没趣呢，成哥只能回过头来接受群众的震惊，以弥补失落的心灵。这一次大会也是个绝佳的获取震惊值的场所。3场大战，他目前已经收割到了上亿功德，毕竟他每一场获胜都很出人意料。而这主要还是同时比试的场次太多，再加上分了4组，并不是所有妖都全程关注他呢。等到最后几场剩下的越来越少了，关注度和震惊值应该会越来越高。哎，刚刚怎么回事？玄海怎么站着不动挨打呀？知道呢，应该是龙族内部战略放弃掉一个吧。可真要战略放弃的话，也不用出手啊，直接认输不就得了吗？何况要放也是苍城放啊，让玄海继续啊。可能一开始说好了苍城放，但最后他反悔了呗，所以玄海没防备。没看青龙大帝那么愤怒吗？这个青龙大帝不是这个苍龙大帝还真够狡诈的呀！准地出奇能闯到前64，还真是个奇迹呀！本期第422集，你们好自为之。成哥听了这些议论，那气势不打一处来呀。他还以为现在大家应该都在为自己的真实实力而震惊呢，他们都3场了，你们这群家伙居然还以为我是个菜鸡呢？啊，都瞎了吗？当然不是所有妖族都瞎了，到了这一步，顶层那些妖帝已经看出他的厉害了。虽然他们也认为刚刚那肯定不是什么3成力，而是全力，但就算全力能一击将玄海打成那样，也极为惊人了。莫林和玉林2位大帝面色凝重，他们很清楚，换成齐生的话，全力一击虽然也能击伤玄海，但绝对做不到刚才那么大的声势，那攻击力几乎都要超出准帝的极限了。好在战斗并不只有正面硬刚这种方式，本就极其复杂，整体实力强的应该还是可以一战的。如今每组都只剩下16位，再通过下轮就剩下8位了，每组8位，正好一共32位，到时呢就直接进入地步了。成哥之前收买妖仙的举动，让2位麒麟大帝内心极为忌惮，再加上之前苍龙谷打劫麒麟族的事，全场这么多准帝，他们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他进入地步，所以必须要在这一轮将他拘下来。2位大帝看了一圈，随后暗中向不远处的鼠族大帝传音：儿鼠大帝，下轮就麻烦你做那位天才将苍城打下来，此妖居心叵测，若进地步，将来绝对会闹出很多麻烦，必须要阻止。第4组除了齐生之外，他们这边还有鼠族、鹿族、虫族以及好几个附属族群的准帝。如今虫族被杀，那些附属族群的准帝实力还不如玄海，自然挡不住。剩下的鹿族和鼠族之中，更强的无疑是那位鼠族天才。第4组至今为止3场战斗，每一场都是碾压局，打得对面毫无还手之力。而且最关键的是，此妖战斗风格神出鬼没的，全程都不和对手正面接触，用它来狙击苍城，那绝对是最好的选择了。然而作为麒麟族的盟友，儿鼠大帝听到这个命令之后，却没有一口应下来。他斟酌片刻，缓缓传音：我看还是齐生更合适。2位麒麟大帝面色一沉：儿鼠大帝，你什么意思？该用你们的时候，怎么能推三阻四呢？儿鼠大帝眯了眯金光四射的眼睛，淡淡说：这一轮事关进入地步，极为关键，我怕他会出岔子。齐生则不同，他是能进前3的顶尖强者，要他出战绝对稳妥。鼠族本就以精明著称，他当然也看出江城很邪门了。如果是进了32名之后再碰一碰，那倒无所谓。现在的最关键的一轮，决定了今后10亿年鼠族的地位能否上升一个台阶，他不可能冒险的。2位麒麟大帝心头恼火无比，他们就是不想让齐生去冒险，所以呢，才把鼠族推出去挡枪的。你们鼠族这种态度，今后很难再合作下去了。而鼠大帝可不想和麒麟族撕破脸，连忙说了：莫林大帝，只是一场比试而已，没必要上升到如此高度吧？莫林大帝已经动怒了，冷冷丢下一句话：你们好自为之。号称最关键的第4轮比试即将拉开帷幕，只要这一轮能赢，就可以正式进入地步。也因此呢，这一轮各大妖族全神贯注，尤其那些还有准帝没被淘汰的，更是一颗心提着七上八下，紧张无比。因为对手的不确定性，就算是准帝中的顶尖强者，也不敢说自己一定能进。能把心放下来的，也只有麒麟阵营这边的几大妖族了。他们作为麒麟族的盟友，都能享受到暗箱操作的好处，
尤其麒麟族那些妖王妖尊，那更是得意无比。荒鸡某，反正第一肯定是咱们的，悬念无非是齐升准帝还是齐渊准帝而已。那是，这轮就是个过程。也就那些不入流的妖族才需要那么紧张啊。当第一组的对阵出来之后呢，全场顿时一片哗然呐。冰凤对孔雀，我靠，这是针尖对麦芒啊！冰凤族的麒麟前3轮碰到的全是不要命的死斗，已经受伤了。孔雀和凤族那可是世仇啊，趁他病要他命，有点卑鄙，这是要把冰凤一族排除在32名之外了呀。顶层大殿之上，冰凤大帝已经顾不上指责麒麟族了，只是满眼担忧地遥望着远方第一组气泡内的麒麟。经历前3轮苦战，那洁白如冰雕的凤羽早已凌乱，血迹斑斑，还未开战就透着虚弱悲壮的气息，这让他的心情无比沉重。紧接着第2组对阵出来了，凤族暗黄一系天才对阵种子选手昆族的昆儒，注定又是一场惊天大战。前3轮这2位都是摧枯拉朽般的获胜，第2组最被看好的就是他们了，被认为是有进入前8的实力，但经过这轮之后，注定会有一个被挡在地步之外。冰凤大帝和鲲鹏大帝相互望了一眼，彼此只能暗暗叹息了。他们之间没什么仇恨，但现在麒麟族当道，就算知道暗箱操作也无可奈何。对方族群众多，大帝比他们多也就算了，准帝更是多出了3倍，完全有操纵游戏的资格。真要和他们闹翻了呀，最后妖界分裂，各自为政，仙魔2界趁虚而入，只会更加不利。现在这样睁只眼闭只眼，好歹能保持着表面的万妖一条心。第3组虎族天才对上了金狼准帝，而火凤一族的赤焰则对上了狮族的青狮准帝。这4位同样也是有着稳进地步的实力，而现在呢，也肯定会出现2个倒霉的。麒麟族最为忌惮的还是龙凤这2个底蕴相当的远古皇族。这次大会前3组的安排就是为了分别打压凤族3位天才，一个不好呢，这次凤族就要全军覆没，一个都进不了地步了。至于第4组则是要坑掉龙族。当第4组对阵出来之后，全场的惊呼声更是达到顶点。金龙族的敖阳碰上虫族另一位准帝独林虫，鹿死谁手尚未可知。而最让全场无法淡定的无疑还是成哥这里。本来呢，苍龙大帝开场得到极高关注，而现在他的对手一出来更是让人难以置信，居然是麒麟族的齐升。如果是第一场开打之前出现这个对阵，那恐怕很多人会将这形容为最弱对最强。齐升可是头名的有力竞争者，前3基本稳的，而成哥是唯一一个准帝初期。经历了3场之后，大家也都知道他实力绝不是准帝初期那么简单，但是呢，最多也就是把他当成32强级别了。这直接碰上齐升，超纲了吧？麒麟族狠呐啊！要用雷霆之势一举浇灭苍龙族的希望啊！本集第423集，一击致命。第4组观众席，许多妖族都向他投来同情的眼神。可惜了啊，后面再也看不到这神奇的苍龙大帝了。雀妖们拿他当最好的朋友，如今感同身受，再也兴奋不起来，全都耷拉着脑袋。苍极满面潮容，大帝的表现已经极大出乎他的意料，但奈何提前碰到齐升，就算他全胜时碰到后者，鹿死谁手也未可知啊。而他可是曾经的第3名。大帝，您已经尽力了，就算此战败了，也没有辱没苍龙大帝的威名。若形势危急，及早抽身，切勿死战，您还有将来。成哥心说了，老头你别说丧气话呀，你搞得这么悲壮，好像要给哥立个战死的 flag 似的，你是要立坟呐？还有雀妖们，抬起来呀！没办法，这支顶尖啦啦队暂时对他的信心还不是很足。对面的莫林齐升通体漆黑，一丝丝的祸气弥漫开来，透着浓重的不祥意味。他墨绿色的眼珠直勾勾盯着成哥的双眼，一动不动，仿佛石雕一般。成哥一脸戒备，你这么深情的看着我干什么？哥不搞基的。齐升不带丝毫感情，我在想该怎么彻底废掉你。精神可嘉啊。你很快就笑不出来了。不知不觉间，气泡内到处都弥漫着一丝丝若有若无的黑色祸气。你完了！齐升庞大的身躯终于开始有所动作，率先朝对面发动攻击。成哥一个闪身，也催动了风之规则烙印来试试水。无形而又危险的罡风呼啸而过，寻常妖族只要沾染它一点点，都会立即行销鼓励。然而那弥漫着的祸气却并未受到丝毫影响。非但如此呢，刚才飞起来的成哥自己居然被一道罡风波及，差点从半空跌落下来。如果不是他的妖体极为强悍，这一下呀恐怕受伤了。这样的绝佳机会，齐升怎么可能错过呢？
他连绵汹涌的猛烈攻击已经轰了过来，成哥连忙催动速度与空间规则与之周旋，但他很快发现自己每次移形换位都和想象中有些偏差，有时甚至会莫名其妙的闪到对方攻击的档口，简直就像送过去让对方打一样。我靠，什么情况？他目前还只是随便试试水，毕竟麒麟族2位大帝是敌人，提前摸清这个族群的套路很有必要，上来就把对方干趴，就什么都看不出来了。苍灵传音，这是霍制规则，在霍气弥漫的范围内，你的任何行动都有可能招来对自己不利的祸患。这么霸道，成哥手动震惊了一下。高端战斗时一点小失误都有可能导致局面逆转，更何况这不断出现对自己不利的突发意外呢？这种情况下想获胜，那真的是难如登天。那玉麒麟的符制规则呢？符制规则主要作用在自己身上，他每次出手很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有利效果。靠，神技呀！也难怪麒麟族那般强势，每次都能占着万妖大会的第一呀。这固然有暗箱操作的原因，但打铁还需自身硬，他们本身也确实厉害。想要摆脱这霍气的影响，要么拉开距离，但这气泡战场不利于拉开，要么规则之间的融合度比它更高，这样霍制规则就撼动不了你。然而齐生差不多和苍极同时诞生，他们的规则融合度比绝大部分准帝后期还要高。苍灵很清楚，这战换成在场其他任何一名准帝过来都没有稳赢齐生的把握，哪怕苍极、苍穹和麒麟本族的齐渊也不例外。不过换成成哥这个怪胎，那就另回事。即便现在这种试水的不利情况下，他依旧能凭借九纹血脉、始元龙骨以及层出不穷的各种规则烙印，一次次的化险为夷。下方群妖自然也都知道墨林族的厉害之处，但随着战斗持续，许多妖族也惊讶了。本以为苍龙大帝会瞬间落败，没想到能撑这么久。是啊，他的实力如果不是遇到齐生，进32是稳稳的呀。准帝初期能有这等战力，不愧为一族大帝呀。没错，再过51年，他下次出战，绝对真的势不可挡。原本情绪低落的雀妖们渐渐振奋起来，又开始操练起来，大声为成哥助威了。苍龙大帝必胜！苍龙大帝只是在陪他玩呢。大帝一旦认真起来，齐生就要落花流水了。他们只是习惯性的夸张吹捧，一旁其他妖族纷纷摇头，吹过头了吧？面对齐生，谁敢不用全力？哪知道啊，妖雀们还真的是一口说中了。他不会有下一届了。顶层大殿内，其他妖帝都在密切关注着本族后辈的表现，而2位麒麟大帝的注意力则全都放在成哥的身上。望着成哥用出的各种五花八门的手段，他们的面色越发凝重。为什么我觉得他好像不止一道规则烙印呢？应该不至于吧？他很可能是有特殊异宝，放大了主规则的威能。即便只是大圆满的主规则，这也太多了吧？此料绝不能留。不错，幸亏这轮派了齐生出战。他们并不担心齐生赢不了，尽管现在成哥各种规则层出不穷，到现在还没受伤，但时间一长啊，霍制规则引起的质变会最终摧垮他的。他们在等着那一刻，就算是这次不杀掉这苍龙大帝，也要彻底废了他。你的主规则还真多呀！正在战斗的齐生也没意识到，这每道规则都是规则之心的烙印。难道你有增强规则之力的异宝？若你交出来，我可以给你认输的机会。他现在游刃有余，感觉自己已经完美控场了，甚至都有闲暇给成哥传音了。而此时呢，成哥也差不多把各种规则烙印试了一遍，面对霍制规则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也基本都体验了。今后若是骤然碰到其他麒麟族，就不会那么猝不及防了，也该结束了。为了感谢你的卖力配合，我会让你干脆的倒下，连痛苦都感受不到。你说什么？齐生还来不及恼怒，成哥直接将49道规则烙印同时轰了出来。大圆满的主规则和规则之心烙印的区别，除了后者威力更大之外，就是施展方式不同。大圆满的主规则是从外界借用过来的，同时能施展几道就算不错了。而规则之心烙印那相当于属于自己的，一股脑用出来根本不费力。本集第424集，看走眼了。齐生都没什么防备，成哥刚才一直忙着试验，也没工夫给他更多的关爱，让他的心态从一开始的谨慎变成了轻视。此时这些规则烙印突然齐发，他猝不及防之下被毫无悬念的正面击中。16道主规则就能把玄海打蒙过去，现在49道齐出，后果那是毁灭性的呀。他的霍制规则烙印才挡下了7道，就全面崩溃了。满场弥漫的祸气如同风卷残云一般被扫得一干二净。余下的规则烙印长驱直入，与苍龙真身的血脉天赋攻击一同轰在他庞大的妖体之上，噼啪之声不绝于耳。紧接着轰然巨响炸开来，
齐声妖体内所有骨骼第一时间尽碎。与此同时，在多重烙印和妖力的打击之下，他体内宽广的经脉就像突然被暴涨的洪水冲垮的大坝，出现了无数的决口。随后呢，被冲刷一空，荡然无存。洪流最终一直冲到了他最核心的妖丹区域，将那颗偌大的黑色妖丹一并轰成了爆裂的残渣。之前打雀迷准地那次，成哥的苍龙真身没有跟着一起杀上去，而且最后关头还收了点力。而这次呢，他用了全力了，甚至就连所有的阴魂都一并祭出。因为大会不允许杀死对手，所以他只是洗劫了一遍经脉、妖丹和妖魂。不过呢，这和死了也没什么分别了。经历这轮洗礼之后，齐声已经变成了一个废弱的空壳，换成妖王以下早就死了。妖丹一碎，即便两位麒麟大帝本事再大，也无法让他恢复实力。齐声庞大的妖体跌落下来，再也没动了，但他还有气息，不过之前滔天的妖气点滴不生，看上去就像和没修炼过的野兽差不多了。根本都不等气泡消失，两位麒麟大帝就疯了一样冲了进来。一查探齐声的状态，莫林大帝差点昏过去，飞了，彻底飞了，这太狠了。齐声可是莫离一族的中流砥柱，平时族内无论对内还是对外的事务，大部分都是他在操办的，是莫林大帝最得力的助力。而现在呢，这根中流砥柱垮了，堂堂天部之主再也顾不得影响，怒不可遏，对成哥发动了攻击。去死！成哥正要还击，却发现已经用不着了。前方呢，青龙、冰凤、白虎、鲲鹏几大大帝同时挡在他的前方，将莫林大帝这击狠狠地顶了回去。天空之中风云色变，天地齐鸣，汹涌的规则之力横冲直撞，甚至差点波及到其他还在战斗的气泡。如果不是大帝们适当控制一下，只怕全场都会毁于一旦。成哥表示开了眼了呀，虽然他斩杀过一位先帝，但当时境界还低，感受不深。如今他是准帝了，终于体会到其中的可怕之处。以他现在的实力，如果不开复活卦，是根本无法和妖帝对抗的。那是阶位上的差距，规则的化身与规则烙印，两者层次差距太大了。他飞了齐声！莫林大帝震怒无比，他已经失去理智了。你们若敢阻我，那就全面开战！之前因为分组被针对，早就接了一肚子火的冰凤大帝毫不退让，寒声对了回去。齐声并没有死，大会之上，任何损伤自负。白虎大帝面无表情。这是你自己定下的规矩。莫林大帝心说，我定的规矩是因为每次都是我们废别人，如果我们被别人废了，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而现在齐声的状态，死和没死有什么区别呢？你们真要阻我杀他？没错。青龙大帝一身妖力四散，四下阴云密布。你若敢杀苍城，我必与玄灵山决裂，从此是麒麟族为敌。向来主张隐忍的大帝第一次亮出了脾气，成哥都意外了。哎呦，这老家伙不久前还骂自己害群之马，恨得牙痒痒，怎么现在维护起自己了呢？他却不知道，当他战胜齐声之后，他想通了，就这实力，玄海就算没被骗，那也完全不是对手啊。大帝只是有点尴尬，一开始还叫这小子回去，嫌他丢了龙族的脸面，哪知道啊，他给龙族争了个大逼斗脸呐，害得他这个预言爱好者又一次出错，那就很没有面子。自始至终没怎么发生的鲲鹏大帝也默然与麒麟大帝对峙着。你们若杀他，那这万妖大会从此不用开了，干脆改成你们麒麟族内部狂欢好了。他麾下的鲲族、鹏族这一轮也遇到了针对，看到成哥干飞了齐声，他恨不得高喊一声恶有恶报，然后高歌一曲来庆祝。如今他和冰凤、白虎等几位大帝心头都是暗爽的，看成哥那叫一个顺眼呢，为民除害的后备英雄，怎么可能让他这么被杀死呢？高空中莫林大帝面色不断变化，这一瞬间呢，他考虑了许多。玉林大帝和孔雀大帝的盟友也在暗中传音，这妖族表面的和谐，他们也不想破坏。真要和龙、凤、虎、鲲鹏这几族分裂，削弱妖界，他们今后面对仙魔两界也会变得弱势，这对他们绝不是好事。莫林大帝余怒未消，依旧死死瞪着成哥。今天的事我们记下了。玉林大帝连忙打断他，到此为止吧。高层间那些博弈彼此心知肚明也就罢了，一旦当着下方那么多妖族公然宣布要报复，只会让妖界各族产生看法。怎么的，别人输得起，你们麒麟族输不起吗？这会严重败坏麒麟族的领导者形象。一众妖帝退场之后，下方才终于恢复了喧哗，并且迅速沸腾了。能进前3，甚至有可能夺得最终头名的齐声输了，而且输给了赛前最不被看好的苍龙大帝，
这结果极大出乎了在场所有妖族的意料，甚至快速传到了其他几族。那边正在全神贯注盯着本族准地比赛的妖族，在得知这个消息后，第一反应是无法相信，太不可思议了吧！墨林族这次竟然在32强之外就翻车了，那苍龙大帝怎么办到的呢？这问题不光他们，就连亲眼旁观这战的第4组观众也无法回答，因为他们到现在也没明白成哥最后那击是怎么回事。之前不还一直是齐声在进攻，怎么突然之间就被打飞了呢？这苍龙大帝绝不简单了。没错，一开始看走眼了。他那最后一击虽然看不懂，但很可能超出准地的界限了。哎呦，看来金线虫死了不冤呐！苍龙大帝才准地初期怎么会那么强呢？哎呀，别管他怎么办到的，这一战注定会载入妖界史册。我们都低估他了呀，苍很可能会闯到最后。难吧？他死战彻底得罪了麒麟族，后面绝对会一路给他安排强者，血战消耗他。本期第425集，凤族与孔雀的过节。老苍龙听着这些议论，激动之下差点哭了呀！太不容易了，从一开始不被看好到现在，大帝终于靠着实力征服了全场，不光神奇的闯进了地步，还击败了齐生这个能和自己并驾齐驱的强者。自己一直期待的只是他的未来，在那之前还是需要自己和苍穹、异空、墨央等保驾护航，却没想到他已经提前顶起了苍龙谷的天。大帝呀，您一定是上天专门派来拯救我们苍龙一族的吧？被他动情拉着的乘客一脸无语。老头啊，咱一开始只是为了获得一个名正言顺的妖族身份而已，你想多了。簇拥着他的妖雀们更是欢天喜地，立即把他吹上天了。苍龙大帝果然是奔着地部之主来的。那是当然，大帝出征能看得上其他排名吗？只有地部之主才配得上俊帅的他，第2名都是对他的羞辱。为苍龙大帝欢呼！沐浴在彩虹屁中的乘哥荡漾了，他好好的享受了一番，这才点开面板看了看。这波震惊效果果然非常 nice， 无论观众席还是上面大帝全都被这战惊呆了，给他足足带来15亿的功德。要不是有之前卖珍珠那次的海量功德在，成哥恐怕到乐得跳起来了。不过卖珍珠那次也无法复制，能闯到这轮的那全都是硬茬子，每一组的战斗都非常激烈。他刚刚那场还是第一个结束的，如今他甚至有了休息的时间，悠闲的观看本组其他准地的比试。很快呢，这组第2位胜利者出现了，金龙王敖阳。与他对决的毒鳞虫已经使尽浑身解数，但可惜全程都在挨打，从头到尾被攻击，一点脾气没有。这个敖阳很不简单嘛。暗处的苍灵做出评价，如果他能获得机器规则的主宰之位，成就不会低于当年的金龙大帝。毒鳞虫其实很强，战斗时并不是没机会翻盘，只是全部被敖阳掐灭了，简直是滴水不漏，硬生生将势均力敌打成了碾压局。准地后期8爪金龙比玄海要高一档，和苍极、苍穹是一档的，只是目前与规则的融合程度不如后两者。看到他获胜呢，青龙大帝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也好，虽然玄海被淘汰了，但3大龙族有2个进了地步，也算达到了一开始的期望。敖谦、敖胜这2位金龙族的准地后期老怀大威。敖阳，好样的，干得漂亮！看来我们金龙族的未来不用愁了呀。敖阳上来才几千万年，就已经成了金龙族的一根顶梁柱了，这让他们满意的近乎惊喜。当然了，前提是不和苍龙族那边的变态比。青龙大帝也亲自飞了下来，表扬了一下敖阳。你很不错，后面不用再有什么压力了，尽情的施展，争取为我们龙族取得一个好的名次。敖阳重重点头，一定不会让大帝失望的。好，好啊！大帝看着敖阳，怎么看怎么喜欢，这让不远处的陈哥心里酸溜溜的。哥也赢了呀，你咋不来表扬一下我呢？你这区别对他太明显了吧？是，我是坑了你一笔仙气仙宝，还打上了你儿子，但是龙族一家人，你何必这么斤斤计较呢？敖阳取胜之后不久，这组第3位胜者产生了，正是儿属大帝麾下的那名蜀族天才。这一战他依旧是神出鬼没，全程没和对手正面硬刚，一直不断的袭扰，硬是将对手耗了下去。与此同时，其他各组的竞争也达到白热化，一名又一名胜者相继产生。第3组虎族天才轻松击败了金狼准地，同组的火凤赤焰在前3轮因为被刻意安排了强手对决，损耗非常之大，状态极差，一番苦战后还是输给了青狮准地，无缘进地步。而第2组暗皇对昆如，一场天昏地暗的大战之后，暗皇获胜。凤族总算是进了一个，打破了麒麟族一开始的封锁阵队。成哥很欣慰，他一眼就认出了那是林宁，他是全场唯一一个保持着人形状态的。
这丫头总算成长起来了，即便在这种场合也能扛起大旗。然而冰凤大帝却没法笑得出来，因为第一组那边冰凤麒麟的形势岌岌可危。让所有妖族都有些意外的是，山羊族的山坑竟然以准地中期杀进了前32位。他一身仙甲，一开始也被那边关上的妖族嘲笑过，但最终却发挥出了极大作用。加上这山羊本就是一个老阴逼，战斗时候套路是层出不穷啊。4场比赛居然奇迹般的击败了2位准地后期，如果不是成哥更加神奇，恐怕他现在倒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了。毕竟唯一一个准地中期，他的晋级就连2位麒麟大帝都大跌眼镜，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而羊族那边则是欢天喜地，小熊准地乐得都快找不着北了。此时呢，其他组的战斗差不多都结束了，唯有他与孔雀的大战还在进行着，吸引了全场的注意，就连成哥都特意飞过来观看了。这二者呢打得极为惨烈，从规则拼到仙国，从血脉拼到妖魂，从妖体拼到妖术，甚至就连利爪和尖嘴都用上了。凄厉的鸣叫声中，几乎每次碰撞都会带起大片的鲜血和零落的羽毛，有孔雀的，但更多的还是冰凤的。这完全就是食肉寝皮不死不休的疯狂架势。看到这一幕呢，成哥不禁替他们感到疼和累呀。这俩是有什么仇恨吗？一旁的苍吉知道他对妖族了解不多，于是解释了一下。没错，远古时期孔雀本来也是凤族麾下的一支，论及亲疏，大概就像墨龙、翼龙与我苍龙的关系，算是一支强烈的附属族群。他们原本是一家呀。啊，对，孔雀一族原本隶属于暗皇大帝麾下，但在仙妖大战时，他们临阵脱逃，不听号令，最终害得暗皇大帝不幸陨落。这太胆小了吧？倒不全是因为胆小，而是因为孔雀族首领也修炼暗之规则。暗皇大帝死后，他率领孔雀族倒向麒麟族，在他们的庇护和帮助下，最终成为新的暗之主宰。哦，感情他早就将暗皇大帝当成了再进一步的阻碍，仙妖大战反而成了他的机会啊！没错，他早就盯上了暗之规则的宝座。那凤族不得恨死他们呢？是啊，可惜仙妖大战后，凤族高手尽失，孔雀族反而壮大了起来，加上麒麟族从中作梗，凤族拿他们也没什么办法。两边数百亿年来摩擦不断，仇恨越来越深。原来这样了，成哥总算明白冰凤和孔雀为什么打得那么激烈了，双方都恨不得吃了对方啊。本集第426集，那个人你也认识？这一战打了许久，冰凤因为伤势过重，再也无法支撑，最终还是落败了。而孔雀那边也没好到哪儿去，浑身浴血，奄奄一息，下轮肯定是过不掉了。冰凤大帝带着麒麟去疗伤时，孔雀那边爆发出震天的欢呼。除此之外呢，还有对凤族的尖锐嘲讽。这一战对两族的意义早已不局限于万妖大会那么简单。此战结束之后，地部名额确定，麒麟一系尽管出了不少意外，但在32名成员中还是拥有18位之多。第5轮比试也毫不停留的开始了。对阵一出，青龙大帝差点想爆粗口了。敖阳和苍城被安排上了，按照前4轮表现，他们就是第4组最强势的2位。正常情况下，双双杀进前8都正常，现在遭遇了有一个会被挤出16。麒麟族那边摆明了就是不想让龙族取得更好的名次，都已经明目张胆了。气泡里呢，又次出现了2头巨龙对峙的局面。而这次因为都进了地步，双方的支持者都还算轻松，敖谦和苍吉也都看开了。来场龙族比拼也好吧，正好看看这龙族双骄究竟哪位更强。在雀妖们声嘶力竭的助威声中，比试正式开始了。来吧，成哥可不会像玄海那样厚着脸皮让人放水，他有绝对的实力，也用不着。但对面的敖阳却苦笑：乡长们，我可不敢跟您动手。别呀，我保证不打伤你。这话发自内心的。敖阳对飞仙门有恩情，他是铭记的，但他这保证一点用都没有。敖阳的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似的。不，您的实力高出我太多了，根本没有战斗的必要。成哥急了呀，你不跟我打，那我获胜岂不是一点震撼力都没有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让着我呢。你咋能这样呢？啊，身为金龙族的一员，你就没有点战斗精神吗？没有。您当年屡次救命和提携之恩，我无以为报，岂能对您出手？哎呀，我不怪你，那些恩情就让它随风飘去吧。不了，您老不在乎，我却不能忘却。告辞。说完，不等成哥继续开口呢，直接认输离开了。剩下成哥一个人飘在半空懵了，这就进16强了，不战而胜了。苍灵也不禁再次好奇了。敖阳城府极深，绝对不是简单角色，但他对你的尊敬程度却是远远的超出常理啊。
我敢肯定，就算金龙大哥还活着，也得不到他这种程度的尊敬。你当年究竟是做过什么？苍龙谷内飞仙门作为成哥的嫡系门人，还能解释萧坤、纪云等人的尊敬，也可以理解为化作人形时对他们有过恩惠。但之后山更和现在的敖阳，苍灵就真的理解不了了，这交友是不是太广了呀？而且这看起来就像都是他的部下一样，不可思议啊！下方金龙族敖谦、敖生同样无法理解。敖阳干什么呢？为什么不打呀？你怕他呀？我们金龙族没必要沦落到给人让路的地步吧？金龙族也算是个好战的族群，尽管成哥击败了齐胜，但他们并不认为敖阳没资格与之一战，就算真的败了，也算是斗过了。这样直接认输，未免太丢金龙谷的分了。面对着金龙族不解，敖阳一脸平静：我可以对任何目标宣战，无论仙魔还是妖帝，纵死我亦不惧。唯一的一个例外就是苍城大帝，我不能对他出手。为什么呀？他给你什么好处了？这个问题呢，上方的青龙大帝也想问，那害群之马凭什么能得到你这么特殊的对待呢？本大帝刚刚表达了对你的勉励和看好，结果你认输，你不是在抽我的脸吗？敖阳没有给出回答，有些事情啊，他自己知道就行了。不过他这认输，倒让苍姐很受用。敖阳，你还挺识大体的，让我族大帝这场避免了消耗，这个情苍龙谷成了。一旁去野妖们倒是头脑简单，哪怕没战斗，还是继续强行吹捧。苍龙大帝真是霸气侧漏，光凭气势就征服了敖阳准帝。在苍城大帝俊帅的风姿面前，敖阳准帝自惭形秽，主动认输，这还真是明智之举呢。不错不错，这是敖阳准帝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避免了被打伤丢更大的脸。听到他们这捧一踩一式的吹捧，深沉如敖阳也是眼角一阵跳动。虽然无论谁说什么，自己都会是同样的认输选择，但这群雀妖的嘴怎么那么损呢？很快呢，其他比试相继结束了。这轮第4组的鼠族准帝和鹿族准帝相继晋级了，而其他3组，孔雀被安排给了齐渊，本就奄奄一息的他自然选择了认输，算是成全了盟友。第1组目前已经是麒麟族的天下了，剩下的全是那个阵营的，想怎么玩怎么玩。第2组暗黄族那边的林宁和彭族准帝也顺利晋级到了前16。而这轮最引人注目的则是第3组，虎族这次派出的人选，成哥一眼认出来了，正是那三眼虎。不过与之前相比，他的气质有了极大的变化。白虎大帝亲自操练，看来效果明显。这背懒老虎如今像是换了一个妖，紫金魔体的威能被完全激发出来，白虎之身散发着星星点点暗淡的紫芒。整场战斗中，他都是面无表情，一言不发，沉默地挥动着一道道规则。三眼虎的战斗过程摧枯拉朽，全程就像是没得感情的杀戮机器，不到撕碎对手之前，仿佛都不会停歇下来。最后呢，如果不是对手及时认输逃离，很可能又会酿出性命。而获胜之后，面对虎族那边的欢呼，他依旧还是毫无波澜。成哥摇了摇头，这家伙还学会装酷了，难道这样更有逼格吗？另一边呢，刚刚结束了战斗的鼠族准帝，在看到敖阳认输之后，则情不自禁的眯了眯小眼睛。老大，你怎么会认输呢？这不符合你的风格呀！就算都是你们龙族的，那也应该是他给你让路呀。他是从前天妖月的牙鼠王，和金龙王熟得很。金龙王有多强势，当年在天妖月他充分见识过，那就是群妖辟一，王者霸气。牙子，你要是知道他是谁，就一点都不会奇怪了。啊，他是谁？难道是苍龙之祖传世吗？苍龙之祖并未陨落，何况就算真是苍龙之祖传世，我也敢于一战。这位新任苍龙大帝，其实你也认识。我也认识。本集第427集，气质与众不同。牙子彻底来兴趣了。他究竟是谁呀？江掌门。此时顶层大殿，2名麒麟大帝面色阴郁。刚刚那轮苍城不战而胜，固然是让敖阳跌出了16名，但前者也因此毫无消耗，这可不行啊。耳鼠大帝，下轮你族那位牙鼠准帝也该出场了吧？看了之前成哥击溃齐生的那一场呢，耳鼠大帝其实很清楚牙子不是他的对手，但另一方面他也明白，如果自己再拒绝，恐怕今后麒麟族真要制裁鼠族了。反正鼠族已经进了地部了，算是达成目标。除了头名能够当地部之主之外，其他排名在地部的权力是一样大的。可以，那就行，让你族那位施展全力，尽量消耗他的妖力和妖魂。我不指望他能战胜苍城，也不用他牺牲，只需要不断发挥神出鬼没的天赋优势即可。耳鼠大帝听到这儿，明白他的用意了，主要就是拖
避免正面交战，让苍城满场疲于奔命。这样呢，他就算晋级了，状态大跌，后面也很难走得远了。没问题，这正是睚眦的看家本领。玉林大帝冷哼，我现在甚至希望苍城能一路晋级到最后，这样等他碰到齐渊时，就会是强弩之末了。废掉齐生的仇，我们今天就要报。两位大帝眼内杀机毫不掩饰，而第6轮也在万众瞩目之下展开。此时每组都已经只剩下了4位准帝，成哥对上的正是儿蜀大帝麾下的蜀族天才牙蜀王。击败齐生之后，没有谁会傻乎乎的把成哥当成菜鸡的，这一仗普遍都是看好他的。血妖们自是一如既往的吹捧江掌门，被他们簇拥在中间的苍吉呢，却是神色凝重，完全笑不出来。牙蜀准帝是麒麟阵营那边的悍将，神出鬼没的作风很难被锁定。这一轮呢，大帝注定要被消耗拖延。后面几轮再消耗一下，最后遇到齐渊，那就是强弩之末了，一如自己上界的处境。他想得很长远，雀迷却想不了那么远。这雀族准帝悄咪咪地凑了过来，老苍龙，难道你不想看到大帝获胜吗？我怎么不想了？那你怎么一副死了爹的表情呢？雀迷先是满腹狐疑，随后一脸夸张的惊叫：大帝要赢，你竟然不高兴？难道你是想谋反推翻大帝吗？他声挺大的，以至于旁边那些雀妖都忍不住停了下来，一个个用意味深长的眼神看着老苍龙。哦，原来是这样啊！我早就觉得这老苍龙不对劲了。太可怕了！赤龙之面不知瑕。才真仙、天仙境界的雀妖们叽叽喳喳议论起来，还假模假样的掩住了嘴，也不想想老苍龙拿到准帝后期了，还离得这么近，怎么可能听不到呢？你们怎么说话呢？苍吉气得吹胡子瞪眼，差点忍不住当场暴打这群损透了的雀妖啊！连苍龙谷都没进过的渣渣，居然就开始忙着诋毁他这个元老巨头了？怎么着？还想跟他抢夺大帝身边重要亲信的位置吗？就你们这群只会动嘴的弄臣配吗？自己回去后一定要劝谏大帝亲贤臣远小人。而在气泡战场内，成哥现身之后，牙蜀王又兴奋又期待。刚刚敖阳大哥告诉我您是江掌门，他悄悄传了个音。成哥自然也是认识他的，当年天妖域最强的几位就是金龙王、战猴王、牙蜀王，那时他就已经是圣阶后期了，可以坐进去开会的角色。好久不见了，牙蜀王。真是你啊！牙蜀王激动的浑身直颤，我的天哪！早知道你老在，我说什么要先去苍龙谷拜见一下呀！我就说怎么突然冒出一头久闻血脉的苍龙，那是您，那就太正常了呀！他高兴的都原地转圈了。刚看到齐生被废，我还担心呢，这后面我要是碰到苍龙大帝该怎么撑下去呢？这下好了，原来是最亲近的自己人。哎呀，难怪他输的那么惨，碰到您，那谁能赢得了啊？你不是跟他一个阵营的吗？他被废了，你还这么高兴？都见到您了，还什么阵营不阵营的？我今后肯定得继续跟着您干呢，谁也别想拦着。这一表态让陈哥很满意，莫名其妙多了一个强力盟友，还是麒麟阵营那边挖过来的。先把比试打了吧，放心，我不会伤你的。别，我就是来跟您叙叙旧，我可没想动手。你也不想打啊？必须的，我怎么敢跟您动手呢？陈哥急了，你又不战而胜，那自己姑姑一点说服力都没有啊，还谈什么震惊啊？没准后面还会有人说自己也是暗箱操作买通了牙蜀王呢。你不用不敢，我又不会计较。不，牙蜀王双手背在后面，一点腰力都没有凝聚起来，脑袋更是摇得不停。我可不能以下犯上，要不然大家以后怎么看我呀？那切磋一下总可以吧？友好切磋啊？不了，咱先下去了，坐等您老人家最后登顶。说完之后呢，他直接认输了，一个闪身跳出气泡，全场都懵了。两人都是传音交谈，其他人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两位麒麟大帝原本还期待牙蜀王大展神威，化作无形的幻影把陈哥拖得死死的呢。下方群妖也在等这场惊天动地的大战，一个攻击力极强，一个最擅长避实就虚，还是很有看头的。结果就这儿啊，牙蜀准帝突然认输了。金龙王认输能理解，毕竟都是龙族的，放水成全不奇怪。但这牙蜀准帝可是蜀族呀，那是麒麟阵营那边的呀啊！雀迷准帝第一个反应过来，立即开始疯狂的吹捧。大帝威武呀！大帝又一次用自己独特的魅力，让对手那头便拜。其他雀妖也不示弱。面对举世无双的苍龙大帝，牙子准帝除了拜服，还能有别的选择吗？没错，最明智的选择。牙子准帝不笨嘛，智慧快接近我们雀族了。不远处的牙蜀王听到这些呢，牙气的一阵痒痒，都快咬舌了。
我的智慧要是接近你们这群活宝，那下届就得死得透透的了。你们哪来的自信呢？莫名其妙避免了一场消耗战，仓颉喜出望外，连忙跑来问陈哥：“哎，大帝呀，他怎么也认输了？”陈哥忙着查看阵情纸，随口说着：“没听衙门说吗？我气质与众不同啊！”仓颉懵逼了，难道那群雀妖比自己更了解大帝吗？本集第428集，蜀族的决定。儿蜀大帝，这是怎么回事？你必须要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牙蜀王认输，差点把2位麒麟大帝气死。你要是真的拖延不住就算了，实力问题，结果你打都不打，直接认输，不光让对手再次避免了消耗，还狠狠地丢了麒麟阵营这边的脸。我也不知道啊。儿蜀大帝自己也懵了，只能暗中传音询问牙蜀王：“你怎么回事？为什么不打呀？”对于本族这位栽培过自己的大帝，牙蜀王还是很尊敬的，悄悄传音告诉他：“这位苍龙大帝对我有大恩，是我的故交，我不能对他动手。”故交？你怎么会和他有交情呢？那是以前下界时的情况了。牙蜀王自然不会透露详情，有些事情啊，牵扯面太广了。儿蜀大帝暗暗皱眉：“你就算要报恩，也不用这时候呀。当着麒麟族的面这样公然认输，我们蜀族很难做呀。苍龙族毕竟是对面阵营的，算是我们的敌人。他对我恩情太重了，我怎么可能为了帮麒麟族而消耗他呢？那是忘恩负义呀！如果你硬要逼着我和他作对，那我就只能退出阵营纠葛了。”哎呀，你这又是何必呢？牙蜀王并不是蜀族准帝之中最强的一位，但儿蜀大帝对这位后辈却是特别的喜爱，因为他凡事从不吃亏只占便宜，这一点和儿蜀大帝最为相似，这也正是他们蜀族最推崇的品质。牙蜀王趁热打铁，继续传音：“大帝，这位苍龙大帝很不简单，但凡与他作对的，没一个有好下场的。”儿蜀大帝不以为然：“他毕竟只是准帝，你把他吹得太高了吧？”大帝，我给您交个底儿吧，他杀过先帝。什么先帝？儿蜀大帝差点直接叫出声了：“你不会是骗我的吧？”我怎么会骗您呢？我是不想您有朝一日成为他的敌人，到时候对整个蜀族都是灾难。这么严重啊？儿蜀大帝陷入沉思，许久后才缓缓说了：“如今麒麟族势大，不宜与他们撕破脸。就算他杀死过先帝，但2位麒麟大帝可不是寻常先帝能比的。如今他们代表着妖族大师，如今我很难和麒麟族交代呀。”牙蜀王看出来了，他还不想放弃麒麟族，于是呢，眼珠一转：“我倒是有个主意。”“什么主意？”“您假意宣布将我逐出蜀族，这样您可以和麒麟族交代，我也可以名正言顺地支持苍龙大帝。这样的话，蜀族也算是2头下注了。将来若真的苍龙族崛起，因为我这层关系，蜀族也不会有灾祸的。”他也是没办法呀，毕竟不是一族大帝，要不然呢，他肯定当场宣布蜀族全族追随陈哥。而他也知道，保持中立是儿蜀大帝能接受的极限了。要是换成其他妖帝，压根儿都不会考虑相成，因为他们不会把一个准帝放在和麒麟族同等的位置去考量。儿蜀大帝听完，第一反应是拒绝了提议，假意逐出牙蜀王，对蜀族影响很大呀。但仔细一想呢，这不失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也好，如果你看走眼了，将来我再想办法把你接回蜀族。私下传音商量好了，2只精明的老鼠就开始这场表演。这儿蜀大帝突然大怒，一身大帝气息四散：“牙此，你为何不听我号令，擅自认输？”惊得周围妖族都看过来，尤其下方那些蜀族更是惊慌不已。牙蜀王仰着脖嘿嘿冷笑：“明摆着打不过，我凭什么要去送死？”“你说什么？我说了，我受够了摆布，被摆布，你把我当傻子？你大胆，大胆又如何？我早看你不顺眼了。”“好嘛，看来你早就有了反心了。”一番激烈的争吵之后呢，儿蜀大帝当着所有妖帝和其他妖族的面隆重宣布：“从现在起，牙此准帝被逐出蜀族。”麒麟族2位大帝原本还恼火无比，想要制裁一下蜀族的，现在呢，有点跟不上节奏了。不是吧？啊，就因为这点事儿，你竟然把一位如此得力的干将给逐出了？你们蜀族的准帝太多得过剩了是吗？太儿戏了吧？玉林大帝甚至忍不住主动劝说了：“儿蜀大帝太冲动了。这牙此准帝可是进了地步呀，未来10亿年很有用。
你说你严加管教管教，敲打敲打就行了呗，你逐出去多可惜呀，留着他有用啊。然而儿属大帝却是在盛怒之中哪听得进呢？我不管，他刚刚说了什么，你们也都听到了，完全没把我这大帝放在眼里。这崽子魏不熟，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一旁孔雀、九尾、熊皮、万世、白鹤等妖帝也不得不过来劝他消气儿。而周围看热闹的冰凤、鲲鹏、古元等大帝是面面相觑，一头雾水。这太离谱了吧？是啊，这点小事居然逐出了。哼，反正是他们麒麟阵营的，大快人心呐。冰凤大帝淡淡说：“主要是那衙属也做的确实过分了，擅自投降，实在是丢了全族的脸。”青龙大帝为了刷好感，连忙附和：“姬瑶，你说的太对了，投降是可耻的行为。”一旁鲲鹏大帝乐了，贵言语：“你龙族的敖阳不也投了吗？那我那是同族，都是龙族，这叫什么呀？战略放弃。战略的事能一样吗？”古元大帝捶捶胸膛，得意地说：“还不都是投降了？我族那位天才后辈就不一样了，一身铮铮傲骨，宁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什么同族让路，在我们元族不存在。当初收进族内之前，他连俺都敢打，一等一的野性。那小子就是太倔太好战了，真是让俺头疼啊！”一旁白虎大帝也深深点头：“我族那个背懒货已经被我练出了杀戮妖心了。我现在不担心他投降，只担心他把对手干死。”青龙大帝心说：“你俩勾了没呀？表面说着，哎呀妈呀，头疼啊，担心呐，你当我看不出你们嘚瑟吗？”本期第429集，两个战斗疯子。通过第6轮之后，这组目前只剩2位没被淘汰了，除了成哥，还有一个是陆族的准帝后期，没有谁会觉得他能阻挡苍龙大帝晋级的脚步。陆族这位论实力，原本连第4组前5名都排不进的，成哥、敖阳、牙鼠王、齐生、金线虫的实力都在他之上，甚至呢，玄海都有把握击败他。他能撑到第4组最后，完全是运气好，强者全都耗在成哥手里了，他一路呢没碰到什么厉害的，这一点2位麒麟大帝心知肚明。陆族这名准帝没有太多突出的地方，这种均衡风格对别人有用，但面对攻击力超强的江城，恐怕一击就被搞定了，完全起不到拖延消耗的效果，这个不行。再有2轮呢，就要到最终的头名争夺战了，再不消耗苍龙大帝，最后齐渊想拿下头名恐怕很悬呢，更别提报复他了。此时呢，其他几组的比试也相继结束了。第1组，齐渊和狐族的8尾准帝顺利会师，反正呢，这组早就成了麒麟阵营的后花园了。第2组，因为出身凤族，一路都被安排强敌的林宁也终于撑不住，败给了金鹏准帝。事实上，他能进入前16已经很出乎成哥的意料了。毕竟啊，本体是人类，化身暗皇时，他只能算是半个妖族，先天就不足，不像成哥那样既得到血脉，还得到了真正的龙骨。而以人类形态作战，他虽然能发挥更强的实力，但内身7阶仙甲、8阶仙剑也没多大优势。如果不是有着顶尖隐皇血脉和紫金魔体，恐怕连32强都很难进。而本轮最大的看点依然还是第3组，三眼虎内战打得火花四溅，血肉横飞，而元族内战同样打的是天昏地暗，气泡内的震荡甚至传到了外面，全场目光都被这2战吸引了，呐喊助威声震耳欲聋啊！虎族、猿族等族群疯狂地跳动挥舞着爪子，热浪一阵接着一阵，气氛无比的激烈狂躁，看得成哥羡慕无比呀！哎呀，这才是热血的大战氛围呀！阳刚、肌肉、汗水，充斥着扑面而来的雄壮气息。失策了，这次应该把苍龙国的龙族全都带来。光是一个雀妖啦啦队，总感觉缺了些什么。莫说是那些普通的妖族，就连齐渊、八尾、大鹏等顶尖准帝也被这2战吸引了，渐渐的面色越来越凝重。这2尊战斗意志极强的准帝，后面很可能会有他们遭遇，这让他们感受到了浓重的威胁。顶层大殿内，白虎大帝和古元大帝眼内都有着止不住的满意，鲲鹏大帝也忍不住惊叹起来。这一虎一元，底蕴和规则融合度虽然不及那些老牌准帝，但战斗意志太强了呀。冰凤大帝点头，10成的实力，他们能发挥出12成。没错，完全就是为战斗而生，无论放在哪届，他们都是稳稳的前4争夺者。古元大帝畅快大笑，早说了，我族这猴崽子见血就发疯，不是那些动不动就投降的鼠辈能比的。白虎大帝淡淡说，怯战是懦夫行为，
我族即便刚出生的小虎妖，骨子里流淌着战斗的血液。耳鼠大帝听得想打人呢，青龙大帝听得想暴走。这他妈你们自己吹吹就算了，你踩一捧一，你这闹哪样啊？第二组的比试，最终呢，三眼虎和猿族双双获胜，踏入了8强。紧接着就要进行第7轮比试了。然而呢，气泡没升起来呢，2名麒麟大帝却飞到场中。本届大会从第7轮起开始跨组对决。这在场所有的妖族议论，这是改规则了吗？以前都是每组打到最后一个，一共剩了4名准帝，这才开始跨组对决的。如今每组还剩俩，这叫跨组了吗？麒麟族这么改呢是有原因的。如果第4组正常比下去，鹿族完全挡不住成哥，起不到消耗作用。而这第3组的2个战斗疯子让他们留意上了，不如提前跨组，让这俩疯子去消耗苍城呢。任何准帝想过这2关都得脱好几层皮。下方群妖并不知道这样改的用意，感觉好像没什么关系。而顶层的妖帝们虽然觉得朝令夕改很离谱，而且都不提前商量就宣布，太过分了，但想想呢，对他们也没多大影响，于是就默认了。原本的4个小组之间的结界消失了，8名选手被集中到场中。成哥原本想上去打招呼的，毕竟三眼虎是装叉的老搭档，而猿族那位正是当年天妖域的战猴王，也是熟人。但想到之前牙鼠王主动认输，他压住这个念头了，决定先假装不认识。看到第8组晋级的准帝里面没有金龙王和牙鼠王，战猴王坐不住了，他直接来到成哥面前，大咧咧地说：听说金龙大哥和牙鼠王都主动放弃了和你的比试，嘿，你有这么强吗？成哥笑了，他故意挑衅：是啊，他们被我吓得不敢动，希望你别那么怂。是吗？战猴王血红的双眸内凶性越发明显，几乎都快变成实质了。他晃了晃手中的棒子，狠狠地一杵地面，一声巨响惊得4周群妖差点沸腾了，差点以为他要提前开战。那你最好祈祷不要碰到我，要不然我会扒光你这身龙鳞。而不远处的三眼虎却不像他，他直高高看着成哥，原本冷漠的眼神渐渐变得疑惑了，仿佛察觉到熟悉的气息，又不敢确定。成哥的笑容越发浓郁了。我最喜欢的就是你这样的对手，只有全力战斗才是对我的尊重吧。你很有种，我开始欣赏你了，我保证会让你遍体鳞伤。上方古元大帝看着这一幕，摇头咂嘴：哎呀，这猴崽子就这点不好，没事都要去挑衅一下。我就是想让他认输也根本做不到呀。青龙大帝嘴角抽搐：他妈你没完了呀啊！而2位麒麟大帝互望一眼，也是暗点头：妥了，要的就是这种战斗狂。苍城啊，你好好享受吧。第7轮的分组很快确定下来，奇缘不出意外对上了最弱的鹿族，成哥呢则是立即被安排到了战猴王这个疯子。当这分组出来之后，苍吉当场破口大骂：啊，我总算知道为什么提前跨组对决了，哈，这就是为了针对我族大帝呀，能不能更恶心一点啊？如果不是提前跨组了，那这轮成哥本该碰上最弱的鹿族准帝才对，这一安排呀确实太坑爹了。只是他并不知道，此时战猴王耳内接二连三响起了几道传音。本集第430集，你必须要跟我打。你怎么能对江掌门这么不敬？以后别说认识我。敖阳的语气中充斥着强烈的不愉快，牙齿幸灾乐祸：许久不见，猴哥你是真长能耐了呀！挑衅江掌门还威胁他，我看你怎么死。第5轮被淘汰的老山羊则是透着语重心长：小猴子，你自求多福吧，江掌门一怒，天地喋血。老山羊，我佩服你的勇气呀！你们说什么？江掌门？战猴王脸色瞬间一变，眼内的凶性瞬间褪去了，取而代之的是惊愕、仓皇。他正要说话了，8名选手已经全都被送进了气泡了。随后他就看到对面的苍龙大帝提起了一身妖气，血脉之力全面激发，规则乱流围绕着他不断涌动，数十道阴魂将那气泡映照的光怪陆离，这完全就是蓄势待发呀！战猴王慌了，脊背发凉，冷汗直冒。刚刚自己疯狂挑衅的人是谁呀？江掌门！我靠，有没有搞错呀？早知道是他老人家，那接100个胆子他也不敢呢。古元大帝说的是没错，战猴王骨子里就充斥着疯狂躁动的战斗因子，平时哪怕没事呢，他都想找个对手打一架。这一次的对手即便是大帝，战猴王也一样会嗷嗷叫着冲上去。
当初在下界天妖域，他连金龙王都挑战过，这世上似乎就不存在他不敢打的目标。然而呢，终归只是似乎呀，因为还有一个例外，这个例外就是成哥。第一次遇到江城时，战猴王被三眼虎揍了一顿，那时候他对成哥不以为然。第二次遇到的时候呢，是在宝瓶甲仙境，跟着金龙王归藏剑圣一起面对那几个真仙。当时战猴王就想过要跟成哥斗一斗，看他有什么能耐能让三眼虎那么服他。结果呢，成哥那次干脆利落干掉了一名远强于他的真仙。战猴王盘算了一下，觉得实力差距太大了，根本没资格与之一战，等以后的吧。而后来呢，他再也没等到那个以后。成哥一路敢挑战任何的强敌，神挡杀神，战无不胜，这正是战猴王梦想成为的样子。不知不觉间，他已经将江掌门当成了自己的偶像。直到成哥干掉先帝那天，崇高不可侵犯的形象也彻底烙在他的内心深处。他激动，他忐忑不安呐。江掌门，是您吗？成哥正打算来一场男人之间的热血大战，好收获一波欢呼喝彩的。听到这声呢，心里咯噔一下，不会吧？他怎么也认出自己了呢？我不是，他立即否认。可是刚刚金龙大哥和牙子山更都说您是江掌门呢。什么江掌门？没听过，我认识不到。成哥三连否认，但求一战。战猴王都快哭了呀！完了，江掌门生气了，所以故意假装不认识自己呢。江掌门，刚刚都是我不对，我没认出来。我要知道是你，我早就跟你行礼问好了。说完呢，他棒子一丢，连连弯腰认错。原本成哥没生气，看到他把棒子都丢了，这是真的火大呀！你搞什么呀？难道你要认输吗？他气急败坏的咆哮：“刚刚不是说好了要全力一战的吗？你不尊重我！”战猴王只当这说反话，越发惊恐了。我怎么敢和你一战呢？你把棒子捡起来啊！你不是还要干掉我的龙鳞吗？江掌门，你别说了，你真的这么暴力的事情，我怎么可能说得出来呀？就是破棒子，我家的破棒子有何用啊？不是，你怎么就做不出来了？你不是号称最喜欢战斗吗？那都是世人对我的误解。其实我是和平爱好者，万事和为贵嘛。就你还和平爱好者？你的棒上还有血呢！战猴王连忙踢了一脚棒子，踢得远远的，然后东张西望装无辜。这是谁的棒子呀？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身旁呢？一定是有人在陷害我。说完呢，他还手搭凉棚，呲牙一笑，卖了个萌。靠！成哥恨不得给他一耳光啊！我让你再装，哥只想大杀四方装个叉，你为什么这么不配合呢？他喘着粗气，红着眼睛狠狠地说：“你要是不出手，我以后绝不会再和你往来，我发誓。”战猴王脸垮了，苦苦哀求：“江掌门，你别这样逼人家嘛！你打不打？行，我打。棒捡起来！”是。师姐看到战猴王进场后没有立即发动攻击，反而聊上了，之后扔掉了棒子。古元大帝差点眼前一黑。刚才我还当着那么多妖帝的面夸你战意昂然，牛皮都吹出去了，你干什么呀？你讲，你打我脸吗？两位麒麟大帝也是咬牙切齿，不会吧？你要认输呀？现在看到战猴王重新捡起了棒子，他们不约而同的松了口气。还好啊，刚才可能只是错觉，总算是要开打了。准备好了没有？战猴王连连点头。准备好了。攻击呀！在您面前，我怎么敢主动进攻呢？成哥咬咬牙，屁事真多呀！得了，那我先来吧。说完，他起手先挥了一道苍龙碎爪出去。这时面对铜阶效果不大，只是试探性的，战猴王肯定能挡得住。但就在这时刚刚碰到点皮儿的时候，战猴王就向后倒飞了起来。哎呀！他挥舞着棒子，手舞足蹈，被这区区一式打得一路横飞，惨叫声响彻全场。哎呀妈呀，我受重伤了！他扑通一声跌落在地。苍龙大帝果然厉害，佩服！我输了。随后他果断退场了，留下了原本凝聚十几道规则烙印，蓄势待发的成哥。气泡消失，战斗结束，前方只剩空无一人的虚空。成哥的后招打了个寂寞，就这样他进了4强了，下方彻底沸腾了。我靠，又是主动认输了。战猴王本就不是演技派，刚刚的演技太差了。什么我受了重伤，那你好歹表现的虚弱一点啊！这生龙活虎的，你生怕别人不知道你在演吗？这也太离谱了吧！战猴王居然也主动认输了，这苍龙大帝究竟干了什么呀？金龙牙属战猴，
接连3大准地强者主动放弃，太不可思议了呀！就是啊，就算那苍龙大帝再厉害，也不至于打都不打吧？也幸亏这大会不用买票，要不然估计都有妖族要喊着退票了。哎，会不会是苍龙大帝捏住他们的把柄，要挟他们了？有可能，有屁可能啊！他们不是同族，哪来的把柄？本集第431集，桀骜不驯战猴王。另外3场此时正在打着呢，哪怕齐渊和陆族那场，好歹呢也是做了做样子。三眼虎和金鹏准地那场，更是再次打得天昏地暗。然而此时全场众妖却早已无心观看了，到处都在议论着刚刚成哥这场以及接连3场的不战而胜，各种猜测版本都出来了。什么苍城捏住了他们的把柄，苍城重金买通了他们，猿族、鼠族、金龙族全都暗中支持苍龙族等等等等。听到这些议论呢，成哥气得都快吐血了呀！老子明明有横扫全场的实力，明明可以让全场1阵、2阵、3阵螺旋马达阵，结果现在震惊没多少，质疑一大片。一旁雀妖们倒是还能逆着风强行吹捧呢。苍龙大帝王霸之气一震，战猴准帝也俯首称臣。但听到苍龙大帝一声吼，战猴准帝屁滚尿流，当场滚落马下，连声大喊：“大帝，我错了，我猴族只配给您牵马坠灯。”遥远的顶层大殿内，古元大帝听到这些话，高大的身躯一个晃呢，差点昏了过去啊！偏偏呢，青龙大帝还乐呵呵的在旁补刀呢。哟呵，哎呀，某些族群真有战斗精神呐！毕竟也接了一招不是吗？原来这样就不算是投降认输呀！学到了呀！成哥接二连三的不战而胜，他也难以置信，无比的好奇，这害群之马是怎么做到的？想不通。不过呢，这不妨碍他高兴。不管怎么赢的，现在龙族出了一个4强，牌面有了，何况呢还能狠狠的嘲讽回去。之前古元大帝踩一捧一，那嘚瑟个不停，对面耳鼠大帝也忍他很久了。哎呀，真不愧是好战的族群呐！古元大帝教得好，这个猿族一定都是跟你学的吧？想不到啊，古元大帝对投降认输这么有研究，他投出花样了。够了！古元大帝的脸都丢光了，恨不得把战猴王抓上来狠狠地暴揍一顿。而当他找到战猴王时，更是气得七窍生烟。这家伙居然凑在了苍龙大帝面前，满脸陪笑，点头哈腰，不知道多 happy。回想起来，这猴子在自己面前都没这么乖巧过，他再也忍不住怒火了。你在干什么？一声怒吼响彻全场，许多低阶妖族纷纷四散。你失心疯了吗？猿族的脸都被你丢光了。那就丢光了好了呗。战猴王正忙着和成哥叙旧呢，头都没回。你说什么？你那铮铮傲骨呢？你那好战天性呢？关你屁事，你别妨碍老子。战猴王的脾气可谈不上好，他对成哥那是尊敬无比，对其他人包括古元大帝在内，那根本就不当回事。古元大帝都气飞了炸了呀！不对，古元大帝都气炸了飞呀！一身大帝的威压铺天盖地，浩浩荡荡。我打死你这个孽障！你当我怕你呀？那就来吧！尽管实力肯定不如大帝，但战猴王压根不惧，他向来就是桀骜不驯的代名词。棒子一杵，双足狠狠踏地，他陡然消失在原地。轰的一声，高空中一声巨响，他竟然率先向古元大帝发起了攻击。高空中2大巨猿很快就打上了九霄云巅，沉闷的爆响不时传来，下方群妖一脸呆滞，这怎么回事啊？现在面对本族大帝，战猴准帝都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对轰，可以说是野性难驯呢。那之前他为什么认输呢？难不成苍城准帝比古元大帝的威慑力还要强吗？2位麒麟大帝面沉似水，猿族不是他们这个阵营的，但他们却一点高兴不起来。这个族群本就是3天1小打5天1大打，都打成家常便饭了，他们把这大会当成什么了呀？胡闹吗？万妖大会可是他们组织的呀，麒麟族的威严扫地呀！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一轮苍城又轻松的不战而胜，没被消耗。这样下去，最后他的状态甚至比齐渊还要好。那他们的暗箱操作，各种安排究竟忙了些什么呀？寂寞吗？望着远处2个巨猿的激烈战斗，白虎大帝一脸鄙夷。哎呦，丢脸呐！只会窝里斗啊！碰到外敌就投降认输啊！幸亏我一直很欣赏他们猿族，原来根本不配与我们虎族相提并论呐！一旁的青龙大帝细说：“你话别说太满了呀，要不然待会儿被打脸可就难看了呀。”他故意揶揄：“这么说，你族那3眼虎不一样？”白虎大帝看了眼远处的气泡，在那边3眼虎如同杀神附体，和金鹏准帝打得血流如注。他满意的点点头，这才斜了青龙大帝一眼。你看他像是怯战那一类吗？青龙大帝嘿嘿一笑，
我还真看不出来呀。反正呢，已经进了前4，满足了。白虎大帝缓缓闭上双目，仿佛在感知着什么。他的血液里流淌着杀戮，他或许会败，会死，但在那之前，他的对手一定遍体鳞伤。不远处，2位麒麟大帝深吸了一口气，决定再信一次邪吧。下轮呢，给他安排上。这已经是他们狙击成哥最后的希望了。除了齐渊之外，另一场的胜者8位准帝，论战斗力还不如三眼虎和战猴王呢。第7轮的比试又是三眼虎这场最后结束。金鹏准帝势均力敌，给了他极大的挑战。此时呢，他一身的白毛已经处处染血，伤痕累累。然而那杀戮的气息却是丝毫未减，反而越来越盛，都形成了一圈血色实质围绕在他的四周，令得周围群妖纷纷退避，不敢接近这可怕的杀神。他缓缓抬头，冷酷的双眸再次注视成哥。四周到处都在议论刚才结束的第7轮比试。齐渊那场就是放水，没什么好说的。8位那场也是麒麟之营的自己人，打得并不激烈，焦点主要就是成哥和三眼虎。哎，你们说苍龙大帝下个对手会不会还认输啊？我也说不准了，邪门啊！菊渊肯定不会认输的，麒麟族还有齐生的血仇呢。三眼虎应该也不会吧？难说，战猴准帝那样的都认输了，之前谁能想得到啊？战猴王刚刚认输了，三眼虎早已坚硬如铁的内心也不免吹起了一丝波澜。再看着围在成哥周围的山羊王和牙鼠王，他越发的疑惑了，终于还是忍不住传了个音：“你们是不是意思他呀？”他对成哥的了解程度是最高的，这一点纪灵和林宁都比不上，毕竟2人是装叉的好队友，清楚对方的心肝脾肺肾。这苍龙大帝虽然他第一次见，却莫名的感觉到熟悉。你居然不知道？牙鼠王和山羊王一愣。三眼虎当初可是江掌门身边的心腹红人，走哪儿都带着呢。仙城飞升战除了成哥之外，第一个出战露脸的就是他了。原来他还没认出来呢。本集第432集默契表演赛。三眼虎反问着：“啊，我应该知道吗？”二妖本想直接说这是江掌门，但转念一想，当年这货跟随他占尽了便宜，也该让让位了吧？何况接下来还有第8轮比试，不如坑他一次。你不该知道，他是我们的朋友，不是你的。三眼虎又不笨，听出了一丝不对的。我怎么不记得你们跟苍龙族有交情呢？这二妖憋了一肚子坏水，守口如瓶啊。你被白虎大帝关了那么多年，不知道的事情多了。就是苍龙大帝与你无关，你待会儿该怎么打就怎么打，别让他失望。三眼虎越发疑惑嘞，以他曾经对这二妖的了解，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而那熟悉的感觉又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望着成哥身边簇拥着的那些雀妖啦啦队，听着那滔滔不绝的马屁吹捧，这风格怎么跟记忆里的某个人那么像呢？除了那个人，好像真没谁会那么骚包了吧？而能让桀骜不驯的战猴王认怂，好像也只有那个人。难道……这时呢，第8轮比试开始了。他和成哥果然被安排到了一组，一龙一虎出现在气泡内。成哥的心情也是复杂的，三眼虎和他的关系比其他的妖要亲得多了，但是为了装叉大业，只能暂时先大义灭亲了，等打完了再叙旧嘛。来吧，来一场真正的龙争虎斗。哥的逼格连着几场没得到滋润，都快枯萎了，需要大战的灌溉。逼格，这久违的熟悉说话风格让三眼虎的心都快跳出来了，他差不多已经确定了，就是那个人。于是呢，他伸了伸爪子，声音颤抖激动：“哥呀，是你吗？”除了他，还有谁能同时让天妖域所有妖王那么服气呢？自己早该想到的。成哥差点崩溃了，看。不是你怎么也提前认出来了？真是你呀！急剧的狂血从四肢涌到脑门，三眼虎一身杀气瞬间消散。我靠，真是你呀！你他的语气突然变回了从前。哥，你居然假装不认识！你太让我心寒了！说完呢，他立即激动的人力而起，张开上肢就要冲过来和成哥抱在一起。等，这不对，等一下，成哥连忙阻止他。这是比试，打完再说嘛。三眼虎早已没了之前的冷酷气息，他搓了搓爪子，嬉皮笑脸。还打个鸡毛吧，我认输。你别认输啊！认输啥的？你看啊，这么多观众不远万里跑来，结果咱啥都没打呢，那得让他们多失望啊！三眼虎不愧是老搭档，立刻就明白了。
嘿嘿嘿嘿，懂了。要通过大战来装叉吗？1亿年没见，成哥的骚包气质果然还是一点没变，还是熟悉的味道。三眼虎转眼一想，要是直接投降认输，对自己的声望也有影响，假装打一场反而是好事。那我可就来了啊！说完，他立即发动攻击，但见那气泡内飞沙走石，血色漫天，一龙一虎很快打的是天崩地裂，规则的洪流汹涌澎湃，每道都带着毁天灭地般的威能。滔天龙息和杀戮气血你争我夺，宛若两片天幕，将那片天地都彻底覆盖。打起来了，真的干起来了！气泡剧烈震动，竟然开始逐渐的不稳定。明明距离极远，下方群妖却是震恐无比，许多妖王妖尊竟然吓得当场离席了。我靠，这是何等威能啊！战场都快承载不了他们的战斗了，这简直是要突破准帝的极限了呀！能得如此大战，简直是三生有幸啊！想不到这苍龙大帝和三眼准帝之前全都隐藏的实力，太可怕了呀！恐怖如斯呀！顶层大殿内，诸位妖帝全都被吸引了心神，难以置信，他们竟能打出如此威能，这已经超出了准帝界限吧？这是怎么做到的？这一龙一虎两尊准帝，无论放在哪届都是稳稳的头名啊！孔雀、熊皮、白鹤等妖帝眼内都写满了震撼。这等战力虽然还不到妖帝层次，却已经能对他们形成一定威胁了。冰凤、鲲鹏等妖帝全都面色凝重，默不作声。显然呢，他们也从这战中看出了不同寻常。这两尊准帝之中的任何一个成为地部之主，都足以服众了。不错，以往历届地部之主实力太弱，根本不配挑起那样的重任。听到这儿，两位麒麟大帝脸都成了黑紫色了。该死的，历届地部之主都是麒麟族担任的，这不拐着弯的骂人吗？不是骂麒麟吗？偏偏呢，他们还没法反驳。白虎大帝非常满意，还朝着青龙、耳鼠两大大帝呢投了个挑衅的眼神。早就说了，我虎族跟你们不一样，即便只是幼虎也天生会战斗，我们天生就只会杀戮，不知投降为何物。青龙大帝收回关山的眼神，居然还点点头，语气有些古怪。说的太对了呀，这样奇特的表演我确实从没见过呀。表演？青龙大帝的措辞让其他妖帝有些疑惑，旋即纷纷仔细看。片刻后，大殿内充满了快活的气息。耳鼠大帝第一个乐了，哎呀，确实是一场精彩纷呈的表演呢。原来这就是虎族的杀戮血脉。哎呀妈，见识了啊！大家都看啊，100年难得一见呐！他们之前没看清，只觉得战斗波及极大，都超出准帝的界限了。现在认真一看，才发现不那么回事啊！超过准帝的界限没错，但那根本不是战斗，掩映在规则洪流和气血龙息之下的是一场默契的表演。你打我一家，我打你一家，感情这是玩回合制呢，而且还都故意打不中对方。气泡战场都快被撑爆了，里面的苍龙和三眼虎居然连毛都没掉一根呢，这叫什么事啊？放水呀！只不过呢，放的比较高端。换成准帝和妖王，神念没法穿透那层层的规则和威压屏障，根本看不出来里面发生了什么，只能看到两道身影若隐若现，打的那叫一个精彩纷呈。但又有谁知道这是光打雷不下雨？如果不是青龙大帝提醒，就连他们这群妖帝都被蒙过去了。孔雀妖帝阴阳怪气地叹了口气，哎呀，原来杀戮的精髓就是这个呀！某些族群真会玩啊！九尾妖帝也嘿嘿怪笑。是啊，人家从幼虎开始就会这种表演了，从小开始练，不服不行啊！玄龟大帝瓮声瓮气，他们可是不知道投降为何物，原来这样就不算投降，学到了。鲲鹏大帝斜了白虎大帝一眼。哎呀，有些话不要一开始就说绝了，你看现在多尴尬呀！就连冰凤大帝都忍不住啐了一口。呸！装什么装？都一路货色。第433集，尴尬的白虎大帝。让成哥受点重创的计划再次破产了，莫林大帝也相当不爽，颇有点我那么看好你们虎族，你太让我失望了的感觉。他恼火说：这么大就不要说大话，还以为你们虎族真有什么不同的。某种意义上而言呢，白虎大帝也可以自豪了，他竟然能让麒麟阵营和其他几个妖帝暂时统一战线，形成了一致的意见。白虎大帝平时呢属于人狠话不多的类型，今天算是难得的多了几句话，结果嘚瑟过头，犯了众怒了。瞬时间，这向来冷酷的大帝脸红脖子粗，尴尬的差点想原地爆炸。
之前装叉装的有多狠，现在丢脸丢的有多大，气得他当场飞出，朝那气泡那三眼虎暴怒咆哮：“你干什么玩呢？你再不好好战斗，回去我就让你体会什么叫生不如死！”下方群妖一阵哗然，不是吧？三眼准帝都打得这么激烈，这么凶狠了，你居然还嫌他不够卖力吗？这是要把他往死里逼吗？白虎大帝过分了啊！就是这都不满意，还想怎么样啊？我要是三眼准帝，真卖命还被指责，我现在都寒心了。好歹也代表虎族闯进4强，过分了。听着下面那些只能看个表面热闹的群妖瞎议论，白虎大帝心口都一阵阵的隐隐作痛啊。而气泡内的三眼虎却是浑身一震：“哥呀，你赶紧救我呀！”成哥一边打一边说了：“咋了？你像什么危险了？”那岂止是危险呢，那简直就是炼狱呀！三眼虎一边朝着空处挥了一道灰色攻击，一边诉苦：“这3000万年来，我就没过一天好日子呀！你们天天的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成哥倒是听墨尘提起这事，这不好事吗？白虎大帝对你的操练也确实让你实力突飞猛进了。这死老虎被自己提升到了绝顶的1等资质，结果呢，最后一个飞升到上仙界。要是没有白虎大帝严加操练，现在只怕连准帝都不到了，哪来的准帝后期杀入4强呢？三眼虎有一搭没一搭出的手，对他大倒苦水：“哎呀，可别提了，他就有病，他虐待狂，我再那样下去，我得疯啊！不，你知道我之前用啥那么呆滞吗？一言不发的，都是因为他搁那儿呢。你装冷酷术给他看呢，他连笑都不让大爷笑。你说有这么变态的吗？妈的，老子将来要成了妖帝吗？爹个干他！”成哥一听，连笑都不能笑，过分了啊！那你打算让我怎么帮你呢？干掉白虎大帝吗？哎，哥，你真是我亲哥，就这么干！来，我一天都不想再看见他了。他要是一死，整个世界都是晴天。一瞬间呢，成哥久违的涌起了强烈的鄙视。他妈的，这老虎果然还是和从前一样卑鄙又无情的货色呀！亏自己还以为他变了呢。自己说干掉白虎大帝，这是随口那么一说，这好歹是个妖族大帝，而且还不是麒麟阵营那边的，留着有很多的用。何况呢，白虎大帝再怎么操练，那也是把三眼虎当成了虎族的希望，倾注满腔的心血，怎么可能真杀嘞？结果这老虎他妈养不熟啊，就没把他当什么虎族自己人。行了，杀是不可能杀的啊！你为啥不杀呀？哥，你别淫词了，你是仁慈你大爷！你还想挑唆我了？没有，哥你误会了。你今后继续跟着我就行了，他那边有我挡着，就这样吧。这头天生反骨的贝拉老虎也只有自己能管得住了，真要留在虎族那边，没准哪天就要闹出一场内乱来了。何况呢，这个装叉的好搭档他本就很需要。三眼虎仔细一想，跟着成哥不就等于脱离了苦海了吗？想想当年多么的快活，压根儿就没怎么管自己，宽松的一塌糊涂，还能跟着蹭好处。好了，哎呀妈，我早就盼这一天了。他欣喜若狂的应下，就这样呢，俩人有一搭没一搭的又打了一会儿，眼瞅着差不多了，三眼虎请示了一下：“那么哥呀，现在能认输了吗？”成哥盘算一下，这波大战效果也够了，行了，退场吧。得嘞！三眼虎这才杀气血气一收，向着气泡之外跌飞出去，还在半空呢，他就开始狂喷鲜血，身上也不知何时沾了许多血污，看着惨烈无比。苍龙大帝，这一仗打得痛快，尽兴啊！我踏遍妖界，一直没能寻到可堪一战真正的对手。你今天算是让我见识到了啊！能跟你一战，也是我三眼虎的一大快事。这回我服了，下次再比。他这逼真的演技，那是战猴王那种外行能比的。一时间，全场喝彩声如雷，成哥喜获，大量震惊值。苍龙大帝的真实实力太惊人了呀！是啊，之前瞬杀齐声太诡异，还以为是有什么内情呢。现在这场实力全开，果然强得不可思议呀！有如此战力，也难怪之前金龙、牙鼠、战猴全都主动认输了。这一战让我看到了准帝新的极限。天外有天，我这辈子忘不掉此战呐！听着这些议论，成哥差点笑出声了。果然呢，装叉还是要有熟人拍档才完美。你瞧瞧三眼虎这活干得多精细呀！而且这死老虎自己也不亏，他输掉之后既有风度又有气魄的几句话，也博得全场众妖的一阵喝彩。哎呀，三眼准帝败得不难看呢，虽败犹荣。我敢打赌，苍龙大帝和三眼准帝就是妖界排名前2的准帝。鱼的嘛，这就是提前上演的节奏啊，对不对？提前上演的决赛呀！经典的龙争虎斗，足以传唱亿万年。得了，这一放水认输之后，不光没被嘲，还被夸上天了。与之前那几位一比，这就是资深专家对比外行啊！白虎大帝看了这一幕，气得差点3魂升天，7窍流血。你可真是把脸都丢光了！
作为执掌杀戮规则的妖帝，他这一动，全场都仿佛突然掉进了刺骨的血海中，种种恐怖幻象纷至沓来，众妖吓得屁滚尿流，噤若寒蝉。白虎一族因你而蒙羞，你万死难辞其咎！感受那滔天的怒火杀意，众妖除了恐惧，更多的还是腹诽。三眼虎表现那么好，你居然还不满意？还要他怎么做呀？非得赢才行吗？你虎族上界连前4都没杀进去，那装什么大尾巴狼啊？就连虎族另外几位准帝也连忙来劝了。本集第434集，白虎大帝的决定。大帝息怒呀，三眼虎已经尽力了，他的表现都远远超出我们的期待了。对呀，不用对他太过严苛。白虎大帝心说，你们懂个屁呀，他真要输就算了，问题他这是放水投降啊。你还有何话说？他死死瞪着三眼虎，浑身威压已经成了实质一般的武器，令人喘不过气来。以往呢，他一个眼神，三眼虎都会魂不附体，战战兢兢。然而这次很遗憾，他有了成哥这个靠山。老子拼死了，厉三，你居然这样对我呀！明明放水了，他还假装不知情，一脸委屈继续演呢。白虎大帝呀，你真是太让我心寒了。这虎族，哼，不待也罢。你说什么？还老子？白虎大帝差点以为自己出现幻听了，他竟敢这么对自己说话。我看你是找死！其他虎族准帝和虎妖连忙上前拉住他。大帝且慢呐，三眼虎啊，我们知道你受了委屈，但大帝是为你好啊，你千万不要心里去啊。他们居然还安慰起三眼虎来了。只是呢，三眼虎铁了心要跟成哥，脑袋一扬，不了，老子不伺候了，心被丧透了，丧过的心就像玻璃碎片，就这样吧。他深吸了一口气，竟是有了一丝伤感和落寞。从今儿起，我脱离虎族，不给你们丢脸了，行了吧？这全场又是一片哗然，这么强的一位准帝，竟然硬生生被白虎大帝逼出了虎族，众妖越发同情三眼虎了。虎族准帝和虎妖们急得团团转，虽然白虎大帝最大，但他们内心偏向的是三眼虎，因为他们觉得三眼虎占理呀，这波真的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呀，气得白虎大帝差点想当场说出真相了。但如果这要公开，在场群妖全都知道了三眼虎投降，虎族的声望会受到更大的打击。你以为你的翅膀真的硬了吗？他咬牙决定出手把这货抓回去，继续回炉重造。但这次呢，成哥拦在他面前。白虎大帝，三眼虎已经是地不成员，谁都无权加害他。白虎大帝愣，你竟然要护着他？你以为我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吗？不光是他，就连你，我一样不会放过。成哥自然不会怕他呀，气势上丝毫不弱。是吗？那就试试呗。从今天起，我护定他了。三眼虎也凑了过来。没错，我和成哥惺惺相惜，从此我就跟他混了。是吗？就在群妖以为白虎大帝会怒不可遏，当场大打出手，甚至青龙大帝都连忙赶来的时候，他一身杀气竟缓缓消散。他的语气很平静。那你就跟着他吧。成哥、三眼虎面面相觑，一时间有点摸不清他的心思了。什么情况啊？苍灵不可思议的传音回荡在成哥脑海里。想不到白虎会在你身上压住。啊？压什么住呀？成哥有些不解。苍灵缓缓说，你肯定会是这届地部之主了，而你刚才的战斗力已经超出了准帝界限。他确实因为投降而生气，但另一方面，他也看出你非同寻常，很可能会成为搅乱妖界格局的关键。只是他不可能率着全体虎族现在就倒向你，所以先让三眼虎跟着你胡闹，算是搭上了这条线，看看你以后究竟能做出点什么。如果你真的能扳倒麒麟族，将来虎族会顺势支持你。如果你办了，那就只是三眼虎的私自行为。成哥一脸无语，他这心机也太复杂了吧？妖帝哪有简单的，都是老成了精的。即使被你离间分裂的玄龟和麒麟，也都不是省油的灯，每个都有着无穷的盘算。是吗？那你呢？姐姐我呀，当然是唯一单纯的那个。有多单纯呢？以后你就知道了。成哥和三眼虎这轮结束后，另一边齐渊和八尾那场也很快结束了，照例是放水成全了麒麟族。不过就算不放，论实力，齐渊也本就在八尾之上。于是这最后一轮决赛，剩下的就是成哥和齐渊之间的对决，而前8其他选手也要决出具体排名。三眼虎还要和八尾准帝打一场，分出3、4名。战猴王因为被古元大帝抓着暴揍呢，
刚刚缺席了5到8名的争夺战，直接被判为第8名。2位麒麟大帝是又焦急又恼火呀。接连几轮，苍城一点伤没受，压根没什么损耗，状态甚至比齐渊还要完满呢。他们的一系列安排彻底失败了，现在只能看着齐渊和他的公平一战了。成哥在上场之前，忽然听到墨林大帝传音：“输给齐渊，我们不会亏待你的。”他们又不傻，刚刚成哥和三眼虎那场虽然是表演赛，但表演出的内容足以让他们震撼了，那是超出了准帝极限的战斗力。齐渊不可能是他的对手，真要硬碰硬打一场，后果会和之前齐生一样惨。输给他，凭啥呀？成哥感到莫名其妙啊！你们一路针对过来，还有脸让我故意说？谁给你们的脸呢？墨林大帝阴冷的声音透着浓重的寒意。你该为苍龙谷想一想，就算你进了地步，也只是你自己回到了妖界，苍龙谷还是要面临仙界的压力。只要你这轮认输，我们可以做主，让苍龙谷重回妖界。成哥心说：“你咋想得美呢？啊，苍龙谷之前就是你们逐出去的，现在居然还当条件来让我让步啊？什么好事都让你们占了呢？没诚意啊！这种条件你好意思开呀？什么回归妖界，他在乎吗？他根本不在乎啊！在哪儿不能混呢？要不是苍灵放心不下全体龙族的命运，他早带着苍龙谷搬到仙界那边去了。你别给脸不要脸！实话告诉你，就算你真成了地部之主，也只是个被架空的幌子。你以为会有多少妖族听你号令呢？”墨林大帝的威胁对成哥毫无杀伤力。成哥之所以盯着这地部之主，只是因为他觉得这个位置很风光，有牌面。至于这位置能号令谁，无所谓，不感兴趣。当初小小一个飞仙门，他都是当甩手掌柜，哪有闲心管那么多妖族呀？但表面上呢，他却装作很在乎。不是吧？你这么卑鄙！没有我们的配合，你在地部根本玩不转。墨林大帝还忙着继续威胁呢。你已经废了齐生，如果你再敢对齐渊出手，将来你们龙族也不用存在了。哼，你们麒麟族太霸道了吧？你知道就好。哎，行了，我知道。墨林大帝心满意足，以为他真的屈服了。而后呢，再传音给齐渊：一会儿大战，你不要给苍城任何机会。本集第435集，这也太狠了吧！齐渊有些反应不过来，我不给他机会，我也打不过他呀。这最后一场，他都有些不敢上了。墨林大帝讥讽一笑：他必须为身后的苍龙族着想，扛不过我们的大事。我已经威胁了他，接下来他主动配合，会让你获胜的。听到这话，齐渊就像听到了天籁。他会让我？那是当然。万妖大会说白了就是大族主宰操纵的盛宴，他实力再强也只能低头。太好了！齐渊连连点头，兴奋搓手。今天的大会风头全在苍城身上，如果自己能当众击败他，那声望将会独一无二，踩着他上位，攀至顶峰啊！墨林大帝目中杀意一闪，接下来你们假打之时，他定然会卸下防备，只有很小一部分实力，你趁此机会将他废掉。什么让苍龙族回到妖界这种事，他从一开始就没考虑过。苍城一废，苍龙族也就完了。刚才的交涉有没有人知道？出尔反尔又怎么样呢？齐渊心领神会，嘴角溢出了一丝残忍的笑容。我正打算这么办呢。他今天把这辈子的风光都用完了，也该倒下了。我会让他凄惨落幕的。这场决赛最终也在全场妖族的瞩目下缓缓拉开帷幕，甚至就连远处的古元大帝也和遍体鳞伤的战猴王赶了回来。这俩打了一场之后，似乎也做出了某个决定。古元大帝没再说什么，而战猴王也很自然地站在了苍吉身边。嘿，真亏了齐渊还敢站在江掌门面前，头铁呀！是啊，他疯了吗？看不出实力差距吗？苍吉看了一会儿，却是渐渐皱眉了。他看起来就像是已经赢了一样，这底气来得莫名其妙啊！一旁牙慈和山庚微微点头，没错，他很可能有什么后招。麒麟族这个阴险的族群，不能大意呀。他们都是心机复杂之辈，想得很远。不过呢，雀妖们就不一样了。坐等苍龙大帝登顶，一开始就说了他是地部之主，你们还不信呢？怎么样啊？还是我们雀族有眼光啊，最早就相中了真龙明主啊！一旁其他妖族愣是没法反驳，这群活宝每次信口吹捧，却都能够碰巧吹中了，你说能咋办呢？顶层大殿妖帝们也全神贯注，密切关注这战。
地部之主是个很特殊的位置，名义上呢，他是和妖帝平起平坐的。而另一方面，由于妖帝们平时很少出关，除了这种大型盛会露个面，一般很少出来管事，所以妖界日常对内对外的事务其实就是地部在管。地部之主相当于整个妖界大总管，这位置牵一发动全身呢。以前一直都是由麒麟族担任，从未旁落。如果这次真的易主了，那还真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改变。气泡内，齐渊顾盼自豪，信心满满，看成哥的眼神就像看一个将死之妖。他暗中传音：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做了。如果演得不够真的话，你们苍龙族可就回不到妖界了。成哥说：“心说呀，你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啊！这颐指气使的，你开始教哥做事了？”成哥笑眯眯点头：“好，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快点开始吧。”齐渊看到他应下来，也吃下了最后一颗定心丸。接下来就是自己表演的时间了。当着全场妖族的面，一举废掉这个刚才出尽风头的苍龙大帝，不光报了齐生的仇，还拿到本就属于麒麟族的地部之主的位置。于是呢，他 A 了上去，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他一头撞进49道规则烙印交织而成的漩涡。成哥可没心情陪他演半天再动手，反正在齐生那边他已经了解过麒麟族的特点了，现在能秒就秒呗。齐渊如同迷失在大海里的一叶孤舟，他感受到了时间、空间、毁灭、吞噬、五行、阴阳等等等等多重打击。他的符之规则烙印一开始还神奇的增强他的抵抗能力，但紧接着就被多重规则直接拍散。稍微挣扎那么一下，妖力屏障破灭，庞大的麒麟妖体千疮百孔，内部的妖丹和经脉尽数被摧毁，仙骨闪现了一瞬就崩溃了，就像一颗剧烈绽放而后突然坍缩的太阳。气泡战场再也承受不起这样的力量层次，也跟着破灭了。失去了全部意志的齐渊连飞行都无法维系，重重跌落下去。喧嚣的全场突然安静，所有妖族都被这一幕惊呆了。确实，大部分妖族都看好成哥，认为他能赢，但谁能想到会赢得这么快呢？之前齐生内战好歹还因为试水打了一会儿，这次一击就秒啊！决赛呀！以往历届决赛都是最精彩最激烈的，不是吗？哪怕是麒麟阵营在决赛会师，也会打个精彩纷呈的表演赛呀。玉林大帝睚眦欲裂，差点疯狂了。齐渊在玉林族的地位和齐生在墨林族的地位是一样的，都是位高权重，大帝的得力臂助，准帝中的领军核心。这一飞损失惨重啊！墨林大帝更是急火攻心，差点规则之夜紊乱了。要废我族一员大将，你干的好事！他疯了一样杀向成哥。不过这次呢，其他妖帝反应也不慢，尤其是青龙白虎两位，更是比他先一步杀入场中，挡在了成哥前方。难得出现一个非麒麟阵营的地部之主，他们可不会让江城就这么被杀了。为了对抗麒麟族的霸权，保是一定要保的。三大妖帝一个碰撞，又在高空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暴。但见那规则洪流如海啸一般向着四周蔓延而去，竟是将万妖宫上空几层直接给破灭了。水系、杀戮、祸气交织成一团，散发着灭世般的光辉，久久不能散去。九尾、孔雀、熊皮、白鹤、泽鹿、万世、金狮等妖帝纷纷抢上前来，而冰封、鲲鹏、古元、玄龟等大帝也不甘示弱，纷纷祭出自身法则，将他们挡在对面。尔等敢对天部之主出手！一场席卷全体妖帝的大战眼看就要爆发了。古元大帝高声断喝：“苍城已是地部之主，他已与我等地位同等，谁若伤他，便是与整个万妖宫为敌。即便是天部之主，他也没有权利杀了齐渊。”玉林大帝抱着齐渊的尸身，双眼满是仇恨。万妖大会不允许伤及性命，他坏了这条铁律，他连进入地部的资格都没有，还谈什么地部之主？闪开！吾等要抹除此患！什么玩意儿？齐渊死了？本第436集，地部之主。众位大帝震惊无比，如果真是这样，那真的不好办了。之前金线虫之死还可以说是万世大帝一开始给自己挖了个坑，怪不得别人，而现在齐渊死了，那事情就过头了呀。毕竟万妖大会的本意是选拔，又不是让妖族自相残杀。他们纷纷探出妖魂神念，细细感知，就发现齐渊还真的是魂飞魄散，彻底死了。这青龙大帝不由暗传一埋怨起成哥来：“你搞什么呀？你打飞了没事，你杀死不行，你懂吗？他又不是你的对手，你下手那么重干什么？麻烦了现在。”坏了比试规矩，他就算想保成哥都难了。全场妖族也是一片哗然，四处都是嗡然议论之声。这地部之主不会才当上就被驱逐地部而处死吧？
成哥也懵了，我没杀齐渊呢，他自己出的手，他自己最清楚了，分寸拿捏好了，齐渊绝对活呀。但现在死了，怎么回事呢？苍灵的声音传来，带着一丝浓重的深意。是岳灵干的，反正齐渊被废了，在他眼里也没价值了。他真不是一般的狠，为了将你从地步拉下来，不惜杀害本族嫁祸。成哥恍然大悟，确实呀，刚刚第一个飞向齐渊和他接触的就是玉林大帝，这家伙太狗了，还以为他真的那么悲痛，没想到在那短短的片刻间就已经想到了那么毒辣的手段。女帝悠悠说：这下麻烦了，如果没有地部身份的话，金龙白虎他们就算想绑你都难。你有办法脱身吗？听到这姐姐已经在考虑跑路了，成哥笑了，用得着吗？不用，我有其他手段。迎着麒麟阵营那边的怒火，以及青龙、白虎、冰凤等妖帝的失望，还有全场妖族的迷茫，他缓缓飞到双方中间，他也没开口，直接挥爪祭出了一段传音片段。这个世界连传影仙器都有，自然也有能录音的仙器，不过呢，私下里传音是录不了的，本质上那不属于声音的一类，而是直接传进仙魂的一种波动。成哥能记出这段传音呢，其实类似于当初无极洞天被灭后的回溯，利用对时间、轮回、封印等复杂手段回溯之前的片段。换成其他妖帝还不一定能做得到呢，毕竟他们没修过相关的主规则，所有妖族也不清楚他要干什么。但很快全场就回荡了一段熟悉的声音：输给齐渊，我们不会亏待你。莫林大帝面色巨变：你还在故弄玄虚，死！青龙、白虎、古猿、冰凤等妖帝齐齐挡在他的面前。等他放完也不迟，你慌什么？他们听出来了，这是莫林大帝的声音。全场妖族也都听出来了。悄然间，所有妖族都意识到了什么。听到这一句，青龙大帝就意识到了转机了。在几位妖帝的保护下，这段不久前发生过的传音也一点点积了开来。莫林大帝的声音回荡在全场：你该为苍龙谷想一想，就算你进了地步，也只是你自己回到了妖界，苍龙谷还是要面临仙界的压力。当听到这里，其实在场所有妖族已经明白发生什么了，这是战前威胁恐吓，太卑鄙，太不要脸了呀！一时间呢，在场绝大部分妖族都露出了义愤填膺之色，就连孔雀、九尾、万世等麒麟族妖帝的表情呢，也都变得很不自然。他们并不排斥这样的威胁手段，但是呢，那都是发生在暗处的，这和当着所有妖族的面摊开来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妖族并不只有妖帝和准帝，妖王、妖尊以下，那才是真正庞大不可计数。麒麟族要统治妖界，首先呢，必须要注重影响。这是污蔑，是假的！麒麟一族的妖王和准帝们慌了，但他们也阻止不了传音继续。在冰凤、鲲鹏、白虎等大帝眼中，这段传音如今是最宝贵的东西，谁也别想破坏。你不要给脸不要脸，实话告诉你，就算你真成了地部之主，也只是个被架空的幌子而已。你以为会有多少妖族听你的号令？下方群妖一片哗然。麒麟族操纵了万妖宫，这点大家心知肚明。但这话从莫林大帝嘴里亲口说出来，那就是另回事了。造成的影响可以用暴击来形容，可以说呀，最后一丝遮羞布都被扯下来了。你已经废了齐生，如果你再敢对齐渊出手，将来你们龙族也不用存在了。哇，你们麒麟族也太霸道了！哼，你知道就好。听到这儿呢，青龙大帝忍不住冷笑：莫林，你好大的威风啊！龙族都不用存在了，谁给你的底气？万妖宫号称万妖同盟，你这所谓天部之主竟然能说出这种话，我很想知道你究竟想要做什么？你是要分裂妖界吗？青龙大帝其实并没有那么愤怒，毕竟他也知道麒麟族没把龙族放在眼里，而且呢，传音主要还是为了威胁，所以说的内容呢，难免夸张了。不过成哥制造了这么好的一个打击麒麟族的机会，大帝又不傻，哪能不知道利用发挥？果然，此言一出，全场彻底沸腾了。你这就是妖界之主！哎呦，为了获胜，威胁恐吓，还要灭掉龙族，这是邪魔两界派来的奸细吧？哎妈，太恶心了！靠，我们居然被这样的族群统治的！狐族、孔雀、虫族、熊族等麒麟阵营的族群那边一片诡异的寂静，现在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该是什么样的心情。那边的几位妖帝呢，也是面色难看至极，就是想帮着说几句，那圆不回来呀，话都被莫林大帝说绝了呀。到了这一步，成哥杀死齐渊已经只是一件小事了，甚至没人再提了。
当务之急是麒麟族自己的屁股怎么擦干净。苍灵忍不住赞叹：你还真的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啊！这件事情影响太大了，要是没处理好，底层妖族对高层失去信心，这妖界很可能会变成一盘散沙。别说麒麟阵营那边了，就是青龙、鲲鹏、白虎，他们也要焦头烂额。成哥一脸无辜：咱老实人，只是为了自保而已嘛。信你才怪，你一开始就憋着这一手了吧？妖帝们果然全都回到殿内，召开了紧急会议。苍灵幸灾乐祸：无论怎么处置，这一次麒麟族的威望算是被你打落了千丈。他现在是真的信了，麒麟族将来迟早有一天会被江城搞得众叛亲离，穷途末路。这人太可怕了，明明只是准帝初期而已呀。本集第437集，新官上任。足足1个时辰之后，天部的会议结果出来了。麒麟族莫林妖帝威胁恐吓参战准帝，对其他族群怀有歹意，已不适合担任天部之主。即日起，天部之主由狐族九尾妖帝执掌。天部之主就这么换了，全场妖族震撼无比呀！这可是数百亿年来第一次由麒麟族之外的族群担任天部之主，堪称变天。一时间呢，全场都向成哥投来注目礼。这位一出手，竟然把天部之主拉下马，太彪悍了。就连江城自己也极其意外，原本只是想恶心一下麒麟族，灭灭他们的威风，没想到竟然这么严重。苍灵暗处叹息：唉，九尾妖帝不还是麒麟阵营那边的吗？实际上，麒麟族只是转到了幕后，这算是极限了。不可能因为这么一件事儿，麒麟族就彻底没落。妖界是看实力的地方，他们的实力还是最强的呢。卸掉莫林的天部之主位置，已经是对方妥协让步的结果。这是一场极大的胜利，以前那么多妖帝也没能做到。果然呢，另一边白虎、古元、冰凤等大帝都向这边投来赞许的眼神。这次削弱麒麟族威望的机会是成哥送给他们的。新任天部之主九尾大帝看了眼后方面无表情的莫林大帝，这才飞到场中，不情不愿地宣布了第一件事：其渊参与密谋，咎由自取，死有余辜。其渊身死，地部缺失一位，由御林族齐衡准帝递补，令苍城无过正式担任地部之主，执掌地妖令，统帅地部。这同样是刚才天部大会的结果。伴随着话音落下，一枚银光闪闪的令牌落入成哥手中。地妖令算是地部之主的信物，见此信物如见妖帝。所有的准帝自降一级，同时呢，还有一支直属万妖宫的强大力量归他指挥，全场欢声雷动。这位新任的地部之主能力强不强不清楚，但实力是没得话说，当之无愧的历届最强。苍极热泪盈眶，自从女帝不在之后，苍龙族一直落魄，何曾有过如此风光的时候呀？接过地妖令的成哥飞临大殿顶层，扫练全场众妖，随后呢，下了第一个命令：即日起，苍龙谷回归万妖宫，再次成为妖界一员。如果只是个普通地部成员是没这个权利的，但他现在是地部之主，完全可以直接做出这个决定。后方麒麟阵营众妖帝面露愠怒，不敢置色。然而呢，最终却没有说什么，毕竟刚刚才出了那么大的一个篓子，他们现在压根没法站出来反对。万妖大会落幕，群妖渐渐散去，成哥成为地部之主的消息也很快对外昭告，以极快的速度传遍了整个妖界。无论真仙、天仙还是妖王准帝，全都得知了他成为新一任的地部之主。一时间，苍城之名被整个妖界上下传颂，而妖帝们则是纷纷回去各自的领地，闭关的闭关，密谋的密谋，这也是妖界数百亿年来的常态。平时万妖宫的大事小物都是由地部准帝们来管理的。宽广宏伟的宫内有32座妖台，其中呢，中心最高大的那一座自然是成哥化身的苍龙大帝高居其上。俯视着其他妖台上的准帝们，成哥感觉就像是皇帝上朝，牌面顿时就有了。唯一的遗憾呢，就是有些冷清。他清了清嗓子，下方31位准帝纷纷露出了在意之色，哪怕麒麟阵营的也不例外，毕竟新官上任3把火嘛。那个啥哈，那个咱这万妖宫咋没有宫女啊？好几名准帝差点摔倒了，有没有搞错呀？都已经到准帝这个层次了，你还在乎那点享乐吗？那只是低等山精妖兽才会考虑的事情，
这次比试最终得到了第3位的三眼虎离陈哥最近，听到宫女这个提议，顿时来劲了。哎，对呀，说的对呀。哎，哥呀，我也觉得吧，很有这个必要啊。正中他的下怀。堂堂万妖宫连个宫女都没有，韩赞呐，脸面何在呀？那个我提议啊，从妖界各族挑选绝色妖女入宫。哼，胡闹！麒麟族候补上来的准帝后期齐衡满眼的鄙夷。万妖宫何等崇高之地，岂能任由那些卑微弱小的莺莺燕燕玷污呀？孔雀、八尾、熊皮、白鹤、麋鹿等麒麟阵营的准帝立即跟着帮腔。地部之主就这么点追求吗？如此格局，何以统帅地部？真是失望啊！成哥就那么看着这群傻帽表演，他提议宫女，其实呢，这是随便钓个鱼，看看麒麟阵营都有哪些货色。毕竟妖女其实不符合他的人族审美。而这群麒麟阵营的准帝也果然全都上钩了，冒头出来反对自己了。将这批准帝全都记下之后，他才开始宣布第2件事。我决定了，3天后发起进攻。进攻？别说麒麟阵营那边，就连敖阳、牙慈等准帝都懵逼了。八尾准帝起身，一身浓郁妖气聚而不散。敢问地部之主，你要进攻谁？仙界啊！之前他们还威胁我苍龙谷，这都不打回去，闹不成怂包了吗？啥玩意儿？进攻仙界？齐衡、孔雀、八尾等准帝差点跳起来，疯了吧？仙妖大战之后，妖界和仙界就没爆发过大战，那只是边境上的小摩擦。虽然常年有准帝坐镇吧，但几亿年也不会出手一丝的。而成哥这进攻是以万妖宫的名义，想想也知道那规模会有多大，几乎就是全面战争了。齐衡第一个站了起来，我不同意。我妖界如今奉行与仙界互不侵犯的宗旨，这是天部大帝们的一致决定。孔雀准帝斜了成哥一眼，就算你是地部之主，也无权下达违背天部的命令。巨熊、白鹤、麋鹿等准帝纷纷再次站出反对，甚至就连金鹏、苍狼、星狮等准帝也纷纷摇头。在他们看来呀，这荒唐啊！妖界实力本就不如仙界，要不是仙界有魔界这个天敌，妖界早被他们灭了。这种情况下，不想着怎么自保，还主动去进攻对方，活腻了吧？32座妖台之外，又有3位准帝高声反对。这3尊准帝都是中期一蛇、一雕、一马，正是这万妖宫直属常驻力量妖殿禁军的3位大统领。妖殿禁军除3位准帝中期的统领之外，还有300妖王和10万妖尊。除了没有妖帝，整体都可以和一些顶级仙门魔门扳扳手腕了。而这支强悍的禁军向来都只听令于地部之主的地妖令，就连妖帝都指挥不了他们。恕我等无法接受这个命令，攻打仙界会影响妖界稳定，希望地部之主三思。本集第438集，本来就用不着你们。看到他们都在反对，齐衡心头乐开了花。他进入地部之前，已经得到2位麒麟大帝的耳提面命了，那就是想方设法架空苍城，让他一点点的丧失威望，变得无法服众。这任务在他看来简单无比。32位地部准帝之中，有18位都属于麒麟阵营的，大家都是一条心的反对他。上任第1天，他又接连提出2个荒唐的提议，进一步拉低了他准帝的印象分。就连狼族、狮族、鹏族这些中立的准帝也开始反对他了。而现在呢，居然连妖殿禁卫也拒绝执行他的命令，这未免太顺利了吧？自己作死呀！要知道啊，妖殿禁卫原本算是每一任地部之主的私人武装，是苍城手里最硬的一张牌，连这张牌他都握不住了，完全就是烂泥扶不上墙啊！第1天就接连被反对，堪称威严扫地，离心离德，都不用自己做什么，他就已经变成了孤家寡人，没有谁会听他的了。他略用嘲弄和训诫的口吻说：“地部之主，你的提议太荒唐儿戏了，谁都不会赞同的。希望你以后说话之前，先多多考虑是否可行，不要胡言乱语。”他话没落了，战猴王突然打断他：“好啊好啊，进攻仙界！”这猴子向来好战，兴奋的上蹿下跳。俺早就想打爆那群仙人了。代表暗黄一族的林宁握着剑柄的指节都发白了，显然是想到了当年飞仙门被仙魔2界追杀迫害的悲惨经历。我也赞同进攻，如果苍龙大帝你要出征，我愿为先锋。金龙王敖阳、牙鼠王、山羊王相互望了一眼，他们这3个本意也是求稳，觉得进攻太离谱了，但既然这是江掌门的意思，哪还有什么好犹豫的？他老人家以前做过的荒唐决定多了去了，哪次不是神奇的成功了呀？我没意见。我也是。
无论地部之主要进攻谁，我老山羊都肯定会追随。这几个家伙的表态让齐衡一脸难以置信，这种荒唐提议居然还有人赞同。你们疯了吗？进攻仙界会让整个妖界万劫不复的。齐衡原本以为谁也不会支持成哥的，毕竟苍龙族以前也没有什么铁杆盟友，就像上一任的苍极，虽然实力强，但在地部也没有什么话语权。他本以为成哥从第一天开始就要被孤立了，结果呢，现实给了他一耳光啊！就连进攻仙界这么荒唐的决定，金龙、战猴、牙鼠、暗黄、山羊居然都旗帜鲜明地站在他这边了。三眼虎不用说了呀，那都快穿同一条裤子了。他这些强力盟友是怎么来的呢？不光齐衡，其他准帝也想不通啊。孔雀、八尾等准帝都坐不住了。你们怎么能这样？敖阳，你难道看不出进攻仙界的后果吗？牙慈，你确信此举儿鼠大帝会赞同吗？牙鼠王咧嘴一笑，露出2颗大门牙。万恨我都和儿鼠大帝决裂了，还在乎他干什么呀？这让齐衡大受打击。原本呢，他是把鼠族算在自己盟友这边的，这一下可不妙了。按照地部的规矩，地部之主的任何提议都要超过5名准帝赞同，那就代表着有行动的意义。他们可以不支持，但也不得阻挠。这种情况下，妖殿禁卫大军再不能违抗命令了。而一旦超过2/3准帝赞同，那整个妖界大地以下任何妖族都要听从号令，不得拒绝征召。如今已经有6位准帝赞同成哥的提议了。就算你们赞同，我们麒麟族也不会出战的。他们现在只能庆幸，还好啊，没有超过21位准帝赞同，要不然他们就算反对，自己也必须无条件的跟着一起出征。那时候不支持也得支持了。孔雀准帝立即说了：“没错，要打你们自己去打，我们孔雀族绝不会掺和。我们狐族也是，此战不会参与。鹿族拒绝出战，熊族拒绝出战，狮族拒绝出战。”转眼间，除了支持成哥的6位，剩下的25位各族准帝全部拒绝出战，就搞得像是众叛亲离一样。而那妖殿禁军的3大统领也是一脸抗拒和不爽。地部之主，希望你三思呀。我们被迫出战没关系，但10万妖殿禁军很可能会全军覆没。你今日决定完全是倒行逆施，会给整个妖界带来极大的祸患。有6位准帝赞同，他们现在必须要听从地部之主的号令，这让他们极度不满。那被迫2字更是故意咬得很重。瞅着他们那一脸愤懑的表情以及看昏君一样的眼神，成哥暗暗撇嘴，看把你们给怕的。既然你们不敢出战，那就继续待在万妖沟装点门面好了。我呀，本来也用不着你们。江掌门出战，用得着帮手吗？他提出这个提议只是宣布一下而已。他的地部之主还是很有用的，今后他无论做什么，都没有人能跳出来指手画脚，阻挠他装叉就行了。什么玩意儿？不用妖殿禁军出战？3大统领险些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齐衡第一个跳出来：“这可是你说的。”孔雀和八尾等准帝也是喜出望外。地部之主说出来的话就是金口玉言，绝不能改呀。妖殿禁军无需参与此战。在他们看来呀，成哥手里最大的牌就是妖殿禁军这支强悍的力量，没了这支力量，他什么都不是。不带大军去前线，找死吗？成哥笑眯眯点头，仿佛完全意识不到危险的样子。对啊，你们留在家里看表演就行了。而这一番话也很快传到了2位麒麟大帝耳内。回到玄灵山的墨林和玉林，现在是无时无刻不盼着成哥惨死，但真听到成哥要作死的时候，2位大帝却是一头雾水，因为他们不太相信有人会那么傻。他哪来的底气呀？他的实力确实远超寻常准帝后期，但仙妖山前线可不是单打独斗的比试。不错，仙界的底蕴可不是我们能抗衡的。战争规模一旦升级，先帝就会亲自下场，他拿什么等？找死呀！我们大可让他骑虎难下。很快，整个妖界就传出了地部之主要进攻仙界的消息。麒麟族不光不反对，反而暗中推波助澜，帮着大造声势。苍龙大帝有必胜的把握，地部之主视仙界为草芥，无需各族出兵，而且连妖殿禁军都不用带。新任地部之主亲自出征，不胜不归。在这种造势下，成哥想不去前线好像都不行了呀。本集第439集，就你这还出去打仗？听到这些传言，整个妖界上下都是懵的。啥玩意儿？进攻仙界？仙界和妖界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的呀！而且不用各族出兵，也不带妖殿禁军，那还打什么呀？跑去送吗？万妖大会后，妖界本该归于平静，一些妖帝还打算闭关个几亿年来着。听到这个消息呢，都不得不破例留在外面。毕竟这事太离谱了。
没准用不了多久，新任的地部之主就战死了，那还得重新再选一次。就在这种妖界上下一片唱衰的声音下，成哥带着三眼虎启程赶回了苍龙谷。一回到这里，他就受到了热烈无比的迎接。大帝回来了！早就回来的苍吉率领着谷内所有苍龙、翼龙、黑龙整齐地排列在两侧，每头龙都喜气洋洋。看到他之后，全场爆发出了震天的欢呼。哎呀，是地部之主回来了！哎呀，恭迎地部之主！我族大帝就是不一样，竟然夺到了万妖大会的头名。可惜呀，我们当时没能目睹到大帝的英姿呀。苍吉也就算了，苍穹、异空、墨央等高层那是真的难以置信，至今都觉得不可思议。万妖大会的难度，他们是深有体会的。当初大帝说要亲自出战，他们最大的希望也就是能赢个2-3轮，进32强就算奇迹了。结果现在地部之主被夺到手了，这能不惊喜自豪吗？踏入苍龙谷，里面早已准备好了一场盛大的庆典。成哥居然看到了一众雀妖，一打听才知道，万妖大会刚结束，白鹤大帝就向雀族下了通牒了，将他们驱逐出了碧羽山。无处可去的雀族只能死皮赖脸的跟着苍吉一道来到了苍龙谷了。这让成哥喜出望外呀！这支啦啦队他还是很重视的。成哥原本是要立即进攻仙界的，但因为成哥是个爱场面的人，于是呢，愣是拖了3天，享受盛大的庆典。这3天，外界关于出征仙界的话题已经沸沸扬扬，快吵翻天了。许多妖族是坚决反对的，地部之主自己败了没什么，就怕妖界招来仙界的报复呀。不过呢，这影响不了成哥。他当地部之主，除了牌面，主要为的就是行动不受限制。3天之后，林宁、敖阳、牙慈、战猴王等纷纷赶来会合。与此同时，青龙大帝也再次降临在了苍龙谷。你究竟想干什么？如今妖界上下都将成哥当成了冲动的傻子，不知死活的进攻仙界，还不带妖殿进位。但大帝可不会这么想。虽然他至今还很厌恶成哥这个害群之马，但他也知道这家伙狡诈卑鄙，从不吃亏。成哥一副你真是明知故问的表情。我进攻仙界呀！我知道你要进攻仙界，我是问你为什么要进攻他们？我看他们不爽啊！仙妖大战什么的离成哥太遥远了，他管不着。飞仙门那帮弟子是实打实的被仙魔2界害惨了，如果不是自己有复活，那就是一场深入骨髓的惨剧啊！这个仇以成哥的脾气是不可能当作没发生的。大帝心说了，我也看他不爽，问题是打不过呀。你该知道仙界实力数倍于我们妖界啊，知道啊？你是不是有什么诡计，还是憋了什么坏水啊？大帝严重怀疑他这家伙憋了个惊天动地的阴谋。哎，你这么想我过分了吧？那你有什么底牌？难道是有什么绝杀的神物吗？抱歉，没有。你什么都没有，那你还进攻什么呀？送死吧！那就我的事了，与你无关。他越是这样不当回事，大帝就越是狐疑。那你打算攻打哪个关口啊？啊，什么关口？仙妖山10万8千关隘，你攻打之前连目标都没有吗？啊，我靠，这么多关隘吗？大帝瞬间崩溃了。你不知道，这是常识，随便一个小妖应该都能说出几百个，连这最基本的情况都不知道，你出去打仗简直就是糊涂荒唐啊！自己真的是想多了呀，居然一开始还对他抱着点期待，以为他有底牌呢。望着他那愤怒的表情，成哥无语了。我打我的，你激动什么劲儿啊？大帝不想看到敖阳也去送死。敖阳，你跟我回去，不要再跟着他犯傻了。然而呢，金龙王却摇摇头，地部之主的命令我岂能不遵从？开玩笑，跟着江掌门捞好处啊，这种机会打死他也不会错过的。你也不可理喻呀！大帝气冲冲的离去，远远的还丢下一句话了：我看你们怎么办，到时别逃进我青龙谷。这不就是暗示输了以后去青龙谷避难吗？这大帝还是放心不下呀。他们离去之后呢，敖阳才惭愧的低下头。我这次想从青龙谷带一些主力军随军出征的，但几位族老全都强烈反对呀，最终一个没带出来。山阳王山庚也叹了口气，我也是，角琼族长他不光反对出征，差点连我都被扣了下来。而战猴王、牙鼠王在名义上都已经和各自的族群暂时脱离了，这就更不可能带出什么族内高手了。至于三眼虎呢，压根儿就没回虎族，所以这次他们只有自己，这让苍吉愁眉不展。大家都很不看好我族大帝呀！啊！异空和墨阳叹气，要不这次出征还是从长计议吧？啊！是啊，人手不够，希望又渺茫啊。他们其实也不看好。这是成哥是苍龙族大帝，他就算是带着苍龙谷往火坑里跳，大家也只能跟上了。对此呢，成哥没有解释什么，只是让他们去把飞仙门和萧坤纪云那批人全都叫过来。
啊，对了，你们几个以后记得喊我苍龙大帝，别喊我江掌门啊。三眼虎不解，你哥呀，用不咋呀？哎呀，纪凌寒还不知道我是江城呢。啊，不是吧？三眼虎倒是一眼看穿成哥好面子的本性。难道你要等准帝后期才告诉他呀？你知道就好了。片刻之后，纪凌寒、莫尘就携着飞仙门众弟子齐齐赶来，而林宁也早和飞仙门一众弟子会合。理所当然的，凤族也反对这次出征，没给他任何的帮手。他率先跃众而出，深深一躬：见过苍龙大帝，您对我派门人的救命之恩和收留之恩，我凌宁永生难忘，将来必报。您但凡有所差遣，我定能竭尽所能。成哥扯扯嘴，我要你报答个啥呀？后方呢，印小雪都在偷笑了。很好，林宁也被瞒过去了，江掌门只属于自己。本第440集，这是一场试炼。三眼虎的出现自然引起了飞仙门一众弟子的调笑。哟，你怎么来了？多年不见，虎哥威风了许多嘛。还以为白虎大帝把你练死了呢。你瞧你们这些年混的，跟个叫花子似的，哥天天吃香喝辣的好不好啊？片刻之后呢，萧坤、纪云、明直等人也尽数赶到了。成哥这才宣布了一件大事，想必你们也有所耳闻了。我打算进攻仙界，苍龙谷这边妖尊以上全部出战，飞仙门那边仙尊之上也尽数跟着。至于萧坤、纪云你们也是一样。话音一落，纪凌寒毫不犹豫点头：没问题，我们早就等着这一天了。罗远、秦畅等长老也纷纷说了：到时候请苍龙大帝尽管下令，我们必定照做。而萧坤、纪云等人那已经是狂喜了呀！江掌门总算又要干大事了，大家又能蹭好处来。求之不得呀！苍龙大帝能记得带上我们，真是感动啊！小老儿都快等不及了。他们这反应让苍龙谷的苍极、一空等龙族惊愕不已啊！这也太积极了吧！原本还以为他们会推三阻四呢。飞仙门还能理解，毕竟和仙界有血海深仇。其他人为什么也这么热衷呢？难道他们不怕死吗？如此重大的出征决定就这么轻而易举的做出来了。修炼界出征要比凡间简单的多，主要看个人实力，也不存在什么粮草辎重，压根都不需要什么准备。飞仙门那边包括元真、元圣、元殊等长老在内尽数被调动起来，萧坤、纪云等人也叫上了自己的徒子徒孙。而苍龙谷内所有妖尊之上的龙族全都集结完毕，这一数呀，妖王、仙王、魔王竟然有1000多位，其中飞仙门占了800多位，剩下的有100多位是苍龙谷的龙王。而妖尊、仙尊之上则有5万多名，大部分都是龙族的。即将出征之前，血迷准帝赶了过来：那个，我要不要跟着？这老兄很纠结，他不傻，并不看好这次出征，但现在住在苍龙谷，吃人家的用人家的，什么都不干，说不过去呀。一空撇了撇嘴：算了吧，就你们雀族那点战斗力。他正说不用呢，成哥忽然打断他：雀族很重要，全都跟着啊！全都要去啊！别说雀迷自己了，苍极、一空以及纪凌寒等人也全都愣了。这雀族本就不擅长战斗，雀迷准帝可能是最弱的一个准帝中阶，而除了他呢，雀族剩下的大部分只是金仙、玄仙、真仙层次。在这种2界大战中，这个级别连炮灰的资格都够不上。全场就莫尘、单太、三眼虎明白成哥的用意，这是要一支啦啦队跟着去助威呀。雀迷忽然有些后悔搭上苍龙族这艘大船了，这要是一个不好，雀族没准就灭族了。但当着这么多准帝的面，他也不敢拒绝，只能硬着头皮把一众雀妖全都喊上了，忐忑不安地跟上了队伍。大军刚刚开出苍龙谷，迎面就看到青龙谷的玄海飞了过来。成哥一看他乐了：哟，家人呐，来干啥呀？是来给我壮行的吗？玄海想到万妖大会被坑的经历，恨不得锤爆他，可惜锤不过。他气哼哼地说：哼，鬼才给你壮行呢！我爹派我来跟着你，你死了好歹有个收尸的。青龙大帝回去思前想后，还是觉得江城的底气来得莫名其妙，最终决定派亲儿子跟着观察观察，如果真能干出点什么，将来青龙谷也不至于落后。对他的来意，成哥其实心知肚明，但并不排斥，反正都是龙族。行啊，跟着吧。最终呢，这支拥有30位准帝的大军就此开拔，其中加上林宁，17位准帝出自飞仙门，7位出自苍龙谷，如此阵容啊，也算是异常强大了。尽管很希望成哥死掉，但真等他出发这天呢，2位麒麟大帝还是感到很不可思议。他们出发之后，地部之主正式出征的消息也迅速的传播开来。真的出动了，原来他的底气是飞仙门。飞仙门不是只有100多人吗？怎么突然多了这么多呀？
这宗门是个不安定因素，我原本就想铲除了他们，想不到这次他们主动送了上去，最好全军覆没呀。元祖古元大帝遥望着仙妖山方向，苍老的声音仿佛能穿透无尽的岁月。如果他的倚仗只是飞仙门那群准地魔王，那未免太小看仙界了。希望他真的能成为破局者，一潭死水的妖界需要改变了。凤族这边，冰凤、火凤两族的数位长老恭恭敬敬地聚集在冰凤大帝的身前。玲玲真的跟过去了？是的，沿途许多妖族都看到他了。冰凤大帝沉默许久，才面无表情。也罢，他本就是人类，且与仙魔两界有深仇大恨，这是他的宿命。可他若是死了，暗黄一族从此就灭绝了。暗黄一族本就稀少，仙妖大战时暗黄大帝陨落，这个族群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后来呢，孔雀一族争夺暗之规则的地位，更是将最后残存的10几名暗黄族裔尽数杀害。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林宁明明是人类，却极受凤族的重视，因为他已经是最后的暗黄了。我们是不是要派点高手去支援一下呀？冰凤和火凤的族老们并不希望暗黄血脉就此消失，他们甚至希望冰凤大帝能暗中保护一下。冰凤大帝缓缓闭上晶莹的双眸，声音飘渺似幻：不必了，这是新任地部之主的一场试炼，我若插手，便没有了意义。试炼？凤族长老迷惑不解。茫茫银海之上，银色的银，我没有读错啊。鲲鹏大帝缓缓吞吐着天地精华，宛若一片巨大的陆地在有节奏的呼吸。在他周围，鲲族和鹏族的准帝们同样也在谈论成哥出征的消息。这场试炼是做给我和白虎、冰凤、古元看的，他若能过关，我们会考虑支持他。鲲如恭敬地问：怎样才算过关呢？至少要顶得过无极洞天那3大仙帝的难关。一众准帝倒吸凉气，他们之中并无妖帝，这不可能啊！如果他创造不了奇迹，那凭什么让我们不顾如日中天的麒麟族而支持他呢？想要改变如今妖界的格局，他必须要做到不可能的事情。金鹏准帝皱眉：那如果他没撑过去呢？那他也死了，所有出征的都会被定为叛逆，给仙界那边一个交代。而后地部之主重选，一切重新开始。本集第441集，飞仙门的企业文化。如果成哥知道这帮妖帝的想法，一定会相当的无语。你们脸好大呀，还试炼，还做给你们看，呸，臭不要脸！哥们儿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试炼呢，我只是出去装一个叉好吗？成哥招摇无比，飞都懒得飞，缩小腰体乘坐着庞大的仙气行宫，一路美酒佳肴，歌舞相伴。左边金丝雀，右边百灵雀，左拥右抱，好不快活，简直就像是一场盛大的旅游，完全没有打仗的气氛。对此呢，莫仙人、敖阳、萧坤等人倒是一点不惊讶，反正呢，他老人家以前就这风格。纪凌寒、罗元等人却是忧心忡忡。这位苍龙大帝是不是太放松了一点啊？是啊，这天天待在行宫里，完全没提过一丁点作战的方略和计划呀。这样下去不行啊。纪凌寒和罗远、秦畅等人这些年呢，算是久经战争，他们深知这样很不妥。妖界边境有不少仙人幻化的探子，这一路毫无掩饰，对方对我们的情况了如指掌啊。是啊，声势太大，我们已经不可能藏得住了。秦畅扼腕叹息，错过了宝贵的突袭机会，要不然我们一开始可以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甘子怡抱怨：哎呦，这位苍龙大帝究竟怎么想的呀？陆凡也皱眉，他会不会打仗啊？不可如此议论苍龙大帝。纪凌寒的美眸中浮起了一抹严厉的色彩。他对我们有天大难情，无论做什么都不得背后诋毁。是，他的威望极高，众人连忙认错。但是这样下去也不行啊，我们是不是该提醒他一下？就怕他不高兴。纪凌寒和林宁也有些犯难了，那毕竟是大恩人，提意见也不能太直接。看到这一幕呢，墨尘、单太、魏淼这些知道江掌门身份的都有些待不下去了。你们这是在和空气斗智斗勇啊！印小雪呢，自告奋勇主动请缨。我去跟他说。你？我和那位苍龙大帝挺谈得来的。真的？纪凌寒回想起上次印小雪都直接坐到苍龙大帝手臂上搂人环里了，苍龙大帝也没说啥。那你去吧，千万不要冒犯他。放心吧，师姐，
我知道分寸。印小雪心说，到了那儿，那就不是简单的冒犯那么简单了呀。这可是难得的和江掌门独处的机会，关系更进一步也不是不可能的。然而呢，一来到程哥的行宫内，他的好心情荡然无存了。就见对面的江掌门左右两边呢，各有2名千娇百媚、身着彩衣的年轻女子，一个甜美可人，依偎在怀；一个娇艳欲滴，正在喂她吃鲜果呢。印小雪一眼就看出这2名女子呀，都是妖雀所化。掌门，你还真是很会享受啊！望着他那意味深长的表情，早已变回人形的程哥有些小尴尬，挥了挥手，让雀妖们全都先下去了。雪儿啊，有啥事吗？没什么，师姐和宁宁他们担心你太大意，会打败仗。他非常自然地坐到程哥身边，和他紧紧地挨在一起。哎呀，这有什么好担心的呀？反正你也知道我的身份，帮我多安抚安抚他们。怎么安抚啊？这很有我教啊。那我回去就告诉他们，你是江掌门，他们一定就放心了。他嘴里这样说，心里却在想，最好这辈子都别泄露。程哥有些头痛了。你闹什么呀？啊，不是说好了帮我保密了吗？那就要看我的心情了。紧紧贴着他坐着的印小雪似笑非笑地伸出了一双洁白的玉臂，缓缓勾住他的脖子，柔弱无骨的身躯大半都躺在了他的怀里。程哥深吸一口他的清香，平复了一下心情。你这是要威胁我呀？呵呵，我哪敢呢？掌门，你不就是好这口吗？在自己的弟子面前，程哥还是要点脸的，尽管心里很享受，表面还是很严肃。你胡说，本掌门向来作风正派。印小雪凑近他耳畔，轻声笑说：刚刚那2个雀妖凑的可比这还近呢。那不是大战在即，我稍微放松一下心情嘛。那就再放松一下呗。程哥感觉有些没面子了，就像是被自己的弟子捉奸拿住了把柄，而后被逼着让他轻薄自己。掌门的颜面何在？门派体统何在？然而心里呢又很期待，这是怎么回事呢？哎呀，真是拿你没办法呀！谁叫程哥是个诚实人呢？半推半就的，2人的关系眼看就要更进一步了。外面突然传来了仓吉和易空等人的声音：大帝，您找我们？听说你有大事要宣布呀？靠，他们怎么也来了呀？程哥连忙坐直了身子，整理了一下表情。印小雪也连忙起身，遗憾的先行告退了。望着他离去的窈窕背影，程哥的心在滴血呀。仓吉、苍穹、易空、墨央等7位龙族准帝鱼贯而入，看到印小雪离开，倒也没有多想。大帝，是关于此次大战的计划吗？这些天呢，他们也是内心不安。这出去打仗跟游玩似的，没有任何的安排。最离谱的是，到现在他们连进攻的具体目标都不清楚呢。如果不是大帝威望太高，加上屡创奇迹，他们早就忍不住要逼宫了。计划？程哥心说，我批个计划呀！到现在了，我也就去过一次仙妖界，还是路过而已。那个，我是想告诉你们啊，不用紧张，不用着急啊。关于这次的大战，我早就有了计策，但是呢，这计策说出就不灵了，法不传六耳，你们懂吧？装模作样，他很在行。仓吉、易空等龙面面相觑，随后长舒了一口气。我就说嘛，大帝如此反常的淡定，一定是山人自有妙计，你们还不信？哎呀，我早就看出来了，你看出个鬼，最急的就是你了。那既然大帝早有了计策，那我们就安心了。他们离去之后，程哥立即恼火地朝虚空抱怨：大姐，你懂不懂看戏份呢？哥才刚刚献出宝贵的初吻，你就喊来一群龙围观，你煞风景啊！啊，你知不知道打断别人的好事要遭天谴的？刚才并退了左右，这店内也就剩他和印小雪2人了。他也不傻，仓吉、苍穹等龙突然赶来，还说什么自己叫来的，一定是苍龙女帝暗中捣鬼。暗处的苍灵笑得幸灾乐祸：你被自己的女弟子要挟逼迫，会看你为难，所以才帮你解围吗？姐姐我呀，这可完全都是一番好意呢，你还不领情，太让姐姐寒心了。程哥差点被气吐血了。这就是我们飞仙门的企业文化，你们这些凡夫俗子不懂，下次没事别乱捣乱啊！本集第442集，地部之主，好大的牌面呢！女帝的语气那叫一个意味深长。是吗？原来你还期待着下一次呀？程哥懒得跟他斗嘴了。就这样，几天之后，这支庞大而又奇特的队伍也终于到了仙妖山下，大战一触即发。这仙妖山常年都是有双方驻军的，毕竟越接近顶峰，仙力和规则之力就越发浓郁，堪称洞天福地。所以呢，妖界有许多的妖王和准帝，平时也就驻扎在这里。对面仙界也差不多。程哥出征之前就搞得整个妖界上下一片沸腾，这仙妖山的驻军自然早就知道了。当他来到后呢，就4名准帝率着100多名妖王前来迎接。
见过地部之主，我乃黄叶境的境主白起。一名7位狐族准地中期降下云头，向他行了个礼。他身旁另外3名准地初期的妖族高手，分别是熊族、豹族、沙族。我乃黑旗岭的领主熊悟，我乃层云岭领主豹吞，我乃天波岭的领主沙荣。在这4位准地身后，那100多名妖王也纷纷参见地部之主。地妖令在手，所有准地在陈哥面前自降一级。看到对方行礼迎接，他还笑容可掬呢，觉得很有排面啊！哈，好。暗处的苍灵看他有些不明情况，又传音给他科普了一下。看来你对妖先生毫无了解啊！妖先生对面仙界那边有108000关隘，而我们妖界这边也有36000关隘，其中每个关隘都有1名妖王统领，每36关为一领，是以领主，由准地初期担任；每36领为一境，设一境主，由准地中期担任。御空之前就是一位境主。妖仙山分为左中右3大防线战场，每个战场下辖10多个境。我们目前算是左路战场范围，左路战场有5位准地后期，共同统辖，称为君主。君主？成哥对这称呼有些啼笑皆非，这怎么搞得和凡间的皇帝似的呢？苍灵揶揄说：“你还有闲心关心别人呢？自己被轻视都不知道？你可是地部之主啊，凌驾于所有准地之上的。按道理你亲自出征，别说左路战场5大君主，就连中路和右路其他君主，乃至仙妖山防线首脑，全部都要过来拜见你，接受你命令的。”啊，我竟然有这么大的面子吗？成哥有些惊累，自己打下的那个地部之主到底有多大的权力呢？想想一开始只是为了弄个合理的身份才混进了妖界嘞。苍灵悠悠地说：“你以为呢？妖仙山防线首脑、君主、境主、领主，全都是由万妖宫任命的，他们其实都算是你的下属。至于守卫每一关隘的妖王关主，甚至都不配由你亲自过问，一般都是下面自己商量着任命。只是你这家伙太懒太糊涂了，居然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大的权力。”成哥摸摸下巴，这么一想，自己确实被轻视了。不光没一个君主出来迎接，就连境主都只来了1个，领主也只来了3个，估计还是因为离得近不得不来。果然呢，熟知这其中门道的苍极、异空、墨央都怒了。左路战场5大君主呢？怎么才你们呢？那7位准地白起闻言并未惊慌，只随口敷衍2句：“还请地部之主见谅，最近战事吃紧，几位君主和其他境主公务繁忙，万一脱离了各自防区，仙界打过来如何是好？”狐族本就是麒麟族的铁杆盟友，尤其最近9尾大帝还莫名其妙地当上了天部之主，他自然不会把苍龙族当回事的。夜空冷笑：“哪有什么战事吃紧的？你当我没在前线待过吗？啊，仙界最多也就出动几个仙王骚扰一下，准地几亿年都不见得出手一次，我就不信他们会抽不出空来。”白起与另外3位准地相互望了一眼，这才不阴不阳地说：“你已经卸任了，前线最新战况你又不了解。”你一空正要发怒呢，成哥拦住他了：“哎，行了，咱们还是打仗的，也不是来视察的。”他又看向了7位准地：“所以你们现在归我指挥，没错吧？地部之主出征，所在战区必须无条件的听从调遣，随同出战。”白起看他没有发作，还以为他是不敢撕破脸，选择了妥协，于是心头越发淡定。启禀地部之主，由于个别防区吃紧，我黄叶境麾下36领，大部分领主都被调到其他防区了，目前能集结起来的只有眼下这些准地和妖王。这就算是睁眼说瞎话了。黄叶境麾下36领一共有36位准地，别说本就没有什么战事，就算是有，也不可能只剩下这3位领主和100来位妖王呢。成哥不置可否，只是反问了一句：“哦，所以呢？所以您能调遣的就是这些人马了。”一空忍不住了，怒不可遏地指着白起喝道：“你在胡说八道，这就是在给地部之主使绊子！”白起阴阳怪气：“一空，你可不要血口喷人呢。”另外那3名准地呢，也跟着帮腔：“就是叶空啊，你莫要再胡言乱语，我们上报天部也要求个说法，我们这般配合还被如此指责，太过分了呀！我们向来对万妖宫忠心耿耿，为前线流过血，为妖界卖过命，天部之主会给我们一个公道的。”话里话外在抬天部之主9尾妖帝出来压成哥呢。行了，
你们的忠心我充分的感受到了啊，不要委屈嘛，跟着我好好干，功劳大大的有。白起等4名准帝都懵了，他们原本还等着陈哥发怒，然后一点点的推诿，给他一些软钉子碰，让他没地方发作。这是上面5位君主的指示，反正呢就是尽量不配合他的行动，阳奉阴违，出工不出力，暗中使绊子。想想历届地部之主都是麒麟族，也知道这战局的首脑是哪个阵营的了，他们巴不得看到新任地部之主战败。结果呢，陈哥都没什么反应，这让他们准备的许多后招没地用了，只能满腹狐疑的跟着他一道上了仙妖山。一路上几个先帝还相互纳闷传音，他是装的吗？不像啊，我总感觉他似乎什么都不懂。不至于吧，好歹是地部之主呀，小心应变，尽量在后面保全自己，让他在前送死就是了。知道的，我们不会傻乎乎的冲上去。本集第443集，仙界的猪队友。大军很快一路开拔到了山顶附近，此时对面的仙界那边早已经摆开了阵势，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仙妖山本身就不能只当作山脉来看待，而是2界之间的一片庞大地域，长度近乎无边无际，每一岭都相当于一个小千世界的规模了。妖界黄叶境的山那边呢，是仙界的登元境，它的战区范围要比黄叶境小了5-6倍。这是因为妖界一个战区只下辖10多个境，而仙界高手云集，一个战区就分成了足足54境，虽然范围小了，但也是下辖了27岭。准帝层次看起来少了9个，战力其实比黄月境要强得多，因为他们的境主只有准帝后期才能担任，而领主中也有一些达到准帝中期。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硬碰硬的话，妖界这边的黄叶域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妖界地部之主亲征的消息他们早就得知了，而且在3天前就已经从方向上确定了被攻击目标是登元境，这比成哥自己知道的还要早呢。成哥直到此时登上山顶，看到对面才知道自己要打的是哪里。登元境的境主宇修准帝手持8阶仙剑，极品仙保护体。他还真来了，今天就是他的死期。他身旁另外2位准帝后期就像是索命的厉鬼，一身青色长袍都仿佛因为恨意而涌动。我派被毁之仇，必须要报。宇修准帝暗皱眉，对这2人呢，他其实有些无奈。这2位来自无极洞天，无极洞天7大准帝之前被陈哥干掉了5个，剩下这2位因为当时去紫霄台接中仙界的飞仙者，所以幸运的避过那劫。新任苍龙大帝就是罪魁祸首，这点已经不是秘密了。无极洞天那3位先帝忙于追杀陈州准帝，所以没能及时赶过来，而他俩则是早就憋了劲儿的要报复了。这次陈哥进攻方向被探出来之后，2人立即杀到了仙妖山，加入了这战。他们的加入让登元境这边实力大增，但也带来一些麻烦。宇修准帝，还不快进攻啊！不可，根据情报，对方30位准帝之中有足足8位准帝后期，而且对方那位苍龙大帝虽然传言只有准帝初期，但能力挫群妖夺到地部之主的位置，实力可想而知啊。2位无极洞天的准帝却不以为然，我们有3绝清虚阵，先帝下来一个都得死一个。就是啊，你为何要长他人志气，就那群未开化的妖族排里吗？3绝清虚阵确实很牛，尤其一群准帝主持的话，就算进来上百个准帝都能够消灭掉，这也是仙界和妖界差距的一个体现。人类修士在丹气、阵符等方面领域上的造诣，起码领先了妖族几百亿年。宇修准帝冷静说：“3绝清虚阵是我们的底牌，不宜过早。”怎么的？难道你怕了？还是说你要叛离仙界？听到这话呀，宇修准帝心头那个怒啊！这2人以前就没有来过仙妖山前线，但因为准帝后期的实力，加上无极洞天3位仙帝还在，他们的身份是不低的，打仗很忌讳这种外行插手。这里是我登元境，还轮不到你们指挥我怎么打。他话音才刚落，差点鼻子起歪雷，就见那2名准帝直接飞到后方准帝和仙王阵前，令旗一摇，战场风云色变。开战！布3绝清虚阵，众仙速速归位，各司其职，违令者斩。请先报。登元境这些准帝和仙王哪敢不听他们的命令啊？连忙一个个手持仙宝令旗，各自按照阵眼位置快速的归位。没过片刻，大阵布置完成了。再看那登元境的玉阶战场上空，飞沙走石，形成了黑白灰泾渭分明的扇形阴云。那云雾之中朦朦胧胧，看不出任何的端倪，只能感受到可怕的危险气息。3个阵眼中，2名无极洞天的准帝后期占据了黑白2面，灰色那面的阵眼还空着呢。宇修准帝，还不快快归位！
羽修准帝鼻子都气歪了呀！有你们这样的猪队友吗？知道怎么用大阵吗？会不会呀？正确的用阵姿势，要么先杀上去将敌人缠住之后再找机会布阵，要么诱敌深入将敌人引入特定范围再发动大阵，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的消灭更多敌人。像这样提前将最大的底牌亮出来，你当敌人瞎吗？看不到你的大阵的危险吗？傻子才会一头闯进来送死呢。然而现在他说什么都晚了呀，大阵加载 99% 了，就等他进入，总不能前功尽弃呀。于是呢，他只能咬着牙无奈进入大阵，组成了最后的阵眼。他这一进，黑白灰三色区域一阵流转，浑然一体，很快将整个登元境的战场覆盖，浩浩荡荡，地威如玉。成哥表示自己看呆了，许久之后，他才问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他们是在布阵吗？白起和另外3名准帝统领一脸的呆滞，有点怀疑他是不是在故意装傻。3绝清虚阵呢？他们虽然不会布置，但好歹知道那是什么。难道这地部之主连这都看不出来吗？成哥还真看不出来。他从系统得到了8阶炼阵术，可以说阵法造诣登峰造极，能做出9阶仙阵。但这种制作出的阵盘铭文和眼前无数仙人组成的战阵，它不是一个概念。苍极一脸凝重和忌惮。这是3绝清虚阵，此阵以登元境的地脉为根基，共有3大阵眼、27小阵眼、81个关节以及10800处杀气。此阵外生内聚，流转不息，能将布阵者的实力汇聚为3分，威力极大。而3大阵眼在关键时刻还能合力一击，更是恐怖之极呀！对方布阵的阵眼皆为准帝，那此阵即便先帝踏入，也只能保证全身而退，很难破掉啊。至于准帝踏入，十死无生。听他这么一科普，成哥明白了。这大阵就是将登元境地脉以及阵内所有准帝仙王仙尊的力量集中到了一起，然后分成了3份。你想想看，这么多力量集中到一起，无论轰谁，那都是灭顶之灾呀。这仙界有2把刷子呀！成哥手动给对面点了个赞，搞得白旗4位准帝又忍不住想吐槽了：你到底哪边的呀？那么请问，这么强烈的大阵，以前都是怎么破的啊？那个胡靖主啊？白起愣了愣，随后才反应过来，问自己呢，顿时一脸便秘。他娘的，老子虽然是胡族，但我不姓胡呀！本集第444集，还真闯进来啦！面对地部之主的询问，白起还是不得不答，只能闷闷说：“我们要血杀妖台，可短暂增强全体妖族的血脉之力和妖体强度。”那还不赶紧寄出来让咱开开眼呢？这血杀妖台我们黄叶岭没有啊！成哥一听这就知道是推诿了，不过呢懒得说什么，本来就是打算独自装叉的，也没指望他们。一旁的一空忽然说了：“其实这大阵不能脱离他们登元境的范围，所以他们杀不过来，而且布阵本身对他们是有消耗的。只要我们现在这么观望等待，他们迟早会撑不住。”后方罗远、萧坤等人也笑了：“是啊，我们完全可以不上，就这么耗着。”对面真是傻了，你这么早就把阵法布置出来了，我们完全可以看戏呀！成哥恍然大悟，原来大阵还有这种缺陷呢。不过呢，他可不想等，按照仙界那些仙人的尿性，随便等等，没准就是等个几百上千年了。难道就不能攻击吗？对方摆开了阵势，我却要避战，完全不符合我地部之主的高大形象啊！眼见他磨刀霍霍，大有一波 A 上去的架势。苍极、苍穹、纪凌寒、罗元等人差点无语了，连忙纷纷上前挡架。大帝不可呀！这攻上去自投罗网，任何准帝都不可能在这大阵中活下来呀！我们会死伤惨重的。等个3000年，这大阵自溃，到时候我们一起冲杀，自可获胜。陈哥心说：等3000年啊，黄花菜都凉了。我一决，还不等苍极再次劝说呢，白起第一个跳出来支持了。地部之主所言极是，面对敌人畏首畏尾，堂堂妖界岂能如此软弱？他是希望陈哥打个大败仗的，最好这边苍龙谷和飞仙门全军覆没。至于妖界输了这战，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死的不是狐族和麒麟族阵营的，他巴不得陈哥冲上去送死呢。另外呢，熊、豹、沙3大准帝也连声附和。对，应该去攻击呀！地部之主豪迈，英武不凡，妖界楷模呀！成哥大悦，随后抛出一个让他们差点吐血的提议。那要不你们和我一起冲上去破阵呢？白七七说：“我可不想死。”连忙摇头摆手：“不了，我们不合适。”是啊，俺们才准帝初期撼动不了大阵，
而且我方阵地关隘需要守卫，万一对方其他境主趁机偷袭我们的后方，那岂不是自乱阵脚啊？啊，你们说的也对，那你们就回守家去吧。这么好说话吗？白起大喜过望，他原本还以为这地部之主会逼着自己一起冲锋陷阵，那样还得想着怎么保命呢。没想到他给自己安排了一个在后方蹲守的任务，完美呀！你们就在前面慢慢送死吧，我们不会给你们收尸的。他差点脱口而出说了一声谢谢啊！谨遵地部之主的命令啊，快回去守家了。一直到他们退回妖界那边，成哥才摇头，他何尝看不出那帮人的念头，只是懒得拆穿而已。好了，接下来你们就在这等着，我先去破个阵。破阵之前，任何人不得妄动，违者军法处置。破阵之后，你们全体掩杀过去。人族那边姬凌寒为主，墨尘为辅；妖族这边苍极为主，敖阳为辅。务必要配合得当，最后抢到的战利品都归你们自己，就看你们能杀多少了。此时的他哪里还有半分糊涂呀，完全清醒无比。而这番话一出，墨尘、敖阳、萧坤、牙鼠王等全都喜出望外。果然呢，掌门又要开始装不是，又要开大招了。什么破不掉的阵，必死的局呀？那既然他开口了，那就一定能办到。跟在他后面捡便宜就行了。然而苍极、一空、纪凌寒、林宁、罗元等人就无法完全淡定了。大帝千万不要冲动，不能乱来呀！你们大帝我大帝呀！成哥面色一沉，别阻挠老子装叉。随后呢，他独自一人就杀了上去。苍龙之身速度多快，血脉点燃，英魂堆起，他一刹那就一头扎进了大阵了。对面阵中的羽丘准帝原本都已经将无极洞天2名准帝的祖宗18代都感谢了一遍，这明摆着的大阵，傻子才会冲进来送死呢。现在呢，本方大阵摆开了，骑虎难下了，对方以逸待劳，掌握主动，那还打个屁呀！然而就在他绝望之时，就察觉到大阵陡然一晃，就像一颗巨石被扔进了湖水，哗嚓嚓嚓嚓嚓嚓嚓，湖面荡起了大片的涟漪，整个大阵都因此而加速了运转。作为3大阵眼之一，他立即发现了入侵者的身份——苍龙大帝。哎呦我操！自己没看错吧？他差点忍不住要揉揉眼睛了。这摆开的必死大阵，还真的有人往里面闯吗？而且还是对方的主帅地部之主啊！成哥闯进的是3绝清虚阵的灰阵，这里是羽丘准帝的主持范围，可把无极洞天2名准帝后期给急坏了呀！快杀了他呀！快，他是首恶呀！去！羽丘准帝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令旗一摇，被隐藏在阵法空间中的高手们尽皆收到号令。灰阵之中9个小阵眼的准帝率先催动了规则烙印，而后27个关窍上的9品仙王齐齐催动仙国，3600名其余仙王和9品仙尊向着各自的关窍所属，疯狂灌注着自己的仙力。圆灯镜的地面在这一刻竟然飞快地蜕变成了亮银色，而后变成了金黄色，就仿佛铺满了金砖。那是地脉在这一刻也因为力量调动而亮了起来。远处苍极望着这一幕差点疯狂了呀！大帝呀！苍穹、一空、墨央等龙族都要崩溃了呀！如果不是刚才成哥的命令，他们现在恐怕都忍不住要冲上去了。一时间，苍龙谷所有龙族齐齐发出悲鸣，他们仿佛看到了大地陨落那一幕。一旁悠闲梳着额头那缕毛的三眼虎撇撇嘴，真是一群没见过世面的龙啊！咱早都习惯了好吗？此时此刻，江掌门面对的已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庞大的族群。这大阵并不是幻阵，他第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目标羽丘准帝，于是呢，他很自然地迎了上去。羽丘准帝挥剑斩落，孽畜受死！虽然没有10个烙印规则，但这一击在这么多准帝仙王仙尊的合力加持之下，蕴藏的规则之力却已经远远超过了任何一名准帝的极限。可以说呀，这已经无限接近于先帝的规则化身的威能了。第445集，欺骗战阵。孽畜这个称呼点燃了成哥的怒火，他直接火力全开，49道规则烙印齐上，悍然迎上。我戳你大爷！规则的洪流相互碰撞，成哥的规则烙印瞬间溃散，但很快下道烙印又补了上去，一道接着一道，宛若连绵不绝的浪涛啊！一直到第49道用完，对面那被无限加强的规则烙印终于溃散。这一切发生的极快，短短瞬间，整个大阵竟然剧烈震荡了49次。在这一刻，阵法外围那些不断稳固阵型、为大阵和地脉加深联系的仙尊们，差点被震出大阵。苍龙之身第一次出现破损，几片龙鳞被打落，血迹渗了出来。而原本胜券在握的羽丘准帝更是七窍流血，差点无法稳住阵眼。他的心头狂震，简直无法相信这是真的呀！这可是3绝清虚阵呢！
以准帝为阵眼的三绝清虚阵都可以和先帝过招了，只是攻击一个目标，不但没有杀死，自己还受到重创了，简直难以置信。在此之前，他听说了陈哥灭掉无极洞天，也知道他成了万妖大会头名，是地部之主，对他的实力提前有了极高的心理评估。然而等真正碰上了，他还是彻底被震惊了。这还算是准帝吗？世间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强的准帝呢？如果不是陈哥没能成为龟子的化身，他甚至都要怀疑这是一尊妖帝了。助我，合力啊！他再也没有之前的必杀信心了。这地部之主光凭着自己这个阵眼根本抵挡不住，甚至可能会因为他的持续轰击导致三绝清虚阵溃散一面。另外2处阵眼，2名无极洞天准帝早就等不及了，他们恨不得亲自斩杀陈哥。听到宇修准帝的呼唤，立马选择支援。下一瞬，当陈哥再次悍然攻击时，他面对的已经不再只是灰面，而是灰白黑3大阵眼，一共30位准帝、数百位仙王、上万名仙尊以及地脉的合力攻击。毁天灭地的攻击之下，一头巨大的苍龙盘旋而起，在那恐怖的规则海洋之中反复冲杀，旋即又被不断冲刷身体。49枚规则烙印，这次终归是没能抵挡住那剧烈的轰击。大阵爆发出了比上次猛烈数倍的震荡，让人怀疑是不是整个玉界战场都要翻转过来。大阵深处，那些负责沟通阵法和地脉联系的数十万仙尊齐齐突袭，被震得出了阵法的范围。虚空中仿佛能看到一道苍龙虚影一闪而逝，最终消散于无形。剧烈震荡的大阵渐渐地平复下来。然而刚刚那一击已经让81处关窍上的9品仙王们头晕目眩，仙国极度不稳，险些影响根基。而那10800处杀机上的仙王和9品仙尊更是当场吐血，元气大伤。三绝清虚阵强是强，但不是没有代价的。为了绞杀陈哥，他们用出了大阵的极限威能，不过他们也算成功了。大阵内2名无极洞天准帝后期扫视全场，再也感知不到陈哥的生命气息。哎呀，死了吧，死了！首恶一出，掌教真人，你可以瞑目了。我无极洞天血仇终于报了，不，只报了一半，对面还有帮凶的。不错，全部诛杀！听那俩又哭又笑的如同疯子一样的嘶吼呢，宇修准帝一脸无语。他对于战场专业人士正忙着吃药调息回复，哪有那么多时间感慨呀？而且想杀其他帮凶，你得人家愿意主动进来呀。目前对面剩下的敌人还都留在原地守株待兔吗？对面的苍极、纪凌寒等人看不到陈哥在里面发生了什么，只能看到大阵因为他的进入而产生剧烈震荡。那时他们震惊无比，还从没见过谁能独自将三绝清虚阵打成这样。不过此时呢，大阵平息了，之前被震出去的数万仙尊们又纷纷归位，重新将大阵组织起来。大帝还活着吗？瞅着他们的焦急不安的样子呀，躺在虚空中的三眼虎抬抬眼皮。哎呀，老苍龙啊，你是真没见过世面呢。这种场面对陈哥来说是小意思啊，咱们就在这坐等他装叉就行了。他的屁话，苍极、苍穹、异空等肯定听不进去。不过纪凌寒、林宁却泛起了一丝狐疑。三眼虎为什么对苍龙大帝有那么大的信心呢？而且称呼怎么那么亲密呢？好像特别熟悉的样子呢。另一边，刚刚被阵法轰杀的陈哥听到了系统提示，宿主被杀，正在检测敌人实力，安排复活方案。宿主获得乱阵令一张，受持此令可欺骗战阵。哎，这是什么鬼名堂？陈哥表示自己完全搞不懂，欺骗战阵就能干掉那么多的敌人吗？不会还要自己一个一个的杀吧？宿主复活，系统没给他更多解释。活过来之后，他就发现自己的龙爪握着一枚似玉非玉、触感挺圆润的透明的令牌。从这令牌上，他也没感觉到什么不同啊，并没有和这大阵建立任何的联系，更没有神奇的将这大阵变成由自己来控制。系统应该不会坑自己吧？他还活着？什么？这不可能！他再次出现在大阵内，自然是第一时间就被宇修准帝发现了。而无极洞天的2名准帝更是差点发狂了。再杀了他！宇修准帝原本还想再观察一下，毕竟这太蹊跷了。江城明明应该死了，就算不死也不应该像现在这样毫发无伤啊。但无极洞天2位都已经直接选择了合力一击嘞。黑白2大阵眼迅速的运转起来，那边的准帝、仙王、仙尊也全都被调动起来，他们不得不配合。面对着全力一击，陈哥差点把系统全家都问候了一遍呢。你给哥开了挂了，你为啥对面一点变化都没有呢？而我也没有增强一丁点实力呀，这要是被击中，不还得死吗？他一边一股脑将那49道规则烙印轰出，一边高举了乱阵令。快显灵吧，显灵吧，天灵灵地灵灵，不要玩老子了！
或许呢是这句咒语起了作用呢，下一瞬间恍然中他听到一段飘渺的系统提示音：欺骗成功，三绝清虚阵错误的将你当成了大阵的一部分，主动帮你承担了本次攻击。哦吼，大阵帮自己承受一击，嚯，乐子大了啊！成哥都来不及多想，49道规则烙印已经像上次那样被击溃了，对面内击也正式轰杀到了他的身上。随后呢，大阵内部爆发了一场足以毁灭无数小世界的轰然爆炸。身处大阵主阵眼、小阵眼、关窍、杀机位置的全部仙人，在这一刻遭受到了致命的打击。本集第446集，三眼虎请求出战。这全力一击是他们汇聚自身力量，再利用大阵增幅轰出去的。他们此时就是大阵的一部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大阵被欺骗后，将成哥当成了要保护的对象，主动帮他承受这一击。所以现在呢，这一击也必须由他们自己来承受，这就等于是自己的攻击自己来打。这致命一击就连先帝都要退避，连成哥都能杀死，何况是他们呢？也幸亏他们人多呀，大阵攻击分散了许多，要不然在第一瞬间就会死的渣都不剩。不过造成的后果依旧是近乎毁灭性的。雨修准帝和无极洞天两位准帝后期同时狂喷鲜血，规则之力的反噬让他们与规则烙印的联系暂时中断了。27处小阵眼中，中期和初期的准帝们情况更糟，仙骨根基都被动摇了，仙体出现了一处处裂纹，恐怕没有个几亿年都恢复不过来。而81处关窍上的9品仙王们更是惨不忍睹，一个个仙国崩坏，变得奄奄一息。至于10800处杀机位置的其他仙王和仙尊，已经尽数当场陨灭，化为齑粉。情况最好的反而是那些负责维持大阵和地脉联系的数十万仙尊，他们并不属于大阵的一部分，所以大阵帮着挡攻击时，他们并没有被牵连进去，只是呢再次被震出了阵法范围。成哥有些小后悔呀，早知道刚才自己干脆不挥出那49道规则烙印了，那样完全放弃抵抗的话，这帮人承受的攻击会更大，变得更惨。不过这已经够了，因为每个位置都遭受到了重创，加上大阵本身也受到强烈反震，这座威力极强的三绝清虚阵也开始崩溃。远在后方焦急无比的苍穹、苍极、纪灵寒、林宁、罗元等人看到前方突然出现的巨变，一声巨响震耳欲聋，整个登元境都在山崩地裂。原本亮起的地脉熄灭，金色的大地很快变得暗淡无光，高空中无数规则乱流相互碰撞，透着无尽的毁灭暴虐气息，旋即消散于无形。大阵消失，一地受到重创的准帝仙王呈现在众人眼前。除此之外，还有成哥那漂浮在半空毛都没掉一根的苍龙真身。玄海下巴都被这一幕惊得掉下来了呀！破了，三绝清虚阵竟然真的被大帝破了！大帝威武！这怎么可能呢？这大阵由30位准帝和数百位仙王主持，寻常仙帝碰到都只能保证全身而退，想破掉千难万难。换成他爹青龙大帝或者冰凤大帝那样的远古生灵，才有可能凭一己之力办到吧？但苍城那个害群之马才准帝初期呀，他原本还以为他会一瞬间就被大阵轰杀，一直都等着看笑话呢。无论他还是苍极一空莫央，全都被这彪悍的战绩给震懵了。躺了半天的三眼虎一看成哥已经把大阵轰散了，那些个准帝都受了重创了，实力连3成不到，这还等什么呀？他呼噜一下翻起了身，以最快的速度杀了过去。哥呀，哥，我来助你了！哥你别怕啊！三眼烈虎大帝请求加入战斗。这话音还没落呢，他已经杀到雨修准帝的面前了。杀戮规则一开，砰砰砰一顿暴揍。咱们兄弟齐心，齐力端击啊！成哥一听这话，鼻子差点起歪了呀！他娘的，你捡便宜可以，反正本来呢也就给你们留的，对吧？让你们捡，你管你这嘴咋这碎呢？我什么时候怕了？你又什么时候成大帝了呀？我出大力装的叉，你沾点光就算了，你非得蹭点逼格，你能不能好了呀？紧随三眼虎之后就是牙鼠王、战猴王、山羊王这3位，那反应那叫一个快呀！与此同时呢，敖阳也飞快下令，大阵一破，出击！苍龙谷的龙族如同出闸的洪流席卷而下。人族那边，萧坤、纪云、吴缺等人也早就迫不及待地找上了那些奄奄一息的仙王。莫尘一看，纪灵寒也被成哥的表演惊呆了，连忙吆喝了一声：“快点儿，再晚连汤都喝不上了！”飞仙门弟子呼啸而出。本来没有大阵的情况下，登元境的仙人整体实力就不及苍龙谷和飞仙门这边，何况这大阵一破呀，他们全都遭到了反噬重创，更加抵挡不住。成哥一马当先，一通乱杀，给大家表演什么叫做杀人夺宝的正确姿势。刚才他用了一次49道规则烙印，目前状态呢也有所下跌，但没有受伤，依旧还是全场战力天花板，杀到哪里哪里就人仰马翻。
2名无极洞天准帝后期被他轻松斩杀。到最后呢，成哥其实还不知道他们的身份，这俩人也算是自作多情了一回。而宇修准帝死在三眼虎的爪下，至于其他准帝被战侯王、牙蜀王、苍吉、苍穹、纪凌寒、林宁等挑上，一个都逃不掉。仙王都不够分的呀，余下的飞仙门弟子和苍龙谷的龙王，有的只能杀进那数十万的仙尊阵中。这场战斗对他们来说太轻松了，完全就是一面倒，对面压根儿没什么抵抗力。而此时退到了妖界这边阵地的狐、熊、豹、沙4位还在等着成哥的死讯呢。他们会不会一直等下去啊？应该不会吧，那地府之主傻得很，绝对会忍不住攻上去的，他死定了。而没过多久呢，他们也听到了一声巨响，就连山的这边都被震动了。发生什么了？狐、熊、豹、沙4大准都有些迷糊。应该是打起来了吧？就算打起来，这声势也太大了，难道山的那边被掀翻了吗？他们早早被成哥遣了回来，都不知道之后的情况了。谁知道呢？耐心等好消息就是了。应该是3局清虚阵全面发动了吧？哎呀，这下他们真的是死无葬身之地了。没过多久，一名在前方冲大耳目的妖王飞奔着闯了进来。大圣！狐族白旗准帝没反应过来呢，听到大圣2字还大喜过望。苍城死了，熊豹沙3位准帝也腾地围了过来。他怎么死的？快说说，详细说说。苍龙谷和飞仙门全军覆没了没有？那赶回来的妖王一脸无语，拜托呀，我说的是大圣。不知道你们看地府之主不爽，判他死，但脑子能不能清醒一点啊？我方大圣，3绝清虚阵被地府之主亲自破了，东元境敌方溃败，仙王之上全军覆没。这妖王还是很激动的，毕竟是妖族的一员，击败了仙界，他没道理不兴奋呢。只是呢，这狐、熊、豹、沙4位准帝就像被雷劈了一样，当场差点昏过去啊！你说什么？我方大圣？这怎么可能呢？苍城能破掉3绝清虚阵？我不信，你谎报军情吧，脱腿斩了吧！那妖王很无辜，我没撒谎，要不你们自己上前去看吗？本期第447集，仙界怎么这么不耐打呢？白旗和另外3名准帝带着一众妖王小心翼翼地回到山顶，朝着对面一看，好家伙喂，对面战场都变成废墟了，横须竖八的，还能看到一些仙人的尸身。地部之主率军一路杀了过去，用不了多久，登元境就要被他们彻底的荡平了呀！怎么会这样呢？白旗准帝浑身一软，仿佛死了爹一样，差点从半空跌落。他呆呆望着远处，依稀能看到滚滚冲天的妖气，足以证明妖界这边大军是何等的势头。顿时如丧考妣，抱怨起来：“哎呀，3绝清虚阵怎么这么不耐打呢？登元境不可能这点实力呀！宇修准帝我们都照过面了，实力不是深不可测吗？”回望熊豹沙3位准帝，那3位也是一脸木木的点点头。到现在他们都消化不了这个消息啊。不过老大呀，咱能不能在僻静处抱怨呢？后方还有那么多妖王妖尊呢，你这样公然的盼着己方妖界打败，过了吧？这可真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呀！啊，对，我方战胜前所未有，值得庆祝。3位准帝嘴上这么说，肚子却像填满了黄连，苦水都快冒出来了呀！这算什么呀？啊？究竟是怎么赢的？白旗准帝完全是内心接受不了，不应该呀，这不是自己期待的局面呢。四周有好几位妖王当时在前线，于是一五一十将所有看到的都说了一遍。真的是独自破阵的，4大准帝满面的失魂落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惊恐，成哥的实力把他们吓到了。他不会是妖帝吧？那不可能啊！如果是妖帝，那他根本不用参加万妖大会，直接就是天不成元了。离谱，这事都能办到，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了？还能怎么办？向上报吧，看看几位君主怎么处置。很快，地部之主的出战告捷的喜报就被送到了左路战场高层指挥部。得知这战报之后，5大君主都懵逼了。这战报是假的吧？白旗传上来的只会缩小，不可能夸大。该死，他怎么能做到这种事情呢？这5大君主全是上任地部之主麒麟族安排的，自然也全都是麒麟阵营的。他们骨子里就不想和仙界开战，生怕撕破脸，将来扛不住仙界的怒火。另一方面，也盼着苍龙族和飞仙门覆灭。如今这结果让他们无比失望。我们不能再继续观望下去了。就在5位居主讨论战局的时候，成哥也带着飞仙门和苍龙谷以最快的速度一举荡平了登元境27岭。仙界每岭是27个关隘，可以说是步步难关。
这些关隘全都布了禁制和先阵，堪称一座座堡垒。如果有先王把守的话，那即便准地也很难摧毁。不过之前那场大战，宇修准地将麾下先王全都集中到了前线，一场大战死得干干净净。关隘没有高手主持，清剿起来毫无压力。杀到第一个关隘时，他就发现这里面大有搞头啊！因为每个关隘的禁制和先阵下方都有一颗地缘石，这东西成哥原本不认识，但是在谢统商城他见过，在谢统的售价高达8000万功德一颗。关隘内的守军早就被清扫一空，他如获至宝的将这地缘石收起，随后呢，打算卖给谢统换功德。结果谢统显示的回收价居然只有2000万功德。我靠，能不能黑点啊？能不能再黑点？4倍差价呀！宿主可以选择自己使用。谢统的态度是硬邦邦的。陈哥心说这玩意儿使用来催动先阵和禁制，当成能量根基使用的，那我要它啥用呢？不过呢，成哥这脾气既然用不上，那就用来提升仙国吧。他的仙国目前还是羽化层次的，主要是悟道仙术和992道主规则的仙国底蕴太厚了，想升一级太难了。羽化层次在准地阶段谈不上弱，也算是平均水平。一颗地缘石扔进去，仙国还真的起了变化，而且变化还不小。成哥仔细一看，这一颗地缘石差不多等于投入一件8品仙器的效果，而8000万功德在系统还兑换不到8阶仙器呢，这就很划得来呀。登元境这一境有足足792个，不是729个关隘，如果每关都有这么一颗地缘石，那自己升到登仙层次指日可待呀。他立马传话了，我告诉你们啊，其他战利品就算了，地缘石必须上交啊！苍龙大帝的命令，飞仙门、苍龙谷谁会违抗？命令一下，立即就迅速地传到了各支小队，所有人都自觉地遵守执行，甚至主动将地缘石送到江上门的手上，服务堪称周到。5天之后，登元境27岭已经被彻底清扫一空，729关尽数被拔除，就连阵盘什么的都被飞仙门和龙族搜刮一空。自此，仙界算是正式失去了登元境这个庞大战区，将来就算能打回来，也要耗费力气再次修建据点。而这5天呢，前线的消息也传遍了后方的妖界上下，于是整个妖界都沸腾了。出战告捷，长驱直入，攻下登元境，仙界30名准地陨落，地部之主单枪匹马攻破3绝清虚阵，我方无一伤亡，100亿年来前所未有之大胜，地部之主不愧为最强准地，等等等等。也就是妖界没有热搜啊，要不然呢，现在恐怕成哥的名字会稳稳地占据热搜榜第一啊，不对，是直接覆盖几十个热搜。妖界各族来往是很密切的，有不少互相交易的聚集地，而在这些群妖荟萃的地方，讨论的更是如火如荼。哎呀我呀，哎呀我操！这个攻下仙界一个境，还斩杀准地后期的境主，我们对仙界很久没赢过了吧？这次绝对是大胜啊！太强了，地部之主为我妖界扬威了呀！与高层瞻前顾后不同，底层妖族的想法很朴素，他们只知道仙界和妖界是世仇，所以呢，击败仙界那就是扬眉吐气，而能击败仙界的那肯定就是英雄。彪悍！之前谁说地部之主出战是出丑来着？我可没说啊，我一直看好他的。我听说你们鹤族的地部准地当初还拒绝出兵，你怎么好意思站在这呢？那关我什么事啊？我又不是他。我们虎族就不一样了，3眼准地据说亲手斩杀了宇修准地，哎呀，那可是登元境的境主呀！羡慕呀，虎族算是这次露脸了，不愧为强烈族群。我们元族也是，战侯准地也出战了，据说也斩杀了一位准地呀。本期第448集，成哥的目标。不知不觉间，妖界各处的议论变成了一场攀比大会。猿族、虎族、凤族、羊族、鼠族，因为各有一名准地跟着成哥一起出征，还都斩杀了仙界准地，顿时就水涨船高。这些族群的妖现在走在外面，那头都能昂得比别人更高了。而孔雀族、狐族、狮族、虫族、鹿族、鹤族这些当初在地部开会时拒绝出战的族群，无一例外遭到了群嘲。这龙族呢，那已经是走在外面，会有其他妖族主动请客的地步了。苍龙族如今成了龙族之光啊！2位麒麟大帝得知这些消息，气得差点想去前线助仙界一臂之力了。这仙界平时那么强，这会儿怎么这么不经道了？堂堂一境全军覆没，太荒唐了！竟然连个苍龙族都干不掉，无能啊！以苍城的实力，不可能毁得掉3绝清虚阵，这里面肯定另有隐情啊！无妨，说了这次，仙界下次必定会派更厉害的阵仗。无极洞天3位仙帝迟早会过来收拾他的。
攘外必先安内，不是吗？对他们来说呀，外面的仙界是可以共存的，而成哥这个地部之主才是会威胁到他们统治根基的内部最大祸患，必须得除掉。而在其余的各大族群，几位大帝同样也颇为惊讶。古元大帝望着仙妖山的方向，嘴角缓缓露出一丝笑意。独自破掉3绝清虚阵，看来他比我预测的还要神奇。莫非这一次这个小猴子真的选对了？虎族这边，白虎大帝一直在沉默，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一直到第二天，虎族一批高层被他召集过来。而在凤族，冰凤大帝也将之前万妖大会不幸被淘汰的姬林和赤烟全都召到了身边。你们这段时间准备一下。准备什么？准备加入地部之主的出征队伍。啊！银海之上，鲲鹏大帝花了许久才消化掉成哥的壮举。大帝，他这次算是通过试炼了吗？不对呀，能破掉3绝清虚阵，那真的太逆天了呀！俺族是不是要支持他，跟他一起出征了呀？这段时间，那几个出战的部族着实狠狠地露了一把脸，他们都有些按捺不住了。但鲲鹏大帝却是摇摇头，不，还没到时机。真正的考验在先帝那关，只有扛过了先帝，才能证明他有屹立不倒的资格。再等等吧。此时的前线，成哥已经荡平了登元境，729个关隘中，他一共得到了467颗地元石。用到450颗时，他的仙国终于从羽化升到了登仙层次。从仙国中能调动的力量变得更多，实力更进一步。而登仙层次的仙国也算是准帝后期的平均水平了。麾下飞仙门和苍龙谷再次兵合一处，人人都喜气洋洋。这一仗打下来呀，许多人直接又换了一身装备，丹药、仙晶、阵符以及各类典籍的收获都有。而龙族和其他妖族虽然用不上人类的仙器仙宝，但将来也可以和天书阁兑换妖族的宝物。暗处的苍龙女帝看到苍龙族收获颇丰，心情也欣慰了。真难得呀，你居然能让他们上交这些战利品。他对江城无力不洗澡的风格呀还是很了解的。成哥总结，飞仙门和苍龙谷都是我自己人，我没理由不照顾的。如果换成其他人呢，那就另当别论了。是吗？看来你转性了呀。并不是，我只是希望他们中出现更多的准帝。说到这儿呢，成哥摇了摇头，纠正了一下，啊，不是准帝后期。准帝后期？苍灵一怔，随后差点惊呼了。你难道是想要让他们将来成为新的先帝和妖帝？为什么不呢？成哥望着远处有说有笑的印小雪、罗远、单太、林宁等人，神情渐渐变得严肃。这群弟子从前一直被我带着，缺乏历练经验，可以算是仙界野心最低的那一类了。你听说过一个门派有了上千位仙王，足足占了中仙界一半，却只固守一城一域吗？他没等苍灵回答，就继续说了。几千万年前，他们怀着寻找到我的期望来到上仙界，对外依旧没有什么野心。然后他们遭到了仙魔两界赶尽杀绝似的联手围剿，只因那些仙帝和魔帝认为他们迟早会威胁到自己的统治。他轻吁了一口气，无声地笑了笑。既然如此，那我就让他们的担忧变成现实好了。仙帝和魔帝也该换一批了。盘点的那些丰厚收获，苍极、异空等笑得嘴都合不拢了。这可是以前上百亿年都搞不到的好货色，可以换好多的修炼资源了。就连苍穹也难得的露出一丝微笑。大帝呀，我们什么时候班师回去啊？这一获胜，我们苍龙族的威望绝对提升了一大截呀！大帝的实力真是深不可测呀！回去？回哪儿去啊？这才刚出来，难道你们就思乡心切了？那倒不是，只是这仗打下的地方已经够大了，我们也站不住呀。我又不打算占领这里，我可不是来攻城略地，为妖界开疆拓土的。咱只是为了抢仙界的修炼资源，就这么简单。这里就算将来被仙界夺回去，那也不关咱们的事啊。那我们当然是继续出征，打到哪儿算哪儿，怎么能这么容易的满足呢？还要接着打吗？战猴王、牙鼠王和萧坤、纪云等人倒是狂喜无比。刚刚那轻松的一仗就已经让他们的个人资产直接翻了1倍，那再继续打，那岂不是直接上天了？苍极、苍穹等龙族却有些担忧了。以前和仙界的争斗都是小打小闹，这一次一举灭掉30名准帝，绝对捅破天了。仙界那边不可能没有报复手段。原本还喜滋滋清点收获的玄台有些慌了。还打？老兄，见好就收吧，再打下去，我们迟早会遭遇到真正的仙帝的。成哥剜了他一眼。你要是怕了，以后自己回去啊！回去？玄海摸了摸手中闪闪发光的仙宝，有些纠结了。这要是回去了，那后面万一又打胜仗，那好处就没自己的份了。想到这儿呢，他脑袋一扬，哼，我才不回去呢！
你不是怕先帝吗？想到先帝的危险，玄海又发怵呀。不过仙气仙宝的诱惑，终究是战胜了恐惧。他傲然说：“哼，作为青龙一族的战神，我向来视死如归。再打几场，等打不过的时候再溜也不迟啊。就你还战神呢？”一旁其他龙族暗暗撇嘴啊。本集第449集，你想的还真美。成哥何尝看不出这活宝的想法呀？不过好歹是青龙大帝的儿子，唯一一个不算嫡系却还是加入战斗的，也算是难得了。给个面子让他蹭蹭也没什么。上次赌约坑了人家那么多的仙气仙宝，好歹让他赚回点啊。他这一声令下，大军继续向着下一站连峰境进发。大军前行，三眼虎凑了过来：“哥，哎哥，你等我一下。哥呀，下场能不能给我露个大脸的机会呀？让我狠狠扬名一下呗啊！”看到他那舔着脸惨笑的样子呢，成哥差点被气消了。咋的了？上场把雨修准帝都给杀了，你还嫌不够啊？你还想怎么装啊？是这样式的啊，下场破阵时，你能不能带着我一起进去啊？啊？啥意思啊？你不会是想让外界都以为是咱俩联手破的阵吧？啊？他娘的，老虎不要脸呐！功劳都得分你一半吗？没有，哥你误会了。那个我是希望你破开大阵之后，就歘闪到一旁藏起来，让我独领一次破阵的大功。那这样的话，我就彻底扬名了。那白虎大帝那家伙也会被虎爷震得是屁滚尿流的呀！还有，哎，妖界那些小妖精啊，哎呦，他们肯定都得视因为偶像，哭着喊着要抱我，要泡不是啊，你懂啊？成哥看他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恨不得一巴掌拍死他呀！那你怎么就想的那么美呢？我出力你装叉就算了，你还要独自装？梦里什么都有。看他不答应，三眼虎抱着他的龙腿苦苦哀求：“哥，哎呀哥呀，你别这样式儿，反正你也不缺这场功劳，对不对？再说了，那妖女也不符合你的喜好，对不对？你也不需要他们的崇拜和追求啊。”那他很了解我呀。成哥咬咬牙，冷冷一笑：“可以吧？那下场就这么办了。”真的呀？那还能有假呀？哎呦，哎哥呀，你真是太疼我了！我三眼虎感动的稀里哗啦的。远处听到两人依稀谈话的金龙王、牙鼠王一脸的鄙夷，他娘的，早知道这样，当初在下界天妖域就该捏死这个人间之蝎。倒是玄海一脸羡慕嫉妒，这露脸装叉的机会他也想要啊！想想独自破阵，那得是多大的功劳啊！传回妖界，到处都会流传自己的名字，就连自己的大爹老爹都会抖上3抖。那个家人呐，咱龙族是一家人，对不对啊？啊，怎么的？看到他也凑来了，成哥无语了。你看啊，下场归三眼虎了，那再下场是不是给兄弟安排一下呀？你也要？成哥心说你们怎么都这么大的脸呢？啊，行啊，没问题啊。哎呦，谢谢家人，你真是个好龙啊！就这样，这支大军很快开到了连峰境的边界上。一入连峰境，这边呢也早就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连峰境的境主朝有准帝看着对面的妖界大军，心头还是很有压力的。登元境并不比他连峰境弱，就那样被灭掉了。3绝清虚阵竟然都被破了，这简直骇人听闻呢。他甚至不太相信这是真的，会不会是无极洞天2名准帝没配合好，导致大阵出现了漏洞呢？要不然不可能啊。迎着成哥的龙威，他的准帝后期跃众而出。地部之主，你可知你惹下了滔天大祸？成哥淡淡的说了。哦，什么大祸呀？朝有准帝深吸了一口气，面色一厉。你已经惊动了我仙界各大顶尖仙门，诸位大能震怒，还敢继续进犯？打起来他没什么底，只能抬大势出来压下成哥了。仙界和妖界的整体实力差距摆在那儿，局部战场的胜利并不能改变大势。时下呢，速速自负，对上厚礼，祈求列位先帝宽恕，否则来日踏平你妖界，灭绝你妖族也不在话下。他这话把成哥都说懵了呀！老兄啊，我都杀到你面前了啊，3言2语就能退兵，那可能吗？行了，磨磨唧唧的呢，快点的，用出你的底牌吧！什么大阵就给我摆出来，别磨叽啊，赶时间呢！居然主动要自己布阵，朝有准帝表示这辈子没听过这样离谱的要求。大阵那都是最强烈的手段，也向来是妖族最不想碰到的。小心有诈！他身后那庞大的仙尊阵中，一名看似平平无奇的黑须男子暗中传音：“哎，朝有准帝这次最大的底气就是仙尊那边的阵了。
登元境被扫灭，先秦那边非常重视。这次右路战场30多位君主之中，有10位君主秘密赶了过来。这10位准帝后期可不是无极洞天那2名准帝一样的外行，全程为暴露身份，以特殊仙宝遮掩境界气息，藏在数十万仙尊里面，就为了关键时刻打妖界一个措手不及。地部之主，你不要故弄玄虚，你的诡计我们已经看穿了。超有准帝还搁这炸成哥呢，将长们心说：“我他妈能有什么诡计呀？我自己都不知道呢。”哼，莫名其妙。这可是你们自己不布阵的，那就别怪我了。超有准帝内心戏那个多呀，一看他都在叠英魂燃烧血脉，准备战斗了，不由得再次疑神疑鬼起来。难道他故意这么说，就是不想本方布阵吗？那可不行。等等，那谁说我们不布阵了？他缓缓抬起令旗，我只是担心布阵之后你不敢进来罢了。成哥一笑，他激我。他其实是希望对方布阵的，因为上次系统给的乱妖令不是一次的消耗品，目前还在他手里呢。布阵的话，没准又能轻松把对方搞崩了。谁说我不敢进阵的？真的吗？超有准帝还自以为记得了。如果你看到我们的大阵不敢进怎么办呢？成哥心说：“我他妈敢不敢进关你屁事啊！”不过为了让对方布阵呢，让自己赢得轻松一点，还是敷衍一句：“如果不敢，那就说明你们厉害呗。”我立马掉头返回。好，这可你说的，不能反悔。我是地部之主，金口玉言好吗？无论仙界那边10位君主，还是妖界这边的苍极、纪凌寒等人，全都泛起了一股荒唐的感觉。拜托，打仗呢，你俩过家家呢，还商量起来了。随后，超有准帝令旗挥动，风莲境那边还真的开始布阵了。就见战场虚空之上，一朵巨大莲花迅速绽放开来，所有仙人与莲花合为一体，形成了莲花花瓣与莲心等完整的部位。当这大阵彻底成型时，无数的花瓣向着四周飞快的蔓延，几乎都要将登元境这边覆盖。一片片无形的碎花从天而降，飘飘荡荡，散发着神秘的仙音，令人听过之后呢，就有一种仙魂舒爽的错觉，更有一种想要进入那莲花深处探索的欲望。本集第450集换阵。成哥很有风度的等了一会儿，这才问了：“他们这算是完成了布阵吧？”完成了。苍极和夜空等龙族的表情都有些难看。这是妖族最讨厌的一种战阵——千换仙莲阵。这战阵从外部看没什么，一旦进去就会迅速迷失，幻觉不断呢。妖族本就不太擅长阵法，之前3绝清虚阵那种强力战阵也就罢了，大不了派出足够强、足够多的准帝，分散阵法的攻击力，再用血煞妖台增幅己方战力，强行逆风破阵。但这千换仙莲阵进去之后，连敌人在哪儿都找不到呢，实在太被动了。成哥听到这里不以为然，不就个换阵吗？很平常啊，幻觉什么的在下界就很平常好吗？大帝千万不要大意，此阵可不是妖魂神念就能看穿的呀。是啊，这千换仙莲阵顾名思义，1000片花瓣代表着1000种不同的幻境，几乎包容了7情6欲的全部。本就是规则化身，除非达到妖帝层次的规则领悟程度，否则根本看不破呀。任何念头勾连到7情6欲都会迅速的迷失，而后在不同的幻境中沉沦。阵眼的莲心部位主杀法，想杀死陷入幻境中的猎物易如反掌。妖族也有7情6欲，这大阵无论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啊，反正是无所不包啊，很容易就会中招的。成哥有些小震惊，他自问自己也做不到摒弃7情6欲。这么牛，那不无敌了吗？倒也不是，如果有灵界和死界的准帝来此，破阵不在话下，堪称天敌。灵界和死界许多生灵早就没了7情6欲了，他们进去之后压根不会勾动幻境，这大阵在他们面前那就是一览无余，很容易破开的。成哥这边倒是有3大狮王，不过呢，这3位并没有完全的绝情绝性，何况他们才仙王层次，进去后就算看穿了，也会被阵眼的准帝抹杀。3眼虎有点想打退堂鼓了。那个哥呀，你能这你能搞定吗？苍极、纪凌寒等人都在劝说成哥放心了。大帝啊，要不还是从长计议吧，此阵不能硬闯，无论进去多少准帝都是送死。苍龙大帝，我们已经打下了登元境，退兵也无妨。大阵凶险，尽管成哥那攻击力强到爆表，但在这大阵内没有用武之地。放心吧，我有把握的。捏了捏手里的乱妖令，江掌门其实没什么底，这东西面对幻阵有没有效果还是个问题，不过无所谓了，大不了再死一回呗。听到有把握，3眼虎来劲儿。我就知道哥你肯定没问题的。这一次就让咱们兄弟俩合力同心，共破此阵。然后留下一段佳话吧。他迫不及待冲到成哥面前，还吆喝着呢：“哥呀，快点吧，我已经等不及要给他们点颜色瞧瞧了。”
他第一个冲进大阵，那叫一个英勇无畏。后方玄海看的那叫一个羡慕眼红啊！这么好的装叉机会，让三眼虎独享，太可惜了吧？反正有苍城在，一点危险没有，怕什么呢？他都等不及下场了呀！直接就起身飞了进去，一边飞还一边叫呢：“虎兄莫慌，我玄海前来助你，让我们来一场龙虎斗大阵！”玄海冲进去了，把敖阳、苍吉那给气的呀！三眼虎是和江掌门说好了，算是经过主帅允许的。你这未经请示擅自出动，完全胡闹啊！看他们的一脸焦急恼火的样子，成哥摆手笑了。好了，就这样吧，其他人不能擅自行动了啊！等破了阵之后再进攻。成哥有挂，独自就能搞定全场，也不太在乎什么战场纪律。随后呢，他也飞进大阵。就在他们破阵时，后方白起等4位准帝也见到了左路战场的5位君主，为首的是莫林族的齐望。准帝后期实力30亿年前还当过地部之主，而他身边另外4位君主分别来自鹤族、熊族、孔雀族以及蛇族，全都是麒麟族的盟友或者是附属族群。白起准帝第一次听到这消息时也觉得不可思议。你说什么？他们进攻连峰境去了？是啊，前线打探回来消息千真万确，他们确实在朝连峰境进兵。胆儿肥呀，真当仙界没脾气吗？再打下去，对面迟早会出动先帝了。何况这一战对方提前也是肯定有准备了。不出意外，这次准帝后期的阵容会极其强大，一头碰上去真是不知死活。之前被废的齐生就是莫林族的，齐望那是恨成哥入骨，也不避讳在场还有其他准帝妖王了，直接开始画圈诅咒。连峰境的幻阵，就连我都不敢贸然踏入，进则必死，他完了。这次毕竟死无葬身之地，苍龙谷和飞仙丸都会全军覆没。伴随他的话，还有那么几缕黑色祸气飘飘荡荡向着远处一散。一旁有些妖王准帝也不是麒麟阵营的，看到这一幕内心都无力吐槽。虽然你和苍龙大帝有仇，但你也是左路战场主帅啊，你这样明目张胆的诅咒本方战败，不讲究吧？其他几位君主还高声附和呢。没错，他到此为止了。节气要是还能赢，我见面就叫他爷爷呀！我从此走路不用腿，我改用嘴。齐望一看他们这么恨，自己身为主帅也不能落后了，狠狠地咬牙。他要是能活着回来，我今后修炼不吞吐天地精华，改成吞屁好了。众妖一听纷纷叹服，果然呢，主帅最有魄力呀。远在大阵中的成哥也不知道莫名其妙的就有一群妖和自己堵上了，手握乱阵令，他一进来就发现自己陷入幻境。四周时而美女如云，时而刀枪剑林，时而烈焰冰霜，时而星空无尽，当真是光怪陆离，万象纷呈。不过很快呢，他就发现不同了，自己并没有沉沦其中，而且也并没有迷失在某种幻境之中。上千个不同的幻境如同走马灯一样在面前飞速的闪过，如同万花筒一般不断展示，而他始终保持清醒。什么情况呢？他并不知道。当他入阵那一刻，位于阵眼中的10位仙界君主就再也找不到他的踪迹了。对于他们而言，不可思议。大阵范围内可以说就是他们主宰的一方天地。刚刚闯进来的三眼虎和玄海此时都已陷入幻境，被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本以为江城也不例外，只待他进入就开始对他发起攻击，结果呢，找不着人了，他去哪儿了呢？本集第451集，丑态毕露啊！欺骗成功，亦让千幻仙莲阵产生错误认知。成哥听到了这句提示音，而在外面，苍穹、苍极和敖阳、纪凌寒等人则是一脸无语。这千幻仙莲阵进去后会幻象丛生，但从外面看是能看到破阵之人动静的。就在那巨大的虚幻莲花之下，三眼虎和玄海、江掌门3人的身影无比醒目。此时的三眼虎不知经历了什么，正在地上打滚呢，时而用沉醉的表情狠狠地啃2口泥巴，时而对着坚硬的地面做着高强度的动作，那叫一个卖力。许多女弟子和女妖都露出了鄙夷之色，太丢人了呀！而玄海那边更夸张，他一边痛哭流涕，一边狠狠地抽自己的嘴巴，没多久呢，嘴都打肿了。爹，我错了，爹，我只想早点当大帝，我不是有意的呀。这众人很想问，你究竟在幻境里看啥了？你说你呀，不知道青龙大帝看到这一幕之后会做啥感想呢？相比之下，还是江掌门潇洒有型。巨龙漂浮在半空，不受任何干扰，散发着淡定从容、高深莫测的气息。事实上，成哥现在也处于发呆状态呢，身处幻阵内，看不到其他敌人，也找不到攻击目标，更不知道该怎么破阵，完全没有头绪呀。他唯二能看到的也就是三眼虎和玄海了。对这俩家伙的丑态，他假装没看到，好好的享受吧。
分点功劳就算了，还想抢占咱的逼格，这就是下场。必须让他们知道成哥的底线。为了不丢脸做出什么丑态，他只能沿着大阵徐徐的飞行，看起来倒像是游刃有余。事实上也不用他主动什么，乱阵令的欺骗效果已经开始生效了。某个幻境内很快出现了一位苍龙大帝，处在阵眼中的朝游准帝和那些仙界君主立即发动了狂风骤雨般的进攻。他来了，找到了，杀！他们已经迫不及待了呀。反正苍龙大帝陷入幻境，状态一定是跌落了许多倍了，这是千载难逢的绝杀机会，万一等到他清醒过来，那可就错过了。然而等他们打完这一通，才发现呢，苍龙大帝已经消失在刚才的幻境中。随后另一个幻境中，他们又一次发现了他的踪迹，在这里杀了他！11位准帝后期再次集火攻击，而这次呢，他们居然还遭到了反击，那反击的强度也达到了准帝层次，这让他们越发确定苍龙大帝快不行了呀。这波攻击之后，苍龙大帝再次溃逃，而片刻之后，他们又在下一个幻境再次发现他。于是呢，连心位置的11位准帝后期再次发起了强攻。这一次他们一路追杀呀，从一个幻境追到下一个幻境，完全就是赶尽杀绝，不留一丝活路的节奏。成哥并不知道大阵发生了什么，感觉好像到处都在发生猛烈的大战，不时能清晰地感受到某些幻境的消亡，更能感受到大阵的剧烈颤动。这是什么情况呢？他们在干什么呢？他找不到敌人，也不好胡乱攻击，只能继续保持淡定，维持着大帝的形象。他并不知道敌人此时都被乱阵令耍得团团转了。乱阵令一旦进入这大阵，就像是一个伪装的病毒潜入原本严丝合缝的整体内，他让大阵被骗过后产生了错误的判断。朝游准帝等人看到的第一个幻境内的苍龙大帝，这是乱阵令虚构出来的，他们等于是打了一个寂寞。而第二个幻境里的苍龙大帝，则是一名连风境的准帝初期，他位于一处阵法节点，原本是操控着此处幻境的关键人物。乱阵令让幻阵产生了错乱，连心处的朝游准帝等人把他当成苍龙大帝，那是一顿揍啊，将他直接打得陨落，幻境都熄灭了。而之后那些幻境里的苍龙大帝也都差不多，基本都是连风境的自己人。这些准帝先王仙尊哪里挡得住11位准帝后期的集火攻击，基本上是非死即伤，那叫一个惨烈。外面苍极、纪凌寒等人也看不到幻境，只能看到那仙莲大阵不断的摇晃，不时传出剧烈的轰鸣声。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能看到成哥在阵法内游来游去，无所事事的样子。这另外俩活宝三眼虎和玄海依旧还在贡献着一幕幕丑态呢。打到100多个幻境时，朝游准帝已经有些疲惫了。毕竟从一开始，为了能斩杀苍龙大帝，他们就用了全力轰击，全力和普通攻击那是天壤之别呀。即便准帝这样无休止的调动规则烙印和仙国力量，消耗也是极其巨大的。事实上，打到第10个幻境时，他们的攻击就已经削弱了不少，而现在打到上百个幻境，发现苍龙大帝还未被彻底剿灭，每个人都有些绝望了。这时他们的攻击强度都已经锐减到了最初的50%了，怎么还没死呢？怎么还活着呢？太难杀了吧！别松懈，继续干，他快不行了。没错，不能功亏一篑。他能破掉3绝清虚阵，自然实力超强，难杀正常。只要我们坚持下去，他就一定会彻底倒下。10位君主和朝游准帝互相打了气，继续朝着下一个苍龙大帝发起了进攻。到了这一步，到底是谁迷失在幻境中，那都不好说嘞。他们就这样哼哧哼哧的轰击着，轰到500多个幻境时，11名准帝后期变得是疲态尽显。此时他们已经调动不了规则烙印了，因为仙魂损耗也极大，无法操纵那烙印中的庞大规则之力，只能凭借仙国力量继续轰击。800多个幻境时，他们基本都是汗流浃背，开始大喘气了。这对准帝而言呢，也是极其罕见的事情，除非是透支了，想把透支的补起来，现在白费。不过没办法呀，那苍龙大帝到现在居然还没死。某位君主一边大口喘息，一边叫嚣：“继续，不能给他喘息的机会，成败在此一举了。”他们坚信，在这样的持续轰击之下，苍龙大帝肯定奄奄一息，就剩最后一口气儿。如果现在停下，那就是放虎归山。就这样，他们继续轰击。当打到最后第1000个幻境时，11个准帝后期都快累趴下了呀。而成哥呢，也觉得有些萧索了。这样一直在阵法内游来游去，屁事没有，人毛撞不见一个，系统复活挂都触发不了啊。他甚至开始期待陷入幻境，然后遭到敌人攻击了。就在他越来越不耐烦的时候，大阵终于起了变化了。当第1000个幻境被11位准帝轰击，位于那幻境节点内的仙王被杀之后，这座大阵终于被破坏过于严重，开始了崩溃了。发生了什么呀？啊，我在哪儿啊？我在干什么呀？本集第452集，
三眼虎的出卖。成哥连忙点燃血脉之力，滔天龙威散发出来，做出了战斗准备。与此同时，大阵迅速消失。落在外面的苍吉、易空和纪凌寒、林宁等人能看到的就是苍龙大帝浑身光芒四射，威风凛凛，而他身处的仙莲大阵则是在一阵轰鸣声中消失，暴露出了一地死伤惨重的仙人。他们并不知道当时幻境里面发生了什么。那时候11位准帝后期都隐藏在莲心深处，谁也看不到他们。于是呢，他们理所当然地把这一切当成了大帝的杰作。易空第一个嚷嚷起来：“哎呦啊，大帝又破了一座大阵呢！”苍吉深深拜服，太神奇，太高深莫测了。他们压根没看懂成哥干了什么，但大阵总不可能会自我崩塌吧，更不可能是那两个丑态毕露的活宝干的，所以这理所当然是成哥干的。话少的苍穹下了个长长的结论：大帝表面上看只是随意的游走，实际上破坏了幻阵的各个关键之处。莫仙人立即表态：没错，他刚才的每一步其实都有深意，蕴藏着阵道之力。罗远感慨：只可惜太深奥，我只看懂了一点点皮毛。金龙王敖阳肃然点头：我也是，而且只可言传，不可意会呀。场中的陈哥心说：你们还真厉害呀，我自己都不知道干啥了，你们竟能从中看出奥妙来，牛啊！不过呢，拜他们所赐，陈哥得到提醒了，反正这大阵肯定是乱妖令毁掉的，算在自己身上也没错。他立即催动滚滚规则洪流作为特效，将自己的逼格烘托得更加的高大伟岸。敌阵已被本地所破，全军出击！一声令下，苍龙谷、飞仙门两支大军迫不及待地冲杀出去。阵法破了，他们现在没什么担心的。敖阳、纪凌寒、林宁、苍吉、苍穹、战猴王等准帝后期主动挑上了阵眼中的11位准帝后期，但很快他们就发现这些人弱得不可思议。面对自己的规则烙印攻击，居然连准帝初期的威能都没有发挥出来，就像是奄奄一息的病猫。没办法，仙界10位君主和朝有准帝全都油尽灯枯了，突然碰上这批生力军，那后果可想而知啊。而其他妖王、魔王、仙尊冲出去后，更是找不到什么对手了。许多连封境的仙王仙尊都已经被11位准帝后期提前干掉了，剩下那小批哪里挡得住这大军的洪流啊？像元真、元圣这样的仙尊跟在后面，没找到对手，倒是尸身上捡了不少好处。他们的资产很快再次翻倍，那叫一个快乐呀！场中除了仙界那些仙人之外，最快乐的恐怕就是三眼虎和玄海了。这俩货之前在幻阵中出了洋相不说呀，还被攻击了许多次，受了不少伤，一直到大阵消散那一刻才清醒过来。而这是大军掩杀，压根儿没人顾得上他们。等他们反应过来，黄花菜都凉了个屁的。对面的准帝仙王被杀得一干二净，战利品早被瓜分，就连纪凌寒现在都学会了资源要靠抢这个道理，更何况其他人呢？三眼虎和玄海欲哭无泪，这想装叉没装成就算了，反而连本来的好处都没了呀！你们都样一样啊！给我留点啊！战斗一结束，其他人欢天喜地整理战利品，这俩货向陈哥表达了严重的不满。哥呀，你这样不行啊，说好的让我装的。对呀，家人，你也不厚道啊！我给你们机会了，好不好啊？你们自己陷入幻境无法自拔，关我屁事啊！家人，你破阵结束前完全可以把我叫醒了，那样我不就赶上了吗？哥呀，你这装叉套餐的服务不够贴心呐！服务？原本还乐呵呵的陈哥差点被这俩货气死呀！我是不是该把饭嚼碎了再喂进俩嘴里才行啊？脸皮真是比他还要厚，居然还能这么理直气壮呢！三眼虎和玄海还想胡搅蛮缠，不远处的林宁突然招手了：“你们过来一下。”干啥玩意儿？有点东西给你们看看。二妖跟他走了过去，林宁掏出一个流影仙器，很快呢，那边三眼虎和玄海就跳了起来。你太卑鄙了吧！交给我！林宁面无表情地挡开他们。这流影要是放到妖界，复制个几万份传播开，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呢？尤其是青龙大帝，如果知道儿子这么孝顺，应该会很高兴吧？什么流影还能让青龙大帝高兴呢？程哥好奇了，稍微探出仙魂那么一感知，顿时目瞪口呆呀！居然是刚才那俩货在幻阵里的丑态。这要是传出去，三眼虎和玄海差不多可以社会性死亡了。毫无疑问，这可以用来敲诈他们一笔。靠，这丫头的心这么黑吗？程哥满头瀑布汗，亏自己还一直以为他是最单纯最没心机的那个呢，过分了啊！怎么能这样对三眼虎和玄海这两个战友呢？请加大力度，不够啊！那边一人两妖暗中传音讨价还价，最终也不知达成什么交易了。反正呢，回来之后三眼虎神色倒是如常，玄海是一脸肉疼。
成哥故意幸灾乐祸地问三眼虎呢：“哎，你赔他什么了呀？”“没啥玩意儿。啥没有。”三眼虎含含糊糊，好像有些心虚。大出血了吧？还行吧。我给得起。哟，这么豪气啊！不像这无耻老虎的作风。乘客有些意外，但很快就发现林宁时不时地看着自己，眼神有些莫名其妙，说不出的古怪，这让乘客不由警惕了。自己在他面前还是苍龙大帝的身份，不是敬爱的江掌门。万一他将来瞅着空子黑自己一次，不妙啊！如果成哥知道刚刚三眼虎付出了什么代价，他就不会这么想了。三眼虎被敲诈之后，不想像玄海那样消除嫌弃，无耻地出卖了他，把他的真实身份向林宁和盘托出，用这个天大的秘密保住了自己的清誉。所以现在呢，林宁已经知道苍龙大帝就是江掌门了。当年加入飞仙门第一天，成哥的关怀就已经击中他的心房，为此他甚至不惜和纪凌寒争夺江掌门的所有权，可以说一颗心早就记在他的身上。可想而知，他得知面前不远处就是自己魂牵梦绕的那个人，会有多么的激动啊！差点当场就哭着冲上来拥抱了。然而他忍住了。按照刚刚三眼虎所说，江掌门不公开身份只是为了面子，并不是因为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本集第453集，竟然出动先帝了。目前为止，飞仙门其实大部分人都知道掌门的身份了，比如易小雪。难怪他上次自告奋勇去见苍龙大帝呢。他狠狠地磨了磨背齿，这个女的不能不防啊，竟然趁机偷腥。但另一方面，纪凌寒还被蒙在鼓里，如果自己冲上去和江掌门相认，他也会知道真相，到时候就会和从前一样争起来。那如果自己假装不知道呢？似乎可以趁机做很多事情啊！他的心飘向了很远很远，想到了很多很多。成哥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盯上，稍微整理了一下之后呢，他便命令大军开始清扫连峰境，拔出这里的729个据点关隘，不出意外又能搞到几百个地缘石。而随着他们深入连峰境腹地，这战捷报不出意外的传了回去。苍龙大帝大展神威，以一己之力强势破掉了千幻仙莲阵。在他的带领下，前线又打了大胜仗，再次灭掉仙界30多名准帝，并且其中还有10位君主身份的准帝后期。这个消息再次让整个妖界沸腾了，无数妖族奔走相告，地部之主这4个字几乎在妖界每个角落都能听到。如今的成哥已然成为妖界最炙手可热的当红炸子鸡呀！他的声望早已超过了万妖大会时期，毕竟地部之主每过10亿年就出一个，算算现在都有个几十人了。而能接连战胜仙界2次，斩杀那么多准帝，数百亿年来这是独一份。一次还能说是偶然，2次那就是真正的实力体现了。妖界新一任战神，妖界的擎天巨柱，注定会改变妖界命运的天命之妖无冕妖帝。这些闪亮的称号如雨后春笋般流传开来，可惜成哥人在前线不知情，要不然呢嘴都得笑歪了。不过他高兴，有些妖族就高兴不起来了。比如不久前还赌咒发誓的左路战区的主帅齐望。齐望一开始以为成哥输定了，千幻仙莲阵和3绝清虚阵不同，不是蛮力能破的，哪怕上百名准帝进去也一样会堕入幻境，到时候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还打个啥呀？以前妖界破这种大阵也不是没办法，要么妖帝亲自出手，要么请灵界死界高手过来帮忙，要么就是用低阶的妖族的命去填。哪怕一个真仙境的小妖进入幻阵，幻境都会发动，一次次的触动幻境，幻阵本身的消耗也会越来越大，迟早会自行崩溃的。差不多死上1个小妖，幻阵也就破了。这3种办法，地部之主那边显然都不具备，他们没有妖帝，也请不到灵界死界高手，更没有上亿人马。然而他没想到啊，这种情况下，成哥还是把这千幻仙莲阵给破了。这怎么可能啊？假的吧？难道那幻阵出问题了？仙界怎么不提前检查一下呢？该死的，仙界那边干什么吃的？几位君主和白起准帝为仙界那边是操碎了心呢。毕竟他们当时为了口嗨，都立下了一些古怪的誓言，什么一旦破了阵就喊成哥爸爸，一旦破了阵他也会用嘴走路。不过想想齐望准帝那个从此吞屁修炼的誓言，他们又觉得没那么难受了。望着他们同情的目光，齐望气得七窍生烟呢。他怎么可能真那么干呢？他凶光毕露地扫视着四周的准帝和妖王，警告威胁的意味很明显。有些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啊，旧事重提，自寻死路呀！是必须的。大家都很默契的不提这事，烂在肚子里。我们不能再在后方坐以待毙了。
接下来就让我们亲自去前线会会这位地部之主。有些并不属于麒麟阵营的妖王很是无语，什么叫坐以待毙呀？说的好像有人在对付我们，情势危急一样。难道不是你自己一直憋着坏水要对付地部之主吗？齐望行事也是雷厉风行，立即开始点兵点将。不属于麒麟阵营的准帝妖王一概暂时控制起来，留在后方妖界。最终呢，5大君主带了50多名准帝以及1000多位妖王浩浩荡荡赶往前线。而此时的前线，江掌门拔除完连峰境的729个据点关隘后，又获得391个地原石。没办法，并不是所有关隘都有地原石这种高端货。将这些地原石全都投进仙国，他的仙国继续飞升，但是距离下一个层次玄妙还有很长的一段路。程哥也只能感慨，自己还好会挣钱呢，要不然光靠时间积累，恐怕几百亿年都没法把这变态的仙国升上去。他的下一个攻击目标是苦途境。对这个目标他毫无了解，也没派什么斥候探子打探，更没有搜集情报。对面的境主是谁，有什么高手，一无所知。不过呢，程哥有瓜，这就是自信的来源。连破2境之后呢，大家对苍龙大帝的能力再没有任何的怀疑了，一个个摩拳擦掌，甚至都有了请战的情绪了。然而就在队伍即将接近苦途境时，一名仙界仙尊被苍龙族的几名龙王抓住了。居然还派探子来，以为这样就能挡住我族大帝吗？杀了算了！别杀我，别杀我呀！那仙尊一边挣扎一边大吼：“放开我！我要见江掌门！”这很可惜呀，苍龙族的龙王们只知大帝，不知江掌门。什么江掌门莫名其妙？要不要严刑拷打一下，逼问点对面的情报呀？对，就这么干！就在他们要下手时，后方传来了萧坤、刹利2位魔王的呼喊：“住手！这是自己人！”程哥进入妖界时碰到了元虚准帝，还合作演了一场戏呢。元虚当年是和他们一起飞升上来的。萧坤、刹利一眼认出这是元虚准帝的一位徒孙。你怎么跑这来了？你师祖呢？2位魔王，我有重大情报，快带我去见江掌门呐！元虚准帝是仙界那边的一位领主，算是重要人物了，他很可能知道许多重大内情。萧坤魔王知道这事开不得玩笑，连忙将他带到程哥面前。一看到苍龙大帝，这名仙尊连忙跪下，毕竟程哥当初变成苍龙是在元虚准帝眼皮底下，他知道真相。这名弟子自然也知道这就是江掌门。参见江，话没说完，程哥连忙给他下了个咒，把江掌门3个字替换成了苍龙大帝。开玩笑，这里还有纪凌寒、林宁、罗远呢，他还想接着瞒下去呢，却发现一旁纪凌寒的惊讶的眼神。那弟子咂咂嘴，一脸不可思议。苍龙大帝，程哥给他传了个音，在这喊我苍龙大帝啊。本集第454集，不知规则。那弟子还以为是要瞒着苍龙族呢，连忙心神一凛，应了下来。我师祖元虚准帝日前就在苦途境，他老人家让我给您带来一个重大情报。什么情报？程哥还好，苍吉、敖阳、纪凌寒、墨尘等人全都露出了关切的表情。苦途境来了一位仙帝。此言一出，满场皆惊。什么玩意儿？仙帝？仙帝怎么会出现在这儿？无论苍吉、易空还是纪凌寒、罗远都纷纷惊呼了。其实大家内心清楚，这样打下去，仙界很可能会出动仙帝报复的。但真当这天到来，内心的冲击还是很大的。毕竟仙界和妖界在多年以前就达成协议，仙帝和妖帝不得插手前线战事。无论仙妖山的准帝、妖王打成什么样，都没有波及到那个层面。也因为这个协议，青龙、冰凤、白虎这些与仙界有深仇大恨的妖帝，这些年呢，一直也都蛰伏在后方。苍吉的龙目闪烁着愤怒，他们这是悍然撕毁协议呀！易空、墨央等龙族也是气愤难平。准帝被打痛了，就出动仙帝，输不起呀，真是脸都不要了。仙帝这个层次远远超出他们能力范围了，规则的化身和规则烙印那是质的差距，实力差距极大。一名仙帝能不能杀光这么多准帝不好说，但肯定能让这边死伤惨重。能去击败仙帝的只有同阶的高手，数量并无太大意义。相对于苍龙谷，飞仙门这边倒是冷静得多。当年围剿飞仙门时，仙魔2界一开始也只出动了准帝和仙王，但之后被飞仙门反击，他们损伤不小。一些仙帝魔帝接受不了，拉下脸亲自下场，最终给飞仙门造成了极大伤害。无论纪凌寒还是林宁都习惯了那边的风格。罗远摇头叹道：说一仙道一半，仙界整体实力远强于妖界，仙帝数量比妖帝多了许多倍啊，他们有不要脸的底气。敖阳好奇地问那名仙尊：仙帝到来，怎么一点风声都没有传开呀？魔界那边最近蠢蠢欲动，
所以仙盟暂时不想公开撕毁和妖界的这个协议，怕影响稳定。目前苦途境那边也只有准帝之上才知道先帝的到来，对下都是保密的。斩杀苍龙大帝，覆灭妖界大军之后，他就会飘然离去，最后给妖界一个死无对证，不了了之。另外，据我祖师所言，那边打算先用大阵引诱苍龙大帝破阵，待诸位深入之后，再出动先帝一网打尽。众人都被这诱敌深入的计划惊出一身冷汗。之前2战成个破阵之后，大家一举掩杀，轻松获胜，所有人已经快要习惯这节奏了。下场如果再破阵，肯定还会像之前一样全体出击，根本不会有丝毫防备。这时先帝要是突然降临，逃都逃不了，完全必杀呀！苍极神色一凛，肃然说了：“幸亏元虚准帝提前报信，待我们谢谢你师祖，这份人情我们苍龙谷记下了。”那仙尊点头，随后忧心忡忡：“我师祖的建议是，你们尽快退兵，而且还不能退得太明显，否则被那先帝发现，恐怕会追杀过来。”苍极、苍穹、罗元等人深以为然。没错，对方出动先帝，我们不能再硬碰，适当的撤退也是为了将来嘛。只要我们撤回妖界，先帝也不好亲自追进来，毕竟他们忌惮魔界，不会公然撕毁协议。墨尘、敖阳、萧坤等知道陈哥身份的都没吭声，先帝嘛，又不是搞不定，对不对？反正是自己不行，但是江掌门就不一定了。敖阳神色一动：“这次来的先帝是谁呀？”“纯华先帝。”“竟然是他！靠，原来是这老不死的！”墨尘和飞仙门众弟子都变得情绪激动。他那张乌鸦嘴怎么还没爆炸呀？老子最想杀的人就是他了。对于这么大的反应，程哥很惊讶。这纯华先帝何许人也呀？墨尘连忙为他解释：“此人无门无派，表面上犹如闲云野鹤，但暗地里是仙盟核心骨干。当年被魔界追杀，逃入仙界，又遭仙盟麾下各大仙门的围剿。数次交锋之后，我们化整为零，悄悄地改变身份，潜入到了仙界各地，也慢慢快要脱离他们的视线范围了。也就在这时，我们遇到了纯华先帝。”程哥反应过来了：“你们被他骗了。”提到此人，就连纪凌寒也是一脸薄怒。“没错，当时我们以为他是一股清流，和仙盟那些仙门不是一伙的，还将他当成了好朋友。他告诉我们有进入灵界的办法，在他的一再提议下，我们将分散的弟子们再次集中了起来，准备向灵界转移。之后我们就遭到了10余个仙门的数位先帝的突然袭击。”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罗远依旧咬牙切齿：“在那之前，我们还有700多位同门，而在内战之后，只剩下不到200位，是历次战斗中死伤最为惨重的一次，其中至少有30多位是被那该死的纯华先帝亲手所杀。”虽然现在死去的弟子都被程哥复活了，但那刻骨铭心的惨痛画面依旧无法抹去。听到这些过往，程哥也差点上火了。自己的门人居然被人坑得这么惨，这纯华先帝很能干呐。墨尘说了：“纯华先帝是卜之规则的化身，不算，那不就算命吗？”在程哥眼里，这和装神弄鬼没什么分别。此人一张乌鸦嘴，以卜算为名，行的却是杀戮之事。向来没个正形的单太，此时却一脸沉重：“当时很多师弟师妹死得不明不白，真是可恶。”这么霸道啊！程哥有点惊了。这算命的直接给人决定命运，过分了呀！墨尘一脸凝重：“确实霸道，我们的规则领悟程度远不及他，会被那卜之规则影响，没有任何抵挡的手段。您有把握吗？”程哥心说：“我没有啊，但系统有啊，无所谓呀。”哼，放心吧，在本大帝眼里，他就是土鸡瓦狗，不堪一击。太好了，太好了！墨尘、单太、魏苗等人顿时欢呼：“哼，这狗贼总算是要被收了！我一定要亲眼看着他死得有多惨，只恨不能亲手报仇。”他们这一表现呢，让一旁苍极、苍穹、罗元等人一脸错愕。这都没打呢，他们怎么就搞得像是赢了一样呢？本期第455集，送上门的部下。苍龙大帝就算再强再神奇，也只是个准帝，终归没有突破那层界限。然而无论他们怎么想，程哥的决定才是最终决定，他要继续打，这支大军就不会撤。最后呢，程哥又对那名仙尊交代2句：“大战时让你师祖和师父师叔都小心一些，能抽身尽早抽身脱离。”那仙尊领命离去，程哥宣布散会，准备接下来的大战。这次三眼虎和玄海都没想着再蹭他的逼格了。一则呢，上次破阵翻车了；二则面对先帝危险系数太高，他俩不敢蹭了。众人散去之后，纪凌寒找上几名师弟师妹：“我还是觉得这苍龙大帝就是江掌门。”
他这次避开了印小雪和单台墨尘这批人，找的是之后才赶来的罗远、唐如、秦畅、甘子怡。应该不会吧？如果他是江掌门，那早该和我们相认了呀。哦，对啊，而且印师姐不是说了吗？他的复活方式和江掌门不一样。纪凌寒黛眉深锁，并未被说服。这段时间他越来越怀疑，因为有太多说不通的地方了。元真、元慎他们提到苍龙大帝时，神态明显不像是提到外人。这位苍龙大帝手段神奇，总能化绝境为奇迹，这就是江掌门的风格。罗远摇头失笑，天外有天嘛，那些身负大气运的妖孽，有些特殊手段也正常啊。甘子怡也说了，对呀，总不可能这世上只有咱们江掌门才能创造奇迹呀。那问妖大会呢？虽然我们没有参加，但现在也知道经过了。他目视几人，缓缓说：敖阳、牙慈、山庚这些当年的旧识，无一例外，全都主动向苍龙大帝认输了。你们还觉得这是巧合吗？罗远、秦畅、唐如等人全都张大了嘴，这些细节他们这段时间还真的没有深思过。不会吧？纪凌寒继续说了，还有这次报信的元虚准帝是谁？你们应该都有印象，同样是当年一道飞升的万羽圣者之一。除了江掌门，我想不到还有谁能让他们这样死心塌地的追随，甚至不惜背叛仙界阵营。而且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还有什么？三眼烈虎王，他和苍龙大帝熟过头了。说到这儿，纪凌寒眼内已经再无犹豫，而变得无比确定。几人仔细一想，还真是啊。苍龙大帝不久前才回到妖界，万妖大会之前他应该根本不认识三眼虎，然而这2天天天走得近，熟络的就像是认识了很多年似的。罗远苦笑摊手，可是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说明三眼虎、元虚、敖阳、萧坤他们都知道了江掌门的身份了。那他为什么要瞒着我们飞仙门呢？对呀，我们才是他最亲的人呢。纪凌寒看向远处的人群，悠悠说：不出意外，墨尘长老和丹太尉淼也都知道他的身份，甚至应雪儿师妹也不例外。怎么会这样？我们是被孤立了吗？纪凌寒摇头，不，掌门对我们的关心并没有变，依旧还是给了我们最好的。他紧了紧手里的9节仙剑，那就是苍龙大帝送的。目前被白送那么多仙器仙宝的只有飞仙门弟子，而他手里那柄9节仙剑也是其中最宝贵的一件。他只是不明白江掌门为什么要这么做，难道有苦衷吗？成哥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彻底暴露了，伪装早已毫无意义，他还在那继续扮演着苍龙大帝呢。就见到后方远处烟尘滚滚，妖气弥漫，不片刻，一支实力强悍的妖界大军出现在众人眼前，正是齐望等5大君主带来的大军。在那之中成哥能认得出来的也就是白起、那胡熊、暴杀4位准帝了。一看这4位都站在了边缘位置，差不多猜到来者身份了。哟，来了，来干什么呀？给我加油的吗？齐望听不懂什么是加油，不过还是皮笑肉不笑的晃了晃脖子上的一串珍珠。力薄之主，你已经闯下滔天大祸，还不快回妖界请罪？成哥纳闷啊，娘的，我最近打仗呢，我没去麒麟族搞破坏呀，我闯什么祸了？后方一名孔雀准帝厉声喝道：你擅自杀戮仙界数十位准帝，严重破坏仙妖2界来之不易的和平。还没等说完呢，刚刚还一脸轻松笑容的成哥一爪挥过去，这孔雀准帝也是一位君主，但在他面前连反应都来不及呀。庞大的妖体腾空而起，大片五彩羽毛掉落，如同一座山被砸了下去，地面上灰尘弥漫，出现一个巨大深坑。这下别说对面的齐望、白起等准帝了，就连苍极、墨尘等人都吓了一跳，一言不合直接出手吗？可问题这好歹算是妖界的友军呢，过激了吧？苍城干什么？好大的胆！齐望和另外3名君主大怒，其他麒麟阵营的准帝、妖王也纷纷露出敌意。他们这一批人马，妖王数量和飞仙门这边相当，准帝还要超过这边。顿时苍穹、苍极、纪凌寒等人连忙做出了战斗准备。就算成哥要对妖界开战，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跟上。江掌门缓缓飞到齐望面前，巨大的龙首俯视他，眼神有些嘲弄：我大胆，你们好像忘了自己的身份呢。作为战场君主、境主、领主，本就全都是我的部下，谁给你们资格跑来问我的罪？你们配吗？齐望面色一变，忽然意识到不对呀，没错，他名义上是受地部之主节制的，只是因为太恨成哥，加上左路战场大部分都是他的人，土皇帝当官了，所以呢，他自己都忽略这一点了。但你破坏仙妖协定也是事实。苍极飞来大声抗辩：
仙妖山是约定的战场，我们的战斗也没有上升到仙帝妖帝层次，完全在协定范围内。但你们杀的太多，绝对会激怒仙界。成哥不但反挥手，行了行了，别给我扯那些有的没的啊！老子是地步之主，老子最大。现在命令你们全都接受我的统帅，随我一同出征。几名君主和其他的领主、境主都懵了呀，咱这也不是来声讨他的吗？怎么变成这样了呢？鹤族君主才刚打算抗命不遵，我们不。齐王忽然打断他，我们答应了，就在这安营扎寨吧。他深深看了成哥一眼，随后竟然真的带着人马在附近安顿下来。本集第456集，地妖令的威慑力。修炼界打仗其实没什么营帐，安营扎寨呢，也就是放出行宫。望着一座座行宫拔地而起，仓颉、敖阳、莫尘等人都皱起了眉，纷纷上来向疆长们进言：大帝，他们都是麒麟阵营的，和我们注定不是一路人。岂止不是一路人呢？他们对我们的敌意很可能比对仙界的敌意还大。大帝，齐王已经经营左路战场多年，很可能会阳奉阴违，暗中使绊子。你想真正指挥他们很难呢。是啊，他们身后那群境主领主向来只听麒麟族的号令，不听军令啊。留下这么一群居心叵测的隐患，不安全呢。行了行了，我都知道了。成哥压根不在乎这5大君主是不是居心叵测，不过他们和咱们都是妖界的，对吧？老苍龙，咱们的心胸要开阔一点啊，格局要打开一点。就算他们一开始怀着恶意，咱们要宽容有爱，要有一颗包容的心。同一个妖界，同一个梦想嘛。一席话说的众人晕乎乎的，完全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暗处的苍龙女帝才不信这家伙会宽容有爱呢，当初废齐生齐渊那叫一个心狠手辣。你又想搞什么鬼啊？难道你想把他们控制起来，慢慢的夺取那支大军的实际控制权？没有，不要把我想的那么阴险啊！我这么单纯，这么善良，信你就有鬼了。而在另一边，齐望行宫内，另外4位君主和一众境主正在破口大骂呢。他以为他谁呀？还真把自己当成地步之主了，还管到我们头上来了。他可以试试来指挥我的部众，我会让他明白什么叫做听宣不听调。上报天部，请出妖帝来压他。齐望大哥，你为什么要硬下来呢？齐望的表情很不好看，听到这群准帝的抱怨，更是阴沉无比。我只是稳住他罢了。如果刚才撕破脸会是什么结果？他会将他们赶回去，到时候还怎么插手前线的战事？只有留在他的身边，假意听从他的指挥，他才会慢慢的松懈下来。哦，还是齐望大哥想得远了。等他到毫无防备的时候，那就是他的末日。这时呢，白起准帝匆忙走进来。你们刚刚有没有注意到，他们每个人都挂满了仙气仙宝啊？其他准帝了不以为然，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呀？飞仙门那么多族人拥有仙气仙宝很正常。不，就连苍龙谷的龙族也都个个拥有仙气仙宝，而且品级很高。白起准帝的语气都嫉妒了。我之前见过他们，那是他们没有的。如果不出意外，那应该是他们在之前的2场大战中得到的战利品。战利品？仔细一想呢，之前苍龙大帝接连攻下2境，对面全军覆没，而仙界丹气符阵样样都强盛，铜金修士要比妖族富有的多。这战利品，在场准帝们都无法淡定了，纷纷探出妖魂四处感知。这一看呢，眼珠子都红了。8阶仙器极品仙宝，那苍龙族的龙王竟然有一叠8品仙符！哎哇，这智能在天书阁能换多少妖元晶啊？他才妖王境啊！怎么配占有如此宝物呢？仙尊居然得有7品仙器和7品仙宝，太可恨了！他们不配！他们很快一个个气得跺脚，好像那些东西本该属于他们似的。不能忍，我要去找那苍城问个清楚。片刻之后，成哥又次见到了齐望和另外4位君主。咋的啦？这么急切来找我，是要请求出战吗？齐望差点无语了，他深吸一口气，肃然问：地部之主，请问苍龙谷和飞仙门那些妖王魔王的仙器宝器是从哪里来的？战利品呗。难道你不知道仙妖山所有战备物资都需要由上级统一调整吗？无论谁获得的战利品，都要上缴给战区总部，再由5大君主分配，谁也不能随意处置，更不能私自占有。如果个个都像你这样，妖界大军的纪律何在？成哥看脸后方的苍颉，后者点头，确实有这么规矩。于是呢，他似笑非笑地看向了齐望。那你们想怎么样呢？简单，将他们私自占有的战利品收回来，将来再由我们分批分配给下面。成哥差点被逗笑了啊！
我打仗，你说战利品，那谁给你的脸呢？你自我感觉挺良好的嘛，还统一分配，是中饱私囊吧？这么看，这些年麒麟族暗中贪的可不少，难怪上次卖珍珠，个个能拿出那么多妖元境仙器呢。你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呀？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成哥直接亮出了地妖令，意思就是地部之主在这里最大。一见到这令牌，对面五大君主面色一变，纵然他们内心再恨江城，再不把他这个地部之主当回事，也只能齐齐的俯首伏地。就连一旁苍龙族和敖阳、牙慈也连忙降落到地面，低头行礼。这是地妖令的威慑力。成哥挺意外的，这令牌这么好使吗？比自己这个地部之主的脸还要大吗？我不管你什么上交不上交的，现在我说的话就是新规矩。想要战利品是吧？可以啊，下场凭自己的本事去抢啊。齐望气的直喘粗气，哪怕他再有再多的话，也只能咽下去了。地妖令在万妖宫传承了几百亿年，效果和俗世界的传国玉玺差不多，谁敢不敬，那就是和整个万妖宫作对。谨遵妖令，他的声音完全是从牙缝挤出的。五大君主再次退去之后，苍龙女帝再次出声了：你真的要让他们抢战利品？他有些不解了，这绝不是江城的风格呀！这家伙向来无利不起早，不可能这么慷慨的。成哥笑眯眯看着那群君主和准帝的背影，就像看群肥羊。他们主动送上门来，我不好好款待一下，哪对得起他们的心意？款待？苍龙女帝也就是暂时没实体，要不然呢，恐怕都疯狂的翻白眼了。也就在这天，对面苦途境的大军乌泱泱铺天盖地开到他们的阵前，苍龙谷和飞仙门众高手连忙列阵相迎。而一旁齐望等五大君主也带着人马缩在了妖界大军后方，抱持观望。对面可是地部之主？苦途境的境主通阳准帝乘坐仙车，缓缓地飘到阵前。第457集，求着破阵。保持着苍龙真身的成哥很撒包地飘到两军阵前。啊，没错，是我。望眼欲穿了吧？终于看到我这威武霸气的身姿，是不是很激动啊？这话说的两边都强烈的想吐槽啊。躲在后面的齐望一脸迷惑的向白起投去询问的目光，那意思是他之前打仗也是这样的画风吗？白起也很无语啊。看到对面通阳准帝张口结舌，成哥只能用赞许的目光鼓励他一下。老头啊，开始你的表演吧。你的梦想是什么？哎呀，无所谓了。你们不是打算先安排大阵，让我破阵，然后陷入重围，再让先帝出马吗？赶紧的呀！在看到苍龙大帝之前，通阳准帝以及身后众多仙界高手对他已经如雷贯耳了。一开始听说妖界这边出了一个新的地部之主，他们还没当回事呢。反正呢，历届地部之主也只是在妖界那1亩3分地打滚，根本不敢触犯仙界。哪知道这位连破2阵，扫平了仙界2大境，诛杀准帝68位，其中包括10名位高权重、身份显赫的战区君主，这堪称仙界数百亿年来前所未有之惨败。如今不光仙界，就连魔界那边都沸腾了。苍龙大帝、地部之主、准帝人头收割者，这些名号可不光在妖界流传，在仙魔2界也都传遍了。现在有些仙界宗门教育顽劣弟子时，都会说：我告诉你啊，你再不好好修炼，把你送前线，让苍龙恶妖收拾你。那恐吓效果相当好，可想而知，之前通阳准帝等人幻想中的成哥是什么样子。如果没有先帝撑腰，他们甚至不敢正面敌对。定了定心神，他强行找回了之前的剧本节奏，先按照惯例冠冕堂皇的声讨一下吧。苍龙恶妖，你悍然进犯我仙界，杀死准帝先王仙尊无数，犯下滔天罪孽。成哥懒得和他打嘴炮，争论什么战争的正义性，没必要。仙妖2界的仇恨是几百亿年前结下的，说白了，拳头大就是道理。只有被打疼的一方才会义愤填膺地谴责对方，这是什么呀？荣耀啊！于是他就那么一言不发，乐呵地听着。你的罪行罄竹难书，人神共愤，天人共诛之。我若是你，当场自裁谢罪，以告慰那些无辜被害的英灵。我若是你，当魂飞魄散，永世不入轮回。通阳准帝唾沫横飞，那叫一个慷慨激昂。成哥看他这么卖力，忍不住拍拍龙爪。说得好啊，给你呱唧呱唧。后方苍吉、苍穹、罗远、莫尘等人也不知道大帝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看到他鼓掌也只能跟着鼓了。
这边是掌声如雷呀，尤其是雀妖们看到气氛热烈，居然开始载歌载舞了。后方的齐望一脸怀疑人生，不是一脸怀疑齐生，也不对，一脸怀疑林生，反正就是怀疑了。而仙界大军也都懵了呀，对面为什么兴高采烈？靖主好像也没夸他们呢。通阳准帝一脸雾水，只能继续按照预定的剧本继续往下走了。苍龙恶妖，我听说你先前2阵连破2座大阵啊？对呀，如今我苦途境也有一座大阵，你可敢前来一试啊？这有什么不敢的呀？通阳准帝大喜，果然情报说的没错呀。苍龙大帝狂妄自大，什么龙潭虎穴都敢乱闯，随便布置个简陋的阵法让他先破一破。破阵之后，对面以为大局已定，会按照惯例全军压上，到时就会掉入己方重围。于是呢，他令其一摇，后方许多仙尊立即动了起来。就见那苦途境弥漫着黄沙的地面渐渐变成了一片汪洋大海，无边无际，苍茫浩渺，清风拂过，波光粼粼。对面的仙人尽数被阵法掩映，唯一还留在外面的仅有通阳准帝，端的是神奇无比。成哥开眼了，仙界各种大阵还真是玩出花了呀！苍龙恶妖，请入阵！一响之中，苍龙大帝毫不犹豫，一头扎进大阵内的画面并没有出现。成哥缓缓抬起龙手，45度仰望高空。你跟谁说话呢？通阳准帝愣，怎么？难道你不敢吗？老子敢，不代表就要进去，这个道理你都不明白吗？跑我面前玩激将法，杀的可以呀！你什么意思？通阳准帝心头一震，难道他看穿了自己的埋伏了吗？意思就是请，就得有一个请的态度。苍龙恶妖，就这种称呼，你还指望我屈尊降贵去破阵吗？啊，原来是因为这种无厘头的原因吗？通阳准帝内心是万马奔腾，还以为这家伙看出破绽了呢。为了让成哥早点中计入股，他只能够耐下性子改口了。好吧，我一时口快了。苍龙大帝，切，成哥压根不带鸟他的，这还不行吗？通阳准帝咬牙，地不知主，这总可以了吧？哼，妖界个个都喊我地不知主，不新鲜了早就。你还有新鲜？你要求可真多呀。那你想怎么样？你请求我入阵，自然要比别人更加尊敬，态度更加谦卑呀。你就喊尊敬的苍老师，不是苍龙的祖宗吧？这样呢，我就会勉为其难的去破掉你们的那个阵法了。去破别人大阵，还要别人喊祖宗，这种事儿荒唐程度超出了齐望等妖族的认知极限，一时不知该怎么吐槽了。苍极、异空等苍龙族先是一脸呆滞，紧接着爆笑出声。没错，你得喊祖宗，要不然呢，大帝都懒得搭理你们呢。快喊吧！想要咱们大帝破阵，得拿出诚意呀！许多龙族都笑得原地打滚了。通阳准帝感受到强烈的羞辱，大怒：痴心妄想，做梦！不愿就算了吧，那就这么耗着，反正你们的大阵也不能一直开着呀。成哥挥挥手，变出了一张巨大的沙滩椅，还变出点瓜果饮料、遮阳伞，直接躺在那汪洋大海旁边。感情啊，这打算来一次沙滩度假了。已经习惯他风格的苍极、墨尘等人还好，对面通阳准帝都快疯了呀。他不来破阵，后面那些计划无法进行啊。你想你怎么能这样？我怎么的了？我不能休息吗？就在通阳准帝一筹莫展急得跳脚时，总算听到暗处纯华仙帝的传音了。纯华仙帝就说了3个字：配合他。虽然仙帝现在就可以出手，但没有形成合围之前，苍城是有机会逃走的。尤其苍龙族还主修速度规则，到时候又会像当初围剿飞仙门那样出现一大批漏网之鱼，所以他们这个诱敌深入埋伏的计划不容有失。本期第458集，冲锋的重任由我们来。配合他，通阳准帝立即就垮下了脸呢。这意思是让他按照江城的要求喊祖宗啊，过分了吧？自己好歹也是仙界的大人物好吗？然而这命令是真正的先帝下达的，别看他准帝后期和先帝就差一步之遥，但那差距就是天渊之别呀。他妈的，用不用你喊你当然无所谓，他心里暗骂了一句，随后呢，只能苦着脸当着全场仙妖的面，千不甘万不愿地低下头。尊贵的苍龙祖宗，请求入阵一战吧。这边呢，苍龙谷都乐疯了。
哎呦，哎，这真的喊了，有意思。既然大帝是他祖宗，那咱是不是最少也能当个爷爷呀？哼，我没什么不孝的孙子。就连暗处的苍龙女帝都没绷住笑出声。你还真是会玩啊！能让不可一世的仙族这般的出丑，当年金龙大哥都没能办到呢。成哥得意的一仰脖，那必须的嘛，咱这气质与众不同。随后呢，他撤去了沙滩椅，飞到上空。看在你苦苦哀求的份上，祖宗我就满足你的愿望。看到他真的一头扎进了海洋中，又羞又恼的通阳准帝也暗暗的松了口气，总算按照既定套路中计了。你看我后边怎么收拾你吧。到了这一步呢，他的戏份基本也演完了，之后就看纯华先帝的了。而在成哥入阵那一刻，齐望也是喜出望外，几位君主纷纷露出了急切之色。哎，他进去了，不出意外，这圆卓众水阵很快就会被他破掉。没错，此阵还不如之前2阵凶险，绝对拦不住他。圆卓众水阵，他们几个是很难破掉，但成哥之前的战绩摆在那儿呢，他们对他还是很有信心的。而根据情报，苍城2次破阵之后呢，敌人都已经奄奄一息了。后面冲上去的苍龙谷飞仙门大军不费吹灰之力就轻松获胜，斩获大量战利品，整个过程可以称之为白捡。我们是不是该抢个有利的位置呀？没错，那战利品必须归我们，不能错失良机呀。尽管麒麟阵营对仙魔2界奉行妥协策略，但是能白捡的好处也没理由放弃。那些仙器、仙宝、仙阵、仙符，还有天材地宝，可以从天书阁那边换来多少妖族修炼的资源呢？战胜之后，参战的麒麟族顺势也在妖界刷了一波声望。将来苍城被仙界所杀，麒麟族推得一干二净，就说是被地部之主裹挟参战，身不由己。反正呢，好处我们占，锅你来背，多么完美的计划呀！原本藏在后方的齐望不再犹豫，直接下令：苍龙谷、飞仙门，全军立即后撤万里。伴随他的命令，5大君主其余50位领主、境主纷纷带着麾下群妖飞临上空，那叫一个黑云压城，声势浩大。什么？要我们后撤？岂有此理！苍龙谷的龙王和飞仙门的魔王们全都怒了，他们哪里看不出来，这是要把自己支开之后独占战利品。一空怒不可遏地飞到他的面前咆哮：你凭什么下这种命令？苍城不在，我就是最高统帅。齐望一身黑色的祸气弥漫开来，毫不掩饰自己的敌意。这里有我指挥，我的话就是军令，你们胆敢抗命，你们……望着得意洋洋的5大君主和多位境主，飞仙门和苍龙谷许多高手差点气懵了，偏偏呢，齐望还有正当理由呢。我们这里5大君主，50位准帝，实力远胜于你们，冲锋的重任当然是由我们来，你们呢殿后就可以了啊。好心在前面帮你们抵挡敌人的风水，让你们在后面少受攻击，你们不领情吗？还不快领命退去！一空气炸了飞，当场催动速度规则烙印，我跟你拼了！但还不等齐望出手，苍杰拦住他，对他摇头：苍杰老大，他们欺人太甚了。算了，关他一击压死人。苍杰叹了口气，随后冷冷看向齐望：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事后我族大帝一定会让你给出一个交代的。事后战利品都到了自己手里，苍城的怎么样呢？齐望和4位君主得意洋洋：那就等着吧，我相信地部之主会理解我们的。没错。就这样，麒麟阵营的大军正式开拔到战场最前沿，距离苦途径只剩下1步之遥。而另一边的苍龙谷飞仙门大军则是被赶到了后方万里之遥，一路上还有孔雀、白鹤2名君主以及数位领主随行督促，催着他们一直退了上万里之后，又留下了一队妖王妖尊原地驻扎监视他们。没有我们的命令，你们不得轻举妄动，违令者军法处置。驱逐了飞仙门和苍龙谷之后，齐望志得意满：诸位，这番处置如何呀？4位君主和各大领主纷纷点赞，都说妙啊，成全他们了，没有比这更骚的操作了。哎呀，齐望君主高明，希望那地部之主能加把劲儿，我都等不及捡战利品了。另一边呢，成哥确实在忙着破阵，提前知道对方的计划之后，他也知道这是该走完的一道程序，破完了阵，那个什么纯华仙帝才会现身。这圆卓众水阵有迟滞捆缚敌人的效果，如果有准帝后期做阵眼的话，威力还是相当可以的，足以让大部分妖族准帝一筹莫展。但目前的大阵内连仙王才几个，剩下的都是仙尊，对他而言呢，这大阵就是个空壳子，很容易就能捅破了。
对方知道准帝做阵眼也挡不住他，索性不上准帝，免得提前付出太大损失。成哥都忍不住吐槽了：“哎呀，这太敷衍了，就这么舍不得死人吗？”他在大阵内随便轰了轰，几处关键节点就被轰开了，无边的海水从之前的平静变得汹涌澎湃。就算只是先王先尊，也还是会发动大阵威能。齐望等君主对阵法不太了解，在外面也看不出什么名堂，不由得全都紧张起来。也就这么短暂的一会儿，他们是站在成哥这边，希望他成功的。破了大阵，他们才能挥军掩杀，抢夺战利品。甚至就连对面的纯华先帝都在盼着他快点成功，早点开始最终的计划。而里面成哥也不负众望，很快就毁掉更多的阵法节点。紧接着找到阵眼之后，一顿猛轰。这大阵哪里扛得住他这变态级的攻击？才反应了几秒，就猛然告破了。本集第459集，你也太狠了吧！无边的海浪瞬间消失一空，只留下满地的仙尊和仙王的尸身。除此之外呢，还有不少向着远处逃窜的身影。为了吸引飞仙门和苍龙谷深入，仙界也把这溃败做得非常的逼真。于是现在他们成功骗到了齐望。一看大阵破了，五大君主各位境主那个兴奋狂喜，他们也不疑有他了。大阵破了，冲啊！全军出击，抢夺战利品，上呀！这支麒麟阵营的大军全面压上，冲进了苦途境的战场。上去是见人就砍，见到戒指就抢啊！那些之前死在阵法内的仙尊都被他们扒光了，裤衩都不剩了。而此时的后方，一空、莫阳等人还在抱怨呢：“苍杰老大，你怎么能这么软呢？他期望让我们后退，我们就得后退嘛！”老苍龙撇嘴：“你懂个屁呀！这是大帝提前下的命令啊！为什么？”单泰、魏淼等人也不忿呢：“他们明摆着是要抢战利品呢！”季师姐，你为什么也甘愿后退呢？季凌寒遥望着远处战场的方向，笑了。就算齐望没有把我们赶到后方，我们也会故意让他们冲在前面的。难道你们忘了对面还有个先帝吗？众人先是一愣，随后表情都变得精彩起来。大阵内，纯华先帝和通阳准帝注意到这边大军掩杀而上，虽然好像没看到苍龙谷和飞仙门，但还是按照原计划发动了埋伏。都是妖界的妖族大军，总不能让对方活着回去。于是下一刻，又一座全新的圆卓重水阵成型，将妖界大军团团困在里面。这次阵法的威力和之前截然不同，冲进来的绝大部分妖尊直接当场跌落，感受到一股沉重的迟滞之力。这并非重力，而像是陷入泥沼之中。紧接着，海水迅速变得浑浊凝滞，甚至出现大面积的浓稠。一些妖王飞着飞着就发现自己的速度越来越慢，都快要被拖在原地无法动弹了。啊，这是什么呀？是迟缓规则。怎么会这样？大阵不是已经破了吗？他们压根儿不知道对面设下了埋伏，更不知道对面还有个先帝呢。说实话呀，冲过来之后，发现连个准帝级的敌人都没有，齐望已经感觉不对了。不过很可惜，晚了。埋伏在暗处的苦途境领主们以及从其余各境抽调来的高手，一共80多位准帝，全力发动，将这大阵直接彻底变成了泥沼地狱。通阳准帝一马当先，率领着20多名准帝杀入阵中。一看到齐望等妖族高手，立马就红着眼睛咆哮着冲了上去。杀！给我杀光他们！这老头此时像发狂的公牛，而且还带了狂怒嗜血 buff 那种。主要之前那声祖宗把他点燃了呀，现在呢属于是见妖就灭口的状态。齐望很快被打得节节败退，没办法，这大阵是苦途境的主场，在这里通阳准帝不受任何的影响，而妖族个个都被迟缓规则影响，实力全都被削弱了。齐望身后的嫡系部下很快死伤惨重，只能且战且退。也幸亏他是准帝后期，这大阵对他的影响还没那么大。但才刚抽身，侧面又来2支准帝后期带队的仙界高手，一个都不留，杀！这通阳准帝手起剑落，手起剑落，手起剑落呀！他就像是一个战神，浑身浴血，七进七出，杀的是尸横遍野。齐望心头叫苦，他娘的，又不是我让你喊祖宗的，你翻得着这么拼命吗？很快呢，他就陷入了重围，再也无法逃脱了。绝望之际，他居然还有闲心去想呢，那苍城去哪儿了呀？成哥并没有被围攻，因为前2战的强悍战绩，通阳准帝等人也清楚自己不是他的对手，所以将他留给了纯华先帝。这就是你对齐望他们的款待。先帝降临之前，暗处的苍灵算是彻底明白了成哥的计划了，难怪他要将齐望等君主、境主都留下来呢，还暗示他们可以抢战利品，原来就是为了将他们带入深渊呢。我还以为你是要征服他们，想不到你竟然是要将他们全部都害死呀！你也太狠了吧！
女帝当年也杀死过不少准帝，但那都是仙魔两阶的。如今江城害死了个全都是妖阶的呀，50多位呀，这次注定是一个都活不下来了。江城笑眯眯了。麒麟阵营那边高手多啊，死一死，平衡一下多好啊！而且死在战场上，光荣，死得其所吗？苍灵差点无语了，这是人话吗？就没有别的办法对付齐望他们了吗？有啊，但我懒得用啊。既然能轻松的杀死，我为什么还那么麻烦呢？苍灵倒不为齐望的死而惋惜，他只是担心。你这次害死妖界这么多的准帝级高手，事情太大了，很可能会被天补弹劾，地部之主的位置都会被卸掉。老姐，你可不要乱说呀！什么叫我害死的呀？齐望又不是死在我的手里，而是死在仙界的手里。他们怎么能弹劾我这个与仙界殊死战斗的功臣呢？应该表彰我才对呀。这……苍灵忽然发现还真是，他知道这是江城故意设局的，但别人不知道。整件事上，成哥唯一做的就是隐瞒了先帝的存在，坑是齐望自己抢着掉下去了。你真是太有效了。嘿，过奖了啊！成哥忽然朝着空处喊了一声：“哎，哥那么帅吗？你偷窥了这么久还不出来呀？”话音一落，一名手执挂幡、头戴破草帽、身着麻皮袍的小老头缓缓从虚空中走出。他生的是干枯如柴，佝偻着身子，看起来行将就木，慈眉善目中透着些许的灰暗，乍一看就是个颇有亲和力、人畜无害的长者。地部之主名不虚传，你从一开始就知道老朽的存在，看来是出了奸细呀！这可如何是好呢？哎呀，还是让老朽来补一补，看看是谁吧。他那枯瘦的左手微微摇了摇挂幡，右手不断掐诀。成哥顿时感到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神秘气息萦绕在自己的身旁，随后呢，就见那纯华仙帝眉头舒展。元虚准帝，还好，他知道的秘密很少。成哥惊了，这么神奇吗？这算卦呀？凭空直接就能补出来谁是奸细？哼，有2把刷子嘛，哥有点欣赏你了啊！哎呦，地部之主看来也是诙谐之辈。不如让老朽为你也补上一卦，如何呀？不如何？本集第460集，老朽掐指一算。成哥也不知道他有什么手段，到了这一步呢，没必要继续配合敌人了。他直接催动49道规则烙印，叠上了英魂 buff， 向那纯华仙帝发起了猛攻。霎时间，浑浊的大阵，海底爆发出一场惊天巨震，无数规则洪流横冲直撞，带着灭世般的恐怖气息四处轰杀。大阵每一个角落都在剧烈的震荡，身处大阵任何一个角落都能感受到那如天塌地陷一般的压力。就连浑身浴血的通阳准帝都是浑身一颤，吓得从战神附体状态退了出来，那就像是被更高一阶的威压所震慑，发自内心的战力。他能察觉到这并非是纯华仙帝施展的威能，那既然不是他老人家，那就是苍龙大帝了。此妖竟如此强悍吗？仙帝能不能杀死他呢？他忽然有点没把握了。通阳准帝再次红了眼睛，挥舞着剑，疯狂地轰击早已浑身浴血的5位妖族君主。快杀光他们！驰援先帝！听到还有一个先帝，那齐望是眼前一黑，差点昏过去啊！早知道对面又有埋伏，又有先帝了，他还冲个屁丫子呀！那早就有队退多远了，但现在后悔没有用啊！这率先发起冲锋的任务，还是他自己强行给自己安排的。成哥的攻击打在了纯华仙帝的身上，然而让他意外的是，他什么都没有伤到。49道规则烙印，每一道都散发着致命的气息，但这些烙印在冲杀到纯华仙帝面前时，就像沧海横流遇到了万古磐石，全都选择了绕开，居然在他的身处之地形成一个空白的空间。暗处苍灵飞快地说：“你的规格烙印虽多，但层次太低了，它已经是普制规则的主宰。你的49道烙印就像是龙王遇到了龙帝，会被天然的压制。”你早说呀，老姐，你害我白白浪费力气呢。我哪知道你实力都这么强了，还这么无知。这都准帝层次的常识好吗？成哥只能停下来，那怎么打呀？毛都碰不着，那他岂不是立于不败之地了？如果你的规则融合度达到准帝后期层次，烙印就不会被压制的那么厉害了。苍灵冷静地分析，那时候你49道烙印合力，应该能对先帝造成极大威胁。成哥心说，我现在哪有办法突然升到准帝后期？之前的功德兑换那么多丹药，那他还是准帝初期呢。这个境界需要的积累也太恐怖了。
他停手的时候呢，对面的纯华先帝也是惊疑不定。抵挡这49道规则烙印的轰击，他表面云淡风轻，其实已经调动了全部的规则威能了。老头弓着背，杵着挂幡，满眼都是赞叹。哎呀呀呀呀呀！地部之主啊，你让老朽开了眼了，那可真所谓是小刀拉屁股。哎呀，难怪你能连破2阵。要是你能进入妖地，或可以瞒借那位征辉呀。这个评价是高的离谱。瞒借那位主宰大帝，当年可是能单挑3位龙帝不败，曾经让仙魔2界都铩羽而归，最终默许瞒借继续存在的强横人物了。但是呢，老朽这掐指一算，你这血脉来历不明，存在隐患。伴随这句话，挂幡陡然亮，手中掐诀如幻影一般。成哥顿时感觉自己的苍龙血脉上蒙着一层古怪的灰尘，随后渐渐的凝滞，有了一丝灰败的迹象。这么屌吗？那你说我有隐患，我就真出现隐患了？难怪自己那群弟子当年死伤惨重呢。他要是来句老朽掐指一算，你会当场暴毙，那一般仙王魔王还真的挡不住呀，没准就被他说死了。他连忙催动精血，始元龙骨也忽然大放光芒，精血之上捕之规则带来的怪异灰尘如同冰雪遇到烈日，很快消弭无形。那衰败之象消失，苍龙血脉恢复了正常。对面纯华仙帝面色一白，枯瘦的身躯猛然一颤。刚才成哥那么猛烈的攻击没伤到他一根毛，现在他居然好像自己受伤了，因为他刚才那一补没有应验，等于是出错了。地部之主，你这气运之深厚，真是老朽生平仅见。仅只是补一个准帝初期血脉有隐患，竟都会让老朽受到反噬。成哥很想趁机攻击他，但想想规则烙印拿他没办法，只能耐着性子陪他玩这回合制的战斗。老头儿，你不给力呀？你不会就这么点道行吧？他目前的层次也杀不死这老头，只能指望对方快点杀死自己。你多算几次呗，哥承受得住。饶是以纯华先帝的心态，也差点被他惹恼了。既然地部之主有如此雅兴，那老朽岂能不奉陪到底？他收起了挂幡，从虚空中射出一指一笔，纸笔飘飘荡荡浮在2人之间。还请说出一字，老朽再为地部之主补一次命。姐，你大爷的！成哥心说，我是想被杀，但你们装神弄鬼的，我凭什么老实配合你呀？好。纯华先帝呵呵一笑，随后呢，就见虚空中那支笔自己动了，在那张白纸上写下了“你大爷的”几个字，4个字写成一团，看着怪异无比。还没等成哥反应过来呢，纯华先帝又开始快速的掐诀了。而随着指印的变化，场中那张白纸边缘变成了灰烬，一点点的洒落，融化在那浑浊的海水中，最终只剩下了墨汁写下的怪异字符。字符越来越亮，四周的海水都被映照的惨白一片，最终化为银粉，飘飘荡荡沉浮于半空之中。发生什么了？成哥看这家伙忙活半天，有些不耐烦了。老头儿，你堂堂先帝出手前要这么长时间吗？哪怕只是个最低端的淬体境，战斗时也该是瞬发攻击，不然打个屁呀！敌人要么直接攻击，要么早就离开了。看到纯华先帝还在那掐诀呢，他生出了恶趣味，又挥了一道规则烙印过去，看看是不是能打断他施法。然而这次呢，他这一爪只是将面前的海水挥得剧烈涌动，除此之外并没有那毁天灭地的规则攻击出现。暗处的苍灵也知道他有多小白了，只能再次传音帮他科普。你已经在他的法境内了。什么是法境啊？你可以理解为法则空间，在这里面你只能遵照他制定的法则与他对决。我靠，那这还玩啥呀？如果你也是先帝，那你很容易就能打破这法则空间了。苍灵又说了，不过你也不用太担心，在这法境内，先帝也会受到约束，但自己也不用出仙法和规则攻击你了。成哥现在是充分体会到先帝有多强了，这就是凭空营造出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战斗方式，而且呢，想不玩都不行，霸道啊！本集第461集，还能这么玩？当所有的银色字粉全部融化之后，纯华仙帝吐气开声：“
老朽掐指一算，你和飞仙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他紧闭着双眸，额头出现了些许汗滴，而随着他这句话出口，成哥的苍龙真身其中一爪突然凭空脱落，没有血光，也没有什么疼痛，却发现自己的命数凭空受到某种不祥气息的沾染，似乎因为纯华仙帝这次补中了，所以他要付出代价。天荒不灭体是有无尽寿元的，但此时他发现自己正在朝着天人五衰的方向滑去。你是飞仙门的初代掌门，并非妖族，而是人族。纯华仙帝依旧在闭目补算，成哥倒不在乎这些东西被人知道，又不是见不得人。只不过呢，这究竟是何等能力呢？居然凭空真的被说中了。老子只是随口说了一句话，你就算要玩推理，那也该讲个逻辑，你讲个基本法吧，不科学呀。这次被说中之后呢，他又是一爪凭空脱落，命数受到的污浊变得更加严重了。你来自下界。纯华仙帝才刚说出5个字就戛然而止，海水中的银色自粉已经消失无形了，而成哥此时已经鳞片开始脱落。纯华仙帝睁开双眼，露出一缕惊讶之色。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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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地部之主你来历不小啊！以人族之身竟然能成为9纹苍龙，真是天纵奇才。可叹你竟然要与仙界为敌。嘿嘿，他笑容可掬的再次掏出一张白纸。可否请你再说一句，让老朽再补上一次？陈哥心说：你够了没有啊？你当哥傻呀？你每说一句都会被写在纸上，然后莫名其妙的成为你的武器。他闭着嘴一言不发，只是冷笑。纯华仙帝并不着恼，反而哈哈一笑。地部之主不肯开口，那这一次就是5。说完，就见那支笔又在纸上自动的动了起来。片刻后，一个大大的无字跃然出现，锋芒尽显，力透纸背。成哥一看，当场骂出声来：操，这个字怎么比之前加起来还大呀？你能不能讲点道理了？你玩赖呀！纯华仙帝没空和他交流，再次进入了补算坑人的节奏。当这张纸燃尽，无字化作银粉之后，他又补出新的东西了。你姓江，名成，来自下界千灵域。成哥身上的龙鳞片片脱落，他想做些什么，但发现无形的力量早已化作锁链，将自己牢牢地挡在了一隅。1亿年前飞升，打破虚仙界，挣脱万象幻仙瓶。占据定天城，夺得仙城飞升战头名，击杀9焰仙帝。这随着一段一段的过往被凭空补出，成哥已经只剩下最后一副始元龙骨还存在了。而这时呢，纯华仙帝剧烈咳嗽，大口的鲜血溢出嘴角，他震惊地睁开双眼。此时的银粉并未完全消失，即便傻子也能猜到成哥这一系列奇迹的背后蕴藏着极大的机缘和秘密。然而当他竭尽全力想继续补算，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反噬，甚至就连先帝之位都动摇了，险些直接失去了补之规则的主宰地位。而那法则空间也早就已经被冲垮了。竟然连老朽都不能触碰，究竟为何呢？他遥望前方，想找到答案。那里始元龙骨已经化为了虚无，属于江城的最后一点印记消散于无形，他终于被杀了。纯华仙帝哆嗦着干枯的右手，掏出一把9品仙丹，猛地服下去，剧烈喘息数次之后，才终于恢复了些许心神。哎呀，太危险了！想不到竟是当年斩杀9焰之人，如此气运，若非我今日提前截杀，来日仙界必将迎来大祸。诸天仙魔呀，都要感谢老朽今日之功啊！说实话，也就是他这个老神棍，换成其他仙帝是没法凭空探知成哥那么多过往的。毕竟准帝初期的境界，外加那么多的卦，谁能搜他的魂，得到他的秘密？这是纯华仙帝终归触及不到系统的存在。所以呢，他并不知道自己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忙了半天，只是耗掉了11条命其中的1条而已。而此时呢，已经死掉的成哥终于听到了系统提示音：宿主被杀，正在检测敌人实力，安排复活方案。来而不往非礼也。宿主也获得了一次测字补算的机会，希望宿主好好的回敬对方。
系统的声音依旧冰冷机械，毫无感情，但成哥却听到了好像有一丝较劲的意味。系统这次似乎怒了：“宿主复活！”当成哥再次满血复活，并且以人形身躯出现在眼前的时候，纯华先帝差点一个跟头栽倒在地。按照原计划，杀死江城后，他还会协助另一边顺手将妖族大军全都灭了。但刚刚为了补死成哥，他也付出极大代价，状态差呀。所以呢，收拾收拾，是打算就此功成身退的。你怎么还活着？我本来就活着。成哥一挥手，也整出了一支笔，一张纸。哥只是看你刚才都累到吐血了，所以配合你表演一下而已，免得你忙活半天什么也没干成，多尴尬呀。难道你也懂不知规则？他发现当那白纸出现后，自己居然又一次陷入了法则空间，而这次的法则空间不是他创造的。你都不是先帝，怎么会有法镜？他细细地感知周围，又猛地摇头。不，这不是法镜，那这究竟是什么了？成哥也不知道啊，反正是系统弄的。现在纯华先帝想不跟他玩也不行了。来，你也说个字儿，我给你测测。看到他也要玩卜算，纯华先帝忽然镇定了。虽然自己的状态不济，但终归还是不知规则的先帝，怎么样的隐蔽自身的契机，防止被人测算，自己可是祖师爷级别的专家呀。此子想算自己，那简直就是班门弄斧。一个弄巧成拙，他反而会被反噬，那自己就将再次得到绝杀的机会。作为专家呢，他还是很谨慎的。当那白纸展开之后，他只说了一个字：一。没了，老霍你挺狡诈呀。测算的字已经说出了，纯华先帝放松下来，他捋了捋白须，得意的笑着。江城，你在老朽面前玩卜算，那岂不是自寻死路？在此道老朽已经下了100亿年的苦功，我说是你呀，纵然执掌命运规则的古地亲临，也无法在这命数上算过老朽。本集第462集，现在轮到我来给你补一下了。成哥表示震惊：“你这么屌啊？”必须的呀！须知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你最大的缺陷就是所学太驳杂，没能专精一门。哎呀，可惜呀！你从一开始就站在了仙界对面，要不然呢，老朽还真想与你把酒畅谈。说着说着，他忽然闭嘴了，意识到好像哪儿不对，旋即一脸惊愕地看着这张白纸。按道理，当他说出一字之后，那支笔就该动了，但现在那笔居然还悬在半空，并未写出一个字儿。你干什么了？哎呀，总算被你发现了！成哥打了一个响指，虚空中那支笔这才终于自己动了起来，先写了一个一。纯华先帝才刚松口气儿，随后下巴就合不拢了。就见呢，那纸居然开始向着四周蔓延扩张，从之前的2手大小变得足足有数丈的长宽。那个一字也画得极长，而且呢，那支笔压根就没有停下来，还在继续写呢。哈哈哈哈哈！江城，你在老朽面前玩卜算，岂不是自寻死路？那每个字都大如斗啊！纯华先帝差点再次一口血吐出来。之后这些话也算呢？哪有这样的呀？那笔刷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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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得飞快，一直写到了要不然老朽还真想与你把酒畅谈，你干了什么？这才终于停下来。此时呢，那张白纸都已经写了满满当当一大段了，都快没有空间了。纯华先帝表示自己真的是逼了狗了。身为专家的他补了一辈子的命，没见过这种操作呀，这是怎么做到的呢？还可以这样，你这也算测字？他都怀疑人生了，这测一次都能赶上他之前测几百次了吧？成哥羞赧的挠挠头，干笑了一声：“那个啥，我这个纸大，笔的墨水也多，这能者就多劳呗。”暗处的苍龙女帝就是没身体了，要不然呢，脑瓜子都笑爆了。你是想气死他吗？你怎么做到的？成哥傲然地说：“气质吗？哥气质比他好，你不得不承认吧？”对面纯华先帝差点气得想冲上去掐死他，只可惜呢，在这神秘空间内办不到。能者多劳你个头啊！你也太卑鄙无耻了吧？那和你这么玩的？这时呢，成哥开始给他算命了。哥掐指一算啊，吃葡萄，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头葡萄皮，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醋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辣，要松花小肚，2、2香肠，倒
想见见府爷沟察。哎呀，喜羊羊、灰太狼、熊大、光头强又来看书。成哥夸夸一顿酸，纯华先帝面色一凛，一改平时的诙谐逗趣的风格，变得无比的严肃。虽然看不起江城卜算的水准，但刚刚执笔写字超出常理，他不得不小心谨慎，收敛浑身气机，遮掩天机，力图使自己不被算到。看到了这么认真，成哥乐了，假模假样的搓了搓手指，其实呢什么也没算着，只随口来了一句：“你刚出生那前吧，就天花乱坠，祥瑞频现，庆祝你克死了全家。”此言一出，对面原本还严阵以待的纯华先帝目中怒火一闪。江城，你好歹你也是个仙人，你何必出口如此粗鄙之言呢？你丢身份呢？本帝之前高看你了。虽然恼火呢，但他也放下心了，毕竟他出生时并没有克死全家。成哥刚才也就是胡言乱语，和所谓的卜卦毫不相干。而下一刻他就面色骤然大变，一截小指凭空脱落，并无血光也无疼痛，却让他命数受到了神秘不祥之物的沾染。他就像是真的被补中了，所以要付出代价一样。纯华先帝这次失态了，这不可能，你算错了，不应该会这样啊！之前他补江城呢，好歹都算对了，而这次怎么回事呢？说实话呀，成哥也没法给他解释，只能说这是系统的能力，只是借了个卜卦的外在形式，实际上很可能是别的手段。又或者系统这边卜之规则的层次比纯华先帝高得多，哪怕随便乱卜都能强行的应验。反正呢，无论什么原因吧，好用就行。他已经看出来了，系统这次的方案不是一般的霸道啊！从刚才只放大笔多写，到现在随便卜都能应验，整个过程透着一股子我就是不讲道理，我就耍无赖，哎，就是要整死你，就这样的气势，明显是较真的。成哥怎么可能让可爱的系统失望呢？他再次装模作样的伸出左手，掐了个诀。伤过的心就像玻璃碎片，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种小小的种子，把比你会场小星星。哎，哥再掐指一算，算出来了啊！你克死你全家之后，流落街头，挨饿受冻，对不对？暗处的苍龙女帝都无力吐槽了，你真损呐！啊，你真是未成年的主子呀，你损呐！但是呢，天无绝人之路。成哥突然话锋一转，女帝一愣，难道他良心发现，还要给这纯华编个好的身世吗？很快他就知道自己想多了。你无意间寻得狗屎数颗，大快朵颐之下，直呼美味，不光填饱了肚子，还神奇的打通了窍穴，进入修炼之门。纯华先帝气的是浑身发抖，曾经都是他用诙谐戏谑的话语给别人掐指一算，然后享受别人的惊慌失措、魂不附体的模样。一如当年他碰到飞仙门那群赤诚的弟子，几句谎言就将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给了他们希望，再给他们绝望。将他们带入埋伏时，他面带嘲弄笑容的听着那群弟子的血泪控诉，最后阴阳怪气的卜了一卦，就令他们之中的数十位当场断肢解体，仙力一散，气海暴力，当场殒命。而现在轮到他自己承受这一切了，比那时候更不讲道理，更加的憋屈。他的食指已经随着成哥的话尽数脱落，原本就保持老人形态的他，肉眼可见的变得更加灰败颓靡。他颤巍巍伸出没有手指的胳膊，哆哆嗦嗦的指着成哥：“够了，你够了！老朽毕竟是堂堂先帝，你何必如此刻薄狠毒啊？”刻薄，我这就受不了了。虽然当年飞仙门被仙界追杀时成哥不在，但仅从大家提到纯华先帝这4个字时的愤怒不甘，他也能猜到当时经历了什么，所以哪里会有什么刻薄呀？永远都只嫌不够啊！他继续滔滔不绝，损着往着高高在上的先帝身上说呀：“你跟野狗干了一场啊，然后最终呢，你成功抢夺了狗窝，得到了属于自己的第一个洞府。这一战你是声名鹊起，威名远播，民间甚至传出歌谣：纯华，纯华，吃屎长大。”暗处的苍龙女帝已经笑得在满地找头了，而对面的纯华先帝气海突然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浑身仙力四处一散。随着一句又一句的卜算应验，他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如果换成一个准帝，被算中那么多次，早就死了。他现在还活着，不过呢，比死也好不了多少。本集第463集，如此死法。成哥蓦然看到他的惨状，眼内没有丝毫同情，而是继续加大力度。哥继续好心的帮你算算啊。哎，刚才算到哪来着？哦，对了，你创建了洞府，随后还广收门徒，开宗立派，一时间呢，简史宗在你的努力下是蒸蒸日上，江湖上到处都流传着你吃屎的传说。你闭嘴！哎，你闭嘴！可惜啊，好景不长。有一次呢，你的大弟子发现了一枚稀罕的狗屎啊，你贪婪之心顿起，
竟然下手抢夺，重宝在前，你们俩大打出手，很快简史聪所有门人都被卷入其中。你是大展神威，大义灭亲，将自己的弟子尽数斩杀。闭嘴！而你仅仅只是被切掉了一点关键部位，从此成为了一个太监。那一战，你确立了你在修炼界的独特地位。你快给我闭嘴！春华仙帝已经不成人形了，浑身汗蒸如雨，一道道污浊的脓水从他全身各处流出，臭气熏天。而他的手足也早已尽数萎缩。事实上，春华仙帝曾经是有宗门的，之所以后来孑然一身，也确实有着特殊的原因。当然了，肯定不会是江城说的那个无厘头的版本。成哥也不得不感慨，仙帝真能熬啊，这都没死。幸好呢，之前那张纸上的字实在太多了，银粉到现在还剩一大半呢，足以彻底搞死这个老阴逼嘞。不光因为飞仙门的仇恨，还因为此人之前补出了自己那么多过往，不能让他继续活了。啊，哥今天有空帮你多补一补嘛。他还在那掐诀呢，虽然这压根没什么章法。学技术到蓝翔挖掘技术那些，我算到了啊。从那之后呢，你孑然一身闯荡修炼界啊，在那个滔天气运的加持下，有一天你在上古大墓里面得到了所在域界最强的一本修炼秘籍，只要修炼到神功大成就能够飞升成仙了，运气爆棚啊！这怎么还有滔天气运呢？苍龙女帝不知该说什么了。他算听出来了，成哥每次瞎编，一开始说起来都是在说好话，但后面呢都会急转直下，果然又是了。然而呢，你不慎触动了古墓的禁制，引起了无数机关陷阱的攻击，所幸你大展神威，最终还是带着秘籍活着逃出升天了。但是呢，战斗的波及引来了附近的一窝猿人，以你的实力，原本消灭他们只是撒撒嘴的功夫呀。但之前为了逃离古墓，你耗尽了元气，最终呢，你被猿人擒下。为了活命，你不得不献出自己宝贵的屁股。749天不间断的献出屁股之后，你竟然意外打通了神功的第一重。说到这儿，对面的纯华仙帝终于从不知规则的主宰位置上跌落下来，从仙帝变回了准帝，而且还是虚弱无比的准帝。这一刻呀，6界中修炼了不知规则的所有仙人都有所感应，尤其那些准帝后期更是震惊之余喜出望外。原本的仙帝退位，意味着他们成帝的机会来了。一时间，无数仙人魔修闻风而动，而在另一边，成哥还在加大力度呢。这可真是天纵奇才呀！换成别人，没数年办不到。你最终发现，修炼此功法的捷径就是献出屁股啊！从此呢，你为了修炼神功，四处骁勇奋战，历经百战、千战、万战、夜战，终于10万年之后，你成功的飞升了仙阶了。对面早已皮肉尽消，仅剩枯骨的纯华仙帝彻底死去，一身枯骨散落一地，而后被浑浊的海水冲刷之后，尽数变成粉末。可算死了。他要再不死呀，哥就只能继续祭出他的仙界篇了。那可真的是波澜壮阔呀！目睹了全城的苍灵追忍不住吐槽了：一个仙帝以这样的方式死掉，也太损了吧！他逼我的。不过他的仙界篇，你下次可以讲给我听。我忽然很想知道后续了。纯华仙帝死后，成哥得到了他的挂幡，这玩意儿居然是一件超出了极品仙宝层次的至尊仙宝。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随身收藏的资源，对他来说也算是一大笔收获。随后他将注意力放在四周的大阵，这才发现大阵内的妖族已经基本死光了，期望在内的5大君主尽数被杀，而那些境主领主也全都没能活下来。倒是有极少数的妖尊因为实力太弱，没有引起围攻，暂时还在四处躲避呢。成哥懒得再等，直接祭出了乱阵令。很快呢，这座圆卓众水阵也被欺骗了。片刻之后，杀气腾腾，正在大阵内四处搜寻漏网之鱼的通阳准帝忽然感觉到脚步一沉，一股无形的迟缓之力袭遍全身。而不光他呀，大阵内的每一名仙人都受到同样的规则束缚。这是怎么回事？大阵怎么迟缓起我们来了？发生什么了？与此同时呢，成哥身上的迟缓之力尽数退却了。大阵被骗之后，已经分不清敌我了，将他当成了自己人，将通阳准帝等人当成了需要镇压的目标。大阵出错了吗？奇哉怪哉啊！快关闭大阵！关不了了！阵眼和阵阶内所有人都无法感知，竟有此事！通阳准帝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连忙下令让所有人集合。稍微清点，他们这边80来位准帝只死了5个，而对面妖界50多位准帝全部被杀。还好妖族那边尽数被灭，就算大阵出问题也无妨了。在他们看来呢，问题不大。不知道纯华仙帝那边有没有杀死了苍龙恶妖？仙帝出手当然不会有问题啊。
藏在暗处的陈哥暗暗皱眉。这圆卓重水阵和之前2个阵法有很大不同，那2个阵法重要的是阵眼和各个关键部位，所以高手全都藏在那些位置。而圆卓重水阵说白了就是能给对方简易的埋伏圈。大阵本身并没有什么杀伤效果，所以就算大阵被乱阵令欺骗了，陈哥想杀他们也必须亲自动手。盘算了一下，虽然对方都被迟缓规则严重影响，但他想要一己之力干掉80名准帝不容易啊。于是呢，他掏出了传讯符，朝外面传来消息。另一边，一直在后方无所事事等待着的苍龙谷飞仙门众人已经等得心都焦了。苍吉不知叹了几次气了。哎，不知大帝那边怎么样了？苍穹一脸凝重。是啊，他的对手可是一位仙帝啊，太危险了，我真的等不下去了。一空、墨央等龙族并不知道江掌门的过往，虽然见识过他屡创奇迹，但终归还没有到盲目信任的地步。本集第464集，默个哀吧。墨仙人悠然自得掏出酒壶灌了一口，一副你们真是大惊小怪的语气。你们龙族就放宽心吧，你们的大帝是不会有事的。正忙着修炼的萧坤魔王也睁开眼一笑，没错，在你们的苍龙大帝面前呢，先帝就那么事吧。一旁的三眼虎撇嘴，又不是第一次了。苍吉懵了呀，你们在说什么呢？不过一旁的纪凌寒却满眼的意味深长，他再次确定了自己的猜测，果然那就是江掌门。而墨尘他们也早都知道了他的身份，所以才会对他那么有信心。这时呢，成哥的传讯也到了啊，大帝让我们赶紧去那阵法内。苍吉、纪凌寒眼睛一亮，惊喜之情溢于言表。能传这个消息，就说明那边没什么危险了。哎，快，一定是大帝获胜了，又到了抢战利品前了，全军出击！苍龙谷飞仙门2波大军同时开拔，那几名守在旁边监视他们的妖尊还想阻拦呢，都没有来得及开口，就被这2股洪流直接冲到了九霄云外。万里之遥对于他们来说就是片刻的事。当众人重新来到圆卓重水阵面前，不由惊讶了，这大阵还在吗？哦，没破掉啊。这和前2次似乎有些不同，难道大帝遇到危险了，所以才传讯要我们来支援他吗？不行，必须快点进去。因为生怕陈哥遭到不遇，他不遭到不遇，不是啊，因为生怕陈哥遭遇不测。他们这次变得比之前还要急迫的，冲进大阵，他们就发现不对了。这圆卓重水阵有着严重的迟缓效果，不光身法速度，就连气海妖丹仙力的运转都会被严重的迟缓，准帝的实力都会被削弱至少30%，要不然呢，齐望那批高手也不会死得那么干脆，而且境界越低，受到的影响越大。妖尊、仙尊层次甚至很难在里面行动，但现在他们进来之后，却没感受到那迟缓的效果，好像这大阵不存在似的。这时呢，重新变回苍龙的陈哥突然出现在他们的眼前，众人大喜：“大帝，你还活着呀？怎么的？你咒我死呀？”“没。行了，快跟我来吧。”敌人们全灭了，陈哥也知道这不是装叉的好时机呀。乱阵令在手，大阵在他眼中一览无余，就像得到了事实的全局地图。很快呢，包括通阳准帝在内的40多名准帝被他找到。各位上，干他们！他一声令下，苍吉、敖阳、纪凌寒、墨尘等人哪里犹豫啊？大军以合围之势杀上去时，对面的通阳准帝也看到了他了。苍龙恶妖，你竟然还活着！不对，那先帝呢？怎么没杀死他呢？哼，我是你苍龙祖宗啊！陈哥自己没闲着，一出手就将10多位准帝圈进了自己的攻击范围。听到了称呼，原本惊讶无比的通阳准帝再次被点燃怒火。哇呀！杀了他！他如同战神附体，就咆哮着冲上来。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且不说他现在被大阵迟缓规则影响，那就算状态完好，他也远不是陈哥对手。49道规则烙印，一股脑轰杀过去，那对面是人仰马翻的。一旁苍吉、敖阳、三眼虎、战猴王本就都是妖界32强级别的准帝后期，一出手，对面那些准帝是毫无抵抗力，很快被杀了一个一干二净，整个过程轻松加愉快。随后呢，陈哥再次带着他们在大阵内扫荡，在乱阵令的帮助下，这就像是他们开了大阵打对方一样。仙界其他准帝仙王仙尊也是无所遁形，打到后面再次陷入狼多肉少的局面。为了战利品，大家抢的是不可开交。足足1天之后，大阵内的敌人终于被绞杀一空，仅有的幸存者就是元虚准帝和他的一众徒子徒孙了。他们传递情报虽然是暗中进行，但仙帝神通广大，谁也不确定会不会被查出来，所以呢，仙界回不去。于是这位准帝也干脆带着后辈欢天喜地的加入了陈哥的队伍。大阵最终破开，战斗以妖界胜利告终。这次为了截杀陈哥，对面不光出动了仙帝，就连准帝也是极多呀。
于是现在所有人是收获满满，喜笑颜开。墨尘和苍吉这才问出了埋在内心的疑问：大帝，那位纯华仙帝呢？啊，对呀，难道他没来吗？这问题一出呢，所有人再次捏了一把汗。如果此时突然冒出个仙帝，那他们的胜利很可能会被逆转。尤其飞仙门弟子听到这个名字，更是极为关注。一旁的单太、萧坤等人更是故意大喝：好你个元虚狗贼，你竟敢假传消息，乱我军心，把他拖下去，军法处置！元虚准帝被气的是吹胡子瞪眼：老夫没有，那纯华准帝我亲眼见过，我骗谁也不敢骗苍龙大帝呀！你们这几个奸佞小人，休得体会！行了行了行了，陈哥摆手，装叉的时刻即将来临，他的心情啊好。这纯华仙帝是出现了，只不过迎着众人的焦急不安的眼神，他扬起龙手：被我杀了而已。被杀了？纯华仙帝被杀了？苍龙谷这边大眼瞪小眼，完全不敢相信，那可是仙帝呀，很难陨落的。即便青龙大帝那个级别出手，也不能保证一定斩杀仙帝。我的天哪，真就杀了？堂堂仙帝就这么死了？就连提前有所预料的墨尘、罗月、敖阳等人也是一脸的不可思议。杀死过九焰仙帝，不代表也一定能杀死另一位仙帝。他们原先更多的猜测还是击败赶走了纯华仙帝。成哥直接将那挂幡寄了出来，你们看这是什么呀？一看那挂幡，飞仙门上下再无任何的疑虑，这是纯华那个狗贼的至尊仙宝天机乱命幡。哦，对，我当年见过，哈，他真的被杀了！大帝威武，我们最大的仇报了！飞仙门弟子有的当场手舞足蹈，有的激动的喜极而泣。这波震惊很 nice， 成哥又喜获大量震惊值。看到他们如此的表现，苍龙谷那边哪里还会有半点怀疑？这下彻底确定了成哥的战绩了，但他们已经来不及欣喜，更多的是惊吓。大帝，您是怎么办到的？一位仙帝就这么死了？莫非大帝您其实隐藏了实力，实际上已经是妖帝了？说实话呀，这问题就连暗处的苍灵都特别好奇，他算是目睹了江长与纯华仙帝对决的全部过程。然而到现在他也没想明白，那个不合常理的过程究竟算是什么，又是怎么做到的。不过他也清楚，每个人都有自己最深层次的秘密。江城对他已经算是足够坦诚了，他不想透露的部分，自己还是不要过多深究的好。本集第465集，妖心散了呀。飞仙门那边在短暂的狂喜庆祝之后，很自然转入了日常追捧。苍龙大帝实力通天，其纯华狗贼，在他老人家面前那就是土鸡瓦狗，不堪一击。那是，我猜他老人家甚至都没怎么动手指，就将那纯华狗贼给碾死了。头号马屁王单太更是捶胸顿足，可恨，可恨呐！众人惊讶，不是你恨什么呀？难道你不希望大力获胜吗？单太摇头，语气中透着满满的萧索。我只是在恨自己当时为什么没有在场，为什么没有亲眼目睹大帝的英姿？人常言，朝闻道，夕死可矣。哪怕只是看到当时的一瞬，我的灵魂也能得到无尽的升华。可惜，我错过了。我此生便有了最大的遗憾，我恐怕再也不能圆满了。众人拜服，莫仙人眼角不断跳动，他娘的，这小子是个劲敌呀！而雀妖那边，雀迷准帝则是一脸的膜拜和深思，看来自己要学的地方还很多呀。成哥大悦，亲切地拍了拍单太的肩膀，点头表示赞许。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啊，这个下次再和仙队对决，我会先开一个留影仙气录下来，让你慢慢的瞻仰。江掌门有点小后悔，斩杀仙帝那么大的一件事，没有观众也就算了，连段影像都没有流传下来，失策嘞。这奇特的脑回路把其他人整懵了。不是老哥，你悠着点，你这样会带坏其他徒弟和龙族的呀。莫仙人连忙恭维，大帝真是游刃有余啊，与仙帝的战斗何等激烈凶险，竟还有余暇做这种事，这种与生俱来的自信真是令人仰望。你看这都能逆风强行吹捧。众人心说，这要换了个人，战斗时还分心干别的事，早就挨喷累。得到提示的众人又是一顿吹捧。至于战死的5大君主和那50位麒麟阵营的准帝，没人提。还是江掌门坐人后头想了起来，这才命人将他们的遗骸全都收集到一起。哎呀，也怪不容易的呀。虽然他们擅自行动，但是杀敌报戒的拳拳之心还是很可嘉的。望着那些堆积如山的巨大尸身骸骨，他一脸沉痛叹了口气。唉，他们是妖界的勇士啊。
这次牺牲是有价值的，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呀。学到什么了？如何花式卖队友吗？众人一脸无语地看着他，心说你能不能控制好嘴角啊？你那幸灾乐祸的笑容都快绷不住了呀！来，让我们为他们默哀1分钟。简短的默哀仪式结束之后呢，墨尘和苍吉都有些忧虑。大帝啊，这次麒麟阵营那边死了50多位准帝，怕是要闹出事端呐。以他们的霸道作风，肯定会怪到我们头上啊。成哥表示不理解，啥玩意儿？为什么要怪我们呢？难道不是要感谢我们吗？他们被仙界杀了，我们替他们报了大仇。说完，他朝远处几十名侥幸没死的妖尊招手。这几十名妖尊，要么是之前派去监视飞仙门苍龙谷的，要么就是实力太弱，一开始没被通阳准帝等人盯上，所以目前还活着，也算是齐望那支人马最后的幸存者了。面对地部之主的召唤，他们哪敢怠慢呢？你们把他们的骸骨带回去，好歹也是与仙界作战过的英雄。成哥擦了擦并不存在的泪花。另外呢，你们给2位麒麟大帝请示一下，毕竟我们给他们报了大仇，麒麟族也不能没点感谢，对不对？还有刚才的隆重的追悼会，也是我们的一番心意啊。这个追悼会的费用，最好也让万妖宫那边公费报销一下。众人已经无力吐槽了，啥时候开追悼会了呀？就刚刚那一眨眼的默哀仪式吗？几名妖尊将骸骨收进了妖器中，这才飞快地赶回了妖界。这里他们是一刻不想待了呀。伴随他们的回归，前线的战报也再次传回了妖界。地部之主再展神威，率领飞仙门苍龙谷大军攻下苦途境，斩杀仙界准帝80位。仙界纯华仙帝破坏仙妖协议，暗中埋伏出战，被地部之主亲自斩杀。另外，左路战区以齐望为首的5位君主和50位准帝轻敌冒进，中了埋伏，不幸陨落。这些消息传回来之后，整个妖界上下彻底炸锅了。什么玩意儿啊？仙帝被杀了？哎呦，80位准帝，太疯狂了吧！这是仙妖大战之后我妖界斩杀的第1位仙帝吧？地部之主战无不胜，神威盖世啊！哈，有史以来最强的准帝，妥妥的。一时间，就连妖界17位妖帝的风头都被成哥盖过了。毕竟啊，仙妖大战之后，他们也没斩杀过1次仙帝，不是吗？战绩说话，甚至都有一些小妖叫着要让成哥干脆当天部之主好了，连带着整个龙族如今声望都是水涨船高。许多大妖惊呼呀，属于龙族的时代再次到来了。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斩杀仙帝，吹上天了吧？你说斩杀10几个准帝我信，仙帝那是什么概念？啊，仙帝可没那么好杀，要我看呢，这就是虚报战功。到处都是讨论着战绩的，最后一条麒麟阵营损伤惨重的消息直接被忽略了。没办法，这喜庆的日子提那个多丧气。看到齐望等准帝的遗骸时，2位麒麟大帝差点当场昏过去了。这次除了齐望，还有另外4位麒麟族准帝也跟着一起死在大阵里。麒麟族准帝是很多，但也架不住接二连三的出师。尤其是听到成哥最后那番要感谢的风凉话之后呢，更是气得要吐血了呀。而鹤族、鹿族、熊族、沙族等盟友那边也同样是噩耗如雷霆，死一个准帝后期对他们而言是100亿年来最大的损失。何况这些准帝还都是前线的郡主、境主、领主，位高权重，意义非凡。谁干的？是那苍城吗？我恨呐！我不信他们会那么容易战死，杀了苍城报仇！一声声咆哮从各大族群聚居地发出，但很快回来的妖孽们就交代了整件事的始末。于是呢，叫着要找成哥报仇的各大族群都大眼瞪小眼了。哪们说的都是真的，前阵万绝呀！那些妖尊也不敢隐瞒，基本上就是不增不减地说出实情。怎么会这样呢？这也太……这么一听，齐望他们是自寻死路，为了抢夺战利品，自己擅自出手，结果中了埋伏了。这能怪谁呢？怪苍龙大帝吗？人家一开始还让你在后面殿后呢，也算是仁至义尽了。是你自己非要抢着冲锋，那真要算起来，这都违抗军令了呀。本集第466集，尴尬的青龙大帝。在知道实情之后，鹿族、熊族、狐族等族的妖帝不光沉默了，甚至内心对齐望都有些不满了。你怎么做的战场指挥？我们的准帝跟着你混，结果全被你带沟里去了，你的主帅怎么当的？要是你提前侦查一下敌情，多考虑周全，也不至于酿成如此惨重的后果。很快呢，孔雀、白鹤、熊皮、泽鹿、耳鼠等麒麟阵营的妖帝被召集，纷纷以投影的方式聚集到一起开紧急会议。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必须要抹除苍城这个不安定因素。
两位麒麟大帝的头影黑着脸，就像吃人一样。孔雀大帝率先赞同了：“不错，此妖出现后，我们妖界就再也不太平了。”白鹤妖帝也深以为然：“若再这样下去，仙界一定会大举反扑。”万世妖帝沉声：“这会为我们带来无边灾难，重演当年仙妖大战的历史。”他们仨说完之后呢，其他妖帝却并没有如同从前那样立即跟上表态。无论熊皮、九尾还是泽鹿，都是神态微妙。墨林大帝虽然已经不是天瀑之主，但看起来比天瀑之主还要有权威。他悠悠扫视在场诸位妖帝，目光如锥：“怎么，你们不愿意吗？莫非你们也要学那玄龟与我麒麟族为敌吗？”其他几位妖帝连忙摇头：“当然不是。”麒麟大帝言重了：“是啊，我们不是盟友吗？”尽管麒麟族最近流年不利，但依旧还有着60多位准帝，2位远古皇族，这实力还是妖界的扛把子。他们还不想与之撕破脸。耳鼠大帝苦笑一声：“不是我们不想对付的苍城，而是听说他杀死了纯华先帝呀，这等实力怕是已经不下于我们了吧？”内心深处，他是绝对不想在这时候和成哥为敌了。江掌门的表现越来越强劲，这位耳鼠大帝也越来越相信当初牙鼠王的判断了，或许他真能掀翻麒麟族的霸权呢。熊皮妖帝也附和：“是啊，这等实力暂时还是不要与之为敌的好。”泽鹿妖帝也说了：“不如继续观望。”这次的损失呢，让他们对麒麟族有些看法了，甚至有些失望。跟着苍龙大帝打仗的都得了一堆好处和声望，跟着与麒麟族混的呢，全军覆没了，好像没什么前途呀。玉林大帝一脸不信：“你们还真信他能斩杀先帝呀？是你们疯了还是我傻了呀？这种事儿，只要稍微有点脑子都不会相信吧？”泽鹿妖帝微微摇头：“但是消息传回来，言之凿凿，而且我听说苍城都得到纯华先帝的仙宝了。”孔雀大帝嗤笑：“伪造的而已，先帝那么好杀吗？当年仙妖大战，在座的诸位都与那边的先帝交过手，是什么实力？难道没点数吗？”白鹤先帝淡淡说：“就算苍城用了各种手段，就算纯华先帝出了问题，想要杀死他，也只有同阶妖帝才能办到。他是妖帝吗？那他如果是妖帝，那就是真正的苍龙妖帝了呀。”他这话包括耳鼠大帝在内都无法反驳。确实，能杀死先帝的只有同阶高手，苍城显然还没有成为真正的苍龙妖帝，否则他们见到他都会感受到深深的威压，就像见到2位麒麟大帝一般。毕竟苍龙族也是远古皇族，耳鼠大帝可不想在这个关头和江城撕破脸，只能用拖字诀了。我看还是等事情明朗点再做决定吧。泽鹿和熊皮也点头：“是啊，现在下判断为时尚早吧。”就连新任的天瀑之主九尾妖帝也表态了：“他有没有杀死先帝，这个消息还是很容易查证的，不用操之过急。”眼见他们几个都不肯下定决心对付苍城，2位麒麟大帝气得直咬牙。他们也不傻，何尝看不出妖心散了呀？队伍不好带了呀。也罢，如果将来仙界那边传出消息纯华先帝未死，我看你们有什么话说。到时候希望你们不要再推三阻四。2位麒麟大帝投影退场，其他妖帝也纷纷离去。耳鼠大帝却是暗中传音，叫住了泽鹿和熊皮：“2位且慢，我想我们可以好好的聊聊。”他隐隐看出这2位有些摇摆不定，不如吹吹风。此时呢，其他几位妖帝也全都得知了前线的消息。银海之上，鲲鹏大帝正式做出决定：“你们可以出发了，去帮助苍城，他会明白我的意思。”这次他要派出去的是以鲲如金鹏为首的6名准帝，这6位都是银海之中的精锐高手。让这些晚辈加入成哥的队伍，代表着鲲鹏大帝看好他，有了支持他的意思。“大帝，您真的相信他杀了1位准帝吗？”“这也太荒唐了，准帝怎么可能杀死先帝呢？”这事呢，鲲如金鹏也是不信的。鲲鹏大帝一呼一吸，海面随之缓缓起伏。“我也不认为纯华先帝真被他杀了，但这战至少证明他有和先帝对决的资格，这就够了。去吧。”与此同时，虎族、猿族、凤族也都有了类似的判断和决定。唯一比较尴尬的就是青龙大帝了，他老人家之前跑去苍龙谷一通唱衰呀，之后呢还等着成哥灰溜溜败阵而归，结果现在人家都连胜3场了，这就让大帝这个预言爱好者没有面子。有心也派点龙骨准帝过去蹭蹭，又拉不下这个脸。
于是呢，最终他只能将金龙谷和青龙谷所有准地结合起来。最近前线的战事你们都听说了吧？众龙族一听，立刻变得兴致高涨。当然听说了，连胜3场，斩杀准地上百位，太能打了。想不到苍龙谷这么厉害，咱们青龙谷和金龙谷都被比下去了。哪有？咱们的玄海大太子不也在那边吗？咱们青龙谷可是有出力了。没错，我们的敖阳也在前线呢，金龙谷也没有丢掉荣誉啊。大帝清了清嗓子，我找你们来不是让你们夸他们的，是要告诉你们，我和那个害群之马的过节并没有化解，依旧是势不两立。不过呢，如果你们自己硬是想要去前线帮敖阳和玄海的话，那也是你们自己的选择，我不会干涉。说完，他直接消失在原地，留下一众龙族大眼瞪小眼。这到底是让我们去啊，还是不让我们去呢？啊，是不是？妖界各方势力做出选择之时，仙界这边已经一片哗然了。纯华仙帝出战是秘密的，他的死目前没有传开。不过呢，80位准帝被杀，苦途径被攻陷，这是实打实的呀。光是这一个消息，已经足够无数仙人震惊失态了。除了宿敌魔界，其余4界以前并未被仙族放在眼里，也从未遭受过如此重大的损失。一时间呢，苍龙恶妖几乎成了仙界所有人头顶的一片阴云。本第467集，你们可以回去了。仙盟总部、长明殿、碧落星宫、天剑宫以及其余的10几个顶尖仙门的仙帝头影全都汇聚到了这里。长明殿的九绝仙帝面无表情：“诸位，纯华仙帝陨落了。本以为那条苍龙只是小欢，现在看来要认真一点。只要并未成就地位，便如此战绩断不可留啊！要杀死他，则必须要出动上位仙帝。你们谁愿望？”在场仙帝都沉默了，他们倒不是怕了，而是活了那么多年，见得太多了，一个个都深谙趋吉避凶的道理。这种能够越级斩杀仙帝的妖孽，气运机缘绝对高到了极点，就算实力比他强，也不一定得手。不如让别人先碰一碰虚实，摸清底气再说吧。于是片刻后呢，有人轻笑了：“这不是现成的人选吗？无极洞天那3位之前就叫着要灭了苍龙谷，何不让他们去了？”“没错，他们想要报仇，我们怎么好意思抢呢？他们在死界吧，早点派人去通知他们就行了。”一时间，店内的气氛都轻松了下来。提到无极洞天那3位，不少仙帝语气中都带着轻视和不屑，仿佛他们已经不配和自己相提并论了。但很快又有人说了：“一旦我们公然出动仙帝，等同于撕毁了仙妖协定，妖界那边那10几位妖帝也不会坐视不管。魔界那边最近蠢蠢欲动，屡屡犯戒，若妖界那边妖帝进出，可就不妙了呀。”九绝仙帝淡淡说：“这点倒是可以放心。你们莫不是忘了，如今妖界是麒麟族做主，那2头麒麟应该巴不得我们杀死了苍城。”他的语气变得讥笑起来：“他们会帮我们拦着的。”殿内众仙帝齐齐大笑：“妙啊！”身处前线的陈哥并没有停下进攻的步伐，攻下苦途径之后，他迅速向着周边其他战场推进。本以为后面还是连场的苦战，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根本遇不到什么抵抗了。周边各境的领主和境主们早就带着麾下的仙人撤走了，只留下一座座空无一人的关隘。仙界又不傻，能干掉纯华仙帝，留下那些准帝肯定不是对手，没必要白白送死。如今他们不断向后收缩，只等无极洞天那3位仙帝到位，才会发起全面的反击。碰不到敌人，装不了叉，陈哥只能挖出这些关隘下的地缘石，以弥补一下失落的心情。外面无战事，君王也不早朝了。这些天呢，他都待在行宫，沉浸在雀族妹子们的温柔乡中。看着纪凌寒、林宁、印小雪一个个是又气又急呀。莫非你故意不展露真实身份，就是为了方便拈花惹草吗？而也就这几天呢，金鹏、昆如、赤焰、麒麟等各族天才准帝也相继来到了前线，只是他们并没能第一时间见到苍龙大帝。那陈哥忙着呢，哪有空接见他们呢？元族的元博和元蒙2位准帝后期觉得自己被怠慢了，愤怒的拿附近几座小山包撒气，打的那叫一个激烈呀！这苍城架子太大了，就是我们都来了，他居然不出来迎接，还有那只野猴子居然装作不认识我们，可恶呀！虎族这边的几位准帝呢，也都是一脸恼火。三眼虎倒是见了他们，还亲热的打了招呼，不过他们都没能见到陈哥。昆如阴沉着脸冷冷说：“他想干什么？居然还摆起谱来了！我族大帝还让我们来帮他，真是不识抬举。
金鹏冷哼，他飘了，以为自己真能和妖帝肩并肩了。不过是和我们一样的地部成员，有什么了不起的？就算杀掉的准帝再多，他自己还是一个准帝，和我们没什么本质的区别。火凤赤焰和冰凤麒麟上次都不幸被淘汰出了地部32强，倒是没接话。不过呢，这俩女的心情同样不好。他如果再不见，那我们就直接回去了。我族冰凤大帝原本看他表现不错，还有支持他的意思，看来他是要错过这个机会了。这次过来的有鲲鹏、虎族、猿族、凤族、羊族以及龙族，目前呢也就龙族顺利融入进来了。主要苍龙谷和另外2大龙谷抬头不见低头见，何况敖阳、玄海也都在。目前过来的几位龙族准帝都很自然地住在了一起，也许是感受到了他们的怨气，在各族准帝都到齐之后，成哥终于在百忙之中抽出点时间，将这30多位天才准帝都召集过来。你们都是那几位大帝派来的？他笑眯眯抬起了龙爪。哎呀，真是失敬失敬啊！你看我这贵人是忙的。身后苍龙谷和飞仙门众高手无力吐槽，哪有说自己是贵人的呀？而且你忙吗？你当不知道吗？飞在高空的金鹏双翅一震，冷哼一声：“你真的击杀了纯华仙帝吗？”啊，对呀。成哥笑容可掬的点头。元蒙大声说：“你怎么证明？”其他各族准帝也纷纷说了：“对呀，怎么证明呢？除非你能展露出和先帝匹敌的实力，否则别想我们服你。在我们妖族，想要服众就得拿出真本事，而不是一些虚报的战绩。”后方，苍极、墨尘等人正要帮江场们说两句呢，成哥却拦住他们。他一脸遗憾地叹了口气：“哎呀，那我还真证明不了。看来我没那个福分让你们帮忙啊，这可怎么办呢？啊？你什么意思？你可知道你随口一句话都会影响到我们虎族的支持态度呀？你真以为我们很想来吗？”望着这群高傲的准帝，成哥不由感慨：年轻真好啊，锐气勃发呀！既然你们这么不情不愿的，而我又是个不喜欢强求别人的人，那就算了吧啊！除了金龙谷和青龙谷，你们其他的都回去吧。各族准帝愣了，这完全不是他们预期的反应啊！他们本以为江城很需要自己的帮助，只要摆出姿态，他就会连忙安抚挽留。结果呢，他居然敢逐客！南说什么？南竟然要俺们回去？俺刚才没听清，你再说一遍来。说实话，就连苍极、墨尘等人也是措手不及呀。这批准帝本身战斗力就极强，都是地部32强级别的实力，加入队伍的话能极大扩充战斗力。而最重要的是，还是他们身后那几尊妖帝，白虎、鲲鹏、冰凤、古猿这几尊大帝在妖界很特殊，因为实力强悍，所以至今没被麒麟族收服，一直以来都是独来独往，不加入任何阵营。现在能得到他们的支持，那是何等难得呀！这要是拒绝了他们的好意，等于是拒绝了潜在的强大盟友，太可惜了呀。本集第468集大道仙音。只是呢，这里做决定的永远只有江城一个人。上次地部开会，你们不都是强烈反对拒绝出兵吗？他的目光从金鹏、元蒙等准帝身上划过，又落到了麒麟、赤焰以及那几位阳族准帝的身上。我出征前，林宁、山庚不也没能从凤族、阳族带出来任何一个帮手吗？所以咯，成哥笑着摊开双爪，一副我也没辙的姿态。一口唾沫一个钉，我怎么能让你们出尔反尔，自己打自己的脸呢？啊，乖，都回去吧。各族准帝面色难看，又羞又恼。麒麟寒声说：“你可知你拒绝了什么？你会后悔的。”鲲如冷冷地说：“之前没出兵，只是因为你表现还不够，没能达到我族大帝的要求。现在你难得通过了考验，获得他的认可。哎，得，别啊！那个，你回去告诉他们，我让他们失望了，没通过什么老石子的这个考验，请他们千万不要认可我。行了，你们可以走了。”说完，他快速地挥着龙爪，欢快地送别了这群准帝。送走了这批天才准帝，成哥就像没事人一样。行了啊，这个大家都回去加日修炼啊，散了。怎么散呢？啊，出大事了好吗？苍极、一空以及敖阳、牙慈全都一脸无奈地看着他老人家。大帝呀，这是不是不太妥？把他们赶走，等于是拒绝了冰凤、鲲鹏、白虎、古猿等几位大帝的合作意向。如果有这几个强力的族群作为盟友，那麒麟族就真的彻底撼动不了我们了。哪来那些有的没的呀？难道你们想更多的竞争对手来抢战利品吗？众人哑火了，然后把脑袋摇得像拨浪鼓，态度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哎，大帝所言极是。哦，对，我们不用帮手。哎，谁来都不要，大帝英明。甚至有人不怀好意的看着青龙谷和金龙谷那边新来的10位准帝，就像看竞争对手一样。那咱们是不是该把敖谦他们也赶走啊？对啊，咱不需要。
整得敖谦等准帝吹胡子瞪眼，差点干起来了。他们散去之后呢，之前一直未发一言的苍灵才叹了口气：“我有点看不懂你想要干什么了。”成哥也挺意外的，我原本还以为你刚才就要当场劝我呢。他看得出来，苍灵是希望自己拉拢凤族、虎族那几个族群，然后对抗麒麟族的。刚刚赶走那批准帝，显然是和这个愿望背道而驰的。我这样想过劝你，但你有自己做决定的资格。苍灵亲眼见过他杀死纯华先帝，已经彻底将他放在了同等地位看待，而不只是当成一个需要自己管教的苍龙族后辈继承者。江城缓缓地说：“其实啊，从一开始我就没想过拉拢那几个族群当盟友。为什么？用不着呗，哥有系统挂，神挡杀神，完全可以独自装叉，要什么盟友啊？如果那群妖帝愿意当啦啦队，他倒是很欢迎的。”昆如金鹏、麒麟等准帝回去之后，各族妖帝都愣了：“你们怎么都回来了？发生什么了？不是说了要去他那边历练吗？难道你们和他产生矛盾了吗？”大帝呀，这个怪不了我们的。众准帝本就憋了一肚子的怨气，如今更是添油加醋，把江城渲染的蛮不讲理、不通人情。当得知是江城将他们赶回来，众妖帝怒了：“岂有此理！他这是干什么呀？竟然拒绝我们的好意！给脸不要脸！什么叫做我们不配考验他？他以为他是谁？还想与我们平起平坐，讨价还价吗？”古元大帝气得暴跳如雷，冰凤大帝浑身发颤，鲲鹏大帝气的是掀起了阵阵天灾，白虎大帝呢直接闭关去了。而这个消息传到麒麟阵营，两位麒麟大帝也懵逼了，他这是什么情况啊？他们原本最担心的其实就是那几个中立的妖帝支持苍城，然后形成一个新的对立阵营，专门和麒麟族作对，所以才总想着干掉他，提前毁掉这个对立阵营的核心。结果现在成哥自己将潜在的盟友全都推开了。他想干什么呢？喜讯来得太突然，他们措手不及呀。不管怎样，这对我们是好消息。没错，他这是自寻死路。失去那几个老怪物的支持，他在妖界孤立无援，就凭区区苍龙族拿什么跟我斗？待他班师回归，那就是他的死期。他们这场庆祝才到第3天，整个妖界上空忽然出现异象，朵朵祥云层层叠叠，宛若气泡。九彩华光透过那云朵，隐约间仿佛能看到无数瑞鸟的虚影在更上方盘旋。无数妖族驻足望着那上空，久久说不出话，只觉得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浩瀚意境盘旋在心头，却无法点破，以至于整个妖界无数妖族呆在原地。而那些活得更久的妖王准帝却仿佛听到某种神秘缥缈的仙音。大道仙音相合，这是有人成仙帝。我的天，这是谁呀？快，不要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妖界17位妖帝望着那高空，一脸呆滞。他们境界更高，能看出的东西更多，所以一眼就认出这是卜之规则的主宰之位换人了。卜之规则，那意思是纯华先帝真的死了，被苍城杀了。一时间呢，两位麒麟大帝再也高兴不起来了。这算是证实了之前成哥的战绩，能斩杀先帝，那意味什么呀？这是一尊可以和他们平起平坐的存在。不久前还愤怒无比，觉得成哥不配和他们平起平坐的冰封、鲲鹏、白虎、古元等妖帝默默望着高空，表情复杂。想不到竟然是真的，他究竟能做出什么呢？而在另一边的前线，飞仙门和苍龙谷所有高手也纷纷走了出来。苍极、墨尘、剑多识广一眼认出了大道仙音，这是淬炼仙魂的绝佳机会呀！什么大道仙音呢？大帝，您斩杀纯华先帝，不知规则，决出了新的先帝。每当有新的先帝上位，都会天降异象。苍极也快速补充，异象有很多种，而这次的大道仙音是最为难得的一种，上百亿年也不见得会有一次呀！快，凝神静气打坐，放松仙魂妖魂的束缚，离体感悟。苍灵的声音更是响彻全场。这次机缘非常重要，仙魂如果能沾上大道的痕迹，哪怕一点点，你们将来也会更容易成帝。